大脑一抛，直接开爽。叮，恭喜宿主激活神级游戏设计师系统，正在加载中。痛，太痛了！楚生跪在寝室中仰天长啸。5年前，楚生重生来到这个世界，两个世界高度相似，靠着唱唱歌歌、赌赌球，实现人生的小目标是不太可能了。但这个世界的游戏产业却十分落后。点开游戏排行榜，都2023年了，渣渣辉还在扛着一把大刀，到处找兄弟来砍自己。你从未玩过的传新版本，细兄弟，来砍我！无脑氪金夜游霸占榜首，这让楚生嗅到商机。但游戏制作对技术要求极高，为了打造自己的游戏帝国，楚生真正实现了5年高考3年模拟，高中3年，再复读5年，最终成功考上游戏设计专业在全龙国排名第1的大学魔都大学。然而就在他加班加点学习专业知识时，系统觉醒了。5年，系统，你知道这5年是我怎么过来的吗？楚生当场破大防。高中的同桌已经开上奔驰，暗恋的校花已经嫁为人妻。虽然这是加分项。叮，系统加载完毕。宿主可以收集他人破防、震惊、愤怒等情绪值来解锁游戏。解锁的游戏皆是超高难度终极折磨王。超高难度，楚生来了兴趣，用游戏破防玩家，再用玩家提供的情绪值兑换游戏，让玩家再度破防。卧槽，新概念永动机被我发现了！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是否打开？打开。楚生毫不犹豫道。叮，宿主获得游戏平台 Busy World， 平台具备强大的反盗号程序，平台不会出现卡顿、崩溃的情况，平台防火墙强大，任何黑客都无法攻击，游戏无法被盗版。楚生眼前一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世的游戏平台动不动就卡死，账号被盗、盗版游戏横行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了这个平台，为我以后的游戏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楚生坐在电脑前，将无痕浏览关闭，搜索自己的平台，果然有平台官网，页面做得很不错，看着简洁舒适，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广告。Busy World 下载量0，楚生下载安装，随后看向系统面板，姓名楚生，年龄24，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1，解锁游戏暂无，情绪值0，选择解锁游戏选项，出现详细的解锁游戏需求：盗贼模拟器1情绪值，斗地主模拟器10万情绪值，凶手模拟器50万情绪值。目前只能看到这3个，后面还需要慢慢解锁。第一个游戏只需要1点情绪值，相当于白送，到了后面游戏就需要几10万的情绪值。当务之急，要快点收集情绪值。破防、震惊、愤怒，这些都是情绪值的话。楚生思考着，迅速联想到了各大游戏主播，前世短视频中每天都是主播直播破防的名场面。这个世界 PDD、呆小妹、絮絮抱抱、55关等大主播依旧活跃，但由于游戏行业的滞后，许多名场面已经不在。只要我复刻这些名场面，不仅能破防主播获得情绪值，还能快速将游戏推广出去。楚生初步计划已经确定，当即坐在电脑前，打开豆沙直播平台，一眼便看到呆小妹的直播间标题写着传奇砍腻了，今天尝试点新游戏。楚生点进直播间，呆小妹当今仍旧是顶流游戏女主播，性格大大咧咧，与水友们打成一片。呆小妹今天戴着双马尾，穿着 JK 装，一双穿着白丝的纤细美腿踩在电竞椅上屈膝坐着。兄弟们，砍传奇给我手都砍麻了，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游戏玩？又老女人终于开播了，兄弟们快上直播间传统才艺。对3，对 J， 对 A， 卧槽，对 A 太大了，我要不起。哈哈，楼上的，你最好说的是对 A。 呆小妹低头看了看自己，一马平川。不过呆小妹没有生气，嘚瑟笑道，玩了几百年的老梗了，就这点攻击性还想让主播破防？我擦，兄弟们，老女人魔抗上来了，来个有才华的兄弟，快点让老女人破防啊！一天不看老女人破防，浑身难受。楚生看到呆小妹，嘴角微微上扬。第一位受害人登场，我需要先用弹幕让呆小妹破防，解锁第一款游戏。楚生很快想到一个办法，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呆小妹看着水友们拿自己无可奈何的样子，感到十分解气。想想之前自己刚直播那会儿，天天被弹幕气得大姨妈紊乱。哼哼，主播今天心情好，你们是不可能破防我的。哇，主播今天竟然穿的是 JK， 而且还是双马尾。呆小妹看到楚生的弹幕，开心道，还是有谁又有眼光吗？
你们这群直男，天天喊我老女人。现实生活里，估计连女孩子手都没摸过一下，只能天天深夜躲在被窝做荷包蛋。不，兄弟们，我开始破防了。老女人竟然还学会反攻了，这个叫楚生的水友怎么回事？谁让你夸老女人的？让他有装逼的机会。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啊，叛徒在哪？带我一个。楼上的兄弟，你断句别太离谱。呆小妹站起身转了一圈，嘚瑟道：我今天的 JK 双马尾怎么样？此时楚生再次发来弹幕：我最喜欢双马尾了，因为双马尾加攻速。因为水友中很少有夸自己的，所以呆小妹特地留意了一下楚生的弹幕。双马尾加攻速，这是什么意思？不，哈哈哈，薄纱。我希望下辈子秒懂的是数理化，而不是你们这些虎狼之词。还以为楚生是叛徒，谁知是卧底。干得漂亮。呆小妹看着滚动的弹幕，知道楚生说的不是什么好话，往色色的方面联想，瞬间明白什么意思。白皙脸蛋羞红，哎你特么的，你们这群水友什么素质啊？呆小妹恼羞成怒道。楚生满意的点点头，距离破防还差点。楚生再次发送弹幕，请问主播是性交吗？呆小妹满脸幽怨的盯着屏幕，主播不性交。呆小妹忽然一愣，想到这个楚生不是什么好东西，立马又补充了一句，主播不性交也不姓呆。哈哈哈哈，我还以为老女人反应过来了。楚先生大才。老女人，你是性交吗？老女人，你是性交吗？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呆小妹看着滚动的弹幕，忽然反应过来，哎呀，你们这帮人迟早都被抓进去，我信你 XXXX。 哈哈，主播破防了啊，我舒服了。记住这个日子，某月某日，楚先生一己之力破防呆小妹。楚生看着破防的呆小妹，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宿主破防主播呆小妹，破防值加100，恭喜宿主情绪值达标，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第2章盗贼模拟器，开局清空弹夹。楚生点开自己的 Busy World 平台，空荡荡的商城中终于有了第一款游戏盗贼模拟器，售价仅仅只有1元。售价由系统决定，楚生并没觉得不妥，这个世界的玩家还没完全接受买断制游戏，反正自己零成本100%利润，1块钱的低廉售价还能帮自己打通市场。楚生看着屏幕中破防狂怒的呆小妹，嘴角微微上扬道：老女人啊，先别急着破防，因为你破防的太早了，马上就让你感受一下系统口中的终极折磨王。呆小妹刚直播就破防，源头在这个叫楚生的水友。呆小妹咬牙切齿道：我呆小妹今天一定把你封个360天。直播间弹幕太多，想要找到楚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播，最近新出一款非常休闲解压的游戏，要不你试试？楚生正巧这时候发了弹幕，被呆小妹逮住。好啊，终于抓到你了楚生。呆小妹一副大仇得报的样子，你个头号黑粉还推荐游戏，老子一个字都不会。哎呦，谢谢楚生老板的3个飞机，祝老板吉时吉日吉如风，老板大气。卧槽，没想到老女人还是非遗传承人，川剧变脸，老板糊涂啊。啊，楚生你玩真的？不是，大家都是黑粉，都白嫖，你突然送礼物，那我们怎么办？坏了，以为楚生是黑粉，谁知是老板。老女人，快点借我100块，我给你刷个飞机，你别不识相。老女人，我没钱给你刷飞机，要不我打给你吧。楼上的，你天天都发这个弹幕，注意自己的身体。坐在宿舍电脑前的楚生痛心疾首，一个飞机100块，这300块是我1个星期的伙食费，没办法，不交保护费，老女人今天非把我封了。这一笔300块巨款，算是楚生创业的第一笔投资。呆小妹双手摸着脸装嫩，娇羞中带着得意，夹着嗓子嗲声嗲气道：楚生老板，你说的啥游戏啊？楚生看着呆小妹笑容，立马截了个图，他要等呆小妹被游戏折磨破防，露出痛苦面具后，将这张图片发出来，化身爆破小队，再次破防老女人。今天刚出的游戏盗贼模拟器，解压游戏，有趣轻松，老板推荐的游戏，一听名字就好玩。呆小妹在浏览器上搜索盗贼模拟器，竟然还是一个新平台，叫逼贼沃德。新平台，800年没出过新平台了。老女人的英语非常地道，有点像是伦敦那旮沓的。大平台竞争这么激烈，竟然还有头铁的敢研发新平台。呆小妹同样十分好奇，身为主播，无论平时在直播间怎么骂游戏设计师，她都希望游戏行业能欣欣向荣。下载完成后，看着简洁舒适的页面，但打开商城后竟然只有1款游戏，呆小妹有些失望。
暗暗道：竟然只有一款游戏，算了，毕竟是小平台，就当鼓励新人游戏设计师了。忽然呆小妹发现不对劲，卧槽，这游戏竟然只要1块钱！楚生老板，你确定是这款游戏？打开后不会出来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1块钱的游戏，开发成本再低也回不了本吧？不会是什么恶搞游戏吧？有一说一，1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呆小妹也是抱着这个态度，试试又不吃亏。主播都有专线网络，网速快到看小电影都不带卡顿的。和水友们互喷一会，游戏便下载完毕。在众水友好奇的目光中进入游戏。游戏界面非常简单整洁，和市面上充满光污染的一刀999页游不同，这种整洁让人看着就很舒适。游戏开始页面只有新游戏、存档、设置、退出4个选项，和水友们满嘴跑火车对喷了半天。呆小妹还是忍不住从一个专业游戏主播的角度评价道：很简单舒适的游戏界面，没有铺天盖地的充值入口。虽然还没进入游戏，但能感觉到这是一款玩起来比较轻松解压的游戏。不错，开局没有跳出648的首充宣传就值得好评。我擦，兄弟们，这游戏看着好像还真行。反正只要1块钱，我先去买一个，防止以后涨价。现在首充都要648，哎，游戏厂商太黑了啊！为什么我首先只要2张卫生纸？你说的最好是首充。楚生看着后台数据 ，Busy World 下载量+1 ，Busy World 下载量+1，数据蹭蹭往上涨。戴小妹点击新游戏开始，画面加载。您是一名他人财务移动工程师，需要完成对应任务，尽可能多的累积自己的财产。祝您的工作顺利。旁白响起后，戴小妹忍不住笑道：他人财务移动工程师，哈哈，不就是小偷吗？这个游戏设计师真是取名天才。游戏画面并没有十分精美逼真，和楚生前世的顶级3A 大作比还有些许差距，不过已经足够碾压当今市面上的页游。我擦，就这个画面，我直接冲了！1块钱卖这种游戏，游戏设计师是不是疯了？还没看游戏内容，光凭这个画面，水友们就纷纷下单购买。呆小妹也被游戏吸引，全神贯注。游戏内，呆小妹控制着一位光头中年男子，站在街道上看着对面的宅院。序章任务：盗取琼斯夫人的珠宝首饰。发布任务：呆小妹跃跃欲试。嘿嘿，看我江南大盗呆小妹大显身手。呆小妹控制角色朝着住宅靠近。既然要偷东西，一定要先确定家里有没有人。呆小妹自诩聪明的靠近窗玻璃，小心翼翼打开，鬼鬼祟祟趴在上面看。忽然被屋内的琼斯夫人发现，呆小妹瞬间有些惊慌，还没来得及反应，琼斯夫人掏出把 AK， 对着呆小妹弹夹清空。哒哒哒，画面一黑，弹出2行字 ：You die。身为他人财务移动工程师，最优秀的品质便是耐心。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第3章，这游戏设计师是行走的50万。呆小妹一脸懵逼的看着屏幕，我死了，哈哈哈！请问游戏背景是佛罗里达吗？琼斯人狠话不多，直接清空弹夹。在佛罗里达，你可以不活，但不能没活。哈哈，看看老女人的表情，内裤穿太厚，懵逼了。这游戏还挺贴心的，死亡后还会教你，给你提示。游戏提示，好像真的打算教会我如何成为盗贼。行啊，这游戏太行了。什么盗贼？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是他人财务移动工程师。呆小妹气不过，点击重新开始。吸取失败的教训，呆小妹反思道：身为江南大盗，必须要耐心，绝对不能莽撞到直接去看屋内有没有人。呆小妹坐在住宅斜对面的长椅上，游戏内的时间流动很快。我擦，老女人竟然学聪明了，她是想观察琼斯夫人的行程，等没人再动手。难怪都说胸大无脑，老女人聪明。呆小妹一边等待，一边看着无良弹幕。哼，等着本江南大盗的操作吧。在游戏内，这种等待时间被加速过。过去1分钟，游戏内已经过去3小时。此时，琼斯夫人终于出门，但呆小妹依旧没有动身。老女人，快醒醒！琼斯夫人出门了，眼睛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哎呀妈呀，急死了我！快点行动啊，机不可失！呆小妹傲娇笑道：你们懂什么？你们知道琼斯夫人出门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吗？要是出门时间太短，我偷东西偷到一半被抓住怎么办？呆小妹话音刚过，琼斯夫人再次回来。我擦，真被老女人猛中了！难道她真的是天才？我姐受不了。你姐什么受不了？打错字了，我接受不了。
呆小妹嘴角上扬，天天被你们喷菜，这次见识到本主播的实力了吧？通过这款游戏装逼成功，让呆小妹对盗贼模拟器好感大大增加。游戏内时间不断加速，10分钟后，游戏内已经过去2天2夜。呆小妹成功摸清楚琼斯夫人的作息时间，每天下午2点，琼斯夫人会外出15分钟，这是唯一的机会。第3天下午2点，呆小妹毫不犹豫的行动，查看门窗全部被锁。于是呆小妹选择翻墙进入。随着进入房屋，游戏响起了古典秘籍的背景音乐，紧张的情绪瞬间被调动起来。兄弟们，我已经紧张到开始往里缩了，光是进屋就花了5分钟，还有10分钟时间。尼玛，我堂堂品学兼优的3好学生，竟然在这看人偷东西。偷不偷东西不重要，单纯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玩游戏竟然还能锻炼自己的心态。戴小妹此时也紧张到血压飙升，进房间后手忙脚乱。珠宝首饰，珠宝首饰在哪？在最后3分钟，戴小妹终于找到珠宝首饰，拿到后立马翻墙逃亡。You win， 恭喜你偷盗成功。身为他人财物移动工程师，你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一颗临危不乱的大心脏。哪怕主人和你面对面，气息和神态也绝对不能露出破绽。耶！呆小妹开心到当着镜头跳起来。哈哈哈！这游戏虽然不像描述的那样解压轻松，但是真刺激啊！原来偷东西这么好玩。呆小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连忙道：不过仅限于游戏中哦，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做一名守法公民。太行了，老女人，游戏里你就是法外狂徒是吧？老女人就是可口。老女人别跳了，纹丝不动，我看着都难过。撕这旁白，这游戏机制，感觉这游戏设计师有点东西啊，太真实，太细节了，偷盗的技巧、心态全都把握得十分完美。这游戏的设计师要么是行走的50万，要么是刚从牢里放出来。楚生坐在电脑前，看着呆小妹高兴的样子。高兴吗？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序章只是新手引导，后面才是真正的折磨。呆小妹迫不及待地挑战下一关。第1关，任务：盗取琼斯夫人的珠宝首饰。怎么才第1关？而且任务还一模一样，差点忘了，刚才是序章，这才是正式关卡。呆小妹琢磨道，虽然有水关卡的嫌疑，但只要1块钱，能做得这么细节已经不错了。哈哈，带着琼斯夫人一个人好使吧。琼斯夫人，设计师，你清高，你了不起。琼斯夫人的出门时间并没有改变，但呆小妹很快发现不同的地方。第1关的住宅，墙壁增高，加装铁丝网，无法通关翻墙进入。等待琼斯夫人离开后，呆小妹来到住宅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可以进去的地方。这游戏是故意坑人吗？进都进不去，我信，让我来，进不去就蹭蹭呗。我擦，你们在说什么虎狼之词？老女人，看看门锁。楚生开始提示道。呆小妹看着弹幕，来到正门前，果然有互动按钮。互动后，门锁被放大，占据整个屏幕，旁边还有5金工具套装。呆小妹瞬间傻了眼，这是让我开锁？谁有拳头内裤穿的太厚，开始懵逼了。让你游戏做的真实，没让你交代犯罪记录啊？这游戏设计师认真的，全是专业的开锁工具，这设计师绝对是行家。我家就是做门锁买卖、开锁服务的，这把锁是超 B 级锁，贼尖难开。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吗？这游戏设计师身上绝对有案底。呆小妹懵逼了好一会儿，我不是在玩游戏吗？为什么要让我开锁？看着嘲讽自己的弹幕，呆小妹赌气道：不就是开锁吗？开！此时琼斯夫人从外面回来。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门口？呆小妹一回头，看到拎着 AK 的琼斯夫人，哒哒哒，弹夹再次清空。第4章，呆小妹直播被虐，哭成防空警报。哈哈，老女人偷东西，偷得太专注，忘了时间到了。琼斯夫人真是很赢呀，出门都带着 AK。老女人放弃吧，这硬核游戏不适合你，你还是去玩传奇吧，毕竟你人傻钱多。呆小妹看着满屏幕的嘲讽，委屈巴拉的说道：这能怪我？明明是设计师不当人，玩个游戏还要学开锁。老女人别难过，他们夸你，你别信，他们骂你，你就当他们骂狗了。弹幕真的恶臭，能不能别对老女人要求这么高呀？老女人又不是3头6臂，是1头2臂。老女人别急，飞机马上来了。看着嘲笑自己的弹幕，呆小妹不服输道：不就是开锁吗？我开。卧槽，老女人你认真的吗？这可是超 B 级锁芯啊，就算专业老师傅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打开，需要一定运气。双排弹珠加曲线，
我偷东西遇到这种锁就直接放弃。楼上老哥六啊，你怕不就是游戏设计师？呆小妹直接打开手机，在网上搜索如何开锁。游戏中需要等待5分钟，琼斯夫人才会离开住宅，而那时玩家有15分的时间操作。哈哈，抖音果然是万能的，3分钟教会你如何开锁。主播聪慧过人，2倍速看完只需要1分半就能学会。请问你这个抖音是正经抖音吗？你以为在看小电影吗？还2倍速，有一说一，2倍速真刺激。兄台，借一步说话。看了几个锁教学视频，琼斯夫人正好离开家。呆小妹自信满满道：“我会了，这次一条命过关。”来到正门前，看着门锁和复杂的工具，呆小妹忍不住松了松内裤，这下真的有些懵逼了。我记得是好像这样，然后再这样。呆小妹挑着眉毛，一脸心虚的看向弹幕。我擦，你是主播？你问我云玩家呀，不造啊！咔，开锁的铁丝突然别断在锁眼里。哈哈，虽然我是云玩家，但这个操作我还是能看懂的。游戏也太真实了吧，铁丝竟然能别断在里面，感觉我真的在撬别人家锁。老女人，给你的锁孔堵住，老娘进不去，琼斯夫人也别想进。呆小妹看傻了眼，脑子学会了，手你会你 MLGB， 太扯了吧，铁丝还能断？不过现实生活中的确是这样，操！但这里是游戏啊喂，要不要这么真实？我看游戏设计师是真想进去啊。好烦，堵住了，堵住了！老女人等着，我来帮你捅一捅。我是说，我是开锁了，不是吧？老女人你也下得去手？你所向往的林荫小道，其实早已人潮汹涌。卧槽，先生当初退出文坛，我是拒绝的。哒哒哒，弹夹清空 ，You die！ 无论是哪一款锁，开锁的方式永远不止一种。重新开始，呆小妹继续研究开锁。我会了，哒哒哒，担架清空。操！这次我真搞懂了。哒哒哒，在数万名水友的见证下，呆小妹被弹夹清空了3个小时。说好的双马尾变得杂乱，清澈的眼神变得呆滞，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我呆小妹，今天一定把这个闭锁给撬开。呆小妹说话有气无力，精神憔悴。坏了，老女人已经进入了终极破防的前一个阶段，发癫。我都害怕主播突然暴毙，这游戏太他妈硬核了。我要是有这游戏一半硬，都不至于找不到对象。3分钟的开锁视频，硬生生看了3个小时，谁不发疯？在无数次尝试后，突然，咔！这一次不是钢丝断在里面，而是锁开了。卧槽，牛逼！我们是冠军！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主播这次开锁占很大运气成分，不过好在是打开了。这次真没得黑，老奶奶不服就服你！看到锁被打开，呆小妹瞳孔微微放大，惊喜、激动、难以置信，压抑了3个小时的情绪得到爆发，眼眶微微发红。我呆小妹终于成功了！呆小妹激动到娇躯微微颤抖，面露绯红。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门口？熟悉的声音响起，琼斯夫人回来了！哒哒哒，弹夹清空。一时间，无数网友和呆小妹同时石化。我擦，差点忘了，游戏任务是偷东西，不是开锁。15分内完成开锁，盗窃逃离。开锁只是第一步，但却用了15分钟。这游戏设计师是真畜生啊！各单位请注意，各单位请注意，1级防空警报！这不是演习，重申一遍，这不是演习。紧接着，呆小妹张大嘴巴，发出刺破耳膜的尖叫，耳机档当场暴毙，这音调堪比防空警报。我聋了，快跑！老女人发飙了，非战斗人员请撤离。呆小妹哇的一声，豆大的泪珠滚落。尼玛呀，这是什么某某游戏？这是什么畜生游戏设计师？砰砰砰！呆小妹怒砸键盘，键盘 HP 10000，我玩尼玛，这特么是给人玩的吗？到底是哪个畜生设计的游戏啊？快乐不会凭空减少或是增加，只会从一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楚生人如其名，坐在电脑前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叮，宿主破防主播呆小妹，破防值加1000。楚生将之前呆小妹开心大笑的截图发了出来。纯路人，请问照片上的是主播吗？截图 JPG。 一众水友见状纷纷跟风。纯路人，请问照片上的是主播吗？截图 JPG。 纯路人，请问照片上的是主播吗？截图 JPG。 呆小妹看着照片中打扮精致漂亮、笑容开心的自己，而现在
自己真像一个老女人，一个疯婆子。呆小妹梅开二度，再次破防。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丁，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加1000。第5章，呆小妹的激将法全网破防，呆小妹哭得梨花带雨，直播间热度节节攀升，没有一个谁友不喜欢看主播破防。呆小妹在哭泣中等待琼斯夫人再次出门，连续试了几次后都没有打开门锁，果然如水友所说，那次打开完全凭运气。不玩了，再玩盗贼模拟器，我就是傻逼！呆小妹哭红了眼，恼怒地关掉游戏。是哪个人才开发了这款游戏？我真是爱死盗贼模拟器了，竟然让老女人破防成这样！上次看到老女人哭还是上一次。兄弟们，只要1块钱，这么良心的游戏还不冲？已经下单，玩不玩不重要，就凭他让老女人破防，我就要支持一波。看着弹幕的嘲讽，呆小妹恼怒道：啊，好烦！你们竟然还帮这个破游戏说话！太伤心了，都没人安慰我一下。楚生此时一咬牙，又充了100块，送了个飞机。感谢楚生老板飞机，爱你么么哒！呆小妹眼泪还没流干，一边哭一边笑着比心谢礼物，可怜又滑稽的模样，让水友们笑得前仰后合。我擦，名场面截图了！生活不易，呆小妹卖艺，老板糊涂啊！操，老板怎么又飞机了？妈的，不能落后，再打一个！兄弟注意身体啊！年少不知飞机贵，老来望穿空流泪。锦上添花没人记得，雪中送炭才是恩情。呆小妹道：还是楚生好，不像你们就知道看我笑话。老女人不能见钱就喊爹啊！你忘了是谁推荐你这款游戏的吗？呆小妹忽然反应过来，楚生才是罪魁祸首。但仔细一想，人家老板只是推荐游戏的玩家，又不是游戏设计师。楚生此时发弹幕道：嗨嗨，其实这款游戏没大家想的这么难，直播间的兄弟们都可以试试啊！呆小妹看到楚生的弹幕，美眸乌溜溜的一转，露出狡黠的笑容，附和道：对啊对啊，可能只是主播太笨了，其实这款游戏还是非常有趣的，题材新颖，画面精美，玩法新奇，每次通关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聪明，可以试试啊！呆小妹心中暗暗道：你们这群没良心的，就知道喷我，我必须要让你们跟着我一起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才要折断他人的伞。呵呵，老女人你的演技太差了。激将法啊，我最吃的就是激将法了，不就是学个开锁吗？现实世界都能学会，游戏里能有多难？我无法保证自己一条命通关，但多死几次，过关不还是轻轻松松吗？就算没有带小妹激将，谁友们也会尝试。天天玩换皮仙侠，一刀999，早就玩腻了。如今一款新题材的游戏，还只要1块钱，干嘛不玩？老女人，我速速就回，到时候把通关视频发到粉丝群。老子祖上3代都是开锁的，不就是开个锁吗？啊，格局小了，我盗窃被判3年，刚放出来，进修3年，功力大涨。靠，楼上的兄弟，你是进去改造的，不是进修的啊！呆小妹看着谁友一个个大放厥词，强行憋笑。只有玩过的人才知道这游戏多么畜生。哇哦，你们好厉害！那我等着看你们的通关视频哟。楚生坐在电脑前，看着官网上 Busy World 下载量疯狂飙升，下载量100、1000、3000、5000、8000，这才只是第一天，游戏的知名度还没彻底打上去，就有近1万的下载量。老女人直播间内现在有3万人，近1/3的人都下载了游戏。许多水友通过手机观看直播，真正坐在电脑前的恐怕也就1万来人，这个下载比例简直恐怖如斯。现在只需要等待玩家们的集体破防，然后产生连锁效应，让游戏被更多人知道。楚生从头到尾一共就花了400块钱，就能达到如此恐怖的推广效果。在当今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许多人斥巨资买流量，殊不知流量是最容易形成雪球效应的，4两拨千斤。眼看到了饭点，楚生就下楼去学校食堂吃个饭，途中手机一刻不离手，时时刻刻盯着 Busy World 的下载量。叮，恭喜宿主，平台下载量突破1万。Busy World 解锁好友系统。正在吃饭的楚生有些诧异，随着平台的下载量提升，平台会解锁更多的功能。那如果游戏的下载量提升，会不会解锁新功能呢？此时 Busy World 下载量突破1万，而盗贼模拟器的下载量也已经9000多。平台就这一款游戏，下载平台的用户基本都冲着盗贼模拟器来的。吃完饭，楚生回寝室的路上，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玩家破防+1，玩家破防+1，玩家破防+1。破防主播获得的情绪值远大于玩家，但想要解锁新游戏，
获得情绪值的主力军还是玩家，量变产生质变。我擦，破防的这么快！滴滴滴滴，楚生的手机不断收到信息，楚生在斗杀平台的后台私信直接爆掉。意识到不对劲，楚生加快脚步回到寝室。此时呆小妹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突破5万，热烈的马！这是什么畜生游戏啊？开锁！我开尼玛的锁！开完一个超 B 级锁，后面竟然还让我开保险箱，真以为我是江南大盗啊！老子祖上3代开锁，第一关超 B 级锁轻松打开，第2关保险箱，我请了外援，把我爸叫来。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从业20多年的开锁老师傅，硬生生将头挠秃才打开。兄弟牛逼啊！竟然过了第2关！开锁消耗材料一个父亲，不过了第2关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我拿我爸的头发保证，游戏设计师绝对是行走的50万。第6章，楚生，你是真畜生啊！游戏的第3关才是折磨的开始。前2关开锁入室盗贼，第3关竟然特么直接开始当扒手。啊，扒手？尊都假都欧灵，哈哈哈！游戏设计师真特么天才！别笑了，兄弟们，等你们解锁第3关，绝对笑不出来。开锁能想象多难，但游戏里面当扒手，这有什么难的？我不卖关子了，直接说吧。第3关场景在火车站，你要在一定时间内盗取10部乘客手机才能通关。我擦，这么真实，已经有代入感了。你们不知道这玩意有多难，时机、手速、反应3者都要做到极限，才有可能在不被乘客发现的前提下偷走手机。这么极限的事情，你要在短时间内完成10次，失误1次全部白费。我擦，光是听血压已经开始上来了。呆小妹看着破防的谁友，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现在知道折磨了吧？让你们之前一直喷我，我好歹过了第1关，开锁哥还过了第2关，老女人你连第1关都过不去。呆小妹傲娇道，哼，这恶趣味游戏我才不玩了。之前那个进去进修3年的进修哥呢？玩到哪一关了？兄弟们，我学艺不精，准备再进去进修2年了。卧槽，大哥你要冷静啊，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此时进修哥忍不住说起自己往事，在直播间里煽情。当年我初出茅庐来到火车站，心想偷10部手机就收手，结果再偷第1个时就被捕。那是我第1次进去进修，因为入学考试不理想，只进修了半个月。出来后小偷小摸瞧不上，越干越大，最终以优异的考试答卷喜提进修3年。我擦，进修哥真是人才！尼玛，听着还有点励志，怎么回事？进修哥继续发弹幕道：哎，出来以后多少次午夜梦回，深陷迷茫，不知道想要什么。但玩到这款游戏第3关后，我才发现为什么迷茫。此时主播网友们都在好奇，连楚生都忍不住盯着弹幕，看看开锁哥的心理历程。我迷茫，是因为我忘了初心。那年我18，无忧无虑，只是想偷10部手机，因为能力不足而没有完成。而后来我功力大涨，但在社会的洗礼和欲望的加持下，我忘了自己的初心。18岁那年偷的手机，10年后砸中了28岁的我。老哥冷静啊，偷盗犯法，你已经出来了，没必要折腾自己。谢谢各位，3年的改造已经让我知道要遵纪守法，所以我要通过这款游戏实现少年时未完成的梦想，偷他娘的10部手机。呆小妹忍不住抹眼泪，太感人了，呜呜。虽然你的案例很奇怪，但真的很触动人心。8岁时只要1根棒棒糖就能满足，但却没钱。28岁有钱了，但却不再喜欢吃糖。楚生此时发弹幕，所以你没买棒棒糖，只买了棒棒。噗，楚老板，你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花呗吗？煽情煽的好好的，看到你的弹幕，直接绷不住了。楚先生大才！呆小妹咬牙切齿的看着楚生弹幕。呆小妹破防值加100。进修哥，各位，我要去完成自己少年时的梦想了。进修哥加油！进修哥加油！伴随着进修哥的煽情，盗贼模拟器下载量再次飙升。许多新来的观众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但光听进修哥的自述就对游戏产生了兴趣。丁，恭喜宿主，平台下载量突破2万，解锁社区系统。丁，恭喜宿主，盗贼模拟器下载量突破1万，解锁排行榜系统。盗贼模拟器排行榜将出现在平台社区系统中。系统声音响起，游戏下载量突破1万，楚生也美滋滋的入账1万块。晚上加个鸡腿。楚生立马在直播间发弹幕：兄弟们，平台更新社区系统，里面有游戏排行，更新这么快，看游戏有热度立马更新，比那些不作为就知道圈钱的设计师好多了。我擦，
游戏设计师不会就在老女人直播间吧？众人点开 Busy World 平台的社区，有一个盗贼模拟器社区，玩家排行榜赫然其中。玩家通关关卡能获得对应经验升级，再根据等级排序，等级一共分为10级，分别是道者、道师、大道师、道灵、道王、道皇、道宗、道尊、道圣、道帝。排行榜：第一，进修学长，道师；第二，3代开锁，道师。道师强者，恐怖如斯。斯是谁？妈的！破防就破防，兄弟们，我要开始冲榜了。看着这榜单和等级，怎么还燃起来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约，3年后我必要盗遍天下珍宝，成为道帝。没有一个无辜路人的手机能够幸存。整个直播间风气越来越行了。楚生看着水友们斗志满满，心中乐开了花。情绪值增长速度有些缓慢了。这时候你们斗志越强，一会儿破防越激烈。破防值+1，愤怒值+5，愤怒值+3，破防值+1。楚生话音刚落，系统像是嗑了蓝色小药丸，滴滴滴响个不停。我也没啥干呀，怎么突然又有一批人破防了？妈的！楚生你给劳资出来！楚生，你他妈不叫楚生，你就是畜生啊！哎呀呀，畜生，老子要给你妈杀了！呆小妹看到直播间弹幕，柳眉微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骂主播可以，不要相互人身攻击啊！喷主播是节目效果，大家喜闻乐见。但如果观众吵架或者网暴谁有，那性质可就变了。楚生只是推荐游戏，你们干嘛骂他啊？再骂人我可就真封禁你们了！呆小妹严厉警告道。我刚才在平台官网上看到了 Busy World 平台法人代表楚生，盗贼模拟器设计师楚生。老女人，不信你可以看看，这一切都是这小子的阴谋。呆小妹查看盗贼模拟器的信息，游戏设计师还真是楚生。什么？楚生，你是真畜生啊！我成，你特么的！宿主破防呆小妹，愤怒值+500。第7章，只要选择无视，就不会受到网络暴力。破案了，兄弟们！这一切都是楚生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他先送礼物引起老女人注意，再趁机推广自己的游戏和平台。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只卖1块钱，这游戏看着开发成本不低呀。谁知道，估计单纯来搞人心态。畜生啊，他妈的畜生啊！以为是老板，谁知他们是稿子啊！随着楚生身份曝光，全体玩家再度破防。玩家破防值+2，玩家破防值+3，玩家破防值+2。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楚生看了看情绪值，从8000点提升到了15000。畜生，你给老娘出来！你要是不解释清楚，老娘给你第3条腿打断！呆小妹恼怒道。老女人，你为什么要奖励他？呆将，请务必将我的第3条腿也打断。我他妈算是知道为什么平台叫 Busy World 了，简称 BYD。楚生果然人如其名，畜生啊！ BYD 畜生，快出来受死！楚生看到水友们对自己口诛笔伐，坏了，露馅了！嘿嘿，那啥，兄弟们玩得开心，我下午还有课，我去上课了。发完最后一条弹幕，楚生赶紧溜溜球，只要我选择无视，就不会受到网络暴力。玩你妈！你个畜生 ！BYD 的游戏狗都不玩，谁玩谁傻逼！呆小妹也附和道：“对，谁玩谁傻逼！”下播了，气死了！今天，兄弟们，明天咱们继续砍传奇。下播以后，呆小妹看着电脑中的盗贼模拟器，恨得牙痒痒。这破游戏，纯搞心态。卸载了，正准备卸载时，呆小妹忽然犹豫了一下，想起自己通关序章时那种满足感前所未有。呆小妹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这么满足是什么时候了。通过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努力获得的成就感，才是真正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在1刀999的夜游中从未体会过。凭什么他们能通关第1关，我就不行？仔细想想，开锁好像也不难。我之前在直播太紧张了，下播后状态肯定更好。再玩最后一下，通关不了，直接卸载游戏。坐在教室上课的楚生，听着教授讲解着1刀999夜游运营逻辑。明明是全龙国排名第1的游戏设计专业，专业技术没讲多少，一直在讲如何利用玩家的心理，诱导他们充更多的钱进去，这让楚生感到无聊乏味。丁，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1000，玩家破防值+1，破防值+2，破防值+2。楚生耳边不断响起系统的声音，嘴上说不玩，身体还是挺诚实的嘛。游戏买都买了，就放在桌面上，周围有没人监督，怎么可能忍住不玩？
就好比人人鄙夷福瑞控，可一个猫耳娘躺在你的卧室，任人蹂躏，四下无人，靠你那过了贤者时间就是淫魔的自控能力，能忍住。当天晚上，上完课的楚生回到寝室 ，BZ World 的下载量突破3万，而盗贼模拟器的下载量更是突破2万，零成本开发，2万块美滋滋入账，情绪值也已经达到2万，要不了多久就能解锁下一款游戏。晚上睡觉时，楚生还发现，抖音平台上已经出现盗贼模拟器的游戏剪辑视频，还有呆小妹被气哭的画面，播放量很少。没办法，在这个世界，游戏产业落后，玩家群体远比不上自己前世。零星的几个评论也全是骂自己的，但赚钱嘛，不寒碜，还在进一步发酵。明天游戏的热度会更爆炸。随着楚生入睡，剪辑视频开始在网上发酵，一时间流量暴涨。短视频平台上，实时更新的游戏视频榜单，前10中有3个视频关于盗贼模拟器。数据排名第8的视频标题：新平台 BZ World 横空出世，独立游戏盗贼模拟器地狱难度。视频中详细介绍了 BYD 平台，并简单介绍了盗贼模拟器的玩法。视频内容：大家好，我是网管。就在今天，国产新平台 BZ World 正式上线。彼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区区一个小厂制作的平台竟然如此优秀，无论从平台的页面还是兼容度，都不比任何主流平台差。简洁的用户界面，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舒适度直接拉满，所有模块布局符合逻辑，让用户一目了然。当然，伴随着平台的上线， BYD 平台第一款独立游戏也于今日发售。平台已经非常让我震惊，但购买售价仅仅1元的廉价游戏盗贼模拟器后，我才知道自己震惊的太早了。精美的画面、新奇的题材和有趣又让人血压飙升的玩法，这些都非常值得尝试。都说1块钱要啥自行车，但在 BYD 平台，1块钱直接给你提一辆法拉利，这还不冲？不说了，我要去继续开锁了。评论人数也从楚生睡觉前的零星几个暴涨到数千。又出国产新平台了，又是网管的恰饭视频。新平台就1款游戏，还只要1块钱，恰个钩子。看着视频里的游戏画面，好像还真不错啊。很少见网管这么推荐一款游戏，试试去，兄弟们，试试就试试啊！今天老女人试完，现在血压还没降下来。而排在5的游戏视频，标题为呆小妹直播被虐哭，直言自己是傻逼。视频中详细记录了呆小妹破防的全过程，开局豪言壮语，前期欢声笑语，中期自言自语，后期胡言乱语，结局沉默不语。所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乐子人全都喜闻乐见。老女人又破防了，可恶，我竟然不在现场。这游戏后劲真有这么大？会不会只是老女人太菜了？兄弟，这么和你说吧，当时在现场的水友们都完成了进化3部曲，质疑老女人，理解老女人，成为老女人。第8章，我发现一个畜生是嫌疑人。有关盗贼模拟器的剪辑视频中，热度最高的并不是呆小妹破防，而是排在第4的进修哥自述。通过游戏完成年少梦想，进修哥的自述道出多少玩家心声。许多玩家在看完视频后都深受感触，他们在进修哥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小时候能玩小游戏就非常开心，但现在游戏反倒成了一种负担。每天下班想着玩游戏放松，但上号后各种繁琐的日常任务让我感觉玩游戏比上班还累。太感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进修哥。不多说了，这游戏我先买为敬。许多不知真相的网友被短视频忽悠的去购买游戏，殊不知那才是噩梦的开始。而游戏视频排行榜上，前3全都是豹哥冲击加18武器成功。作为直播界老大哥，人送外号氪金老母猪，豪掷千万增幅装备，热度自然高的离谱。同样是当天晚上，刘小雨是大学城片区派出所警员，同时也是一位游戏发烧友。下班回到出租屋，打开抖音，推荐视频全是游戏相关内容。豹哥加18武器增幅成功，主播一刀暴击打出逆天伤害，新服开荒首充648，极品女宠带回家。带小妹直播被虐哭，直言自己是傻逼。刷着刷着，刘小雨忽然停下来，呆小妹别虐哭，又被谁有恶意抢 boss 了。刘小雨点进视频，10分钟高能剪辑，从呆小妹被虐哭到全体玩家破防，刘小雨看得目瞪口呆。新游戏盗贼模拟器，行啊，这游戏太行了，这游戏简直是在法律的边缘横跳，这游戏设计师绝对有案底。刘小雨打开自己新配的游戏主机，
下载 Busy World 平台购买盗贼模拟器。无论是职业还是爱好，刘小雨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尝试一下这款游戏。画面还真不错，比视频里看着还好。游戏自由度很高。这开锁未免也太真实了吧？刘小雨没学过开锁，但由于工作，派出所民警经常与会开锁的小偷接触，开锁师傅也会去他们那里备案，有所了解。刘小雨没用多久便通关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开保险箱。不，普通人绝对没有这么硬核的知识。法律虽然没有规定普通人学开锁要来备案，但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研究保险柜怎么开？这合理吗？刘小雨对这名游戏设计师愈发好奇，明明是在玩游戏，却像是在收集楚生的犯罪证据。但玩着玩着越来越上头。在第18次被琼斯夫人弹夹清空后，刘小雨彻底破防。游戏设计师简直不当人，抓了这么多小偷，还破不开一个破保险箱了。亲自体验一番，刘小雨才知道，原来自己抓的那些个个都是人才。时间来到凌晨1点 ，You win。刘小雨终于通关第二关，整个人像是被榨干，瘫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坏了，已经凌晨1点了，明天还要上班，得赶紧睡觉呢。刘小雨看着画面中下一关的按钮，陷入犹豫。这可是第3关啊！全网目前还没人通关，自己被折磨了几个小时的开锁，为的不就是体验第3关当扒手吗？不，我是为了调查楚生的嫌疑。刘小雨自我催眠，就玩最后一把。深夜，出租屋内时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差一点，就差一点，快，还要再快一些。我受不了了。刘小雨顶着黑眼圈，美眸中满是血丝。漆黑的房间中，电脑屏幕的光照在脸上，整个人憔悴又兴奋。已经偷到5部手机了，还差最后一点。这什么鬼游戏？为什么这么难？破防值+5。再次失败后，刘小雨看了一眼时间，眼皮一颤，坏了，已经3点了。明天8点上班，7点钟要起床。现在去睡觉，还能睡4个小时。正准备关电脑时，刘小雨感受狂跳的心脏和激动流淌的血液，再次陷入犹豫。反正都熬夜了，睡4个小时和3个小时有区别吗？再玩最后1小时，一定去睡觉。You die, you die。破防值+1，破防值+1。4点了，睡3个小时和睡2个小时有区别吗？破防值+1，破防值+1。5点了，睡2个小时和不睡有区别吗？太阳升起，刘小雨四肢僵硬，神情凌乱，崩溃，行尸走肉般走出出租屋，双眸空洞麻木，嘴角微微抽搐。我昨天一夜都经历了什么？好刺眼的阳光，这里是天堂吗？刘小雨凭借肌肉记忆来到派出所。小雨，今天上班这么早呀？一名中年男子笑道。刘小雨顶着黑眼圈道：早呀，陈队。我发现一个畜生，不是，我发现一个嫌疑人。一听这个，陈队立马来了兴趣。细说。魔都大学寝室内，滴滴滴，闹铃准时响起。楚生闭着眼睛，熟能生巧地关闭闹铃，嘴里嘟囔着：早八，狗都不去继续睡觉。系统的提示音能主动屏蔽。一觉睡到10点，楚生迷迷糊糊睁开眼，下床洗漱，打开系统提示音，一些重要的提示音重新播报一遍。叮，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500。叮，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500。叮，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500。叮，楚生惊到牙刷掉到水池中。卧槽，老女人又给我提供3000点破防值，她不会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全在玩盗贼模拟器吧？坏了，我记得老女人也住在魔都，要是在街上被她看见我，非要杀了我不可。光听系统的播报，楚生已经能想象到呆小妹的崩溃、愤怒。情绪值36623， Busy World 下载量46312，盗贼模拟器下载量29981。短短一夜，数据暴涨，楚生的银行卡中也多了近3万块。第9章，我长得帅，你们也能破防。楚生打开 BYD 平台，一看盗贼模拟器游戏榜单，被吓了一跳。前2名依旧没有变化，还是进修学长和3代开锁2人，而后面齐刷刷的一排盗师。昨天榜单上只有2名盗师，今天多了70多位。看来目前已经有不少人通关第2关，来到第3关，但还无人通关。楚生无视了后台私信99加，不用看都知道，全是骂自己的。点开主播关注列表，老女人没直播，
看来昨天晚上通宵游戏，现在还没睡醒。不过老女人真菜啊，玩了一夜第一关还没通关。随后楚生又点开豹哥的直播间，一点进去，这老调都在那疯癫。嘿嘿嘿嘿，太对了，哥哥太对。兄弟们，给你们看看我的大宝贝。豹哥点开自己的背包，炫耀那把加18的武器，布灵布灵闪着金光。豹哥，从昨天到现在，你都给我们看800回武器了。豹哥，我真不是女大学生啊，我开玩笑的，你不要再给我看你的大宝贝照片了。豹哥，我真不是女大学生啊，我开玩笑的，你不要再给我看你的大宝贝照片了。+1。豹哥被气得歪鼻子瞪眼，我操死你个大逼嘴啊！天天就喜欢在直播间造谣，我看个直播，手机怎么突然滋滋冒水啊？潮啊，太潮了，真是大潮吧？潮吧是什么意思？方言，赞美人的意思，以后你见人就说对方是潮吧就行了。豹哥，新出个游戏，你怎么不去试试？盗贼模拟器，带小妹都被虐哭了，玩起来贼有节目效果。豹哥身为主播，对游戏圈的事自然了如指掌。可即使水友们热情推荐，豹哥还要摇头拒绝。不，我玩不了。豹哥认真解释道：第一，我很热爱我现在玩的游戏，我想在这个游戏保持第一，人不可能什么都做到最好，精力有限。第二，老粉丝都知道我晕3D，实在玩不了。第三呢，就是年龄大了，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差，一时间适应不了。豹哥，上次和你说我18岁女高，你可没说自己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差。我看你短视频点赞的全是小妹妹跳舞，这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我都强。豹哥，你以为我絮抱的名字怎么来的？楚生没有急着在豹哥直播间发言，去推荐或是激将豹哥。豹哥的确晕3D，玩不了盗贼模拟器，看来推广盗贼模拟器只能另选他法了。但是下一款解锁的游戏是斗地主模拟器，老调，到时候我非炸烂你。这个世界自然是有斗地主，但市面上没有一款斗地主网络游戏。楚生已经想象到到时候豹哥玩斗地主破防大骂的样子了，但当务之急还是快速积攒情绪值。就在此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盗贼模拟器下载量突破3万，宿主获得能力神级盗窃。神级盗窃能力，楚生惊讶道，一时间大量知识涌入大脑，盗贼模拟器的全部开发过程，游戏每个关卡的通关细节，以及众多盗窃手法知识全部植入大脑。此时的楚生完全可以一条命通关游戏全部关卡，所有盗贼的知识全部掌握。别说游戏，哪怕是实战，也是名震一方的江南大盗。这能力太行了，得到神级盗窃。楚生灵机一动，对啊，推广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其他网红主播呢？自己当主播不行吗？通过昨天破防逮小妹，加上游戏设计的身份曝光，楚生自带流量，黑红也是红嘛，你管黑不黑呢？你就说红没红吧。再加上一手神级盗窃技能，必定能吸引来大批人观看，实际演示给观众看，让他们知道后面的关卡更加精彩，这样他们才有动力继续玩，只有继续玩才能继续破防。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楚生怎么能让玩家们放弃呢？说干就干。楚生很快在豆沙平台注册好直播间。在这个全民网红的时代，主播比网文作者门槛还低。为了推广游戏，设计师亲自下海，太感人了。我这么做不还是为了你们能玩到快乐解压的游戏吗？楚生露出畜生般的笑容。直播间标题：盗贼模拟器设计师楚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直播间开播，楚生还在研究这摄像头怎么打开，大量的观众就涌入直播间。你个 BYD 的畜生还敢开播，还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谁他妈喜欢你了？畜生，你妈在我手上，我被琼斯夫人突死一次就捅你妈1刀，我捅你妈2刀。楚生大大，我是你的铁杆粉丝，非常喜欢盗贼模拟器，所以你能告诉我你的住址吗？我给你寄点土特产。破案了家人们，楚生表面上是游戏设计师，实际上是卖键盘的。自从买了1块钱的游戏，我已经砸坏了2个键盘了。BYD 露脸啊！楚生正忙活着，终于打开了摄像头，一张帅气逼人的脸出现在直播间中。卧槽，你怎么长这么帅？妈的，你这畜生能长一个鼻子2眼，我都觉得震惊啊！凭什么啊？我特么的上去就是一个嗨老公，敲了200字的小作文，180个脏字，看到主播的脸全部删了，直接成老公粉。我玩老公设计的游戏被虐了，能告他家暴吗？可以，报警吧。你老公能设计出这种游戏，绝对还有其他案底。
你为什么长这么帅？这比杀了我都难受啊！愤怒值加2，破防值加5，破防值加5，愤怒值加4。楚生，不是，我长得帅，你们也能破防？这年头情绪值这么好赚的吗？虽然哥们是有些英俊潇洒，气宇轩昂，风神俊逸在身上，但也不至于这么惊讶吧？读者爸爸们哪一个不比我帅？嗨嗨，兄弟们，言归正传，其实盗贼模拟器还是一款非常简单、欢乐的游戏。弹幕满屏幕问号。第10章，当主播比设计师赚钱啊！畜生设计师，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你37度的嘴，为什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卧槽，无情！键盘简单，你知道昨天一夜我被锤了多少下吗？简单你！楚生看着疯狂滚动的弹幕，几乎全在骂自己。为数不多的老公粉维护自己，也被淹没在茫茫辱骂之中。我是来推广游戏的，不是当众处刑，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楚生忽然想到解决办法，他将直播间发言设置成粉丝发言，弹幕瞬间减少。楚生还没来得及笑，就发现自己的关注蹭蹭蹭往上涨，礼物粉丝牌更是不断刷屏。BYD 以为设置粉丝发言就能限制我们吗？今天就按照敲坏3个键盘的指标来喷你！楚生看情况不对，又将发言等级设置成10级，想要短时间内升到10级，最起码要送一架飞机。看直播的都是白嫖，没几个人会刷礼物。楚生话还没说，看着满屏幕的飞机震惊了。短短5分钟，楚生一个新人主播第一天开播，竟然冲到了斗杀当日礼物排行榜的第1。看着疯狂的观众，楚生彻底慌了。他现在才知道这群玩家对自己的爱有多深。卧槽！以后出门要多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了。操！不就是一架飞机吗？100块钱买一个 VIP 喷位，值了。看了5年直播，分币不刷，今天破例。老公，第一次给你了。楚生看着礼物收入，除去平台分成，净收入3万，主播平台55分账，这意味着楚生收到了6万块的礼物。别忘了，那只是10几分钟。卧槽，当主播比设计师赚钱啊！看着情况没有得到抑制，发言等级最高只能设置10级。于是楚生选择过滤弹幕，只显示20级以上的发言。想要达到20级，最起码要给楚生刷1000块的礼物。这种操作无疑会遭人骂，但这些观众来的目的就是骂主播。楚生对自己的名声已经彻底摆烂，本就是片废墟，也不在乎再多1-2个黑点。过滤20级以下的弹幕后，直播间弹幕瞬间清屏，观众依旧能发弹幕，只是楚生看不见。毕竟1000块啊，这畜生设计师脸皮比城墙都厚，自己花个1000块去骂，身后没有援军，孤立无援，很容易被封禁。世界终于清静了，直播间的热度一点不减反增。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盗贼模拟器这款游戏。作为新上线的游戏，一定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我想在直播间征集一下玩家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与玩家沟通，送火箭可以优先连麦哦。首任策划青马送出火箭，话音一落，立马有人送出火箭。楚生语气连麦：这位玩家你好，请问你有 BYD 的畜生？操你妈！老子昨天一夜没睡，现在走在路上看到锁就想去撬，你他妈的！楚生眼疾手快，立马挂断了连麦。可恶，竟然被挂断了，真不是当人啊！兄弟们，咱们众筹一波，谁语速快骂人狠？此时又有人送出火箭。嗨嗨，一点点小意外，有请下一位玩家。楚生道：喂喂喂，能听到吗？玩家开口道。楚生眼前一亮，这名玩家倒是挺正常的。能听到的，请问你对盗贼模拟器有什么看法吗？楚生问道。玩家激动道：我认为盗贼模拟器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游戏，新颖的玩法，优秀的画面表现是市面上游戏无法媲美的。设计师大大，你别管网上那些小黑子，他们根本不懂游戏。卧槽，谁把这家伙放出来的？这位玩家，你的发言让我感到作呕，这人怕不是有受虐倾向。可恶啊！看着畜生一脸得意的样子，后槽牙都快咬碎了。高山流水，知音难寻。身为游戏设计师，还有什么比自己设计的游戏被人认可更开心的呢？楚生感动道：兄弟，你懂我呀。没错，这里我想唱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崇拜之情。嗨嗨，谁有清了清嗓子？楚生有些期待。草泥马嘞嘞嘞，桑边草完峡边草，峡边草。楚生脸一黑，立马挂断了连麦。哈哈哈！
妙啊妙啊，如同天籁泛音，绕梁3日而不绝。以为老哥是叛徒，谁知老哥是孤勇者啊！谁说站在光里的一定是白子？此时，呆小妹送出火箭，卧槽，老女人来报仇了！众观众纷纷震惊。楚生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连了麦。来者不善，正好楚生也是。呆小妹才睡醒。刚一连上，听到那头传来奇怪的声音：吸溜，嗨嗨，楚生，虽然你很帅，但昨天的事还没完。老女人，口水流出来了。坏了，老女人不会被色诱吧？30如狼，40如虎，50坐地能吸土。如果不是大庭广众之下，呆小妹还真保不齐。但这么多水友注视着自己，呆小妹感觉自己像是发言代表，莫名有种使命感。老娘一夜没睡，现在还在开那个闭锁。老娘正想撬开你的脑子，看看里面装了什么。你这家伙一定有案底，我现在就报警去。你要是敢挂我卖，我就天天骂你3000遍。呆小妹忽然想到，自己好像没什么能威胁到楚生的。楚生无奈道：冷静点，再骂我这直播间就被封了。这里是游戏设计师，收集玩家意见，你身为主播不能带头捣乱吧？呆小妹平息一下怒火，咬牙道：好，那我就以玩家的角度向你提问。你特么感觉这游戏是给人玩的吗？我承认盗贼模拟器可玩性很高，但难度同样高的离谱。我宁愿你定价高一些，降低点难度。他真的，我哭死。天天喷老女人，但这一次他说出了我的心声。然而楚生的一句话彻底让玩家绷不住了。我感觉盗贼模拟器难度不高呀。不高你妹啊，你特喵的玩试试。呆小妹怒道：好啊，我直播给大家演示一下。呆小妹怕楚生耍诈，强调道：你是设计师，不许用外挂。好，系统是系统，我用系统，关外挂什么事？第11章，兄弟们，给主播点点举报。大学城片区派出所内，陈队，游戏下好了，你快试试。刘小雨道。陈队40多岁，没怎么接触过游戏。小雨啊，只是游戏而已，怎么能和穷凶极恶的罪犯联系在一起呢？刘小雨和他介绍完盗贼模拟器，陈队只认为他是玩游戏上瘾。刘小雨顶着黑眼圈道：陈队这游戏真不一样，没多年盗窃经验，绝对设计不出来。好吧，我试试。陈队道。刘小雨直接登录自己的账号，从第3关火车站偷手机开始。这游戏灵活度高，但操作难度并不大。刘小雨开始教陈队如何操作。你先这样，再这样。陈队一次次失败，看着每次失败后旁白对如何偷盗的教学，陈队皱起眉头，有点意思，哪怕是多年老警员都无法总结得这么详细。陈队开始上头，在连续失败半小时后，陈队陷入自我怀疑中。这真的是游戏吗？紧张的背景音乐，来来往往的人物，完全调动了情绪，身临其境，完美模拟了罪犯在盗窃时紧张的心理状态。将手伸到乘客口袋，甚至要判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判断盗窃是否能进行下去。身为老民警，审讯过无数小偷，对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极其了解。但在玩游戏时，陈队竟然带着一股学习的心态。在游戏设计师面前，对于犯罪的了解，自己好像只是个新人。要么是从事刑侦犯罪研究的专家，要么就可能真的是。陈队露出意味深长的眼神。虽然只是个游戏，没必要上纲上线，但这种真实感实在太奇怪了。身为民警，绝对不能放任任何一名罪犯逍遥法外，哪怕只是嫌疑，也要调查清楚。得到了认同，刘小雨连连点头。这个设计师楚生非常不对劲，还不能妄下结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名罪犯，但也绝不能冤枉任何一名守法公民。陈队道。是陈队。刘小雨此时刚好看到楚生在豆沙平台开了直播。陈队，楚生开直播了。哦，我来看看。魔都大学寝室内，楚生开始自己的直播首秀，直播间人气不断上涨，同时在线人数达到5万，这比呆小妹日常直播时直播间的人气都高。设计师，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是偷调参数代码，我们能看出来。第3关根本没有人能偷到10部手机，时间太短，还要求零失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失误一次就被抓，直接成为进修哥学弟。我就说这游戏行，完全按照现实来的。楚生点击游戏开始，轻松通关序章，随后便来到第1关，开锁。呆小妹强忍着困意，眼睛瞪得像铜铃。就是这第1关的锁，将自己折磨的破防，直播被虐哭。下播后又熬了通宵没睡，才勉强破开。
等待琼斯夫人离开后，楚生控制角色来到门前，解锁了神级盗窃能力。楚生在工具栏中选择最简单的铁丝，插入锁眼中，小手一抖，咔，锁直接打开，只算开锁的时间也就几秒钟。全网震惊，挂！这绝对是挂，这要不是挂，我直播吃屎。楼上的又来骗吃骗喝了，几秒钟开锁，还只用铁丝？你真以为自己是神偷？一包方便面撬开一个小区的锁？设计师，你当畜生就算了，还当众开挂，畜生不如啊！还连着麦的呆小妹忍不住指责道：“楚生，你不是说游戏简单吗？简单还需要开挂？有外挂，我上我也行。”楚生非常坚定道：“我楚生没有开挂，来个懂降的人解释解释。”此时 ID 名为3代开锁的人站了出来，在盗贼模拟器的排行中，3代开锁和进修学长暂时排名最高，最有希望通关第3关。其中在前2关开锁上，3代开锁最有权威，毕竟人家现实里就是干这个的。这可能真不是开挂。3代开锁坐在家中，看着楚生的操作，瞪大眼睛。超臂击锁，用铁丝顺开，这种操作我曾经看我爷爷施展过，不过他老人家也不能保持次次成功，需要一定运气。原理太复杂，解释你们也听不懂。总之，这种方法在现实中的确能实现。3代开锁昨天喷楚生喷的键盘冒烟，自然不可能给他当托。此时直播间满屏幕的问号，难道他真的是天才？难道他真的是天才？来到第2关，开保险柜。楚生选择一根最为纤细的铜线，裹成一个圈，再将铁丝头掰出一个小弯弧，刚好能挂住铜丝，将铜丝送入锁眼中，随后缓缓转动锁轴，咔！楚生立马按下按钮，保险柜打开。通关前2关，如果不算等待琼斯夫人离开的时间，全程不足1分钟。卧槽，这也能打开？开锁3代，这也是你爷爷的成名绝技。开锁3代，卧槽，这太牛逼了！我爷爷肯定不会啊，他要是会这一招，我特么喊他爹。那你爹喊什么？第2关这么简单就能通关？3代开锁，一学就废。3代开锁，操作看着也不复杂呀。3代开锁，我昨天特地研究了第1关和第2关，虽然是鼠标和键盘控制人物，但和真实开锁没啥区别。首先，你铜丝绝对不可能像楚生一样放对位置。其次，转动锁轴，鼠标会非常轻微的颤抖，这种颤抖几乎感觉不出来。这也是模仿真实开锁的场景，不同的颤抖频率对应的情况不同，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分辨出来。卧槽，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这游戏未免也太真实了吧？设计师绝对有案底，游戏而已，没必要上纲上线。放屁，我昨天通关第1关后去撬女邻居的门，一撬就开，比游戏还简单。原来真行啊！兄弟们，给主播点点举报。第12章直播演示，锁定大学生。直播间的弹幕都被楚生屏蔽掉，但呆小妹能看到呀。看着水友们的解释，呆小妹嘴巴越张越大。再看看楚生那张帅气逼人的小脸蛋，额头上好像写着3个大字：50万。惯犯，他一定是惯犯。楚生此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轻轻松松。兄弟们，现在演示通关第3关。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加500，震惊值加1，震惊值加1。楚生收获源源不断的震惊值。第3关开始，火车站，来来往往的 NPC 都在焦急赶火车，起始位置在火车站售票大厅。楚生讲解道，有不少玩家通关第2关，却一直被卡在第3关，并不是你们的偷盗技术不行，而是思路错了。你们很多人选择在售票大厅盗窃，结果注定是失败。卧槽，设计师还讲解上了，尼玛，我上课的时候都没这么认真听讲过。楚生控制人物在售票大厅转了一圈，道：售票大厅的人都在干什么？当然是在买票啊。虽然这里人多拥挤，但买票就要用手机，你的目标群体就大大减少。而且这时候乘客还有防范意识，所以身为一名合格的盗贼，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作案地点。楚生来到售票口，买了一张车票。这一关的通关时间是45分钟，所以要买最近一班火车的车票。不要担心买票耽误时间，想要常在河边还不湿鞋，时机永远比时间重要。细呀，太细节了，我看过主播几把，是真的细。嘎嘿，这是我老公首播，谁撒泡尿给他滋醒？我来。这一关只有45分钟时间，楚生花了近10分钟排队买票。进入候车大厅后，楚生依旧没有动手，许多人以为时机到了，
不，远远没到。你们看看，这些等车的人全都在玩手机，你怎么下手？甚至我告诉你们，这时候你偷小孩的难度都比偷手机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逆天设计师，你怕不是偷过小孩吧？举报，这必须举报！我已经报警了，我怀疑第4关是偷小孩，家长都在玩手机，而且提前知道发车时间，不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全部的精力都在手机上。我们可以偷小孩，再用小孩来换手机。你比设计师还逆天！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价值100万的绑票，你换了一台2手手机？这哥们行啊，干着杀头的活，赚着温饱的钱。又等待近20分钟，楚生依旧没有行动。畜生设计师是摆烂了吗？只剩下最后15分钟，还不行动？10部手机被发现盗窃，或是少一部都要从头开始。盗窃技术再牛，也不可能在最后15分钟完成吧？肯定不行啊！难不成乘客都是傻子，随便给你偷？呆小妹困意减轻几分，认真盯着屏幕。楚生摆烂放弃，他开直播的目的就是给玩家证明，应该不会自取其辱。可呆小妹挤破脑袋也想不出，15分怎么完成任务？畜生设计师动了。此时，楚生购买的车票到站了，楚生随之站起身。大量乘客听到广播提醒，纷纷抬起头，随后将手机装在口袋中，然后再看看身边的孩子，没丢。大包小包拎着行李，一窝蜂挤到检票口，一个个都忙着掏身份证。明明上车时间充裕，但每个人都打了鸡血一样，争分夺秒，好似比别人慢一点就吃了大亏。楚生也加入了拥挤的检票大军，挤了近10分钟，终于检完票。来到内站后，楚生双手离开键盘，活动手指。还有最后5分钟 ，BYD 畜生必翻车。5分钟，从地上捡手机，捡10部还差不多。我勒个去！我眼花了，快看畜生设计师的任务进度，9/10啊！什么时候偷的手机？怎么突然就有9部了？挂！这绝对是挂！难道是刚才检票时偷的？怎么可能？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谁看到了？还有最后一部手机，看看畜生设计师要怎么处理。震惊值+5，震惊值+2，系统声音不断响起。楚生早有预料，他并没有急着解释，还有不足5分钟时间，先通关要紧。楚生很快锁定了目标，一个拖着厚重行李箱的年轻女孩，衣着清纯可爱，眼神清澈愚蠢。确认过眼神，大学生。楚生假装赶路，走上前撞了一下大学生。就在此时，所有观众都看到，楚生将手伸到女大学生的口袋中，2人相撞。女大学生和楚生都表情惊恐，但楚生手上动作却非常丝滑随意。随后，游戏画面中出现对话选项，楚生立马选择了道歉：“对不起，我赶车没注意到。”女大学生先是被撞，有些委屈，看到对方道歉诚恳后，笑道：“没事，你赶紧上车吧。妹妹啊，你长点心吧，你手机没了，这么容易就偷到了。畜生设计师还说你没调代码，偷盗手法是有一些，但总感觉比我们玩的难度低很多呀。”任务进度10/10 ，You win。随着楚生通关第3关，盗贼模拟器社区系统的排行榜上发生变动，同样是盗师段位，楚生一跃成为榜首，超过进修学长和3代开锁。此时的呆小妹就像是谁有代表，带着一股使命感质问道：“楚生，你确定自己没有调代码？我要是调代码，以后所有女朋友全是对 A。” 楚生语气坚定道：“宿主破防呆小妹，破防值+100。设计师，我信你没调代码了，快呸！这誓言也太毒了吧！老女人，你礼貌吗？老女人，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谁有？”呆小妹脸色一黑，忍住打人的冲动，继续问道：“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偷手机这么简单？ NPC 根本没有怀疑你。”第13章，我就说这个游戏设计师是惯犯。随着呆小妹的提问，水友们纷纷响应：“对啊，我偷东西时 NPC 就像是审讯专家，恨不得把我扒光了审查。我遇到过更离谱的，我偷老太太的老年机，手还没伸过去呢，就被喊非礼。”面对呆小妹的提问，楚生解释道：“偷盗成功等于时机加手法，二者缺一不可。我最后一次偷盗是80%的时机加上20%的手法，时机占比更大，所以你们感觉没什么手法，难度很低，因为技术含量都在时机上。大家都在赶车，时间紧张，不会有这么多的提防。而且目标还是大学生，防范意识低，还拖着行李箱行动不便。他现在只想快点找到座位，放好行李。震惊值+1，震惊值+1。
系统声音不断响起，收获源源不断的震惊值。秀啊！卧槽！设计师你解释这么详细，真不怕进去？还真和设计师分析的这样。我上次坐火车手机被偷，就是这样。可能偷你手机的就是设计师。呆小妹同样被震惊到，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将偷盗的细节研究如此细致？呆小妹代表水友们继续问道：那你前面9部手机是如何偷盗的？我们都看着呢，莫名其妙就多了9部。楚生提前打开了录制，他早就猜到水友们会质疑，他将录制好的游戏视频打开，进度条拉到检票的时间段， 0.25 倍速播放。时机和手法，前9部手机是 20% 的时机加上 80% 的手法。视频画面中，楚生挤在人群中，看着和其他急着赶紧检票的 NPC 没有任何区别，但楚生的手却不老实，在 NPC 的口袋中不断来回游走，一部又一部手机被顺走。震惊值+5，震惊值+5，所有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卧槽，这手速也太快了，又快又准又稳，放慢4倍后才能看清楚。警察叔叔，我发现了一个盗贼。确认过眼神，这家伙绝对是盗贼。只是游戏，现实生活中偷盗肯定比这难多了。楼上的兄弟，你太小看这款游戏了。我被第3关虐了一晚上，第2天拿我爸练手，别说手机，我连他口袋里的小卡片都偷出来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这么说，设计师岂不是行窃多年？何止，我都怀疑张建宽的收音机是他偷的。张建宽是谁？我二爷。演示完前3关，楚生道，所以大家看，游戏并不难，只要大家多偷多练。神特么多偷多练！设计师，你要再这样，我报警了哦。这特喵的对你来说不难，又不是谁都和你一样是惯犯。呆小妹看完楚生的操作，被惊得目瞪口呆。楚生，呆小妹，还有什么问题吗？楚生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自首？呆小妹认真道，楚生，什么自首啊喂，我只是个游戏设计师，不是你们说游戏太难了，那我就演示一下通关思路。我可是正经985大学高材生，还拿过3好学生奖状。咚咚咚，此时屋外传来敲门声。楚生纳闷，谁还敲门啊？又是办卡的？不办卡。楚生道，听到屋内有人，敲门之人直接打开，宿管阿姨脸色略显苍白，有些害怕，因为她身后站着2名民警，正是刘小雨和陈队。楚生，请你和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陈队出示证件道。楚生震惊 JPG， 丁，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1000，震惊值+5，震惊值+10，震惊值+10。看到民警找上门，全网震惊，这比看到楚生演示游戏还要震惊。卧槽！警察！我警察叔叔，我什么事都没干啊！快跑！卧槽，你们激动啥？警察是来抓楚生的。卧槽，这几天玩盗贼模拟器玩的带入进去了，我现在在大街上看到警察，双腿就打颤。真有人报警了？没有啊。+1，难道警察早就盯上楚生了？我就说这 BYD 设计师是惯犯。警察！呆小妹吓到声音颤抖。陈队一听电脑里发出声音，沉声道，还有同伙。呆小妹瞬间吓得6神无主。警察叔叔，和我没关系啊，我连第1关都没过。哈哈，求老女人的心理阴影面积，离了个大谱，怪不得对盗窃了解这么深，原来是实践派啊。进修学长，老哥，你进修的时候见过楚生吗？以前见没见过不知道，现在要是进去的话，一定能见到了。为民除害，畜生啊！你盗窃就盗窃，为什么还要设计游戏来折磨我们？楚生落网，盗贼模拟器会不会被封禁？很有可能，不过才1块钱而已。可我还没通关第1关呢。妈的，在游戏被封前，老子一定要见到第3关的火车站。游戏是好游戏，可惜设计师是个罪犯。警察上门，楚生收集到的情绪值直接突破6万，这一波比他之前的任何宣传都要有用。楚生赚得盆满钵满。至于代价吗？就是姓名楚生，年龄24，性别男，职业学生兼游戏设计师。楚生坐在审讯室内，瑟瑟发抖，满脸委屈。我只是设计个游戏，怎么还被请来喝茶了？我又没真偷人家手机。陈队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道：知道叫你来，因为什么事吗？因为我设计的那个游戏。楚生不敢在警察面前耍小聪明。陈队点点头，道：
清楚就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坦白啥？坦白我觉醒了神级游戏设计师系统。第14章，为了躺平而生的魏玲玲。为了躺平而生的魏玲玲。随着楚生被请去喝茶，游戏圈大地震，各种有关盗贼模拟器的新闻出现在各大平台热搜榜单上，像是窜天猴般热度疯涨。短视频平台、游戏视频排行榜上，盗贼模拟器设计师楚生被捕入狱，或将被判无期徒刑。这样一则视频瞬间霸占游戏榜榜首，热度直接盖过了豹哥家10把武器成功。楚生，我只是被请去喝茶，你才无期，你全家都是无期。所有玩家都没想到，有一天游戏新闻中竟然有能和警察联系一起的。卧槽，我没看错吧？被捕？纯路人，这个设计师是干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吗？设计阴间游戏算吗？兄弟们，这游戏无比真实，真实到警察都找上门了。设计师能交代的，不能交代的，全在游戏里交代了。玩盗贼模拟器，体验设计师的真实生活。原本以为楚生在设计游戏，谁知他在记录生活啊！这游戏这妖牛逼吗？设计师都进去了，能不牛逼吗？兄弟们，且玩且珍惜吧，只要1块钱。因为设计师被捕，游戏随时可能被封，趁现在能玩，赶紧玩啊！设计师真会被判无期吗？不知道，建议反复枪毙，清空弹夹。丁，盗贼模拟器下载量突破5万，宿主解锁对盗贼模拟器的修改权限，这相当于游戏每个版本的小更新。楚生可以根据自己想法对游戏进行更改更新。坐在派出所的楚生脸一黑，眉头狂颤。我被请来喝茶，这帮玩家到底是有多兴奋啊？这还没多久，游戏的下载量就突破了5万，自己没演示游戏前才3万的下载量。这帮玩家精力旺盛，看来游戏难度还是低了，回去一定要增加难度。楚生喃喃道：“你说什么？”陈队看楚生在嘀咕，问道：“陈队，我是良民啊，从来没做过任何作奸犯科的事。”听到楚生的回答，刘小雨立马坐不住了，下意识反驳道：“良民？良民能设计出这么阴间的游戏？”陈队和楚生诧异地看着他。刘小雨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嗨嗨，改口道：“我是说普通学生能设计出犯罪感如此真实的游戏。”楚生看着刘小雨的黑眼圈和激动的情绪，猜想到他可能是昨天熬夜游戏被破防了。楚生挠了挠脸，露出大学生清澈愚蠢的眼神。那我设计这款游戏犯法吗？陈队瞬间无言。有系统在，楚生发售的游戏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手续齐全，从这个点挑不出任何毛病。那你总要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对盗窃如此了解吧？陈队道：陈队，你其实不知道，我从小心中就有个理想。楚生真情流露，发自肺腑道：那年我8岁，偷了我爸5块钱，被吊起来打了3天。从那时我就坚定，长大我一定要……陈队露出不善的神情，感情你小子打小就想当盗贼啊？许多盗贼之所以成为贼，都是有历史遗留问题，要么是原生家庭不好，要么是小时候受过创伤。楚生一改画风，语气坚定道：长大一定要成为像您一样的警察，为民除害，伸张正义。我爸打得好，怎么能偷钱呢？我自己都痛恨自己的行为，长大后一定消灭所有盗贼。所以我打小就对盗窃类的电影、小说、漫画感兴趣，为的就是长大后打击罪犯。那你怎么不报公安类的大学？陈队问道。成绩太优秀，一不小心考高了，只能勉为其难的选择985的魔都大学。楚生道。一旁的刘小雨毫不留情地拆穿道：可资料上显示，你复读5年，高考考了6次。楚生，能别接上疤吗？好了，我们也愿意相信你是遵纪守法的学生。陈队开口道：本就没有证据，这次请楚生来喝茶，只是探探虚实，顺便再备个案。但你设计的游戏内容敏感，影响太大，我们怎么说也要了解了解情况，也希望你能理解。楚生连连点头，当然能理解，陈队你们也是为了社会安定着想，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备案后这件事会上报公安厅，具体怎么处理等后续通知就行了。陈队没有扮红白脸，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楚生老老实实在备案书上签字，人生第一次，还有点激动。等一下，你还需要找一个担保人来签字。陈队道。担保人？楚生诧异道。鉴于你还是学生，这个担保人最好是你的父母。陈队道。可我的父母都在外地，距离魔都很远。楚生道。
一旁的刘小雨补充道：“那可以找你的老师来签字。”魔都大学教师办公室内，魏玲玲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吃着瓜，打着游戏，骂着娘。另一名女老师走进办公室，笑着道：“魏老师又在办公室打游戏。”魏玲玲美其名曰：“我身为游戏设计专业的辅导员，怎么能叫打游戏？我这是在调研市场。”哎，尼玛，竟然敢抢我 boss， 人多了不起啊！信不信我叫我的学生砍死你？魏玲玲和其他女大学老师都不太一样，单身，25岁，年轻貌美，名校游戏设计专业硕士毕业 ，buff 叠满，刚一毕业就拿到了鹅厂100万年薪的 offer。但魏玲玲生性懒惰，一生的终极追求就是打游戏，猝死在电脑前。当初好好上学，为的就是毕业能摆烂，所以打死也不去内卷严重的鹅厂，选择回母校任职。虽然工资待遇天差地别，但没有尔虞我诈的职场，只有眼中充满愚蠢的大学生。这种躺平摆烂的环境，简直就是为他而生。第15章，楚生被枪毙。不，楚生已经转世投胎了。当辅导员，1周上不了几节课，每次只有遇到打不过的副本才会开班会，这也是这个专业唯一的班级活动，集体打副本。而且身为游戏设计专业的辅导员，还不用担心学生的心理问题。看看其他专业辅导员，每天这个学生失恋了要去安慰，那个学生遇到挫折了要去做心理辅导。一旦学生想不开，做了什么傻事，辅导员责任非常大。但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从来不会出现心理问题，每天快快乐乐的打游戏，哪来的心理问题？曾经倒是有学生因为打游戏被人虐到自闭，给魏玲玲打电话诉苦。魏玲玲的回答只有4个字：菜就多练。打完 boss， 魏玲玲喝了一口肥仔快乐水。哥，这种日子我能过1万年，还是我们专业的学生好，安安心心打游戏，每天没这么多逼事。000，忽然手机响起，喂，楚生，找老师有什么事？是不是传奇砍不动了，想让老师带？我跟你说，老师刚刚报了一件极品装备，麻痹戒指，晚上8点，皇城集合，老师带你们开荒。魏玲玲忍不住和自己的学生炫耀新装备，电话那头的楚生心虚无比。那啥，老师你现在有时间不？魏玲玲喝了一口肥仔快乐水，含糊不清道：有啊，你能来派出所捞我不？楚生道：噗！魏玲玲一口饮料喷出来。什么？派出所？魏玲玲声音高了8调。从这一刻起，魏玲玲的躺平生活彻底被打乱了。派出所门口外，楚生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万万没想到自己第一次进派出所，竟然是因为设计游戏。站在楚生旁边的魏玲玲，此刻更加懵逼。卧槽，跟他们做梦一样。楚生，咱们的专业是游戏设计吧？魏玲玲不自信地问道。是呀，咋了？魏玲玲崩溃道。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设计个游戏还能被抓到派出所？我不造啊。楚生现在也苦恼。你设计的什么游戏？魏玲玲问道。盗贼模拟器，一款轻松解压的游戏。楚生道。盗贼模拟器，听名字就不正经，回学校把游戏链接发我，我玩试试。魏玲玲昨天砍传奇砍疯了，还没来得及刷短视频，所以并不知道这款游戏。老师，你确定要试试？这游戏对键盘的质量度要求很高。楚生害怕辅导员玩游戏破防后，拿着刀过来，把自己当夜游里的小怪给砍了。呵，老师的电脑可是顶配，外设也一样。魏玲玲刚上班那会儿，吃土3个月，攒钱配的电脑，那配置相当的哇塞，都能当传家宝传下去了。反正都出来了，你陪我去趟医院，我买点药。魏玲玲道。楚生知道这个整天宅在办公室打游戏的老师有些社恐，也只在学生面前像个大姐头。没问题。魔都市公安厅，哪怕陈队没有上报，公安厅也早注意到楚生，甚至还专门针对盗贼模拟器开了一场小型会议，副厅长亲自主持。会议结束后，副厅长回到办公室，满脸愁容。秘书小温问道：齐厅还在头疼盗贼模拟器的事吗？齐副厅长点点头，这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有人认为盗贼模拟器会影响社会风气，应该予以取缔，而宣传科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宣传反扒反窃的机会，让公民大众更了解盗贼，也能加强防范意识。你有什么看法？齐厅问道。小温思忖片刻道：从档案上看，设计师楚生并没有犯罪嫌疑，至于盗贼模拟器的影响是好是坏，谁都没办法预测，我建议先观察观察。齐厅点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没有盗贼模拟器，坏人也会通过其他办法学坏，掌握盗窃方法。好人掌握开锁、盗窃等技巧，也只会成为防御保护自己的武器。再看看吧。楚生师徒二人等公交车时，楚生忽然想起到一件事：我是直播时被陈队带走，这么多水友都看着呢，网上舆论肯定都吵翻天了。这群满嘴跑火车的水友，估计都开始造谣我被判刑了。楚生打开抖音，果然游戏榜第一条就是关于自己被捕的新闻。点开评论更是离谱，劲爆消息：楚生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已经被判死刑。我这有楚生判决书。P 图 JPG。 最新消息，我看到楚生被押送刑场，楼上的能别造谣了吗？越来越离谱了，押送刑场都出来了，楚生明明已经被枪毙，尸体都送到火葬场了。附图火葬场 JPG。 你们猜猜我扫墓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下面附了一张图，墓碑上 P 上楚生的头像，下面还有更离谱的评论和图片。一个婴儿的图片，脑袋被 P 成了楚生。你们是2G 网速吗？实在不行去村口吧，那里网速快。楚生明明已经转世投胎了。噗！看到转世投胎4个字，楚生彻底绷不住了。神尼玛，转身投胎！我才进去喝茶半个多小时，网上就流传这么版本了。楚生本以为会造谣自己判刑，结果自己格局还是太小了。这届网友真是越来越难带了。不行，我得快点开直播证明我还活着，不然马上转世的我也要被枪毙了。楚生立马打开了斗杀直播，刚打开，大量水友涌进直播间。卧槽，不是说刚重生吗？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为什么监狱里还能玩手机啊？看清楚，这明明是公交车站。卧槽，越狱了！狂龙出狱，恭候战神大人。盗尸强者，恐怖如斯。进入派出所，犹如无人之境。楚生这次没屏蔽弹幕，被气得眉毛颤抖。这些网友的评论真是越来越行了呀！我谢谢你们啊！我只是去背个案，没有判刑，没有枪毙，更没有火化重生。一旁的魏玲玲诧异道：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第16章传下去，设计师是渣男。魏玲玲看楚生开启直播，脑袋探过去，惊讶道：哇，没想到你还是网红哎，直播间这么多人。魏玲玲虽然是楚生辅导员，但楚生复读5年的奇葩经历导致年龄偏大，24岁，大一，没开玩笑。魏玲玲爱打游戏，也只比楚生大1岁，二人私下相处更像是朋友。魏玲玲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手机摄像头，五官精致，肌肤白皙水嫩，眉宇之间带着一股慵懒的气质，有种我懒得动，谁爱来谁来的美。而且还是素颜，一个臭打游戏的宅女哪里会化妆？家里梳妆台上除了一瓶大宝外，全是鼠标键盘。啊！畜生设计师，为什么你身边还有女人啊？你长得帅就算了，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帅，所以才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谢谢你的回答，不然我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你赚钱根本不眼红，你有对象我真受不了。让我破防的方式有很多，你选择了最狠的。不行，我要去玩回盗贼模拟器，缓解一下情绪。楚生看着网友们的留言，嘴角微微抽搐。破防值+2，破防值+3。唉，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浮躁，动不动就破防。楚生解释道：这位是我的辅导员，不是我女朋友。什么？你小子还玩起了职业诱惑，这是什么变态啊？大庭广众之下玩 cosplay 情景模拟，老师拜托了，畜生设计师刚从派出所出来，就又想进去吧？魏玲玲听到楚生的话，瞪大一双美眸。什么？女朋友？魏玲玲揪着楚生的耳朵道：老师以为你是贪图我的麻痹戒指，谁知你还缠我身子。网友口嗨，关我什么事啊？楚生悲催道：卧槽，还真是辅导员。更兴奋了，懂了，导员。哈哈，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随着楚生开直播自证清白，盗贼模拟器的热度越来越高，情绪值哐哐哐的往上涨，已经快来到7万。游戏设计师进派出所，这种新闻混搭太超前，在炸裂界也是十分炸裂的存在，热度会越来越高。楚生思索道，情绪值积累的速度远超设想，这样最多2-3天就能达到10万。解锁第2款游戏斗地主模拟器。豹哥呀，豹哥，我要来喽！如果又发生什么炸裂的事情，解锁游戏的时间还会提前。楚生想到自己今天在派出所被审讯的场景，连忙摇了摇头。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安安稳稳积累情绪值吧。楚生只想安安稳稳的设计游戏，
不想最后真把自己给设计进去，下半辈子吃喝不愁。画面一转，魔都市医院，魏玲玲作息不规律，打游戏还容易上头，血压飙升，导致内分泌失调，问题也不大，所以才拖很久。刚好趁着来派出所捞楚生，来医院看看医生，买点药。楚生在大厅里等待，直播并没有关闭，只要开着直播，就总会有人给刷礼物，管他是多是少，不就承受点网络暴力吗？赚钱不寒碜。楚生卖着关子道 ：BZ World 第一款游戏《盗贼模拟器》发布，广受好评。第二款游戏正在加班加点制作，你们绝对会大吃一惊哦！吃一斤怎么够？我要吃2斤！神他妈广受好评！也就是 BZ World 平台没评分机制，不然让你看看什么叫负分游戏。设计师，你把定位发出来，我当面告诉你这游戏有多好玩。不过我倒是很好奇，设计师又要设计什么阴间游戏？畜生设计师，别卖关子了，快剧透啊！楚生邪魅一笑，剧透？剧透了我还怎么收获震惊值、破防值？不过网友们越是期待，第二款游戏解锁时热度越高。楚生故意吊人胃口，剧透那么一丢丢。这款游戏怎么说呢？大家平时都玩过，小孩一般不让玩，而且一玩就是通宵。有些人要花钱，有些人能收获钱，钱多钱少都看你玩的大不大。大，哪怕再多钱我也要玩大的，800就800。司设计师，这游戏你确定能设计出来？游戏设计好后请务必私发给我，咱们尽量别太招摇，我与赌毒不共戴天。黄字你是一点不提啊，我黄某人与赌毒不共戴天。楚生看着弹幕满头问号，坏了，风向跑偏了。此时的刘小雨盯着直播间，俏脸微红，在直播间发弹幕。刘小雨，行啊，你这新游戏太行了，等着你新游戏大卖，到时候送你一副银手镯当礼物。水友们在楚生直播间内插科打诨，满嘴跑火车。传下去，畜生设计师带老师来医院。传下去，畜生设计师是渣男，带女友来医院堕胎。传下去，畜生设计师来医院结扎，顺便堕个胎。传下去。楚生看着越来越离谱的弹幕，眼皮微颤。你们这帮逼是巴不得我身败名裂啊！楚生将手机调成外置摄像头，对准周围，看清楚，这里不是复刻。他急了，我好开心。等等，前面那个穿皮衣的男子怎么感觉鬼鬼祟祟的？坏了，玩盗贼模拟器玩出幻觉了，看谁都像小偷。不是，这哥们真有点像。一直在排队缴费窗口晃悠，看似随意，但总是不自觉左顾右看，低头看着地面，妈的，像极了我玩游戏的样子。他还偷偷观察那群缴费的大爷大妈，很多大爷大妈不会用手机支付，带着现金。卧槽，这不是设计师演示游戏时讲的寻找时机，确定目标人群？这群盗贼模拟器玩家，因为当过贼，所以反倒反扒意识非常强。楚生一直低头看手机，还真没注意到皮衣男。看到弹幕后意识到不对劲，这家伙真可能是贼，而且偷的还是救命钱。第17章，你个设计师会盗窃合理吗？我去，竟然还真碰到贼了，这要巧？可能不是巧，而是没玩过盗贼模拟器的人不会观察到小偷的特点。太畜生了，竟然连救命钱都偷，比设计师还畜生。设计师，那小偷不会是你同伙吧？怎么可能是同伙？我看应该是师徒，毕竟设计师可是盗师强者。楚生嘴角微微抽搐，忍不住道：我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畜生设计师，别让小偷跑了啊！你设计了这么阴间的游戏，多少为自己积功德吧。楚生抬起头，盯着那名疑似盗贼的皮衣男子。身为新时代3好大学生，怎么可能袖手旁观？现在还无法确定，咱们不能冤枉好人，容我去试探一波。楚生起身，没有关直播，而拿在手上，调整到一个能让水友看清发生什么的角度。关键时候，这些水友可都是证人。畜生设计师别晃了，老子快被晃秃了，好紧张。户外直播泡妞撩妹的看得多，第一次看到户外直播抓贼。新人刚来，不是说主播进局子了吗？现在在干嘛？别问，问就是在黑吃黑。大家玩归玩，闹归闹，遇到危险要第一时间帮主播报警啊。陈队，放心，我们大学城区派出所盯着直播呢，有问题第一时间出警。卧槽，竟然是真的条子，呸呸呸，是敬业的警察叔叔。警察都在直播间潜水，设计师你还说自己不是惯犯。楚生脱掉自己的外套，拿在手中，神情自然朝前走，目光看向侧边，假装不小心撞到皮衣男子。两人相撞的瞬间，楚生将手伸到对方的挎包中，里面东西不少。楚生一把抓出来，
趁着对方被撞失去平衡，伸脚将对方绊倒，紧接着自己也假装摔倒。在摔倒的时候，将从对方口袋里搜刮的东西放在地面，再用外套搁住。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破绽。卧槽，这操作比德芙都丝滑。我要是遇到设计师，他把我裤衩偷了，我都察觉不到。真是魔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好人还怎么玩？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探云手？陈队，警察叔叔，别管皮衣男是不是小偷，先把设计师抓起来。大学城区派出所内，陈队此时看着直播，微微张大嘴巴。之前还能解释，只是玩游戏厉害，这下连他都不知道怎么圆。这手法，这行动的时机，没个10年20年的盗窃经验，根本练不出来。陈队道：“那啥，小雨，你确定楚生是大学生吧？要不是没有证据，他还真想把楚生抓起来审问一番。”刘小雨看看楚生的资料，又看看直播，这给他都整不自信了。应该是吧？你个游戏设计师还是个大学生，这么擅长盗窃，合理吗？医院内，皮衣男本就精神紧绷，被楚生一撞，吓得血压飙升，还没来得及发火，楚生来一波先发制人。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注意到你。现在终于知道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贱，还能长这么大的了，靠的就是这一手盗窃技术。设计这么阴间的游戏，也没见你和我们道歉啊。楚生，哼，只要我道歉够快，就没人能骂我。你特么眼瞎啊，走路不看路。皮衣男骂道。畜生，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见皮衣男还准备开口责怪自己，楚生只能拿出自己的绝招，眼神发生变化，清澈的双眸中带着一丝愚蠢。我是大学生，你算了算了，没事。皮衣男瞬间哑口无言，对方是大学生，自己怎么生气都没用，一拳打在棉花上。大学生是一群极其特殊的群体。钱没有，骂我，道歉，纠缠不休，那我就继续道歉。皮衣男走开后，楚生才将地面上的外套掀起一角来。刚才偷得太快，自己也没摸出来是什么东西。嚯！楚生眼皮一颤，将手机镜头对准里面的东西，2部新款智能手机，手机还用着粉粉嫩嫩的手机壳，明显是女性用的手机，还有大约4000块的现金。皮衣男子年纪不大，看着不太像是用现金的样子。至于另外2部手机，更加不可能是他的。我去，这家伙竟然也是个贼！楚生忍不住道：“卧槽，还真是！畜生设计师，你为什么要用也？”皮衣男，大家都是贼，为什么你却这么优秀？太可恶了！这皮衣男竟然在医院内偷钱！陈队，警察叔叔一定不能放过。陈队已经出警，你的位置在哪？楚生看到陈队的弹幕道：“我在魔都市第3人民医院。”楚生用外套将这些赃款裹起来，防止打草惊蛇，没有急着将这些还给失主。医院内到处都是摄像头，谁丢了钱，到时候都能确认。大约过去10分钟，观看人数从原先的几千暴涨到5万人。直播内容精彩时，观众会不断增加，当精彩内容过去，观众又会迅速离开。但在这平静的10分钟内，直播间几乎无人离开，热度甚至已经超过许多一线主播。盗窃、抓贼这种事，之前都只能在新闻上看，第一次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何况这皮衣男偷的还是看病钱。厕所里丢石头，激起公愤，好紧张，可千万不能被这家伙跑来啊！陈队，警察叔叔，你们到了吗？陈队，遇到堵车，交通刚刚恢复，我们马上就到。楚生没有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手中外套裹着赃物抱在怀中，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躲在嫂子衣柜中，透着缝隙看哥哥问嫂子为什么自己敲了半天门没来开，紧张中带着一丝兴奋。许多小偷都是惯犯，不仅仅因为盗窃可以不劳而获，更关键他们会在盗窃中获得别样的快感。楚生忍不住打开外套，像是看自己大宝贝般看着里面的赃物。畜生设计师，别看了，快看看皮衣男子有没有跑路。你再看你的钩子，还看？你们说设计师抱着赃款会不会被误以为是小偷？什么误以为？这 BYD 的畜生绝对有前科。第18章，一天喝茶2次，史上最型设计师。就在楚生看着外套里面的赃款时，耳边响起一位中年男子的声音。男人笑眯眯地说道：“这么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还用现金的可不常见呀。”楚生抬起头，看到一位穿着灰旧夹克的中年男子，留着平头，身材略有发福，多管闲事。楚生没好气道：“我爱用什么用什么，和你有关系吗？”中年男子又笑眯眯地说道：“你一个大小伙子，手机壳怎么还用巴啦啦小魔仙呢？
楚生眉头微皱，道：“老夫有一颗纯洁的少女心，不行吗？有哪条法律规定我这种超级大帅逼不能用巴啦啦小魔仙的手机壳？”中年男子点点头：“当然能用。来，小伙子，大叔给你看个宝贝。”中年男子说着，从夹克中掏出证件打开。楚生定睛一眼，瞬间两眼一黑。我擦！便衣警察看到楚生惊讶的表情，便衣警察暗暗冷笑一声。刚抓走皮衣男，竟然还有同伙。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笑眯眯道：“小伙子，我是青阳区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举报，医院内时常有人钱包被盗。本以为抓到那个皮衣男，案件就解决了，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还有个同伙，这真是意外之喜。小伙子，和我们走一趟吧。”楚生眼球狂颤：“不是吧，这都能被自己碰到，自己这什么运气啊？”楚生抬头看了看，皮衣男还真不见了，看来已经被抓起来。叔叔，听我解释，我是良民啊！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脸上笑容消失。先跟我回去，会有人听你狡辩的。年纪轻轻就走上犯罪的道路。走！此时弹幕乐疯了，哈哈哈，好死！还真遇到警察了。之前那个预言家呢？快刀了！畜生设计师，人在做，天在看，你还是早点伏法认罪吧。看似是巧合，实则都是畜生设计师的宿命。传下去，畜生设计师又双若卓被请去喝茶了，一天去喝2次茶，史上最行游戏设计师。恭喜设计师即将解锁全新地图青阳区派出所。魔都市医院外，角落处停着一辆警车，皮衣男双手背靠，坐在警车后面，一副沮丧绝望的模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自己被抓就被抓了，关键被抓时才发现自己一直挎着一个空包。空包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被黑吃黑了，而且连自己的手机都被偷了。偷了半天，被白忙活一场，还被抓了。这就像裤子还没脱就被扫了，人财两空。血亏！坐在前面的警察对讲机响起，拿起对讲器道：“什么？这皮衣男还有同伙？好的，收到李队。同伙？”皮衣男满脸迷茫，自己怎么不记得自己还有同伙了？刚拿完药的魏玲玲，刚走到医院门口，开幕暴击。只见楚生跟着警察叔叔上了警车，身边的看客窃窃私语：“小偷太猖獗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非要去盗窃。”哎，魏玲玲，自己看个病买个药的功夫，楚生就被抓起来了。不是，他不是才从派出所出来吗？卧槽！江南大盗竟在我身边，溜了溜了，假装不认识。咔，车门打开，楚生被扔到后座。见李队上来，前面开车的警察打趣道：“哟，同伙还是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此时后座的情况尴尬至极，皮衣男表情凝固，一脸懵逼懵到姥姥家了。这小子不是之前撞自己的大学生吗？怎么他也上来了？任何人面对清澈愚蠢的大学生都会100%放下戒备。皮衣男愣了1秒、2秒、3秒，二人四目相对。皮衣男眨眨眼睛，楚生也眨眨眼睛。皮衣男忽然反应过来，暴怒道：“你特么的！我之前就在想，自己是怎么被黑吃黑的，原来是你这家伙！道义有道，你小子不守江湖规矩。好好，这么完事吧。”皮衣男此时终于意识到，之前这小子撞自己，分明就是故意的。李队在副驾驶上看戏，还以为是同伙，没想到是冤家啊！楚生立马狡辩道：“什么黑吃黑？警察叔叔，你别听他胡说，我是在伸张正义。”皮衣男十分有经验道：“哥们，都被抓住就别狡辩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神他妈坦白从宽！本想着和陈队配合抓小偷，结果被半路杀出来的李队给截胡。警察叔叔，我是大学生在直播，真不是盗贼。”皮衣男震惊道：“我擦，直播盗窃玩得这么花？你连我的手机都能偷走，还说自己是大学生，就别狡辩了。”楚生道：“你的手机？你别和我说，那个巴啦啦小魔仙的手机是你的？那不是，旁边那个粉色 Hello Kitty 手机壳是我的。”畜生！李队听着二人对话，暗暗感慨道：“好家伙，竟然还真是黑吃黑，能从盗贼手上偷走东西，这绝对就是个老惯犯了。年纪轻轻就有这手法，真是太可考了。”楚生此时的直播还没有关，弹幕彻底爆炸了。我操，没想到这辈子第一次坐警车竟然是在直播间里，压迫感一下就来了，我已经开始害怕了。警车内直播，我愿你为直播间第一人。纯路人刚进来，为什么主播在警车里？别问，问就是畜生设计师良心发现来自首了。陈队，
警察叔叔，你不用来了，罪犯楚生已经被绳之以法了。楚生，陈队，你们那里的茶不好喝，我要换个地方喝。我怀疑畜生设计师想要转行去当探店博主。哈哈哈，神他妈探店博主，去探到底哪个地方的分局茶好喝是吧？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职业啊！畜生设计师品茶第一站，大学城区派出所。畜生设计师品茶第二站，青阳区派出所。第19章，让你们作证，没让你们当污点证人。姓名：畜生，年龄24，性别：畜生。这该死的熟悉感。男，职业是学生兼职游戏设计师。恭喜你会抢答了。哈哈，这情节我见过。派出所之无限阅读。警察叔叔，建议别审讯了，直接押送刑场吧。弹夹清空。年纪轻轻，还是高材生，干什么不好，却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李队训斥道。楚生辩解道：李队，我真不是盗贼，我今天上午才从大学城区派出所出来。李队，所以你想证明什么呢？好家伙，上午才出来，下午就又开始盗窃，你这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啊！是外面的饭菜不合胃口，想念号子里的食堂了。从大学城区派出所出来，我就开着直播，全程录像，很多人都证明我是无辜的。李队道：那你有直播录像吗？楚生连连点头，将手机中的直播录像调出来，递给李队。几位民警凑过来一起看，画面中详细记录了楚生从派出所到医院的画面。看到这里的时候，李队已经意识到自己抓错人了。有哪个小偷会全程直播记录？其中一位民警道：李队，咱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李队微微点头，很有可能大学城区那边的陈队也在直播间看着。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他一个大学生是如何从小偷手里偷东西的。皮衣男来到派出所后，没有任何反抗，就交代了犯罪的全过程，并且痛斥同行楚生的不道德行为。无他，因为皮衣男也是惯犯，知道反抗没什么好下场。这就让众民警更加好奇，一个经验丰富的惯犯竟然在一名学生面前失手，难道是意外？众人耐住好奇，继续往下看。结果看到后面，楚生施展探云手，神乎其技，行动时机、表情管理、手法全都堪称完美。能做到这一点的，真的只是游戏设计师吗？李队神情古怪，和几位民警面面相觑。咱们是抓错人了吧？几人沉默，沉默便是最好的回答。从视频上来看，医院盗窃的事情的确和楚生没关系，但这犯罪手法，要说没做过啥作奸犯科的事，谁也不信。众人心里莫名有种感觉，这自称游戏设计师的年轻人，不是行走的一等功，最起码也是行走的50万。楚生发现风向不对，立马辩解道：直播还在开着，有数万水友观看，他们能替我证明。楚生将录像切回到直播画面，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弹幕。卧槽，警察叔叔在看我们。呸呸呸，不能说脏话，我他妈是文明青年。警察叔叔，我能证明楚生是惯犯。为了社会安定和玩家心理健康，省去流程，直接枪毙吧。下到老奶奶内衣失窃，上到全球变暖，全是楚生干的。这设计师老奸巨猾，无恶不作，不摇必连。楚生看着弹幕，嘴角疯狂抽搐。让你们当证人，没让你们当污点证人啊喂！玩归玩，闹归闹，再这样下去，哥们真要进去了。下辈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嘿嘿嘿嘿嘿，现在的网友就是喜欢整活。楚生皮笑肉不笑道：这只是意外。李队，你可以联系大学城区派出所的陈队，他能替我作证。李队不想冤枉无辜，更不想放过罪犯，于是打电话与大学城区派出所沟通。喂，老陈，一个叫楚生的游戏设计师，你认识吗？电话那头传来陈队的声音。认识，我知道他在你们那，直播我看了。听到陈队的声音，楚生感动的泪眼都快落下，第一次觉得警察叔叔的声音如此亲切。陈队一直在直播间，这下应该没问题了，他能替自己证明的。李队道：他说你能证明他的清白。此时陈队陷入沉默，楚生心咯噔一下。陈队，你说话呀，你别沉默呀，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李队看了看楚生，气氛极其尴尬。你小子不是说找人给你作证吗？竟找污点证人，这下省事了。沉默良久，陈队开口道：这很难评，他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样我去一趟你们那里，当面说。哈哈哈，设计师给陈队都整不自信了。陈队看了设计师直播，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我怀疑
陈队来青阳区派出所不是保释畜生设计师，而是和李队抢一等功来的。畜生设计师坏了，我成战利品了。没多久，陈队匆匆赶来，和李队讨论很久，最终陈队把楚生提了出来。虽然盗窃小偷也是盗窃，但直播在那摆着，陈队也能作证，楚生的行为还是属于见义勇为。青阳区派出所门口，陈队和楚生二人并肩而立，气氛不由得变得微妙起来。上午，楚生和魏玲玲站在大学城区派出所门口，下午就成了这副局面。陈队心情也无比复杂，几个小时前自己还让楚生联系监护人，在备案书上签字，几个小时后自己就来派出所捞他。这小子难道是天生喝茶体质？楚生首先开口道：陈队，谢谢你来帮我，不管怎么说，对方大老远跑过来替自己作证，都得感谢一下。陈队带着几分惋惜的口吻道：没办法，谁让没证据呢？楚生眼皮一颤，好家伙，感情你老人家就这么想把我抓进去？还有，你那满脸可惜的神情是什么意思啊？喂，哈哈哈，没有证据可还行？陈队，亲手给你放出来，终究有一天要亲手给你抓回去。楚生，我讨厌这种该死的宿命感。陈队道：有件事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今天你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虽然立功，但我收到消息，上面已经注意到你设计的盗贼模拟器，上面的态度还不清楚，所以你要做好被取缔的可能。楚生点点头，他知道这种事情也不是陈队能决定的。如果被取缔，虽然很可惜，但自己马上就要解锁第二款游戏，总不至于回到一穷二白的阶段。当然，能不取缔当然最好。盗贼模拟器出道即巅峰，后面的热度或许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任何游戏都有很长时间的持续收益和影响。而下一款游戏是斗地主模拟器，这总不至于被警察叔叔盯上吧？这里距离你学校还挺远的吧？要我送送你吗？陈队道。楚生看了看面前的警车，达面，楚生就算死外面也绝对不会再坐警车了。第20章，这个设计师简直是天才，解锁斗地主模拟器。为什么畜生设计师又从局子里安然无恙的走出来了？我接受不了了！可恶，竟然还有法律制裁不了的罪犯。张三之后，第2位法外狂徒 BYD 畜生设计师，正义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直播间一个个水友如丧考妣，死了妈一样，看到楚生安然无恙，比杀了自己还难受。出来后，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直播抓贼，结果梅开2度再次喝茶，这让楚生的热度再次暴涨。何况警车直播闻所未闻，直播间最高峰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0万， BYD 平台下载量也是蹭蹭往上涨。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 Busy World 下载量98371，盗贼模拟器下载量86421，情绪值84038，平台下载量接近10万。出售盗贼模拟器的收益，再加上直播平台的礼物收益，楚生已经收入10万加，而情绪值也已经8万多，估计明天就能达到10万情绪值，解锁斗地主模拟器。这比楚生预计的更快一些。家人们，预计明天发布新游戏。楚生有气无力地宣传着，一天喝茶2次，累了毁灭吧。都这样了，他还不忘宣传新游戏，他真的，我哭死。畜生设计师，快别卖关子了，听你提一整天了。我不相信还有能比盗贼模拟器更阴间的游戏。当天晚上10点，龙国日报的实习记者孟欣下班回家。身为实习记者，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新闻素材，同时身为一名游戏爱好者，他一直想要报道有关游戏的正面内容，改变大众一提到游戏，脑海中只有玩物丧志的刻板印象。孟欣打开媒体平台，翻看着内容素材，有关游戏的正向内容除了主播捐款几乎找不到。正翻看视频时，画面中忽然出现楚生帅气逼人的脸庞，孟欣下意识多停顿了一会儿。视频标题非常简单，一天喝茶2次，史上最型游戏设计师。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孟欣第一反应就是愤怒。世界上罪犯多着呢，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职业呢？这不是增加大众对游戏行业的偏见吗？虽然这不是官方新闻号，但也不能误导大众啊。游戏设计师这个职业怎么可能和他犯罪产生直接联系？但身为新闻从业人员，不能在不知全貌的情况下随意发布评论。孟欣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新平台 Busy World， 游戏设计师楚生，盗贼模拟器游戏，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已经能勾勒出事件大致轮廓。孟欣道，就算他设计的是犯罪题材游戏，但游戏怎么能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随后又在网上找了一些相关信息，了解到这只是一场乌龙，但这让孟欣更加好奇，乌龙竟然还会有人因为乌龙一天进去喝2次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孟欣下载了 Busy World 平台以及盗贼模拟器，趁着下载时间，孟欣找到更加完整的直播录像，于是他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孟欣看着直播录像，虽然视角不太好，得歪着脖子看，但距离很近，画质清晰。视频中，楚生丝滑连招，轻松反爬走皮衣男的赃物，假装看向别处，实则目标明确，不小心撞到皮衣男。画面还正好拍摄到楚生故意将脚伸过去，将皮衣男绊倒在地，手指灵活将皮衣男挎包拉链拉开，手伸进去，拿到赃物，拉链拉好，一气呵成，像是演练过无数遍。随后便是堪比80岁老太太神级碰瓷的表演，非常自然的一起摔倒，手里早准备好的外套将赃物盖在地面。孟欣瞪大一双美眸，自己站在上帝视角，能看清楚一切，但如果自己身临其境，根本意识不到。画面抖动的厉害，孟欣却有一种看电影特技的感觉。这是游戏设计师？这年头当个游戏设计师还得会点特殊才艺，这设计师难道有案底在身？那个什么盗贼模拟器，不会是根据设计师亲身经历改编的吧？孟欣现在才知道，小啦，自己格局小啦。之前那个视频竟然没有任何标题党的成分，楚生还真是因为设计游戏进去的。孟欣身为记者敏锐的嗅觉，让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新闻题材。可在看了一些有关盗贼模拟器的游戏视频后，又产生一些顾虑。这游戏完全是按照真实犯罪场景模拟，这种游戏真的能发行吗？孟欣有了和之前齐听一样的顾虑，担心犯罪题材游戏影响社会风气，增加犯罪概率。但孟欣深入了解后，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前前后后找了不少关于楚生的直播视频。天啊，原来如此！设计师楚生在医院内看病，他自己都没注意到小偷，而是玩了盗贼模拟器的网友发现的皮衣男。这群玩家的反扒反窃意识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才能发现小偷。孟欣忽然想通，盗贼模拟器这款游戏利害都有，但利大于弊。如果这款游戏能全民推广，每一位公民都能具备这种素养，盗窃案件将大大减少。天哪，这个设计师简直就是天才，竟然能从如此刁钻的角度设计出如此优秀的游戏，而且还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正面引导。孟欣再次看向楚生那张帅脸时，眸子里带着绿光，恨不得一口将楚生吞下，连骨头都不剩。素材，这是最好的游戏圈新闻素材，改变民众对于游戏的看法，还能提高社会安全意识。叮的一声响起，此叮非彼叮，电脑中传来的声音。盗贼模拟器下载安装成功。孟欣看了看时间，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写新闻素材，要早点睡觉。可当孟欣看到电脑中的盗贼模拟器时，又有些按耐不住。身为游戏爱好者，不知道多少年没在市面上见过如此具有创意的新游戏了。不干不氪，玩法新奇，轻松有趣。孟欣自我欺骗道，明天要写有关楚生的报道，不玩他设计的游戏怎么行？身为记者，必须要更加全面了解事件，才能客观报道。对，没错，我这不是在玩游戏，也算是变相加班。自我洗脑成功。孟欣愉快地打开游戏。第21章，官方表扬犯罪题材游戏爆火。看着简洁干净的界面以及一段质量非常高的游戏 CG 后，孟欣彻底兴奋起来。哇，这游戏看着真不错哎！呜呼，我爱加班，开始加班。时间一晃，早晨7点，孟欣顶着黑眼圈，面容憔悴，头发散乱，一副精神崩溃的模样走出房门，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爱加班，这游戏为什么这么阴间啊？楚生，我你个！早晨8点，楚生在宿舍床上醒来，刚睁开眼，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 Busy World 平台下载量突破10万，解锁预售功能。叮，恭喜宿主盗贼模拟器下载量突破10万。叮，恭喜宿主情绪值累积超过10万，解锁新游戏斗地主模拟器。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155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1215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0，情绪值123085。终于解锁了第2款游戏斗地主模拟器，不过这玩意怎么定价还是1块？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黑心商场，
榨干玩家的钱包，实现财富自由。楚生常常痛骂黑心厂商，只是因为黑心厂商不是自己。人类的本质是双标。不过盗贼模拟器也算是大制作游戏，售价也只有1块。斗地主模拟器定价太高，的确不太好。毕竟现在是平台的发展期，路人缘很重要。楚生并不排斥定价1块，有了玩家基础，韭菜才能旺盛生长。楚生怕就怕以后游戏定价全是1块。楚生没有着急发售，而是利用起最新解锁的功能，预售。旋即，斗地主模拟器便在 BYD 平台上线，状态为预售。豹哥现在还没开播，先将游戏改为预售，激起玩家好奇。等到晚上豹哥开播，再邀请他来内测体验。只要节目效果爆炸，斗地主模拟器将再次爆火。在楚生看来，只要操作得当，斗地主模拟器完全能后来者居上，热度反超盗贼模拟器。原因很简单，斗地主的受众群体要远远大于盗贼模拟器。前世许多人不爱玩网络游戏，但闲来没事都会来上2把斗地主。楚生看着 BYD 官网，每一次刷新，斗地主模拟器的下载量都会大涨一波。毕竟盗贼模拟器已经将口碑打出去了，不管是好是坏，你就说有没有知名度吧，依旧只需要1块钱的售价，让许多玩家不管3721无脑购入。虽然离豹哥开播还早，但楚生已经开始筹备。网络上虽然没有斗地主类型的游戏，但现实生活中有，豹哥现实里一定喜欢玩，到时候给他刷点礼物，他应该会同意试玩。至于第3个人，楚生打开斗沙直播平台，目光再次停留在呆小妹的直播间。邀请老女人吗？但楚生打开 BYD 平台中的社区板块，选择盗贼模拟器社区。盗贼排行中，楚生已经不是第一，静修哥和开锁哥双双来到第4关。只要楚生想，随时通关，只是他暂时没心思和玩家们争第一，毕竟赚园子要紧。翻看排行榜，在末尾找到呆小妹，老女人现在还卡在第2关，在线时间40个小时，游戏从发售到现在一共才40多个小时。楚生已经能想象到呆小妹抓狂崩溃的样子，又菜又爱玩。老女人如果能来加入斗地主，直播效果一定好。只是老女人现在巴不得砍死我，会同意吗？楚生思索片刻，很快想到一个好办法。正在楚生准备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斗地主模拟器预下载突破1万。BG World 平台社区板块，解锁斗地主社区，开启等级排行。原来预下载也能解锁这个功能吗？楚生心中一喜，点开平台社区板块，和之前盗贼模拟器相同，除了允许玩家自由讨论外，同样出现排行。盗贼模拟器社区中的等级是盗者、盗师、大盗师、盗灵，那斗地主模拟器中自然就是地者、地师、大地师、地灵。什么？你问为什么不是斗者？什么斗者？没听说过。排行榜上显示暂无上榜。正当楚生为了晚上的直播演示游戏准备时，龙国日报的一条新闻热度暴涨，快速登上热搜。游戏设计师与玩家配合，医院内直播反扒。由实习记者孟欣报道。正文中详细的交代了盗贼模拟器这款游戏，以及医院内和玩家配合反扒的经过，赞美并表扬了楚生的见义勇为。孟欣被游戏折磨得痛不欲生，鬼知道孟欣是如何在想要砍死楚生的状态下写出这篇报道。随后各大官媒纷纷跟风报道这个新闻。热浪新闻：大学生游戏设计师与直播观众配合，医院内见义勇为。游戏新闻：龙国首款犯罪题材游戏火速出圈。社会百态：犯罪题材游戏爆火，提高全民自我保护意识。UCC 新闻：震惊，大学生直播竟然在医院内做出这种事情。不仅各大新闻报道，甚至还有许多官方媒体点赞并转发了龙国日报的新闻。魔都市公安厅秘书小温拿着笔记本电脑走进来，齐听，您看一下这份资料，是宣传科同志让我转交给您的。齐听点点头，看向电脑上的资料以及视频，眉头微皱道：龙国日报的新闻，这不是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款游戏盗贼模拟器吗？小温道：没错，设计师楚生医院内反扒盗贼上了新闻，盗贼模拟器对社会已经有了影响，而且目前来看是正面影响。您看一下网上的评论，宣传科的同志非常希望楚生能帮忙宣传。网络上有关楚生的新闻全部评论暴涨。第22章神仙师徒。我有一个朋友，我擦，竟然还有犯罪题材的游戏，游戏画面和剧情都好真实，早点知道这些反扒知识也不至于被偷手机了。售价才1块钱，设计师太善良了，我先买为敬了。呵呵，
你玩了之后才会真正发现这畜生设计师的善良。纯新人，这游戏很难吗？这么和你说吧，我之前刷短视频，10个视频9个扭屁股的，现在10个视频10个开锁教程，整个抖音上开锁视频搜索量突破历史新高。楼上的新人，恭喜你即将加入 BYD 畜生黑粉俱乐部。虽然设计师是个畜生，但玩这游戏真能学到东西。玩了这个游戏后，我才发现自己家的锁这么不安全，花了大价钱换了更安全的新锁。我去 ，BYD 的平台竟然出新游戏了，售价还是1块钱。又是畜生设计师的游戏，狗都不买，我也不买。你们都不买，那我也不买。畜生人在寝室坐，热搜添上来，看着蹭蹭暴涨的平台下载量，忍不住瞪大眼睛。卧槽，发生了什么？这下载量飙升的比我二舅老爷的血压都快。网友们一个个嘴上说不要，身体却非常诚实。畜生设计的游戏阴间归阴间，但架不住新奇好玩呀。关键只要1块钱，现在下部小电影都收费，全程马赛克还敢要2块钱。叮，恭喜宿主斗地主模拟器预下载突破3万，获得奖励赌神技能。一瞬间，大量算牌公式和心理战打法以及许多种老千手法全部涌入楚生大脑中。赌神楚生，就位！卧槽，原来打牌有这么多种手法。楚生牌技一般，解锁这个技能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副牌往往没打几张就能确定各家牌型，越是高手之间打牌，越是讲究心理博弈。赌神这个能力运用在斗地主上还是太小儿科，其中各种老千手法才最离谱。楚生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10赌9骗，有这技能，到时候还不打酷爆哥？虽然还是预下载阶段，但楚生身为设计师，自然有权限。他抢先进入游戏，输入 ID， 车友车行。呆小妹和旭旭抱抱此时都没开播，楚生决定趁着这莫名其妙的热度，先开播预热一波。与此同时，魔都大学老师办公室内，魏玲玲一整天都坐在办公桌前，魂不守舍地盯着手机。魏玲玲虽然怕麻烦，但怎么说楚生也是自己学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警察带走，她还是挺担心的，一直盯着手机，等待楚生打电话让自己去捞他。就和上次一样，魏玲玲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你一个学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为什么一天内能连续被警察带走2次？魏玲玲焦急如焚，连打游戏的心情都没了。你小子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虽然是老师，但前25年不是在学校学习，就是在网吧打游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更何况这件事还涉及到警察，这让他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总不能真和游戏里一样，自己拿着40米大砍刀，带着刚爆出来的极品装备麻痹戒指，冲到警局里救人。此时，音乐学院的杨老师进入办公室。玲玲，你怎么闷闷不乐的样子？杨老师声音清脆好听，身材高挑，穿着长筒靴子，一双白皙美腿比作者命都长，长相也是黑长直大美女。而魏玲玲整天除了打游戏就是打游戏，人畜无害，和哪个老师关系都挺好。往日一进办公室就能听到魏玲玲大喊给你妈砍死，今日却一反常态。魏玲玲眼神闪躲，有些心虚道：杨老师，那啥咨询你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杨老师热心道：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魏玲玲神情复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朋友他也是老师。杨老师一听立马懂了，意味深长的点点头道：不是，你的这个朋友是不是喜欢打游戏，怕麻烦，但正巧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事？魏玲玲像是看神仙一样看着杨老师，小鸡啄米般点头：对，我最近不是，我朋友最近遇上大麻烦了。杨老师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模样，看破不点破。你说我给你朋友参谋参谋。魏玲玲双手夹在美腿之间，不断搓着手，紧张到手心出汗。我朋友他最近教的学生出了点状况，惹了麻烦。听到这，杨老师微微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就是学生出了点状况吗？杨老师心想着，魏玲玲带的学生的比较特殊，几乎是全校最乖最不惹事的班级，整日就打游戏，啥状况也不会出。这也导致了魏玲玲没有应对学生出现意外状况的能力，学生出了一点小状况就焦虑烦闷。杨老师安慰道：其实学生最缺的被理解和被认同。前段时间我们班还有个女生参加比赛失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和她聊了很久，后来不也啥事没有了吗？多和学生交流谈心，缓解学生内心的压力。魏玲玲皱着眉头，呆呆地抬起头：学生有没有压力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压力很大。还有，
为什么有学生会因为比赛失利就哭啊？菜不应该多练吗？这还需要安慰？杨老师，不是，我朋友的情况比较特殊。魏玲玲道。杨老师问道，遇到的麻烦大吗？魏玲玲道，应该也不大吧。他被警察叔叔带走了。没事的，别着急，不就是被警察带？什么？被警察带走了？杨老师后知后觉，从椅子上站起来，瞪大一双美眸，声音都高了几分。魏玲玲弱小无助的点点头。一时间，杨老师大脑一片凌乱。被警察带走？学游戏设计的学生？是你们班哪个学生？杨老师问道。楚生。杨老师，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班的？魏玲玲诧异道。杨老师一摆手道，别管这些了，楚生竟然被警察带走了，什么时候的事？第23章，我是不是该提桶跑路？楚生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他对楚生有些印象。高考复读5年，这一事迹全校无人不知，而且楚生还非常低帅气，不少女老师都喜欢私下讨论。昨天下午，魏玲玲道，昨天就被带走了？今天回来了吗？来上课了吗？杨老师问道。我不知道，来就来，没来就是没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老师一皱眉道，你今天不是有课吗？我旷了，没起来。魏玲玲羞愧道。旷了？你是老师呀，你旷课？旷课？你的课不是早8呀，不是10点才上，好吧？你又熬夜打游戏了。魏玲玲不敢直视，点点头。楚生犯了什么事，你知道吗？杨老师道。魏玲玲摇摇头。那你现在在这干什么？快点去联系派出所，问问情况呀。杨老师催促道。我在等楚生的求救电话。魏玲玲道。等电话？这能有什么用？杨老师不解道。有用。魏玲玲语气肯定。昨天上午楚生就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捞他。杨老师柳眉一颤。还能这样？等等，昨天上午打电话让你去捞他，下午又被抓进去了，他一天被抓进去2次。是的。杨老师眼前一黑，这特么是什么神仙师徒啊？老师在办公室等学生求救电话，学生一天去喝茶2次。你们是游戏设计专业，不是犯罪专业啊喂！他以前对楚生的印象还是阳光帅气，勤奋好学，怎么今天就学进了局子呢？我还在楚生的担保书上签了字。杨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该提桶跑路？魏玲玲道。杨老师安慰道，别着急，应该不会是什么大事，毕竟他只是学生，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杨老师的三观已经出现裂缝。谁家好人一天去2趟派出所呀？就在此时，魏玲玲的电话响起，杨老师给她使眼色，让她快点接。喂，你好。魏玲玲点开免提，电话那头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您好，我们是魔都市公安厅。噗！杨老师刚喝一口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直接喷，吱吱冒水，也顾不上擦水，瞪大眼睛。什么？公安厅？派出所和公安厅可不是一个级别。魏玲玲将手机放到一边，小声问道：杨老师，这很严重吗？杨老师点点头，沉声道：一般涉及到刑事案件就不归派出所管，会由刑警队受理。至于公安厅，除非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才会惊动他们。闻言，魏玲玲表情瞬间凝固。乖乖，老师我只敢在游戏里砍人，楚生你小子直接在现实里砍人了。喂，您好，请问在听吗？魏玲玲连忙将手机拿过来。我在，声音都紧张到颤抖。请问是楚生同学的老师魏玲玲吗？果然和楚生有关。魏玲玲后悔没早点提桶跑路。是的，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楚生同学的情况。一番简单的了解后，魏玲玲弱弱地问道：请问楚生到底干了什么事？杀人、碎尸，还是陈海？电话那头的公安人员一愣，呵呵笑道：您想多了，我们宣传科的同事想请楚生同学帮忙宣传反扒反窃。请楚生帮忙宣传反扒反窃？魏玲玲和杨老师2人都懵逼了，这种事和楚生能扯上关系？公安人员问道：这件事还需要和楚生同学当面商量。请问楚生同学在学校吗？魏玲玲道：如果他没被抓起来的话，应该在宿舍。简单交流几句，挂断了电话。公安厅的人马上会亲自来学校找楚生。杨老师看到手机自动推送的新闻，瞪大美眸，诧异道：大学生神级盗窃手法，反扒小偷。玲玲，这不就是楚生吗？杨老师点开新闻视频，两人脑袋靠在一起，目不转睛。视频中的画面正是楚生在医院内的直播录像。魏玲玲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这不是我昨天去看病的医院吗？
难道楚生在等我的时候顺手抓了个小偷？杨老师满脸惊讶地看着魏玲玲，好家伙，你的学生都这么强悍的吗？更让二女震惊的还在后面。随着视频推进，楚生遇到皮衣男，一套行云流水的反扒操作，直接看呆了两人。二女张着红润的小嘴，瞳孔微微放大。玲玲，你的学生还真是深藏不露。杨老师震惊道。魏玲玲道，这哪里是深藏不露，简直就是惯犯，连小偷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天哪，玲玲，这条新闻已经冲上热搜第1了，楚生火了。杨老师震惊看着热搜，天天在上面吃瓜，没想到今天吃瓜吃到自己学校的学生了。杨老师翻看着热搜道，玲玲，起因好像是因为楚生设计了一款名叫《盗贼模拟器》的游戏，好像还是国内首款犯罪题材游戏。杨老师带着复杂的眼光看着魏玲玲，这是你指导设计的游戏吗？老师指导学生设计游戏，这在游戏设计专业很正常。魏玲玲的游戏设计能力完全足够，但她每天只会带着学生打游戏。魏玲玲连连摇头，和我没关系。杨老师美眸中满是赞赏，没想到楚生才大1就能独立设计游戏了。我看还有官媒说犯罪模拟十分真实，身临其境，跨时代的一款游戏。魏玲玲听闻这些还有些不相信，杨老师，你不了解游戏，这些都是宣传的噱头。我之前玩的游戏还说模拟真实休闲，结果我充了10个648，修炼1个星期，筑基吊打元婴。游戏和现实绝不可能联系起来，这一定是报道的媒体为了增加看点，故意将楚生见义勇为的事件与他设计的游戏联系在一起。魏玲玲并不是质疑楚生的能力，他虽然天天打游戏，但也清楚全班就楚生专业性最强，和自己打游戏时经常说一些天马行空的游戏创意，什么大逃杀类型游戏，什么枪战游戏和技能结合起来等等。光是听楚生讲，魏玲玲就有些期待，但游戏和现实结合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简直是天方夜谭。此时滴的一声，魏玲玲收到了楚生发来的信息，是一个网站链接，上面标红提示有风险，懂的都懂。第24章斗地主模拟器首播，有请受害人。杨老师俏脸微红，眼中却带着八卦的意味，自己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没想到魏玲玲平时对学生不上心，私下里却深入交流。魏玲玲看着杨老师八卦的眼神，就知道事情解释不清了，发信息道，魏玲玲，楚生，你大爷的，是不是室友问要看小电影的网站，你发错人了？楚生，什么网站？你昨天不是问我要游戏吗？游戏？这个链接就是他设计的盗贼模拟器。魏玲玲，那为什么这里标红提示有风险？楚生，可能是新网站，第一次标红很正常，加载也比较慢，以后就畅通无阻了。魏玲玲，你小子说的最好是网站。楚生，先不聊了，我看免打扰，要开始直播了。魏玲玲正准备将警察要上门消息告诉他，对方就终止了聊天。算了，不管他了，我倒要看看这盗贼模拟器是什么样的游戏。杨老师一起玩不？杨老师起身，有些可惜道，我也有些好奇这款游戏，但马上还有1节课，你先玩吧。杨老师离开，魏玲玲点开链接，下载游戏。新世界正在向他招手。此时学生宿舍内，陈斌将一切准备就绪，斗地主首秀，开启直播。楚生刚一打开直播，直播间内就涌进来1万多人，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楚生正准备宣传新游戏斗地主模拟器时，发现情况不太对劲，畜生设计师 RNM 退钱 RNM 退钱。自己刚一开播，满屏幕都在刷退钱，这让楚生一头雾水。但顾客是上帝，楚生非常礼貌地说道，大家有话好好说，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和我提，我一定会积极听取。当然退钱是绝对不可能退钱，积极听取，坚决不改是吧？好好，设计师你这么玩我们是吧？希望你在面对警察叔叔时也能这么坚定。看到你的新平台预售新游戏，我二话没说就购买了，这么支持你，结果你却欺骗我们感情。新游戏竟然是斗地主模拟器，这玩意还能做成游戏？斗地主随时随地都能玩，谁会为了玩这个专门下一款游戏啊？畜生设计师江郎才尽，开始掐烂钱了，搞出这么个游戏来糊弄我们，才设计出一款游戏就江郎才尽，3秒真男人，行不行啊细狗？不退钱也行，你他妈当个人把盗贼模拟器难度调低一点吧。楚生看着屏幕上滚动的弹幕，也搞清楚玩家集体愤怒的原因。和前世不同，这个世界并没有斗地主类型的网络游戏，原因是认知偏差。网友们都认为
斗地主这种游戏，只有在现实玩才有意思，没见过，所以接受不了。但前世的经验告诉楚生，斗地主模拟器绝对可行。想要打破这种认识偏差也很简单，只需要让他们见识到网上玩斗地主的乐趣就行。这也是楚生今天要做的事情。斗地主模拟器还是非常好玩的，这种事情就像你去按摩店，从排斥到爱上，只需要一次体验。在设计师这里，你不需要498，也不需要398，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血压飙升的感觉。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演示什么？探店按摩店吗？我不信，除非你带我体验一次498。你小子说的最好是正经按摩。设计师和技师还是有区别的。有啥区别？设计师多了一个字，嘿嘿，这不是更值？斗地主需要3个人，你一个人咋玩？楚生看着弹幕道：别急啊，受害者不对，是嘉宾马上就来。哈哈，畜生设计师又要开始丧心病狂了。你已经暴露了，我看看今天的受害者是谁。兄弟们，提前把 BYD 平台下载了，以防沦为下一个受害者。楚生专门卡在呆小妹开播前几分钟开播。此时呆小妹刚开播，楚生便进入直播间。呆小妹画着精致的妆容，露出甜美笑容，对着摄像头比心。人气女主播刚开播就有不少人刷礼物，感谢踏风而至老板的飞机，么么哒。感谢随风飘摇老板的飞机，爱你哦。感谢楚生老板的草泥马。楚生，谁特喵的让你来刷礼物的？给我滚出直播间！哈哈哈，刷礼物挨骂，这倒是头一回。画风突变，点名表扬，踏风而至。为什么我没有被骂服？老女人快骂我！好家伙，原来老板都好这口，怪不得我是老板，原来是我不够变态。楚生，你就是这么对老板的？老女人被盗贼模拟器气的大姨妈紊乱，畜生设计师还敢来，不是找骂吗？难道畜生设计师说的嘉宾就是呆小妹？呆小妹正准备给楚生永久禁言，楚生连忙又送了2个飞机。楚生，老女人，刀下留人！毕竟人家都刷礼物了。呆小妹道：说吧，给你1分钟时间准备遗言。我设计的新游戏发布，斗地主模拟器。呆小妹身为 BYD 平台忠实用户，自然知道。我知道斗地主模拟器有啥意思。楚生，我想邀请你一起玩，很好玩的，试了就知道。呆小妹怒道：滚，我再也不上当了。你设计的游戏谁玩谁傻逼，就算你给我刷再多礼物，我也不玩。楚生知道呆小妹对自己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拿着40米大砍刀线下真实自己。他还能来找呆小妹，自然想好办法。我擦，畜生设计师真勇啊，还真找呆小妹当嘉宾。有请2次受害者呆小妹登场。呆小妹，坏了，这必冲我来的。好好好，逮着老女人一个人好使吧。我还真想看老女人再次破防。+1。对于谁有的幸灾乐祸，呆小妹没有理会。你的遗言还有30秒。楚生，教你开锁。网上开锁教学多着呢。楚生，你发地址，线下教你。呆小妹准备给楚生来一个终生禁言套餐时，忽然愣了一下。哎，线下教学。第25章，斗地主之神豹哥。呆小妹思虑道：这无良设计师打死也不敢公开自己定位，要是他来找我，我岂不是能线下真实他？呆小妹想起昨天自己被折磨到崩溃，就忍不住磨了磨牙，提前准备好18套刑具，到时候让你有来无回。好，一言为定。呆小妹答应道。直播间的谁友也一眼看出了呆小妹的想法，谁玩谁傻逼。这个我看过，是鸿门宴。老女人竟然学聪明了，还会用计谋。畜生设计师这次恐怕是有去无回了。好死，我提前开香槟了。老女人，她真的，我哭死。为了给我们报仇，去陪畜生设计师玩游戏，屈服在畜生设计师的淫威之下。先生以身入局，胜天半子。提前开始录屏，我已经预感到老女人会破防。杀敌1000，自损1200。不是，一个斗地主模拟器听起来就没意思，怎么破防？楼上的兄弟用一段电影片段给你演示一遍吧。这个斗地主模拟器会不会破防？不会。那这个斗地主模拟器加上这个畜生设计师，能不能让人破防？有这个畜生设计师在，万物皆可破防。卧槽大师，我悟了。呆小妹忽然问道：斗地主要3个人，还有一个是谁？楚生，别急，我马上去联系。此时豹哥也正常开播，今天罕见没有迟到。江湖规矩，礼物先刷上。面对这只氪金大马猴，100块一个的飞机已经不够看了。楚生忍痛充值2000，刷了一个超级火箭。金灿灿的礼物在直播间飘过，
旭旭抱抱刚开播就开始吹牛皮，你叔叔我从来不迟到，直播界的劳模标杆。来，让你们再看一眼独属于劳模的18武器。老调，别嘚瑟了，天天炫耀你那币，强化18武器。我套你猴子，天天迟到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劳模。自从武器增幅上了18，旭弟的心情是越来越好了。豹哥，我已经10秒没听你说武器上18的故事了，能再说说吗？豹哥咧着嘴大笑，那是必须的。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能破坏我美丽的心情。豹哥忽然看到礼物，表情略显诧异。豹哥从来不缺礼物，但送礼物的几个老板都是朋友熟人，很少有薪水友进来一声不吭直接送礼物的。哎呦，感谢老板的超火支持，感谢感谢。豹哥注意到名字更是惊讶，楚生，你就是那个游戏设计师呀？我今天在新闻上看到你了，你现在很出名。豹哥对待新朋友都非常客气，尤其对方上来就是一个超级火箭。医院内反扒反窃，我看好多新闻都在报道你，年少有为啊。楚生，哈哈，豹哥过奖了，我想邀请你玩个游戏。豹哥挠了挠头道，我知道你设计的那个盗贼模拟器看着很有意思，但我晕3D玩不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楚生，不是盗贼模拟器，是新游戏斗地主模拟器。豹哥看到弹幕直言道，斗地主模拟器这也能设计成游戏？楚生2缺1，来不来？豹哥虽然有些困惑，但身为斗地主爱好者还是忍不住想要尝试。玩呀，你可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外号叫斗地主之神。你的外号不是大马猴吗？不是黑铁太上皇吗？不是增幅王吗？不是潮8吗？能不能不要攻击主播了，长成这个逼样你也不好受。豹哥看着弹幕骂道，我套你们猴子，在我的朋友面前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再胡乱造谣非撕烂你的嘴。楚生，豹哥，看一下后台私信，我给你发了链接，现在游戏在预售，你这个是内部账号，直接下载注册就行了。豹哥道，好，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先去下载。我问一下，除了我还有2个人是谁？楚生，戴小妹，另外一个是斗地主大神车有车型。豹哥，开始游戏后就不能看弹幕了。豹哥一摆手，一副可靠的样子，你放1亿个心吧，身为斗地主之神怎么可能这点素质都没有？车有车祥是谁？不造呀，听名字就不会打斗地主，一点气势都没有。豹哥慎重啊，这设计师是个畜生，小心别中计了。上次呆小妹被整得自闭了，这个设计师不是个好人啊。趁着下载的时间，豹哥和观众们聊起天，不就是斗地主游戏吗？ Who am I？ 我是谁？我是斗地主之神旭旭抱抱，没有人能在斗地主之中战胜我。这老调又膨胀起来了。听说豹哥还参加过斗地主线下比赛，实力还真挺可以的。斗地主还有比赛？有啊，豹哥他们队之前还拿了冠军。豹哥拿冠军？陌生，太陌生了。旭弟，你还是小心点吧，毕竟畜生设计师可是一天进去喝茶2次的狠人。豹哥看着满屏幕弹幕，忽然瞥见一条史上最型游戏设计师，看到这个他还是忍不住有些害怕。那啥，楚生呀，你设计的这款新游戏确定是合法的吧？有关楚生的新闻他都看过，他可不想自己也在警车里直播。以前玩游戏都是问游戏干不干，氪不氪，畜生设计师横空出道，现在玩游戏前都得问游戏合不合法，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预定明天新闻，铁笼里的大马猴。楚生，放心吧豹哥，一个斗地主模拟器能有什么不合法的？豹哥仔细想想也是，斗地主这游戏都多少年了，只要不赌钱，怎么玩也不会出事，更加不会引来警察。楚生昨天去喝茶2次，应该只是意外。应该吧。魔都市公安厅，王处长，这里是楚生的资料，已经和校方沟通过，楚生品学兼优，通过他和他设计的游戏，一定能够将反扒反窃的知识宣传出去。宣传处的王处长点点头，很好，我们去魔都大学找楚生面谈，宣传相关事情。第26章，游戏开始，难道他真的是天才？旭旭抱抱坐在电脑前，叮，所有人的叮都是下载成功，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1-2个 G 的视频，只有楚生的叮是激活系统。豹哥下载好 BYD 平台，打开之后忍不住夸赞道，我擦嘞，这个平台做的才不错嘞，界面布局非常舒服，运行起来也很流畅，一个新平台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出色了。这一幕我见过，上次老女人也是这么夸奖的，然后就破防了。记住大马猴现在的嘴脸。豹哥开始下载斗地主模拟器，不同于盗贼模拟器，这款新游戏的内存很小，
下载迅速。豹哥看着滚动的弹幕，心中不以为意。楚生不就是个游戏设计师吗？虽然一天去喝茶2次的确有些离谱，但也没这帮水友说的这么恐怖吧。豹哥和呆小妹私下也是朋友，他破防崩溃的事，豹哥自然也知道。豹哥心里想着，但却没说。呆小妹破防，单纯是因为自己菜，被游戏虐的。虽说自己要是玩盗贼模拟器也会被虐，但这是斗地主模拟器啊，是自己的主场，有谁还能虐自己？就算牌打输了，也只是运气问题。破防不了一点。想到这，豹哥露出自信的笑容，没和弹幕吹太多牛逼，只是说道：你们一直在质疑我，我也不说别的，所有人给我打开录屏功能，我希望明天能在短视频上看到我技惊四座的牌技。叮，斗地主模拟器下载成功。豹哥激动地搓了搓手，期待道：第一次在电脑上玩斗地主，虽然感觉怪怪的，但还挺激动的。嘿嘿，斗地主启动。随着豹哥开启斗地主，另外一边，呆小妹和楚生也一同进入游戏，三人都开着直播，并且约定好开始游戏后不再看弹幕，防止有谁有故意爆牌。在斗地主模拟器中，没有充值入口，获胜的结算奖励是积分，积分达到一定就能提升段位。三人的初始段位都是D者，如果积分到0，继续输还会出现负分，到时候想要升段就更加困难。但这也好过每天苦哈哈的签到0点保底豆子，玩2把豆子就输没了，想要继续玩还得充钱。好不容易赢了几局，豆子攒多了，把你赶到高级场，系统故意针对，给你3、4、5、6枚7，一把输到解放前。没有内涵任何游戏，三人一起点随机匹配，目前整个游戏就他们三人，自然匹配到一起。匹配成功，进入游戏对局。游戏内三人 ID： 旭旭抱抱、呆小妹、车有车行。此时，楚生直播间内，卧槽，车有车行竟然就是畜生设计师！阴谋，果然是一场阴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一听就不会打牌，一点气势都没有。听说大马猴斗地主真有实力，一定要干死畜生设计师。豹哥此时还被蒙在鼓中，发牌音效响起。呦呦呦，你们还别说，在网上玩斗地主还挺有感觉的。豹哥虽然不看弹幕，但还是继续讲解着，还特地做了发牌声音，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豹哥呀，有诈，快退游戏！大潮吧，别感慨了，车有车行就是设计师，你遇上真地主了。快看看弹幕吧，瓮中捉猴，这是阴谋。潮了，豹哥这回是彻彻底底的潮了。这个设计师这么勇的吗？豹哥斗地主也算是半职业选手， BYD 畜生斗地主技术如何不知道，但绝对人如其名。豹哥正讲解着，看到发的牌，瞪大眼睛，我擦嘞，这牌还真不错呀！你们看，这牌4、5、6，三张单牌连不起来，还有单 J 单 Q， 看着很烂，但咱们有个小王，2个2，单 A， 3个 K， 大牌非常充足，跑不了，但却是完美的防守牌。豹哥面前出现叫地主的选择，果断点了不叫。你们看着，谁敢叫地主，我叫谁舒服。我擦，这老刁一本正经的分析起来还真有道理。难道他真的会玩斗地主？别说的头头是道，到时候一碰就碎。这潮吧你还不了解？前戏30分钟，正片3分钟就会吹牛逼。楚生看了一眼自己的牌，果断点了叫地主。呆小妹牌技一般，自然是能划水就划水，没敢去抢地主。豹哥一拍手，漂亮！我最希望的就是车有车行当地主，我正好是他的上家，非给他办烂了。呆小妹啊，你放心出牌，这局哥哥就是你最好的后盾。豹哥看着自己手中的大牌，信心满满。平时直播一直在打游戏，今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和水友们展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斗地主技术。车有车行1张6，呆小妹1张7，旭旭抱抱1张 A。 豹哥道：哎，舒服了吗？老弟，我这一张 A 他非常难受，直接给你顶得烂烂的，快点给我把2打下来。车有车行要不起。豹哥分析道：单 A 就要不起，说明他手势对2不想拆，敢叫地主很有可能还拿着大王。这个时候我教你该怎么打。对方和咱一样大牌充裕，咱们必须要将对方大牌给逼下来，不然队友跑不掉。陌生，实在是太陌生了。这潮吧分析的还真有道理，难道他真是天才啊？好痒，感觉快长出脑子了。也可能是瘤子，建议割掉。旭旭抱抱对9啊？为什么出对9？不是还有对7吗？逆天从大王小出。豹哥已经想象到弹幕对自己的质疑，冷笑一声，笑容中带着3分自信，
3分自信和4分自信。别再质疑你哥了，身为斗地主之神，我的操作又岂是你们能看懂的？对7太小，很容易让对方过小队；对9不大不小，一定会被对方打掉。到时候我直接拆3个 K 出对 K， 比对方下对2。如果沉不住气下了对2，我们将直接接管比赛。第27章，我就喜欢你这样狂的老弟。絮絮抱抱对9，车有车行对 J， 呆小妹要不起。絮絮抱抱对 K。 出完牌，豹哥有些紧张地看着屏幕。刚才呆小妹犹豫很久才选择了不要，说明她能管对 J， 但又不太值得，所以呆小妹手里一定不是对 Q， 大概率是对 A。 地主想要管住我，必须下对2，一个对 K 就让对方下对2，那必然是血赚。豹哥龇牙咧嘴，伸着脖子吼道：车有车行啊，你对2不出，留着抱窝是吗？给我出！时间到了最后1秒，车有车行对2，豹哥立马原地起跳。太对了，哥哈哈哈！这个大潮吧，被我一个对 K 就逼得下了大牌。太对了，哥太对，哈哈！你个潮种，开局下对2，等着后面难受吧，老弟。车有车行，顺子45678。豹哥呦，还顺子，别要抵抗了，弟弟。呆小妹管上78910J。豹哥漂亮，压死你！车有车行，通天顺10JQKA。呆小妹不要，絮絮抱抱不要。豹哥丝毫不慌，甚至后悔没点超级加倍。给你牛逼的，还通天顺？呵呵，牌被自己拆烂了吧，老弟。剩下的10张牌没有2没有 A， 只剩下1张大王。你没牌权了，老弟，我看你怎么跑。车有车行，一个4。呆小妹一个 A。 絮絮抱抱不要。哼小样，一个 A 你就得下大王。车有车行大王。呆小妹不要。絮絮抱抱要不起。豹哥嘚瑟的已经颠起来了，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剩下8张牌，你怎么跑？看看你叔叔手里的牌，一个小王，一个对2，这是 1, 2, no 过，单双不过。我还反应一下，太潮了这英语。不是哥们，你真对打斗地主啊？看到猴子装逼我难受。大马猴去菜市场买鱼，大马猴问老板：我的鱼呢？老板递过来一个塑料袋，已经装起来了。看到畜生设计师嘚瑟我难受，看到大马猴嘚瑟我难受，看到老女人嘚瑟我难受。这场游戏唯一的输家只有我们。坏了，这次是冲我们来的。车有车行面前有个倒计时的闹钟，随着时间快要结束，闹钟摇晃起来，仿佛在催促着玩家快点出牌。豹哥手一挥，剩下8张牌不知道怎么跑了吧，老弟。车有车响已经废了，胜利的蚊香已经能点起来了。豹哥叼着香烟，咔，潇洒一点。车有车长4带2对，4个3带对4对 Q 啊！豹哥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一声4带2对，犹如晴天霹雳。哈哈，潮了，这一下是彻底潮了。车有车行，这猴子花里胡哨的分析啥呢？旭弟不行啊，今天看着屏幕上的失败，絮絮抱抱积分3，呆小妹积分3，车有车行积分+6。豹哥微微张大嘴巴，嘴里点燃的香烟掉落，刚好落在裆部，吓得连忙站起身弹开。哈哈，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火鸟？火骚眉毛，嫂子，今天咋有点烫嘴啊？豹哥快吵起来，灭火！豹哥气急败坏地指着屏幕，好你一个车有车行，4带2对能直接走，非要拖到最后1秒，故意整你哥是吧？好，我记住你了，车有车行，破防值加300。豹哥本想继续骂，但咬着牙忍住了。不行，今天第一次直播斗地主，必须要展现出我的高手风范。心平气和，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加18武器作用恢复情绪值，斗地主运气也占很大因素。这把他运气好，咱不生气。下一把，3人换了边，这把楚生是豹哥的上家。发牌，呼啦，看到牌，豹哥忍不住一拍脑门，哎呦，我套你个猴子，这什么烂牌啊？就一个小王，一个2，还有个3个3，3个4的小飞机，其他牌烂的不行。呆小妹不叫，车有车行不叫。豹哥嘿嘿笑道，太对了哥，都不叫我也不叫。咱们下一把。豹哥准备点不叫时，鼠标忽然点歪了，絮絮抱抱叫地主。豹哥瞬间坐直了身体，瞪大眼睛，哎呦我操，点错了，呜，饶了你旭弟吧，这把不算行不行？哥，我错了。一看底牌，3张牌中1张3，1张4，豹哥眼睛一亮，
你哥错哪了？旭旭抱抱，超级加倍。呆小妹，不加倍。哼哼，快和你哥说，你哥错哪了？哎呦我擦，这天补，直接把我飞机补成了2个炸弹，3个3 3个4补成了4个3 4个4。车有车行，超级加倍。看到对方也超级加倍，豹哥瞬间来了兴致，狂！哥哥我就喜欢你这样狂的老弟。旭旭抱抱，名牌，名牌加倍数，自己这把2个炸弹还赢不了，让你喜欢狂老弟。看到你叔叔的牌，腿软了没？这把我要把输的全都赢回来。旭旭抱抱，1对5，呆小妹1个 J， 车有车行1对2，豹哥呦呦呦，给你牛逼坏了，我1个对5，你就对2呀？是不是看到叔叔2个炸弹已经腿软了？来给你出，叔叔我就喜欢看你挣扎的样子。旭旭抱抱不要，呆小妹不要，车有车行，飞机带翅膀，3个6 3个7 3个8，带对5对9对 K， 跑完我套死你个猴子！豹哥坐在椅子上，一个弹射起步，一个对子加一个3连飞机，直接跑完了。这是什么傻瓜牌？破防值加500。豹哥躺在椅子上，捂着自己心脏，我他妈在干什么啊？他对2的时候，我应该直接炸，这样他没牌权，那飞机要烂在肚子里。豹哥深吸一口，不能生气，想想我的加18武器，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那2个是炸弹，又不是你的蛋，舍不得出干啥呢？2个蛋烂手里，你还真想抱窝啊？名牌，车有车行，老弟我也喜欢你这样狂的哥哥。第28章，虾仁诛心，给豹哥气潮了，超级加倍加名牌，再加上地主被反春，原本输6分的局直接输了48分。旭旭抱抱积分48，呆小妹积分加24，车有车行积分加24，再来，呼啦呼啦呼啦。第3副牌，豹哥此时已经上头，反正已经负分了，破罐子破摔，继续叫地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总之横竖一个死字。一番博弈分析之后，豹哥和呆小妹手中各剩1张牌，豹哥手里只剩下1张单坠，而他的上家车有车行手里还有10几张牌。老弟，我就1张牌了，而且单坠也不小，呆小妹手中的牌绝对不会比我大。刚才打我的顺子牌已经拆烂了吧？快点给你哥送过来吧。车有车行，车有车行对5，旭旭抱抱不要，呆小妹不要，车有车行对7，车有车行顺子34567，车有车行对9。豹哥看到这有些慌了，来来来，你继续出，我不信你全是对子，没有单张。车有车行1个 A， 旭旭抱抱不要，呆小妹不要。豹哥立马嘚瑟起来，还是得乖乖出单张吧。来吧，老弟继续。车有车行1张 K， 别负隅顽抗了老弟，我知道你手里全是单牌，直接给你哥送过来吧。你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有什么意义呢？车有车行1张 Q， 看到对方又出了1张单牌，而且比上一张还小，这种时候上家都是从大往小出，争取1张单牌比地主大一点，又刚好能送走自己的队友。豹哥看看车有车行的单 Q， 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单 J， 嘴角都快点到天边了，真难受呀，真难受。嘿嘿，你还有4张牌，我就明着告诉你吧，呆小妹的牌一定比我小。车有车行1张 J， 旭旭抱抱不要，呆小妹不要。好，车有车行手里还剩下3张单牌，从大往小出，这3张一定都比单 J 小。车有车行面前的闹钟开始倒计时，豹哥靠在椅子上往后一仰，看得出来这个车有车行也是高手，他猜出来我手里的是单 J， 但你猜出来又能如何呀弟弟？在斗地主之神面前，你还有反抗的机会吗？豹哥颠着腿，快点吧老弟，别耽误自己，把单10或是单9打出来吧。倒计时即将结束时，车有车行单 J， 豹哥猛地一下坐直身体，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猛逼，揉了揉眼睛，没看错吧？单 J， 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上一张牌出的也是单 J， 这家伙2个 J， 豹哥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草了，他要弄你叔叔是吧？2个 J 你不出对 J， 你一个个出。好好，我看看你后面2张牌。话还没说，车有车行 J， 车有车行1张3，出完，豹哥瞬间血压飙升，我操死你个大闭嘴啊！你个贱东西你个！最后剩4张牌，3个 J 1个3，你不出3带1，你他娘的一张出，破防值加500。豹哥一手捂着心脏，一手指着摄像头，后槽牙都快咬烂了。
好你个车有车翔啊！好你个车有车翔啊！哈哈哈哈！真他娘的畜生啊！第一次看这个设计师直播，不当人种呀！在畜生设计师直播间看到他牌时，我就已经开始笑了。能想到3代一张一张出，也是人才。虾仁诛心，畜生设计师还真会斗地主啊！起码还能分析出豹哥手里最后一张是单 J， 也不排除这畜生在窥屏。规定车友车行不准窥屏，关我畜生什么事？在谁友们看来，规定好不准窥屏，结果窥屏了，这无疑是卑鄙、无耻、下流，令人作呕。但这不正是畜生设计师的人设吗？水友们这次还真误解了畜生，他还真没窥屏，解锁了赌神技能，记牌算牌都是只是小儿科，出老千才是核心。只能说网络斗地主限制了畜生的发挥，不然豹哥能体验一下什么叫四季如春。真该死啊！车有车行，打牌就打牌，还侮辱人，我套你个猴子！豹哥被气得上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默默道：不生气，不生气。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运气这么好，把武器增幅到加18，今天这点苦算什么？就当是还债了。下一局牌一发完，豹哥先是眯着眼，随后嘴角微微上扬。我擦嘞，这牌真好呀！豹哥别说了，每次发完牌你都说好，主打的就是一个自信。开局牌真好，中途老弟你打了你哥试试，结尾好好好，下局飞废了你。豹哥这把牌真不错。起手王炸，果断叫了地主，3张底牌将他残缺的顺子也补齐，还将他的3个3补成了4个3，2个炸弹。和之前那把2个炸弹不同，这一把大牌牌力充足，其他小牌也非常顺。哈哈哈！太对了，哥哥太对，流川枫流川枫，我爱流川枫。一番交锋起来，豹哥打的2人毫无还手里。最后局面上，呆小妹17张牌，1张没出，车友车翔手里还剩下6张牌，豹哥手里同样剩下6张牌，但这6张是2王4个3。呆妹看着手里的牌，忍不住吐槽道：这什么烂牌啊！4、5、6、7没有8，9、10 JQ 没有 K， 全是小对子，顺子也顺不起来。这把输定了。豹哥的状态恰恰相反，昂起头，用鼻孔看人，狂骂老爹，再给你叔叔狂一个试试。你叔叔手里4个3、2王，就问你怎么说。面前出现小闹钟，开始倒计时。豹哥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车有车行一定猜出来我手里2个炸弹，你叔叔就是不出，等到最后1秒再出。上把恶心我，看我怎么恶心你。都看着呀，是他先动手的。傻瓜牌，这牌给条狗都能赢，令人作呕。看到豹哥赢，比我输钱都难受啊。楚生此时也微微摇头，他自然知道豹哥手里的什么牌。这把输了，下一把吧。如果线下斗地主，楚生靠着出老千能百战90胜。为什么是90胜？那不得给韭菜赢几把。线上斗地主运气也非常重要。倒计时快要结束，豹哥道：让你见识见识你叔叔的大炸弹吧。第29章拆弹专家絮絮抱抱。豹哥对着摄像头一本正经地解释道：高超的猎手往往都会玩弄猎物的心态，现在咱们就是猎手。眼瞅着倒计时还有最后2秒，豹哥立马点击出牌，准备先手王炸，再来4个3。点好王炸后，在最后1秒，豹哥犹豫了。在那1秒，豹哥脑海中想了很多东西，我要不要先出4个3，最后王炸收尾，这样比较有气势。对了，打到现在外面还有8没见，外面是不是有4个8的炸弹？如果我先手4个3，拿4个8炸弹的人还是个超8，用4个8打了我再出王炸，这样我就能赢3炸。1个炸弹2倍，2个炸弹4倍，3个炸弹就是8倍，我还超级加倍，直接16倍，直接一波翻身农奴把歌唱。豹哥 1KB 的 CPU 高强度运转，立马收回王炸，该出4个3。结果时间快到， CPU 过载，然后絮絮抱抱3带1，3个3带1个大王，破防值加1000。噗哈哈哈哈哈！逆天，实在是太逆天了！尼玛，这操作直接给看潮了。3个3带大王，这是人能打出来的牌？快点给王炸道歉，我没开玩笑。赌神来了都得给你下跪。3个3，这个大王真的能给我带吗？你总是能做出让我两眼一黑的操作。在赢2炸还是赢3炸之间，豹哥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豹哥解锁全新称号拆弹专家，拆弹专家大马猴，拆弹专家大马猴加1。楚生看着豹哥的操作捧腹大笑，豹哥还是一如既往的潮啊。
他真的太懂直播了，逆天界的翘楚，直播界的天才，潮八界的王者，絮絮抱抱。此时的呆小妹，大大眼睛中满是困惑，不看弹幕，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是斗地主小菜鸡，记牌记不了一点，她根本不知道豹哥手里有2个炸弹，困惑道：3个3带一个大王，大王不是最大的单牌吗？为什么要带出去？这不是很浪费吗？难道这是高手才会的操作？而反观豹哥这边，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潮了。我操死你个烂嘴啊！我忍不住抽了自己2巴掌。我他妈在干什么啊？我是想，万一4个8在一架，我出4个3看能不能骗个炸弹下来。豹哥咬牙切齿，恨不得穿越回去再多抽自己2巴掌。这种名垂青史的操作，自己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啊！此时牌局，絮絮抱抱，3个3带一个大王，车有车行，不要。呆小妹看了看自己的牌，刚好有个3带。呆小妹3个 A 带1张4，絮絮抱抱，要不起。车有车行，要不起。此时全场的焦点聚集到呆小妹身上，呆小妹也立即紧张起来。自己是豹哥上家，而豹哥只有2张牌，万一自己出不好，很容易直接给豹哥放走。要不先打1张单牌。呆小妹1张5。正在懊恼中的豹哥看到这，忽然又来了希望。我1张小王，1张扇3，单牌中我小王最大。明知道豹哥不看弹幕，但弹幕依旧没有停止搞事。豹哥，单牌中不是大王最大吗？豹哥，请问大王去哪里了？哈哈哈，你们够了！要是老调能看弹幕，又要被气潮了。大王，再见了妈妈，今晚我要去远航。哈哈哈，名场面截图。絮絮抱抱，小王压死！豹哥看着场面，紧张的咽了咽口水，握着鼠标的手心开始出汗。自己手里可就剩1张单3了。场面上自己的小王的确是最大的单牌，但怕就怕车有车行，炸弹4个8，怕什么来什么。豹哥对着摄像头张大嘴巴，我套死你大逼嘴啊！你他娘的还真有4个8，潮了，这彻彻底底的潮了。好你个车有车行啊！豹哥嘴再张大一点，快来了！豹哥的一生之敌，车有车行。虚假的斗地主之神豹哥，真实的斗地主之神车有车行。不愧是你豹哥，扇3手中握，神仙也难救。车有车行，你很能打吗？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要有背景，要有实力。你混哪条道上的？原来是个小瘪三啊！而楚生脑海中也不断响起系统的声音：宿主破防絮絮抱抱，破防值加1000。炸完，楚生手里还剩下2张牌，1张单5，1张单4，2张牌都很小，但已经无关紧要了。车有车行，1张4。呆小妹虽然菜，但也知道自己要顶牌。呆小妹1张2。絮絮抱抱，不要。除了不要，他现在还能干什么呢？斗地主模拟器中没有投降机制，豹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蹂躏。车有车行，不要。呆小妹眨了眨眼睛，坏了，他们都不要，又到了自己出牌了，压力瞬间倍增。既然他们都只剩1张牌，那我就先把对子什么的出完。一套操作下来，呆小妹自己傻眼了，自己竟然还有8张单牌，而且都连不起来。完了，还有8张单牌，而且牌都不大，这下一定会把豹哥放走。现在只能希望车有车行的牌比豹哥大，这样豹哥不要，车有车行就能跑了。呆小妹有些沮丧，自己这破牌，神仙也难救啊。豹哥，你要不要看看我的牌，然后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呆小妹深呼吸一口，牌是自己的，再烂也要坚持去打完。呆小妹1张2。絮絮抱抱，不要。车有车行，不要。呆小妹1张 Q。絮絮抱抱，不要。破防值加500。呆小妹1张 J。絮絮抱抱，不要。破防值加500。呆小妹每出1张单牌，都像是在豹哥伤口上撒盐。楚生收获到了源源不断的情绪值，而呆小妹开始犹豫了，思考道：难道他们手里的单牌都很小？可是我接下来的2张单牌也很小啊，1张6，1张5。此时的豹哥面如死灰，累了，毁灭吧。第30张不洗牌模式直接被炸潮。呆小妹看着手上的2张单牌，1张5，1张4，小的不能再小了，完蛋了，这牌也太小了，我什么牌运啊？拿到这一副烂牌，这下一定会放豹哥跑。呆小妹面露苦涩，在做最后的挣扎，而豹哥则是挣扎都不挣扎了，在破防之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一个小瘪三还挣扎个毛线呀！
看着呆小妹迟迟不出牌，豹哥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好你个呆小妹啊，和车有车型学会了，开始套弄你叔叔了？知道我这把必输，开始拖延时间，故意搞我心态是吧？哎呀哎呀，真是气吵我了！”豹哥愤怒地捶打着键盘，键盘 HP 10000，破防值加500。在倒计时快要结束时，呆小妹叹了口气，打出一张5。絮絮抱抱不要，车有车行不要，这都不要。呆小妹心中满是困惑，但还是立马将最后一张单4给打出来。游戏结束，地主败北。此时豹哥和车有车行的手里最后的牌显露出来，絮絮抱抱扇3，车有车行扇4。啊！呆小妹看着豹哥的底牌，发出了致命提问：为什么会有人留一张3在手里啊？呆小妹皱着眉头，我记得豹哥之前出过3带1，为什么不带扇3而带一张大王呢？呆小妹思考着，忽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哎，不对，豹哥之前的3带1好像就是3个3，4个3拆成3带和一张单3。呆小妹知道豹哥斗地主是有实力的，自己这小菜鸡也不好妄加评论。这难道就是高手的打法？真高手！豹哥自己也没想明白，为什么4个3最后只剩下一张单3了？为什么留一张单3？是不合群吗？老女人赢不知道怎么赢的，豹哥输也不知道怎么输的。呆小妹还在困惑，而豹哥已经原地升天。豹哥，噗！妈的，原来这两人的牌这么烂啊！一个最后手里剩单4单5，一个人手里剩单4，这两副烂牌最后还赢了，我真是套你猴子啊！我破防值加100，一副牌让楚生收获了数千破防值。这下豹哥是彻彻底底的潮了，不懂就问为什么农民牌这么烂，地主还输了？一个单5单4，一个单4，不懂就问地主最后手里剩什么？哈哈哈哈！你们这是要把猴子气住院的节奏啊！不懂就多问问，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我美丽的心情。豹哥别破防，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豹哥点了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现在整个人潮的浇上汽油都点不着。不能破防，不能生气，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就当是还债了。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想着，妈的，这债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不会下辈子斗地主全是这种牌吧？以后豹哥发现自己被绿，就默念想想加18武器。有一说一，嫂子看着是真有感觉。嫂子开门，我是我哥。老调现在就开始破防，等游戏结束后，岂不是得直接朝进 ICU 呀？后面还要大破一把。为啥？忘了，车有车行就是畜生设计师，豹哥还不知道这点。哈哈哈 C， 想起之前畜生设计师送礼物，豹哥还客客气气的。等游戏结束，知道车有车行的真实身份，直接原地朝上天。豹哥此时被气得已经想要退游戏了。可下一局，游戏突然换了模式，不洗牌模式。豹哥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疑惑，斗地主还能有不同的模式？这个不洗牌是什么意思啊？现在不能看弹幕，没人解答他的困惑。当发牌之后，豁然开朗。豹哥瞪大眼睛，看着自己起手2个炸弹，终于明白什么叫不洗牌模式了。耶斯古德古德，原来不洗牌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手里都有炸弹，太棒了！这下你们正中你叔叔的下怀。你叔叔当年还有个称号叫炸弹血。吹完牛，豹哥双眸都快透出绿光。车有车型，看我这把飞废了你！一顿狂轰乱炸之后，豹哥和呆小妹也逐渐熟悉了不洗牌模式。连续玩了4把，中间有输有赢。有输有赢的意思是，有时车有车行赢，有时絮絮抱抱输。到了第5把，豹哥3炸，2王，4个 K， 4个8。耶斯古德古德，起手3个炸弹，有王炸，还有4个 K， 炸弹还不小嘞。除了3个炸弹，其他小牌也不错。叫地主环节，呆小妹不叫，车有车行不叫，豹哥漂亮，他们都不叫，这说明他们手里的牌很差。豹哥叫地主，3张底牌774，豹哥手里有一张7，刚好补成3带，而那一张4更是关键，直接将手里的3个4补成炸弹。豹哥手中的牌，2王单2，4个 K 对9，4个8，3个7，4个4，4炸，整整4个炸弹，哪怕是在不洗牌中也非常少见。太对了，太对了！豹哥激动的快要魔怔了，说着说着竟然哽咽起来。等了一晚上，终于等到了这样的牌，名牌，超级加倍！我要把失去的全部拿回来！豹哥极度亢奋道：“名牌，再名牌，马上头7都过了，哪有小孩一直哭，
哪有赌狗一直输？这牌是真好，难道豹哥要首胜了？豹哥摩拳擦掌，被羞辱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豹哥对着摄像头一本正经地分析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拿到的是傻瓜牌，随便打打都能赢。不，你们只看到了表象，实际上暗藏杀机。杀机就是……”豹哥吹真牛逼，忽然自己愣住了。操！老子这就是傻瓜牌，这么多炸弹，天下无敌，随便农民什么牌都能赢。他还真想不到到底能有什么杀机。自己有王炸，还有个煞2，这就意味着外面最大的炸弹也就是4个 A， 外面最大的炸弹就区4个而已。只要见了 A， 我们的王炸4个可以都是最大的炸弹。首先，我们先出一张单2，外面没王，起手煞2，他们就得下炸弹。絮絮抱抱2，车有车行不要，呆小妹不要。豹哥冷笑一声，怪不得不叫地主，原来他们手里都是烂牌啊！咋了老弟，一个煞2就怂了？都不要！豹哥立马将唯一的散牌打完。絮絮抱抱3个7带对9，这5张牌一出，豹哥手里剩下的牌全是炸弹。卧槽，真成炸弹絮了！玩个斗地主，遇到真地主了。V 你5块，这把给我玩，别不识抬举。车有车行4个10，压死！呆小妹不要！豹哥一看车有车行出炸弹了，瞬间更加兴奋了。狂！之前几局你跟我狂，这局我能继续让你狂下去。第31章，从名牌到名牌，车有车行4个10。豹哥现在看到车有车行出牌，血压就直接飙升。喜欢炸，让你狂，让你给叔叔狂。絮絮抱抱4个 K， 还炸吗老弟？你炸了你叔叔试试。车有车行4个 A， 呦呦呦，还敢炸？就不惯着你这个臭毛病。你4个 A， 以为你叔叔就怕了？你叔叔手里最不缺的就是炸弹。絮絮抱抱王炸。车有车行不要，呆小妹不要，还敢狂吗？见过王炸吗？老弟，车有车行，让你起这个贱名字，看叔叔给你办得烂烂的。豹哥将小人得志演绎得淋漓尽致，将全部的委屈和恼怒全部发泄出来。被干了这么多局，终于扬眉吐气，手里还有4个4和4个8，拿什么输啊？我都想不到输的可能性。絮絮抱抱4个4，豹哥炸弹刚落地，楚生立马开始反击。车有车行4个 J， 呆小妹不要，絮絮抱抱不要。豹哥还敢炸，还敢炸！你怕是不知道你叔叔手里最后4张牌是什么？豹哥刚吹完牛逼，注意到车有车行炸完后，手里就剩下5张牌，心里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妙，那一丝丝不安的情绪被快速放大，随后又摇了摇头，不会的，这绝对不可能。车有车行3带1对，3个3带对2，跑完，农民胜利！卧槽！豹哥张开深渊巨口，整个人陷入一种癫狂状态。破防值加1000，你他娘的，最后还真是3带2啊！你个贱东西，手里拿着这么多炸弹，这么好的牌，你不叫地主？好你个车有车行啊！拿了这么好的牌不叫，就等着故意坑害你叔叔是吧？好好好，妈的，自己也是傻逼，早知道让一手，别炸这么结草，我都想不到输的可能。我就喜欢你这样狂的弟弟。你叔叔手里最不缺的就是炸弹，有一说一，确实不缺炸弹，都打完了，手里还留着一个炸弹。豹哥，我不允许你骂自己傻逼，你骂完了，我们骂什么？从名牌到名牌，从此生物链上要再加一个车有车行克制絮絮抱抱。今天直播全是名场面，真名场面。豹哥，快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啊！豹哥龇牙咧嘴，紧紧咬着牙齿，嘴里不断念叨着加18武器，加18武器，只能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车有车行根本不想好好打牌，就是来故意针对自己的。下一把，呼啦呼啦，发完牌，豹哥下意识说了一句：“我擦嘞，这牌还真好嘞，这牌还真好。”别好了，你都好一天了，也没见你赢一把。扑克牌里你是王，麦当劳前你站岗，歌坛室里你最狂，数码宝贝小丑黄。豹哥，赶紧回去吧，蝙蝠侠说他不揍你了。没意思，遛遛我的电子宠物，豹哥可以摸以嘎蛋。没意思，遛遛我的电子宠物，豹哥可以摸以嘎蛋。加1，豹哥没看弹幕，专注在自己的牌上。这把牌真的有说法，王炸4个2，4个 A， 还有4个8，起手4个炸弹，而且3个最大的炸弹全在我手上。古德古德，这将是这一天最好的牌了，比上一把还要好太多倍了。车有车行叫地主，车有车行，
你还敢叫地主？你配叫地主吗？豹哥刚将鼠标移动到抢地主的位置，忽然又停住，立马点了不叫，随后露出渐渐的坏笑，嘿嘿，地主你拿去，看你叔叔马上给你炸得烂烂的。这不是我贱啊，上把他也是一手炸弹，结果不叫地主装弱，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嘿嘿，对手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加让人开心。豹哥在想，如果自己叫了地主赢了，只是自己赢2倍，而车友车行叫了地主，他就要输2倍，而且自己这么好的牌叫了地主，哐哐一顿炸，又是索然无味的一局。车友车行敢第一个叫地主，牌一定很好，他还沉浸在自己将要取胜的幻想之中。一会儿我哐当就是一个王炸，直接把他的幻想炸灭了。对局已经进入白热化简单，简简单单的斗地主模拟器，简简单单的牌局，但现在已经沦为尊严之战。豹哥压上了这辈子的斗地主荣誉，心里这口恶气不出，下半辈子做梦都是车友车行这4个字。赢重要吗？也许重要，但前提是让车友车行输，让他破防。豹哥已经幻想到，一会儿车友车行哐哐一顿出牌，就在以为快要胜利时，自己一个王炸，紧接着哐哐几个炸弹甩出去，让他彻底潮了。想到这里，豹哥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呆小妹不叫，身为小菜鸡，呆小妹非常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叫地主，当个农民在后面混就行了。车友车行成功叫上地主，底牌3张10。豹哥看了看自己的牌，刚好有1张单10，立马又原地高潮起来。古德古德，我手里有1张10，这3张10没有给车友车行补炸弹。在不洗牌模式中，每家手里都不缺炸弹，要是地主叫去，底牌没补炸弹，非常亏。别思考了老弟，快点接受制裁吧，还车友车行，叔叔马上给你的车行炸烂。视角来到楚生这边，网友们楚生看着手中的牌，都觉得他这把输定了，就这破牌也好意思叫地主？看了豹哥几把，已经摸清楚不洗牌模式的套路，起码要有3个炸弹才能叫地主，而且这3个炸弹还不能是小炸弹，不然很容易被打。畜生设计师就2个炸弹，4个 J 和4个9，就2个炸弹还不大。底牌3张10，废了，没王没2没 A， 除了炸弹最大的就是3张 K， 这把还真让老调赢了。叫来底牌后，楚生扫了一眼自己的牌，随后点击明牌，第32张5连飞机，直接秒杀。车友车行明牌，车友车行超级加倍。看到这个操作，所有人都傻了眼。不是大哥，你这就2个炸弹的烂牌也敢超级加倍？又一个被猴子传染的喜欢明牌。旭弟潮，你难道也潮吗？之前赢这么多，这下要一把输的回到解放前了。盲猜，旭弟现在在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狂的老弟。看到车友车行明牌的一瞬间，豹哥激动的眼睛一颤。明牌，我就喜欢你这样狂的老弟。瞧你那个熊样，你明牌我也明。旭抱抱明牌，哗啦啦，王炸4个2 4个 A 还有4个8，一手的顶配炸弹。明牌牌翻过来的瞬间，充满着冲击力，普普通通的牌上仿佛都不灵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这可比楚生手里那2个弱小无助的炸弹有冲击力多了。这么多顶配炸弹给狗都能赢，妈的，一时间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地主了。我要举报，群众里面有坏人。呆小妹眨了眨眼睛，盯着电脑屏幕，挖豹哥的牌好牛呀，这把又能躺赢了。其实呆小妹并不是很在乎输赢，当然能赢更好，反正自己只是过来凑数，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畜生设计师的约定，线下教自己开锁。哼哼，等你线下来找我，看我真不真实你就完事了。不过呆小妹还是想不通，豹哥之前为什么要把4个3和王炸全都拆了。不管了，高手的操作我怎么能想通？下播了问问去。豹哥此时翘着2郎腿，又开始颠起来，高傲的昂起头，用鼻孔对着摄像头，小小眼睛中带着3分不屑、3分不屑和4分不屑。不屑着，豹哥忽然发现车友车行这牌有些不对劲，心中惴惴不安，坐直身体，仔细去看这副牌，没有大小王，没有2，没有 A， 3张 K， 3张 Q， 4张 J， 4张9， 3张7，随后底牌又补了3张10。豹哥眉头一拧，自言自语道：这牌怎么看着有些奇怪啊？在倒计时快要结束时，车友车行飞机，春天，地主胜利。呆小妹，网友，豹哥，卧槽，发生了什么？
挂！斗地主竟然还有挂！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我只看到一个飞机飞过。豹哥在愣住 0.1 秒后，瞬间反应过来，破防值加2000。我套死你个大逼嘴啊！这2个炸弹是障眼法，3个9，3个13个 J， 3个 Q， 3个 K，5连飞机，然后带上3个7，3张单牌，加上1个9，1个 J， 刚好5张单牌。这个贱东西直接给炸弹拆了。卧槽牛批！虽然牌很好，但要给我还真不一定能看出来。注意力全都在炸弹上了。同样是拆炸弹，老调你看看人家，拆弹专家之间亦有差距，潮得烂烂的。豹哥还准备一个王炸，炸灭畜生设计师的幻想，结果自己被一个飞机给飞灭了幻想。4个炸弹握在手里出不去，太憋屈了。豹哥，根据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研究，炸弹和炸弹之间存在生殖隔离，无法繁育下一代。啥意思啊？意思是豹哥拿着炸弹爆窝。卧槽，没点文化都跟不上你们的梗了。豹哥这下是从天灵盖一直潮到脚趾头。豹哥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上蹦下跳。妈的，这个车友车行就是我的克星，我套死他娘呀！哎呦卧槽，4个炸弹，3个顶配炸弹，1个没出去啊！豹哥气的双眸都开始湿润。从自己3岁开始玩牌，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种屈辱。豹哥脸贴着摄像头，湿润的瞳孔有些涣散，整个人精神崩溃。啊？为什么啊？我再怎么猜也不可能连输10几局吧？这个游戏到底是谁在赢啊？啊！豹哥将崩溃、迷茫、无措表演得淋漓尽致，真情实感，没有技术，全是感情。豹哥已经破防到分不清到底是自己菜，还是命运喜欢捉弄自己。卧槽，真正的名场面截图了！这表演金马奖看了都得连夜打电话，建议纳入北影教材。享受这段表演看得真让人享受。老调，我来回答你吧，是畜生设计师在赢。操！不玩了！豹哥一怒之下直接退出游戏，以后谁再玩斗地主谁傻逼。这句话我见过，上次老女人也是这么说的，都逃不过真相定律啊。有一说一，网上玩斗地主好像还真挺有意思的。是呀，现实里哪能随时随地找到2个人陪自己玩，想玩就来一把，不想玩就退。而且网上玩斗地主更加公平一些，不会被人看表情啥的，想发泄就发泄，想骂人就骂人，完全不用顾虑。BYD 畜生设计师，快点把下载权限打开，我们要玩斗地主。呆小妹正惊讶不解时，看到左下角信息栏中的信息，絮絮抱抱退出房间。呆小妹忍不住摇摇头，感叹道：又是一个被畜生设计师破防的主播。豹哥，我懂你。大学城区派出所，陈队和刘小雨看着楚生直播。上次楚生说要发布新游戏，他们就所有警惕，防止这小子又搞什么幺蛾子。好家伙，竟然还能想到斗地主模拟器，这小子真是天才。没想到斗地主和网络的结合意外的好，虽然这不是他这次看直播的重点。陈队还是忍不住感慨道。刘小雨身为游戏发烧友，自然也是豹哥的粉丝，他光是看着楚生的直播都想象到豹哥现在潮成什么样。好在这次的游戏很正常。刘小雨道，只是斗地主模拟器，也没有涉嫌赌博。楚生改邪归正了，可他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陈队道，直播就不用看了，这次的游戏没什么问题，这2天还有行动，需要提前准备一下。第33章，楚生，给你叔叔上麦。听到陈队的话，刘小雨立马立正。是，陈队。虽然他还很想看看豹哥的录播破防视频，但身为民警，肩负着使命感，工作最重要。而且接下来的行动，他们跟踪布局了很久，终于快到收网的阶段。陈队双眸露出寒光，有些愤恨道：接到举报，天宝娱乐城涉嫌赌博、出千、诈骗，许多顾客中了圈套，被赌博害得倾家荡产，最后借了高利贷，一定要将这群人绳之以法。听着陈队的话，刘小雨双眸中也散发出坚定的光芒。赌毒害人，破坏了无数幸福美满的家庭。另外一边，光是几局牌局，就让楚生从豹哥一个人身上收获了数万情绪值。这个大潮吧，真是个情绪炸弹。豹哥退出游戏后，越想越气，心中不甘、委屈，沉默了好评几分钟后，又忍不住骂道：我套他猴子呀！这个车友车行真是个贱东西，为什么他每局牌都这么克我？明明这么好的牌，一局没赢啊！你自己喜欢名牌，能赢的局你还点错了，怪谁？拆弹专家。叮，豹哥手机忽然响起，弹来了呆小妹的语音。
豹哥，你不玩了吗？豹哥没好气道，我玩得掉啊，玩不玩了，气潮了都。呆小妹又发了一条语音，哦，好的，那我也下了哈。对了，豹哥，为什么你那副牌4个3和王炸要拆开呢？呆小妹没有任何嘲讽，而是真心发问，可越是虚心求教，越是让豹哥觉得丢脸。破防值加500。操！豹哥将手机扔在一边，不再理会。他以为自己的情绪已经差到极点，不，还能更差。豹哥看着弹幕，他都能想象到现在弹幕肯定满屏嘲讽，但却出乎意料。车有车行就是畜生设计师，车有车行就是畜生设计师，车有车行就是畜生设计师。满屏重复的弹幕，疯狂提醒着豹哥，他们是想告诉豹哥真相吗？不，对于看乐子不嫌事大的观众来说，他们只是想要探索人类破防的极限到底在哪。絮絮抱抱盯着弹幕，嘴巴张大，愣了10几秒，木讷地说道：“楚生就是车有车行。”他本来对楚生还挺有好感的，年纪轻轻就能独立设计游戏，创意天马行空，售价也只要1块，来自己直播间，二话不说直接刷礼物。但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楚生的阴谋。破防值加2000。好啊，你个楚生，先是给我刷飞机，吸引我的注意力，邀请我玩游戏，然后自己去创建一个小号来狙击我。好好好，你身为游戏设计师，故意调代码参数来针对你叔叔是吧？豹哥指着摄像头，整个人像是随时爆发的火山。他十分笃定楚生的牌这么好，一定是私下里调代码，故意搞针对，根本没有考虑可能是自己太潮的原因。这一招我好像见过，一招先吃遍天呀。老女人，这个我熟。本以为老女人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有人比她还潮，这是谁的部将？此乃上将大马猴。不过畜生设计师真的调代码了吗？应该没有， BYD 畜生还是有底线的，上次破防老女人也是靠实力。弹幕讨论着，但豹哥此时已经彻底破防，打开了直播连麦模式。楚生，快点给我上麦。楚生看着屏幕中弹出的连麦邀请，故意犹豫不点。斗地主破防豹哥只是破防 1.0， 看着打了鸡血般不断增长的情绪值，楚生意识到豹哥简直就是行走的破防库，立即启动破防 2.0 计划。豹哥看着楚生迟迟不上麦，开始急了。楚生啊楚生，我操你个猴子！身为男人，你要有责任有担当，坑了人就跑，别让你叔叔看不起你。呆小妹直播看豹哥直播，开始套娃。呆小妹深深叹了口气，仿佛在豹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豹哥，我懂你，这畜生设计师肯定不敢上麦，不过你放心，我会帮你线下真实他的。呆小妹话音刚落，突然美眸一颤，我擦，畜生设计师竟然还真敢上麦，这么勇的吗？畜生设计师出来受死。 BYD 畜生，先把斗地主模拟器的下载权限打开再死，我要玩斗地主。不过这次畜生设计师终于是改邪归正了，一个斗地主模拟器不至于被请去喝茶。上次畜生和老女人连麦，民警找上门，老女人被吓得差点原地升天。魔都大学校门口，王处长和几名宣传处的警察来到这里。王处长忍不住感慨道，虽然同在魔都，但好多年都没回母校了。一旁的警员道，魔都大学不愧是华夏顶级学府，人才辈出，楚生小小年纪就能独立设计如此优秀的游戏。另一名警员说道，王处长，楚生辅导员的电话打不通了。王处长道，可能魏老师在上课，我联系了他们院的副院长，他给我们引荐楚生。此时办公室内，嗡嗡嗡，魏玲玲的手机不断震动，但魏玲玲的注意力全在游戏上，玩盗贼模拟器，玩的整个人都魔怔了。呜呼，终于把保险箱开了，解锁第3关。1下午的时间，魏玲玲通关了前2关。身为高学历的网瘾少女，智商和游戏天赋双在线，通关速度远超普通玩家。终于解锁第3关了。魏玲玲在看开锁教学视频时，无意间看到盗贼模拟器第3关的介绍，火车站偷手机，这听着就很行，终于有一种真正当小偷的感觉了。魏玲玲瞥了一眼手机，骚扰电话，不管了。摩拳擦掌道，嘿嘿，听说第3关很有挑战性，这正适合本游戏天才。可怜的乘客们，没有一部手机是无辜的。点击开始。魏玲玲以为自己点击是开始游戏，殊不知那是被楚生玩坏的开关。第34章，豹哥，我想咨询个感情问题。豹哥直播间内，楚生连上麦，豹哥眼睛一瞪，满脸的诧异惊喜，还以为这 BYD 设计师要直接跑路，没想到还真敢上麦。好你个楚生，这下
让你叔叔逮住了吧？旭帝笑了。非战斗人员请撤离，豹哥要开始发威了。豹哥那张加18的嘴，喷起人来贼猛。畜生设计师直接上麦，难道要硬刚豹哥？总感觉这 BYD 上麦没安好心。哈喽豹哥呀，我是你10年老粉。楚生上麦后第一件事先套近乎，豹哥黑着脸，眼神好似要刀人，丝毫不吃楚生这一套。你先别和我套近乎，来我就问你，你身为游戏设计师，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取胜，你还是个人种吗？楚生弱生生道，豹哥，我没有作弊啊。豹哥冷笑一声，气得直点头，道，好好好，嘴这么硬，到现在还死不认识吗？那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一局没赢啊？楚生第一次见到全输了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这就是国服第一增幅加18的嘴吗？豹哥，你想知道真相吗？美团优选配送员可以告诉你答案。你猜到家了，2王4个3能被你拆成3带1，这特么能怪谁？楚生还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豹哥，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不出3带1还是能赢的？楚生十分委婉地说道。破防值加300。被揭伤疤，豹哥突然骂道，让你连麦上来承认错误，你特娘的还继续羞辱我。这么多观众看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肯定是作弊了。我知道你在魔多，信不信你叔叔直接1张飞机票，咱们线下直播斗地主？干嘛老弟？猴子的嘴还是一如既往的硬啊。喜欢名牌，喜欢当拆弹专家，你不输谁输？这 BYD 设计师都有案底的，会打牌还不正常？有一说一，这一波我站畜生设计师。提醒豹哥时还是挺委婉，挺有礼貌的。兄弟们清醒点，忘了前几天这 BYD 丑陋嘴脸了吗？猴子不会真线下去找畜生设计师，线下直播斗地主吧？肯定不可能，旭弟就是口嗨罢了。没错，现在的豹哥的确只是口嗨，他还没破防，上头到线下去真是楚生。当然，只是现在还没破防到那个程度。楚生的破防大马猴 2.0 计划才刚刚开始，要是豹哥真来线下，以楚生的出老千手法，能让豹哥把他内裤都输没了。豹哥还准备继续骂，谁知楚生突然开始道歉，语气诚恳道，老师愿意相信你，你真是忘了带作业。豹哥，我看了你很多年直播，很喜欢你，但因为是穷大学生，没钱刷礼物。上一款游戏赚了点小钱，第一时间就来给你刷礼物了。但我真没作弊，只是想要邀请你体验一下新游戏。如果让你有了什么不好的体验，我向你道歉，真的很对不起。畜生设计师，你的行为让我感觉作呕，我还是喜欢你桀骜的样子。呜呜，太感人了，楚生看来真是大马猴铁粉。旭弟，快点给楚生道歉，人家赚钱第一时间就来给你刷礼物了，太感人了，家人们，感动华夏10大神游。兄弟们，快清醒点，别中了 BYD 畜生的蛊术了。弹幕纷纷被楚生的真情流露给感动到，也有个别人间清醒的网友时刻警惕着楚生的糖衣炮弹。豹哥情绪都酝酿好了，正准备开骂，可听到楚生的一番话，一大堆脏话又咽了回去。豹哥眉头紧皱，一时间不知所措。唉，仔细想想，自己这些年直播都为了什么？工作嘛，肯定是为了赚钱，但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喜欢自己的粉丝，能在赚钱的同时还能给其他人带来意义，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看到楚生这么支持自己，豹哥一时间感动盖过了愤怒。打个牌而已，自己怎么能去骂支持自己喜欢自己的谁有呢？豹哥越想越愧疚，要不是及时住嘴，可能半夜起床都要给自己2巴掌。我真该死啊！楚生道，豹哥，真的很抱歉，我现在没钱，马上斗地主模拟器开启下载，又会有一笔钱进账，我到时会给你刷礼物。楚生这2句话说的让豹哥百般不是滋味。怎么说，对方还只是个学生，游戏还只卖1块钱，自己怎么好意思问他要礼物？不用给我刷礼物，有了钱多孝敬父母。豹哥语重心长道。楚生道，豹哥，其实我还有一个感情问题想向你咨询。豹哥本就满心愧疚，一听感情问题自己能帮忙上，立马来劲了。 Who am I? I am 探花猴，最懂的就是感情问题。豹哥连连点头道，你说，我一定会尽力帮你解答。楚生开始酝酿情绪，开始实施破防大马猴 2.0 计划。我女朋友吧，就是先天有些病，听不到人说话，自己也不能说话。听到这，豹哥扬起的嘴角逐渐降下来，本以为是要不要追女孩，怎么追女孩的事，没想到一上来就这么沉重。楚生说的很委婉，但大家都知道他女朋友是聋哑人。卧槽，没想到这 BYD 还有这段故事，还以为大学生之间的情爱很简单。年纪大了，眼睛里容易进转头，听不来这些，我已经能猜到后面的内容了。楚生继续说道，
但是现在家里人要给我再介绍一个，我怎么办呢？听到这，豹哥沉默了几秒钟，深吸一口气道：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豹哥认真道：我觉得一个人活着，要对身边的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个人负责。我不是让你放弃你的女朋友，我相信你和你女朋友感情很高，但也要衡量一些来自家庭、来自未来的东西，责任和爱之间来抉择。杀我别用纯爱刀啊！呜呜 ，BYD 设计师，我原谅你1分钟。兄弟们清醒点啊，这 BYD 不是好东西啊。第35章，把女朋友气放了。豹哥眉头紧锁，这种两难的问题实在有些棘手。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但现在离开也不合适，这个很难去和你说。你现在要怎么选择？你需要有自己的衡量。此时，楚生传来哽咽哭泣声。豹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豹哥一听，心里更难受了。你别哭呀，哭解决不了问题，咱们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嘛。戴小妹此时看着直播，前所未有的安静。她一向比较感性，听到楚生哽咽，自己眼眶也微微湿润。没想到楚生还有这段故事。他只是个大学生，想靠设计游戏赚点钱，他有什么错？太感人了。豹哥此时说话已经有些结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又很想帮助楚生。在为别人考虑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庭，衡量这些会对你未来家庭的影响，对吧？楚生道：行，豹哥，我明白了，我遵从家里的意见吧。听到这句话时，豹哥心一凉，显然楚生是要放弃现在的女朋友。豹哥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总感觉对不起那女孩。可站在一个30多岁已婚男人的角度，楚生也有自己的未来。哎，世界上哪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现实不是电视剧总的剧情，人总要面对现实的。正在豹哥和水友们纷纷感伤之时，楚生一句话，瞬间让全网破防。豹哥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把我女朋友气给放了。豹哥一瞬间还没反应过来。把气放了？你对象不是聋哑人吗？你对象放弃？难道是？豹哥突然反应过来，破防值加3000。我操死你个大闭嘴啊！我特么这么认真和你分析，你和我整这个，你特么不是畜生，你是真畜生啊！好，到现在还想着整你叔叔是吧？豹哥彻底上头，气急败坏。看到弹幕中飘过的，豹哥不要破防，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豹哥咬着牙，想想自己的加18武器，自己要忍住。忍？我忍你 MLGB 啊！豹哥越想越气，破防值加1000。畜生，你彻底激怒了你叔叔，你等着吧，我现在就把买票去魔都，咱们线下碰一碰。噗，哈哈，神他妈把气疯了！逆天的设计师，逆天的主播，豹哥破防，再创新高，这尼玛加20武器也镇不住啊！我特么都带入进去，准备掉小珍珠了，你来就给气放了，畜生啊，特么呀，畜生啊！啊，这 BYD 畜生见的到底有没有底线？以为你说的女朋友，谁知道是娃娃，还特么不能说话，老弟你买的不太智能啊！哥，求个链接。不仅豹哥破防，全网观众也一起破防。楚生收获源源不断的破防值。我就说这 BYD 不是个好东西。警察叔叔，还是快点把楚生关进去吧，别让他出来害人了。手动@大学城区派出陈队。豹哥，线下打人，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豹哥道：法治社会，我不打人。楚生，我去魔都找个地方，咱们线下约战，就继续玩斗地主，公平公正公开，谁输了谁当着全网道歉。呆小妹只是看着直播，都忍不住咬紧牙关。她太能理解豹哥的感受了，这 BYD 畜生简直贱得到没边。看着破防到发癫的豹哥，呆小妹觉得楚生对自己还算仁慈。豹哥，你放心，小妹我帮你报仇。她现在还等着楚生的线下教学，已经准备好各种道具，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折磨楚生。楚生看着豹哥的状态，这老调是准备来线下真实自己啊。不过一想，线下直播斗地主，到时候又是一波巨大的热度。他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20.05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3.215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86221，情绪值193085，情绪值已经接近20万。要知道开播前也才12万，短短时间暴涨了7万。这其中最大的功臣便是豹哥，豹大将军一个人就贡献了2万左右的情绪值。旭帝不愧是旭帝，破防起来无人能及。虽然从豹哥身上收获了不少情绪值，但解下锁一款游戏
需要50万的情绪值。楚生当即答应了下来。好，地方你来挑。答应的这么爽快，总有些不祥的预感，莫名有些可考的味道。只是斗地主，他们又不赌钱，能出什么事？你要想想，这 BYD 设计师可是一天进去喝2次茶啊！一如既往的贱逼，但感觉畜生现在从良了。这次新游戏也没引来警察叔叔，行不行啊，细狗？豹哥快气成了甲亢，已经等不到飞到魔都，恨不得现在就办烂楚生，脸贴在摄像头，好似快要从屏幕中出来，对着畜生一顿狂喷。楚生嘛，人如其名，不就是言语攻击吗？只要脸皮够厚，毫不在乎，往自己的椅子往一躺，赚这钱，听着豹哥的 rap， 还不用去喝茶，享受。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自从那天陈队敲门，楚生现在对敲门声都有心理阴影了。请问楚生同学在寝室吗？屋外响起声音。楚生一怔，他认得这个声音，是自己学院的副院长。我在。楚生说着，立即去开门。他的桌位就在门边。刚打开，楚生脸一黑，无他，因为副院长后面还站着几人。他还看到那身制服。楚生双眸狂颤，下意识有了声音反应，口腔之中分泌出了茶多酚的味道。刚刚还不口渴，这是怎么回事？这该死的宿命感！副院长，我可也算是你的学生啊，你怎么把条子引进来了？第36章，这下遇到真叔叔了。楚生看着副院长身后笑盈盈的王处长，心想这人没见过呀，又是哪个片区的民警吗？寻思着自己最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难道破防豹哥算是虐猴、虐待保护动物？王处长道：你就是楚生？楚生看到那身制服，条件反射道：我姓名楚生，年龄24，性别男，职业学生兼游戏设计职。楚生自报家门，省去流程。门清，生活就像那啥，既然无法反抗，那就自觉点先脱光衣服。楚生和豹哥连着麦，同时自己也开着直播。当镜头中出现那身制服时，直播间弹幕瞬间炸了。又来，这是设置了定时吗？喝茶圣体果然名不虚传。警察叔叔，我要举报，这里有人虐猴。卧槽，有条，呸！警察叔叔你好。畜生设计师自我介绍熟悉的让人心疼，这个就叫专业。王处长一愣，呵呵，年轻人的自我介绍就是不一样，毕竟是求人办事。他主动上前伸手道：楚生同学你好，我是魔都市公安厅宣传科王处长。楚生机械地伸出手，之前还在想这大叔是哪个片区的民警呢，听到对方介绍还愣了一下。公安厅是哪个区？魔都市还有这个区？什么？公安厅。楚生瞳孔不自觉放大，握手的手臂都开始微微颤抖。卧槽，摊上大事了！什么？公安厅还是个处长？畜生设计师坦白从宽，快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越来越行了呀，之前还在派出所，一下子上升到公安厅，你小子怎么还越级挑战呢？神特么越级战斗，你们真是什么活都整啊！不愧是圣子，越级战斗太可考了。怂了，这是真惹不起。楚生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纷纷大受震撼，震惊值+2，震惊值+5，震惊值+3。王处长还没介绍此次前来的目的，就听到电脑中豹哥在狂吠：你他妈就是个纯畜生啊！看你叔叔去线下飞废了你到时候豹哥平时直播偶尔也说脏话，但总体还是比较有素质的。今天破防到了极点，把这辈子能想到所有的脏话全部喷出来。一旁跟着一起来的警员和副院长脸上流露出尴尬神情。这哥们谁啊？在宣传处处长面前1秒18喷，这是谁的部将？这么勇的吗？王处长微微皱眉道：这位先生，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上网时也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共同创建一个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豹哥一听顿时不乐意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那特么楚生就是法外狂徒。你谁啊？敢管你叔叔的事？叫楚生给我过来，自己骂不过就换人了是吗？豹哥和楚生之间是连麦，所以根本看不到那一身制服，现在红温上头也没去看弹幕。豹哥谨言慎行啊，这下设计师有喝茶搭子了。恭喜豹哥喜提增幅18的银手镯，出息了，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豹哥吃牢饭。等等，豹哥要是被抓，那我就有机会了。嫂子开门，我是我哥，娶嫂子需要注意点什么？听着电脑中豹哥的声音，众人全都一愣。楚生站在一旁
更是尴尬的脚趾头快扣出3室一厅。想要出言提醒，可王处长站在一旁，他也不好开口。豹哥呀，豹哥，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你这下是真要潮了呀！天天自称叔叔，这下遇到真叔叔了，你还敢这么狂？可怜嫂子貌美如花，下半辈子要守活寡了。豹哥你放心，你进去后我会帮忙照看好嫂子的，到时候帮你养得白白胖胖，再送你一个2胎，嫂子交给我照顾你不亏，等你出来了还你俩。楚生在一旁想入非非，不怪曹老板好色，只怪人气太迷人。王处长眉头一皱，道：这位同志，网络上辱骂公开他人，涉嫌威胁他人人身权益，这也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会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豹哥听到对方叫自己同志，怒火瞬间减少，整个人也清醒了几分。这说话的语气有点不太对劲呀。豹哥心里泛起了嘀咕，瞬间有种不妙的预感。这畜生设计师找了什么帮手在身边？想起这设计师的特殊体质，心里愈发的不安。豹哥先没有说话，而是点开楚生的直播间，看到画面中身穿制服的王处长，瞳孔瞬间缩小。那一刻，他的心脏差点骤停，双腿直打哆嗦。卧槽！警察！这下遇到真叔叔了。这小子不是在学校寝室吗？为什么寝室里会有警察？来找抓捕楚生的吗？豹哥小小的脑袋飞速运转，差点给自己 CPU 干烧了。网络上说的果然没错呀，史上最型游戏设计师，天生喝茶圣体。豹哥瞬间欲哭无泪，你小子特么开挂啊！说好的网上对喷，开启双亲保卫战，化身网络钢琴家，你他娘的竟然找帮手，而且还特么找警察，这可谓是杀敌800，自损10万啊！不就是一场网络对喷吗？你为了赢，把自己后半辈都搭进去了。豹哥看到制服的那一刻，全身紧绷，身体僵硬，紧张到开始往里缩，肛门不自觉的夹紧。你好，请问你是哪一位？豹哥畏惧到喉咙里发出性感的颤音，哈哈，笑死我了！豹哥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澈。王处长，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像极了峨眉山的猴子被仙人扶顶，遁入道门，开了灵智。豹哥告诉我，现在谁才是叔叔？王处长自然不会和豹哥多计较，只是遇到这种事，自然得提醒2句。我是魔都市公安厅宣传处工作人员，鄙人姓王，你可以叫我王处长。此话一出，豹哥瞬间脑袋嗡的一声，啥玩意？来找你的还不是一般的小警员？处长，你特么知道这个职位的含金量吗？第37章挑战不说脏话，第一天 TM 的开始。听到处长2字，豹哥血压瞬间飙升，刚才看到制服还只是差点心脏骤停，而现在是真停了，震惊直加2000。豹哥坐在椅子上，双腿往后一蹬，远离摄像头，露出全身，紧接着便是豹哥的招牌动作，猴子拜年，对着摄像头一顿磕头。哎呀，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就是一时嘴贱。你饶了我吧，叔叔，我平时非常有素质，从来不骂人的。直播间观众看到豹哥逗逼模样，笑开了花。畜生设计师果然改变了游戏界的格局。是啊，以前豹哥都是跪拜马哥，现在直接该跪拜叔叔了。以前是为了装备增幅成功，跪马哥，现在是为了下半辈子，跪叔叔。这畜生设计师横空出世，竟然硬生生将游戏界和警界融合起来。别人家厂商都是和大 IP 梦幻联动，到了 BYD 这成了噩梦联动。我就问你联没联动？联动了。那我问你，这 IP 够不够大？大，太大了。王处长本就没生气，看到豹哥的样子，忍俊不禁。不用这样，这次你只是初犯，情节不严重，给予投口警告就行了。以后直播时要讲文明懂礼貌，树立社会标杆。豹哥如获大赦，坐回电脑前，身体板正，脸上没了一点笑容，脸色凝重，认认真真听着教诲。我一定改掉自己的毛病，给直播间的观众们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王处长点点头。身为主播，无论大小，都是公众人物，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听到这句话，豹哥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升华了，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任。王处长道：你先忙自己的工作吧，我找楚生同学还有点事。豹哥礼貌再见，随后用最快速度挂断了和楚生的连麦，心脏砰砰直跳。乖乖，今天真刺激。不过豹哥握紧拳头，好你个楚生，先是斗地主坑我，后来又找警察，等着吧，我现在就买机票飞魔都，线下斗地主飞废了你。紧接着豹哥又看向直播间弹幕，我和楚生是个人恩怨，但刚才警察叔叔说的话非常正确，以后我们这里就是文明直播间，谁他娘的
再敢在直播间说一句话脏话，我非撕烂你的大逼嘴！挑战不说脏话，第一天特么的开始。好家伙，王处长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素质主播，爱了爱了，兄弟们点点举报。王处长找畜生设计师干什么？别问，问就是喝茶。寝室内，楚生看着王处长，同样也紧张起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楚生自认为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但连续的喝茶经历让他有些 PTSD。王处长，你找我什么事？楚生道。王处长露出和蔼的笑容。回去喝茶，慢慢聊。楚生瞬间脸一黑。好家伙，我就知道，终归是逃不掉喝茶的命运。楚生的直播还没关，观众们纷纷看热闹，不嫌事大。圣子依旧稳定发力。恭喜 BYD 畜生又解锁了新地图魔都市公安定宣传处。警察叔叔啊，这次一定要关好畜生，别让他又跑了。BYD 畜生被判刑之前，先把斗地主模拟器的下载权限打开啊！楚生在去喝茶前，将直播间关掉，然后打开 BYD 平台，将斗地主模拟器的状态从预售改成可下载的状态。最后在离开前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212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3715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89221，情绪值201566。伴随着王处长的到来，众网友和豹哥震惊，情绪值突破到了20万。斗地主模拟器正式发售，情绪值还会暴涨一波。楚生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后情绪值会涨多少，前提是自己还能回来。心里默默道，希望宣传处的茶能好喝一点吧。大学城区派出所，陈队那里的茶味道有点苦。青阳区派出所，李队那里的茶味道有点淡。当晚9点，晚自习下课，魔都大学计算机与科学学院教师办公室内，音乐学院的杨老师下班准备收拾东西回家，走进办公室便听到一阵诡异到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嘿嘿，嘻嘻嘻，嘎嘎嘎，哦吼吼吼！杨老师心里一紧，这特喵的是什么声音？潘朵拉星人开始入侵地球了？谁在那？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魏玲玲露出半颗脑袋，美眸满是血丝，神情憔悴，但脸上却挂着诡异的笑容。嘿嘿嘿，你好呀，杨老师。这个状态怎么形容呢？像是被 SQ 的干尸感受到了水的滋润。别问为什么是干尸，有些人 XP 就是这样。杨老师快步走过去，担忧道：玲玲，你生病了吗？魏玲玲像是被抽走了大脑，失去了智慧。没事，嘿嘿，我现在非常他喵的精神。杨老师看到电脑屏幕中的盗贼模拟器道：你一直在打游戏吗？魏玲玲亢奋道：这游戏巨好玩，画质精美，可玩性高，剧情丰富多彩， NPC 设计用心，流畅运行，没有 bug。 制作游戏的原画师，他的画应该供在艺术馆里。制作游戏的程序员，他的脑袋绝对是一根毛都没有的资深专家。而游戏的设计师，他特喵的就应该死在娘胎里。杨老师一把抓住魏玲玲不老实的小手道：道理我都懂，但你为什么要把手伸到我包里拿我手机？魏玲玲一把缩回去，讪讪笑道：嘿嘿，不好意思，职业病。杨老师脸一黑，神特么职业病？你一个游戏设计专业的老师，职业病是偷手机？第38章，他劣迹斑斑，我清清白白。你这不是职业病，是游戏后遗症。杨老师黑着脸道：嘿嘿。魏玲玲憨憨笑着。杨老师忍不住叹了口气：哎，你别在大街上偷别人手机，那可是要去喝茶的。魏玲玲头摇的和拨浪鼓一样：怎么可能嘛，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我又不是傻子。以魏玲玲现在的精神状态，杨老师很是担心。魏玲玲忽然贼兮兮道：杨老师，这款游戏的设计师虽然是个畜生，但还是非常值得玩的。淋过雨的人都会把别人的伞撕碎，可这款游戏的设计师不就是楚生吗？杨老师道。魏玲玲一愣，自己玩游戏上头，差点忘了楚生就是设计师。好呀，设计师就在身边，到时候破防了，自己就拿着50米大砍刀冲进男生宿舍，和楚生来一波皇城 PK。 杨老师收拾好东西道：游戏我有空再玩，你也别玩了，快回去休息吧。魏玲玲乖巧的点点头，再玩最后1个小时就回去。杨老师有些无语道：你自己注意点时间，明天你课挺多的。好的。送走了杨老师，魏玲玲兴冲冲的复活重来。我魏玲玲可是要成为道地的女人，区区10部手机，
我以楚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发誓，1个小时内必定通关。另外一边，魔都市公安厅宣传科办公室，王处长坐在楚生对面，二人大眼瞪小眼。王处长把想要通过游戏宣传反扒反窃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完，王处长道：“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沉默半晌，楚生开口道：“所以你们不是来我抓我的？”王处长神情古怪：“当然不是。那你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或是意见吗？”虽然楚生只是一个大学生，但王处长还是非常尊重他的看法。楚生想了想，端起面前的茶水，吸溜吸溜，哈。随后楚生咂摸嘴道：“建议吗？倒是有点。”王处长认真的点点头道：“宣传普法应该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乐意听取像你这种有想法的年轻人的提议。”楚生道：“我认为宣传处应该换新茶叶了。”王处长，楚生有理有据的说道：“茶叶存放时间太久，味道干苦，不如大学城区派出所的茶水甘甜。其次，茶叶复杂太多，不如青阳区派出所茶水喝起来顺畅温润。”王处长脸一黑：“好家伙，年纪轻轻，阅历不浅啊！没想到你还是一位隐藏的品茶大师。但你品茶的地方有些不对劲啊，喂！去过这么多派出所，怕不是惯犯吧？”王处长想起楚生那句“你们不是来抓我的”，忽然感觉自己和楚生合作是上了一条贼船，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看着楚生那双清澈愚蠢的眼睛，王处长欲言又止。唉，王处长深深地叹了口气，心想道：他只是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和政府合作，他肯定不会乱来的。一个大学生因为一点意外连续进2次派出所，不是很正常吗？应该只是自己想多了，应该吧。王处长何苦叹气？楚生问道。王处长开始疯狂自我噗啊！我不是问你茶水，我是说帮助反扒反窃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楚生腼腆的笑了笑。王处长，那啥，嘿嘿，有奖励。王处长心领神会，毕竟还是个学生。有的，宣传科会给你颁奖颁证书，对你以后找工作考公都有好处。你帮我们宣传的同时，我们也在帮你宣传游戏。如果宣传效果好，会一次性奖励5到10万。政府奖金一般都不会太高，但这对楚生的诱惑是致命的。10万！楚生激动到飙出太监音，自己一份游戏1块钱，要卖10万份游戏才能赚到这个钱。王处长道：这要看宣传效果的，你考虑的怎么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琛哥，不是王处长，又便宜不占王八蛋。何况这还是薅政府的羊毛。证书奖金先不谈，自己帮政府宣传反扒反窃，政府同样能回馈到自己。自己现在解锁了2款游戏，想要解锁下一款需要50万的情绪值。通过直播宣传已经遇到瓶颈，毕竟这个世界的游戏直播不像前世这么火热。楚生可以通过自己设计的游戏，一点点帮游戏主播破圈，提高热度，但这需要时间，还需要解锁更多有趣快乐的游戏。因此，楚生急切一个宣传曝光的机会。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还有什么比和政府合作曝光更大的？毕竟是正规军，小小短视频平台敢不给我流量，给你老家端了，信不信？只要合作顺利进行，楚生能在短时间积攒情绪值达到50万，解锁下一款游戏凶手模拟器。王处长问道：我对游戏方面不是很了解，你有什么宣传思路吗？楚生道：在游戏内植入广告，玩家死亡后会加入审讯教育的旁白，死亡次数多了，需要观看反扒反窃宣传视频才能复活，游戏的场景也可以进行植入。王处长闻言双眸一亮，妙呀，游戏和宣传完美结合，也不会显得突兀，还是你们年轻人有创意。楚生趁热打铁继续说道：王处长，我最新还发布一款斗地主模拟器。楚生害怕误会，紧接着又说道：休闲娱乐为主，不涉及任何赌博，我本人也不涉及参与任何赌博。那个说脏话的大马猴我也不认识，他劣迹斑斑，我清清白白。王处长看出他的担心，笑道：你放心，政府还是非常宽容的，你的游戏可以放心运营。王处长看着楚生笑盈盈的样子，反应过来，你是想利用斗地主模拟器宣传反赌？第39章，这种人就该拉出去枪毙。楚生小鸡啄米般乖巧的点头，这太好不过了。王处长高兴道：没想到还买1送1，宣传反扒反窃还能宣传反赌，魔都市就需要你这样优秀杰出的青年。楚生眼中闪着光芒，斗志满满道：身为魔都市大学生，身为祖国的花朵，我楚生从娘胎里就在思考如何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建设国家
舍我其谁，创造美好社会，吾辈义不容辞。一番慷慨激昂的说辞，让王处长感动不已。这充满朝气，充满活力，还满身抱负，这才是当代年轻人的模板啊！多少年没见过这么优秀的大学生了。自己想与他合作，他还买一送一。为宣传科，为社会着想。王处长眼眶微微湿润，道：好孩子，现在社会就需要你这样的，所以奖金能20万不？楚生真诚道。王处长表情瞬间凝固，一肚子夸赞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卡死在肚子里，有种裤子都脱了才发现，卧槽，你的怎么比我的还大？你这……王处长一时间被整不会了。楚生瞪大眼睛，一脸单纯道：你不会还想买一送一吧？什么创建美好社会，什么社会主义接班人，什么吾辈义不容辞，这些的基础都是先填饱肚子。国家要富强，社会要建设，祖国的花朵也需要滋润呀。王处长无奈的点点头。行吧，只要宣传效果好，奖金不是问题。政府每年用于宣传的拨款非常多，这20万不过是9牛1毛，何况人家楚生还是改游戏内容给你宣传，人工费总不能让人家贴吧？现在互联开发公司一款像样点的软件，开发成本都得10几20来万的，你这个宣传方案多久能落实？王处长问道。明天。楚生道。王处长眼睛放大，诧异道：这么快？他虽然不懂编程，但这种项目起步不都得5天10天的吗？何止是明天完成？楚生当场就能实现这些操作。盗贼模拟器下载量突破5万时，楚生就解锁了对盗贼模拟器的修改权限，可以随意操控小版本的更新迭代，不要任何人工费，也不要时间成本。至于斗地主模拟器还没解锁这个功能，楚生发现每款游戏达到一定下载量时，奖励的东西不同。现在下载量是8万多，或许达到10万就能解锁修改权限。自己和豹哥连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抓，又是一波大热度。今天晚上回去，下载量必定会突破10万。楚生说明天完成，是为了尽快把钱赚到手，以免再出什么幺蛾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王处长怀疑。王处长点点头道：好吧，如果来不及完成，晚几天也无妨。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王处长贴心道：这个点公交车已经停了，我叫人送你回学校吧。警车内，2位巡逻警察开着车，顺带送楚生回学校。坐在副驾驶的警察同志开玩笑道：第一次坐警车，害不害怕？第一次。楚生心里只想说，你以为是第一次，可能曾经挂满了白霜，不害怕，以前坐过几次。楚生笑嘿嘿道。开车的警察以为楚生只是年轻好面子，笑道：没想到你也是有故事的人啊。楚生看了看手机，心想自己直播被王处长带走，当时还和豹哥连麦，这多人看着，网上的谣言肯定又漫天飞了，自己必须要出来解释一波，不然自己这可考的标签可就去不掉了。楚生问道：我能在警车里开个直播吗？我有点事要解释一下。开车的警察笑道：开呗，我们这是巡逻警车，你也不是犯人，只要别利用我们的身份和警车去恶意营销就行。谢谢。楚生拿出手机，还欠费了。于是楚生又开始缴费操作。这2名巡逻警察已经下班，只是碰巧路过公安厅，送楚生回去算是帮忙。正好他们所在派出所也离魔都大学不远，所以副驾驶的警察开始玩起手机，点开短视频平台。警察嘛，因为职业关系，经常刷到一些和犯罪有关的视频内容，大部分都是一些对凶杀案的分析。忽然，副驾驶警察被一条视频内容吸引了眼球。史上最型游戏设计师，大学别人还在学习打游戏的年纪，他已经开始越狱。可考设计师被捕后再次现世，甚至开直播公然叫嚣公安系统。在看到楚生被捕入狱后，网友们纷纷开始整活，巴不得楚生遗臭万年。副驾驶警察是位中年人，对游戏不感兴趣，也不了解，只是看到这新闻上的字眼，忍不住说道：唉，现在的年轻人胆子越来越大了。开车的警察也道：是呀，犯罪年龄每年都在下降。副驾驶警察道：我刚刚才刷到一个年轻罪犯，竟然还敢越狱。开车警察诧异道：哦，还有这事？忙着充话费的楚生附和道：胆大包天，连越狱都敢，这种人太危险了，就该拉出去枪毙。我也刚看到，我去搜搜。副驾驶警察在网络上搜索相关字眼，诧异道：好家伙，这小伙子竟然还是魔都大学的高材生。他忽然想起来，后座这小子也是魔都大学的。副驾驶警察忍不住看过去，楚生义正言辞道：绝不能因为他是高材生就姑息，罪犯就是罪犯，
简直就是给我们魔都大学抹黑。副驾驶警察没多想，继续看网上的信息，忍不住惊叹道：天哪，这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我看网上说他都判死刑了，什么道德沦丧、人性丧失、危害社会安全。开车警察好奇道：魔都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重刑犯了？副驾驶警察摇摇头道：我也不清楚。哎，这里有罪犯的详细介绍，里面可能有犯罪记录和照片。第40章，最怕空气突然安静。等红灯之余，开车警察撇过头看了一眼副驾驶，看到后者手机上的新闻界面后道：这些都不是官方媒体，很多都是网友杜撰，什么魔都大学高材生、监狱3进3出都太扯了。副驾驶警察也意识到案件的真实性，呵呵笑道：我知道，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当个乐子看看。此时楚生打开了直播，大量的观众涌进来，短短几分钟时间，直播间内就有1万人，没有任何直播预告，还是在竞争激烈的夜间档直播，这么短的时间就有1万人进入直播间，足以证明楚生现在的人气之高。水友们看到楚生那张帅气逼人的脸，弹幕立马开始刷屏：卧槽 ，BYD 畜生，你又越狱了！天不生我设计师，万所茶叶无人见。主播牛逼啊，派出所逮不住你，连公安厅都被你逃出来了。恭喜畜生设计师解锁最新地图魔都市公安厅。畜生设计师听哥们一句劝，不如就去自首吧，哥们是过来人，忍忍几年就过去了。楚生看到水友们的弹幕，气得眉毛直颤。神特么解锁第3块地图，你以为我想啊？家人们谁懂啊？今天又遇到一群下头谁友，哥们这次可不是去纯喝茶的。楚生道：所以你以前是去纯喝茶的？别说了，你就说公安厅宣传处的茶好不好喝？茶叶评鉴第3期，魔都市公安厅茶水评鉴，宣传处的王处长都亲自来抓你，不是喝茶，难道找你聊人生？楚生嘚瑟道：好好珍惜现在我愿意和你们吹牛逼的时光吧，以后主播可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我马上就要成为魔都市反赌反扒反窃的宣传大使了。噗，主播你要笑死我吗？畜生设计师，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他妈一个赌扒窃的头子，还好意思去当宣传大使？你还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啊！立字为据，这 BYD 畜生要是能当反赌反窃的宣传大使，我吃8斤奥利给。楼上的又来骗吃骗喝，马匪就是马匪，你以为你能当县长？楚生顿时就不乐意了。我身为魔都大学高材生，年轻游戏设计师，社会主义接班人，有志青年，建设国家，回报社会，当一个宣传大使怎么了？ BYD 畜生，史上最型游戏设计师，破防主播大师，喝茶圣体，派出所常驻嘉宾。设计师你醒醒，这些才是你的头衔。好好，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吧？高材生是吧？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直播背景是假的吗？突然有谁又发现了关键点？盲生，你发现了话点？直播背景？卧槽，这特么好像在警车里面。震惊值+2，震惊值+3，震惊值+5。那你警车直播还得是你啊，畜生设计师，太行了！你丫的不会劫持警车了吧？神他妈有志青年在警车内直播，难道畜生设计师正在被押送刑场？古代临刑前会有最后一顿饱餐，这难道是临死前最后一次网络冲浪？他真的，我哭死！呜，都快被枪决了，还想着开直播和我们道别？主播，呜，我能最后骂你一句 BYD 畜生吗？楚生脑海中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情绪值不断的增加，又是一波大丰收。但楚生必须要去解释，不然以讹传讹，假的也变成真的了。你们才临刑最后一次网上冲浪呢。那个吃8斤的兄弟，我记住你的 ID 了。主播明天就去录制宣传视频。说到这里，楚生顿了一下，想了想道：主播明天还会去一趟公安厅，不过是宣传工作上的事情。记住，明天会去，但只去一趟，绝对不会有2进宫。这是明天的节目预告。好家伙，没想到有一天进局子喝茶都有预告了。畜生设计师，你太低估自己喝茶圣体的威力了。主播之所以在警车内，是因为太晚了，警察叔叔顺带将我送回学校。楚生反复强调道：我没有犯罪，没有被抓，没有被判刑，这更特么不是押送去刑场。这边楚生正忙着和谁有对线，副驾驶警察浏览着网上的信息。我去，这罪犯经历写的这么详细，看着不像是假的呀。第一次被大学城区派出所抓捕，第2次被青阳区派出所抓捕，第三次竟然惊动了公安厅。开车警察忍不住道：3次被抓，3次越狱，这也太扯了吧。你看看时间。副驾驶警察看了看，顿时不淡定了，道：卧槽，
上面写前2次被抓越狱，第3次惊动公安厅，被捕时间就是今天。上面还有3次被抓捕的图片。开车警察意识到不对劲，第3次公安厅都出动了，应该不会被那家伙跑了吧？坐在后座的楚生正和水友对着线，听到前面2位叔叔的对话，忽然抬起头，表情一猛，这经历怎么听着这么像我自己？副驾驶警察忽然小声道：“哎，后面那小子也是魔都大学的，也刚从公安厅出来。”2位警察通过后视镜看到楚生，楚生也正紧张地看着他们。顿时，3人一起安静了下来，车内的氛围格外的尴尬。副驾驶警察手指悄悄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下一页，楚生正脸直播画面截图，下面标注：楚生表面人畜无害，实则极其危险。副驾驶警察神情古怪，眼睛眯起来道：“小伙子，叫楚生是吧？”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警察叔叔突然的关心。楚生欲哭无泪，情况不对，赶紧撤退。那啥，叔叔，我能现在下车吗？我坐警车有点害怕了。第41章老女人的复仇计划之夜晚。魔都的某一街道上，一辆已经下班的巡逻警车突然在路边急停，马路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车辙印。副驾驶的巡逻警察立马解开安全带，老罗快锁死车门，不要让这小子逃了。开车的警察老罗锁死车门，解开安全带，立马从前座扑到后座，压在楚生身上。3次越狱，有图有真相，时间地点人物全都对得上。这小子还刚从公安厅出来，公然坐着巡逻警车离开。一个大学生明明是越狱，还敢如此淡定和警察待在一起。一瞬间，一部高智商烧脑的犯罪悬疑大片在2名警察脑海中浮现。乖乖，今天都下班准备回家了，没想到2等功送上门来，这泼天的富贵没想到降临到自己头上。老罗压制住楚生，对着副驾驶警察道：“老于，快打电话给公安厅，问问那边情况如何。”楚生双手摊开，像是一条待宰的咸鱼躺着，他没有任何反抗的想法。累了，毁灭吧！我要创造一个没有条子的世界。楚生欲哭无泪，被压在身下，动弹不得。他只能默默说一句：“雅灭蝶。”震惊值加5，震惊值加7，震惊值加6。系统不断响起，楚生再次收割了一大波情绪值，但却是以他最不想见到的方式。卧槽！直播上演警匪大片，这他喵的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实锤了，这下真实锤了！警察勇斗歹徒，正义的胜利。玩归玩，闹归闹，不是哥们，你真是惯犯啊！喝茶圣体即将进阶成减肥皂圣体了。楚生，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谁有。笑吧，造谣吧，我会用轻松解压的游戏让你们付出10倍的代价。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我楚生惨。半小时后，魔都大学校门口，巡逻警车边，老罗和老于一脸尴尬和歉意。楚生同学，非常抱歉给你添麻烦了。老于道。老罗也满是歉意道：“身为一名老警员，竟然如此莽撞，不辨是非，很抱歉给你造成困扰。”打电话给公安厅弄清楚原委后，老罗和老于满脸羞愧。楚生也能理解，毕竟自己能说出要把自己拉出去枪毙这种话。没关系，我这几天经历太奇葩，自己都觉得像是罪犯，哈哈。楚生开个玩笑缓解气氛。老罗道：“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职务之内你尽管开口就行。”老于也说道：“听宣传处的王处长说你很喜欢喝茶，有空多来我们老街区派出所坐坐，我们那的茶绝对好喝。”噗！楚生一口老血喷出来。我谢谢你8辈子祖宗，第一次见到有人邀请去派出所喝茶的。你以为那茶我真喜欢喝吗？不过大学城区派出所陈队那里的茶的确不错。告别了罗与2位警察，楚生看了看自己的系统面板，经过这一天事件的反转再反转，不管新粉还是老粉都被楚生彻底折服。天生吸引警察的体质大到圆满，楚生距离魔都悍匪的名头只差一张判决书或是通缉令，但这也让楚生收获了大量的情绪值。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225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4215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98221，情绪值26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平台和游戏的下载量没有大提升，但情绪值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操蛋的体质。楚生又看向系统面板，斗地主模拟器的下载量已经98000，还差最后一点
就突破10万大关，届时应该就能解锁游戏的修改权限。楚生看了一眼直播间，反复强调道：“主播明天要去一趟公安厅，不信谣不传谣，明天去且仅去一次。”说完，楚生下播，回到宿舍，劳累了一天，也没心思再去看豹哥他们的直播。刚躺床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喂，你是谁？不嫖不赌不办卡。”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甜美的女人声音：“楚生，说好线下教我开锁的，你不会要反悔吧？”楚生忽然从床上坐起来，老女人，差点给这茬忘了，自己忽悠老女人来斗地主，答应过这件事。楚生虽然人如其名，但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地址发给我。楚生道。告知完地址，老女人道：“你多久能到？”“半小时之内。”说完，楚生挂断了电话。魔都市郊区某别墅内，嘟嘟嘟，见畜生挂电话如此迅速，让呆小妹一懵。虽然二人同在魔都市，但魔都市也很大，半小时这么快就能赶到？不管了，反正他能来就行。呆小妹穿着一身皮衣，甩动几下手中皮鞭，屋内布置了渲染恐怖氛围的氛围灯，摆满准备好的各种刑具。呆小妹脸上带着坏笑，看向直播镜头：“兄弟们 ，BYD 畜生设计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尽。今天我呆小妹代表大家线下真实他。”呆小妹阴恻恻的笑着，满脑子都是将楚生五花大绑，用皮鞭抽打，让他跪着唱征服的画面。呆小妹的直播间人气爆棚，我接受不了啊！道理我都懂，但老女人，你为什么要奖励 BYD 畜生设计师？你说实话，你是不是馋畜生设计师身子了？我一点都不羡慕畜生设计师。呆小妹前辈，请务必用皮鞭狠狠抽打我！卧槽，这场景我见过，顶级 SM 大片《监狱禁忌之花》。楼上的兄弟，借一步说话。大约半小时后，大别墅外门铃响起，一人站在房门外，大门自动打开，屋内的呆小妹露出狡黠的笑容：“结，畜生设计师来了！兄弟们，善恶到头终有时，畜生的报应来了！各单位请注意，复仇计划 1.0 启动。”第42章，我的单八和单 J 呢？魔都市郊区别墅区内，呆小妹拿着手机直播，畜生设计师准时抵达，自己的复仇计划开始。别墅独门独院，小院有200平，别墅也是3层洋房。呆小妹躲在2楼小房间内，偷偷观察楚生动向。老女人家这么大，卧槽富婆！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还叫阿姨啊？宝贝，你家院子怎么这么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在晃动。呆小妹看着弹幕，小声道：“你们懂什么？我故意把灯都关了，制造恐怖氛围，这么专业。你打游戏的时候要是有这脑子就好了。”为了整楚生，呆小妹煞费苦心，嘚瑟道：“畜生设计师不是喜欢设计关卡吗？我模仿恐怖电影，在别墅内设计7大关卡：幽灵花园、猛鬼石板路、诡异强化、电锯狂人、红衣吊死鬼等等。”说着，呆小妹镜头一转，对准自己所在房间内的天花板，只见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假人道具吊死在天花板上，恐怖氛围拉满。卧槽，老女人你玩真的？吓得我肛门加紧，这不得给人吓出心脏病来。畜生设计师要是被吓得报警怎么办？喝茶圣子报警，这特么和自首有什么区别？有道理，哈哈，我已经期待畜生设计师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场面了。呆小妹继续说道。楚生通过重重关卡来到3楼时已经精疲力尽，而我便是3楼的最终 BOSS， 准备18大酷刑刑具，用麻袋将他套住，直播上刑。我的嘴角已经控制不住上扬了。畜生设计阴间游戏终于要遭报应了。光是听老女人的描述，我已经爽飞了。主播刷礼物可以远程遥控指挥部。楼上的老哥，你是会玩的。呆小妹激动的娇躯颤抖，想到马上自己的小皮鞭抽到楚生身上，看着楚生痛苦求饶的样子，爽！呆小妹此时像是戴着面套的200斤变态。结 BYD 畜生设计师，法律制裁不了你，我来制裁你。我就是姓名呆小妹，年龄26，性别女，职业游戏主播。青阳区派出所内，今夜值班的李队盯着犯罪嫌疑人呆某。李队面无表情道：“说说吧，怎么回事？”呆小妹又害怕又委屈，大大的美眸里盈满泪水。这件事，呆小妹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宝宝心里苦啊。BYD 畜生，你不得好死。坐在呆小妹旁边，一位衣着质朴的大爷，表情更加委屈。年近60的男人，
此刻竟然和一个小丫头一样，眼含委屈的泪光。大爷哭唧唧的说道：“警察叔叔，你们要给我做主啊！”李队眉毛一颤：“警察叔叔，大爷，你年纪都快赶上我爹了，具体怎么回事？”李队问道。大爷委屈巴拉的指着呆小妹道：“这个女人，她是个变态，她想要谋杀我。”呆小妹也委屈的辩解道：“我没有，那只是一个误会。”大爷气愤道：“误会？正常人会在屋里挂一个红衣女鬼，正常人会在屋里准备带血的电锯，正常人会把楼梯墙壁上挂满鬼怪尸体的图片。呜，警察叔叔，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吗？他还给我蒙在麻袋里，用皮鞭抽我。”一旁的警员听着大吃一惊：“好家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路子这么野。”没听大爷讲述之前，一个大男人哭哭唧唧的，人家小姑娘都没哭出来。听完后，卧槽大爷，你是个铁血硬汉！李队震惊道：“劫持、关押、虐待、恶意伤害。”大爷一愣，随后道：“也没这么严重，抽的不疼，但一边抽他还一边发出桀桀的笑声，嘴里还念叨着畜生什么的。我当时害怕极了，对我心里造成巨大伤害。”大爷越说越委屈，哇的一声哭出来，用着家乡口音委屈道：“俺就是也给开锁的，大半夜有人打电话叫俺去上门开锁，说什么顺便教小丫头开锁，多给200块钱，谁知道他这么对俺。没错，打电话的人正是楚生。楚生，我说线下教你开锁，我又没说我亲自教，找个开锁老师傅，这不是更加专业？至于楚生在哪，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开赛博门锁，感受线下真实教学。谁成想，老师傅为了多赚200块钱，帮楚生挡下一场劫难。”呆小妹一个劲的和开锁老师傅道歉，心里对楚生的愤怒值直线上升。本来想报仇，结果把自己给玩坏了，因为这个男人。呆小妹第一次在派出所过夜。楚生，老娘和你势不两立。次日一早，楚生醒来，四肢拉伸，伸个懒腰，像是数码宝贝超进化一般，身体在床上抽搐。这是每个男人起床后的标准流程。爽！醒来后，系统响起了提示音，昨天一夜又收获了一大笔情绪值，这些都是玩家玩斗地主模拟器破防后产生的。破防值+5，破防值+7，破防值+2。楚生打开直播软件的后台时间99+，点进去，果然全是骂自己祖宗18代的 BYD 畜生设计师，故意搞针对是吧？草泥马，连续3把3、4、5、6没有7，我他妈4个2加王炸，超级加倍，结果被地主春天。BYD 畜生，你设计的什么发牌机制？我他妈打牌连续1晚上摸到4、5、6、7、90 QK， 输1晚上。楼上的兄弟，你J8去哪了？我他妈怎么知道我J8去哪了？畜生设计师，把我的J8还给我！打牌嘛，谁都有运气好和运气差的时候。这些玩家每次运气差的时候都归罪于楚生，这让楚生情绪值赚得盆满钵满。看着留言，楚生暴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回复道：“楚生，你J8的，你J8没了，关我J8事。”第43章，我楚生今天绝对不会喝茶第二次。对完玩家，楚生洗漱，系统的提示音还没听，可见昨天晚上斗地主模拟器玩家们都恨不得手刃了楚生。在众多提示音中，有一条吸引了楚生的注意力：恭喜宿主破防呆小妹，愤怒值+6666。楚生眉头一颤，卧槽，6666，一下子获得这么多情绪值。楚生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卧槽，大事不妙，6666的愤怒值，我昨天也没干什么事啊，老女人咋了？这不得给自己硅胶都气炸了。楚生苦思冥想，也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泼天的富贵突然降临，让他还有点心慌。我最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想不通，不管了。女人更年期，偶尔脾气暴躁点也很正常。洗漱完毕，滴滴滴的获得情绪提示音终于结束。丁斗地主模拟器下载量突破10万，获得奖励斗地主模拟器修改权限。果然，下载量达到10万后获得了修改权限，这样手头上的2款游戏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修改，修改成王处长满意的样子。配合政府的宣传工作，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232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46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105121，情绪值
29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提升开始变慢了。经过昨天一夜 ，Busy World 平台下载量提高7000左右，盗贼模拟器下载量提高4000左右，而斗地主模拟器因为是新游戏的缘故，提升了7000左右。但楚生明显感觉到3款软件下载量提升速度在变慢，热度遇到了瓶颈。虽然情绪值提升了3万左右，但距离下一款游戏凶手模拟器的解锁条件50万情绪值还相差甚远。毕竟这个世界游戏圈就这么大点，楚生必须要破圈，让更多对游戏不感兴趣的网友来尝试自己的游戏。对于破圈，楚生脑海中大致有2个方向。第一个便是与政府合作，借助政府平台，自己帮忙宣传反扒、反窃、反赌，政府帮忙宣传游戏，互利互惠。第二个便是当前最火热的短视频。虽然短视频博主已经饱和，不像几年前随便发个扭屁股扭腰的视频都能引来大量围观，但楚生做抖音和其他人相比，他有个巨大优势，还是政府。政府一旦开始宣发反赌反窃，短视频平台必定会给流量，而自己作为宣发方也能蹭到一大波热度。这年头蹭流量蹭热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做人得有底线，总不能为了尊严脸面连钱都不要了。楚生点开自己的抖音软件，准备先发一条视频找找感觉。看到自己点赞收藏里全都是蓝色战袍、黄色战袍、绿色战袍、后妈群、小姨群、御姐群、黑丝、白丝、渔网袜、运动服、JK、护士装，楚生果断点了一手隐藏。嗨嗨，老夫一生积德行善，只是偶尔喜欢研究研究穿搭，有问题吗？收拾准备好，约好王处长后，楚生打了一辆车来到魔都市公安厅门口。站在门口，楚生对着自己拍了第一条抖音。大家好，我是游戏盗贼模拟器、斗地主模拟器的设计师楚生，这里是魔都市公安厅。重申一遍，我不是来自首的，更不是来搞恐怖袭击的，我是守法公民，不是法外狂徒。今天来与宣传处合作，宣传反扒、反窃、反赌的项目。记住，我楚生今天绝对不会喝第二次茶。第一条视频非常简单，做优质内容，那玩意有什么用？站在风口上，猪特么都能螺旋起飞升天。发布完，楚生也不管了，径直走向公安厅。老街区，距离大学城区不远，魏玲玲租的房子就在这里。虽然学校给他安排了教师宿舍，但上次通宵砍传奇，爆出了极品药剂成龙大哥的洗发水，使用时还会发出 d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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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效，这让魏玲玲激动地发出人类返祖般的叫声，给楼上的退休老校长吓得心脏病犯了。后来被通报批评，就搬了出来。此时的魏玲玲脸色苍白，面如枯槁，满眼的红血丝，黑眼圈浓重，走路姿势和行动轨迹和丧尸无异。不用多说，又是昨夜通宵游戏。但和以前看通宵砍传奇不同，砍传奇是又兴奋又憔悴，而通宵玩盗贼模拟器则是崩溃。魏玲玲精神阵阵恍惚，凭着本能往家里走。她现在看到路边包子的铺招牌都像是游戏里火车站牌子，来来往往的路人像是一个个游戏 NPC。 回家，好困，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手机，我要通关，我要偷手机，我要偷够10部手机。魏玲玲嘴里呢喃着，整个让玩游戏玩魔怔了。路边早餐摊，吃早点的罗警官和于警官还讨论着昨天晚上奇葩的经历。昨天那个大学生楚生，他竟然还是个游戏设计师。罗警官继续说道，他设计的竟然还是犯罪题材游戏，我已经下载了，准备下班玩一玩。老于，你要不要试试？于警官眼睛一眯，脸色微沉，压低声音道，老罗，你看后面那个穿着蓝裙子的女人在行窃偷手机。罗警官立马扭头，一眼锁定到了魏玲玲，义愤填膺道，大庭广众，众目睽睽，胆子真大啊。于警官露出冷笑道，这不撞枪口上了，老罗行动。魏玲玲彻底魔怔了，嘴里念叨着，哼哼，楚生，看为师不征服你这款游戏，我一定要成为道帝，我可是姓名魏玲玲。第44章，这种好事为什么让我爹去？下午，魔都市公安厅门口，王处长拍了拍楚生的肩膀，笑道，楚生，今天辛苦了，一晚上就将游戏内容修改好，今天还帮忙拍宣传片。楚生笑道，不辛苦，一切都是为了普法宣传嘛。咱们这个宣传活动什么时候能上线？王处长道，你的游戏修改好了，我们的宣传视频也拍好了，明天就上线。楚生道，那王处长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王处长点点头道，
辛苦你一天，要不我叫辆警车送你回去。楚生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全身都在抗拒，疯狂摇头，永远忘不了那一夜，自己和2个中年男人在车内，车子外疯狂摇晃，车子内自己被十字锁，差点被绞头。他现在一坐在警车里，就感觉自己要被押送刑场。王处长叮嘱道，最近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点。这不，下午有个人鬼鬼祟祟地蹲在公安厅门口，一直往公安厅里瞄，还用手机拍照，被侦查科同志带走，怀疑是间谍，所以还是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楚生道。王处长道，那行，我们宣传处的新茶叶明天就到，有空常来喝茶啊。楚生眉头一颤，我谢谢你。告别了王处长，楚生找个地打车，顺便点开自己的抖音平台，拍摄宣传片时涉及一些敏感内容，禁止直播。楚生查看自己发布的第1条作品，数据非常好，1个下午的时间，12万点赞，3万转发，粉丝从原来10几个涨到5万，而评论56万。正常100万点赞的视频也就几万评论，自己这10几万点赞，几十万评论，就离谱。楚生已经能想象到自己的评论区绝对是乌烟瘴气。点开，点赞最高的评论便是还我J8西巴 BYD 畜生设计师，终于让老子逮到你了，老子家就在魔都市公安厅附近，老子今天就在门口蹲你，今天非要给你大卸8块，还说我J8没了，关你J8什么事？今天老子就拿你的J8给我的顺子补齐。看到这条充满戾气的评论，楚生没有害怕，而是皱起眉头念叨着，来公安厅门口堵我，这J8老哥莫不是背？楚生点开评论下面的评论，卧槽，老哥威武，见到畜生设计师帮我多打2拳，J8老哥牛逼，千万别让这 BYD 跑了，还我J8，兄弟们，老子已经蹲在门口了，照片公安厅。哈，畜生设计师没想到自己一条视频暴露了自己的定位，还我J8，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这西巴畜生，我说的。然而回复完这条信息后，J8老哥再无音讯，这都5个小时了，J8老哥怎么没消息了？堵到畜生设计师了吗？莫西，J8老哥你还在吗？楚生看到这群网友，笑得肚子疼。好家伙，王处长口中那个疑似间谍的嫌疑人就是 J8哥呀。楚生在下面回复道，楚生，J8老哥此刻正在想办法证明西巴只是自己的口头禅，而不是自己的家乡话。楚生大致浏览了一下评论，56万条评论，55万条都在骂自己，有1万条路人留言，游戏在哪下载？楚生从未见过凝聚力如此之强的粉丝团体，看大家多团结，目标多一致。关闭抖音，虽然风向有些歪，但起码结果是好的。有路人通过视频来下载游戏。等车之余，楚生打开豆沙直播平台，开启了直播。这一次刚开播就有5、6万观众涌入直播间，大家像是早就准备好一般。这恐怖的热度让楚生震惊。奇怪，今天谁友们是怎么了？你们都不上班，住在直播了吗？管他呢。楚生将摄像头对着自己，身后便是魔都市公安厅。道：今天宣传视频录制已经结束，我楚某人说过，今天只喝1次茶，绝对不可能喝第2次。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本人绝对不是喝茶圣体。楚生自信满满的说着，马上就打车回宿舍，哪里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去，安安稳稳度过这一天，让喝茶远离自己。然而一看弹幕，水友们完全不关注自己说的话，直播间弹幕爆炸，手机屏幕都开始卡顿。BYD 畜生出大事了，老女人被关起来了。古有神雕侠侣，现有雌雄双犯，老女人正在上演现实版禁忌监狱之花，求老女人的心理阴影面积。楚生看着弹幕，满头问号。老女人被抓起来了，这么突然，我都还逍遥法外呢，老女人就没进去了。果然印证了魏玲玲那句话，菜就多练。楚生在直播间问道，老女人怎么被抓进去了？诈骗被抓？不是，这就是你们不对了，老女人不就是垫几个硅胶，你们就举报她诈骗，一大把年纪还更年期，为了赚几个钱还哄你们开心，容易吗？神他妈诈骗被抓，重点几个硅胶，设计师你特喵的有毒吗？垫了硅胶还对 A， 卧槽，盆地，老女人被抓是我们举报的，好，屎盆子这么扣是吧？倒反天罡 ，Big 胆，老女人被抓是因为……看着谁有的弹幕，楚生大致了解了昨天的经过。蹂躏老大爷，惊魂鬼屋，玩 SM，
卧槽，这究竟是人心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老女人进去的还是冤枉啊？不对，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准备的，活该进去。BYD 设计师，快去捞老女人吧。楚生想着，说起来这件事自己也有些责任。忽然一条红色弹幕飘过：3代开锁，畜生，你不得好死！你昨天打电话叫去给老女人开锁的开锁师傅，就是我爹。坏了，大爷的儿子来找设计师报仇了。可怜老大爷被折磨成那样，当儿子的肯定心疼啊。开锁3代被老女人用皮鞭抽，可恶 ！BYD 畜生，这种好事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爹，不打电话让我去啊？第45章，我就开个玩笑，谁知道你真是喝茶圣子。3代开锁，一条弹幕，全直播间沉默。父慈子笑，笑出强大。楚生嘴角微微抽搐。好，下次机会留给你。就在此时，楚生的手机响了，李队来电。喂，李队。电话那头不是李队的声音，而是老女人的咆哮。畜生，你大爷的，你真是个畜生啊！你太坏了，就因为你，我昨天一夜没睡。我知道我是怎么度过这艰难的一夜吗？我第一次进派出所，都是因为你。手机那头传来杀猪般的嚎叫，震得楚生耳膜疼。此时，李队将手机从呆小妹手上拿过来。楚生，呆小妹已经获得大爷的谅解，我们也对她进行了口头上的批评教育。现在需要你来签一下担保书。楚生眉头一颤，又要去喝茶？为什么是我？楚生悲催道。还没等李队解释，旁边的呆小妹怒道：就是因为你老娘才进来的。楚生，你要是不来，我……呆小妹哽咽着，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楚生。这家伙毫无道德底线，百毒不侵。李队道：呆小妹只给我们提供了你一个联系人，这么丢人的事情，呆小妹没脸去找别人来签担保书。李队，我能不去吗？楚生道：现在忙，抽不开身。李队道：楚生给出一个正常人听不懂的借口，今天茶喝饱了，再喝就超标了。呆小妹突然有些慌了，要是楚生真不来，自己难不成真找其他人来签？呆小妹夹着嗓子道：这业务你不是熟吗？求求你了，楚生哥哥。李队训斥道：这里是派出所，严肃点。楚生听得头皮发麻，呆小妹进去终究和自己脱不了关系，自己一定是要去的。再说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我帮他签，说不定明天就轮到他帮我签了。这就是楚生理解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忽然，楚生脑子里又有个邪恶的计划，自己后续还有很多游戏需要直播宣传。老女人游戏菜，爱喷人，但天生抽象，有节目效果，自己不如趁这个机会抓个黑奴来给自己打工。楚生道：我可以来签字，但后续新游戏发售需要宣传，你要无条件帮助。呆小妹心里暗骂：好你个畜生，这个时候还想着趁火打劫，老娘直播这么多年，还从来没人敢威胁我。你以为老娘在直播界叱咤风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当然会帮忙啦，楚生哥哥，靠的就是及时服软。青阳区派出所，楚生来到后喝了2杯茶，等着李队提人。面前直播中的手机里满屏弹幕嘲讽：喝茶圣体，再显神威。一天喝2次茶不是圣子的极限，而是派出所茶水储备的极限。设计师，你就承认吧，你的体质就是会吸引条，不对，是警察叔叔。还有搞事的网友将楚生第一条抖音视频最后那句话截了图，疯狂在直播间内刷屏。我楚生今天绝对不会喝第2次茶。配图：楚生嚣张且自信的图片。我楚生今天绝对不会喝第2次茶。配图：楚生嚣张且自信的图片。楚生满头黑线，暗自腹诽。谁知道事情的发展会这么离谱？难道我真的是喝茶圣体？这给楚生整的都有些不自信了。此时，青阳区派出所的李队带着呆小妹走过来，这是楚生第一次线下见呆小妹，后者还穿着皮衣，勾勒出纤细的身材，肌肤白皙，标准瓜子脸，一双美眸中带着血丝，看着楚楚可怜。呆小妹的颜值还是非常顶的，和很多女主播靠着美颜瘦脸不同，不仅没有见光死，还比网上看着更好看一些。李队看着楚生，神情古怪，这小子怎么天天往派出所跑？李队拿出担保书，讲解道：这里签你的姓名，这里写。李队，我都熟。刷刷刷，楚生熟能生巧，刷刷几下就写完了。圣子的业务能不熟练吗？摇人签字和签字捞人
都是楚生的主营业务。李队眼皮一颤，你一个大学生，还是游戏设计师，熟悉这些业务合理吗？李队看着这个奇葩，只能评价道：不简单呀，小伙子。领走了呆小妹。青阳区派出所门口，呆小妹美眸圆瞪，气鼓鼓、恶狠狠地盯着楚生。这么盯着我干什么？你说呢？你个 BYD 畜生！呆小妹骂道，嘴脸，前面还一口一个楚生哥哥，现在就成 BYD 畜生。哼，女人。楚生继续道，但你之前说了，答应帮我宣传游戏。哼，本姑娘说话算话，可不像你。呆小妹双手抱在胸前，撇过脸去。楚生的直播间还在开着。楚生强调道，嗨嗨，今天只是意外，今天喝2次茶后，绝对不会喝第3次茶。弹幕纷纷开始整活，设计师，你这是打算给整个魔都市公安厅都逛一遍的节奏啊？茶水探店只玩真实的。大学城区、青阳区、公安厅，畜生设计师什么时候解锁新地图？神你妈解锁新地图，真当是在玩游戏吗？解锁不了一点。守法公民，远离派出所。喝茶圣体，恐怖如斯，已经出现同化现象，所有和圣子接触的人都会走向喝茶的路。诽谤，这纯纯的诽谤。楚生义正言辞。本来还不自信的楚生，不知道哪里又来了自信。什么喝茶圣体，自己才不是呢。呆小妹是个例，绝对不可能出现第2个。我楚生今天绝对不可能喝第3次茶。击碎谣言，从我做起。滴滴滴，楚生手机忽然响起。喂，不贷款不办卡也不找小妹，还有什么事？楚生，快来救救为师！电话那头传来魏玲玲的声音。为师在老街区派出所，快来捞我！楚生整个人宛如晴天霹雳。卧槽！难道我真是喝茶圣体？谁有集体震惊？震惊值+5，震惊值+7，震惊值+2。谁友们，我就开个玩笑，谁知道你真是喝茶圣子？第46章，给圣子大人上供。直播间的水友们听到楚生的电话，集体破防。畜生设计师，我们就开个玩笑，你别这样，我害怕。先是呆小妹进去喝茶，现在连老师也进去喝茶了。卧槽，喝茶圣体，本以为只是说说，谁他喵的知道是真的。圣子大人，小人有眼无珠，你快收了神通吧。我看喝茶圣子直播不会也沾染上因果吧？我们都是开玩笑，没让你真当圣子啊。楚生接到魏玲玲的电话，给自己都干沉默了。本来信心满满，什么喝茶圣体，什么法外狂徒，什么同化身边人，身为21世纪优秀青年，坚信马哲，伟大的唯物主义战士。但此刻，楚生心里嘀咕道：我他妈不会真是喝茶圣子吧？突然间，直播间满屏礼物刷屏，3代开锁送出1架飞机，进修学长送出3架飞机，还我 G8 送出1架火箭。看着这泼天的富贵，楚生满头问号。小人有眼无珠，刷礼物上供，求圣子快收了神通，破财消灾，喝茶远离我。圣子大人，我看直播白嫖3年，今天给你刷礼物，不要降下因果呀！上供上供！直播间的水友们现在是真怕了啊！这游戏设计师也太邪乎了吧！自己在直播间里看了这么久，骂了这么久，刷了礼物，只求心安理得。还我 G8！ 小子 G8 有眼无珠，冲撞了圣子大人！呜呜，已经被警察叔叔教育过了，我再也不敢去赌 BYD 圣子了。震惊值+5，震惊值+3，恐惧值+6，破防值+4。看着直播间弹幕，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楚生嘴角抽搐。谣言！楚生你快来，为师好慌啊！电话那头魏玲玲带着哭腔道。楚生立马道：我马上来。你快点！魏玲玲哭丧道。楚生道：老师你别害怕，派出所我熟，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魏玲玲道：我不是害怕，马上要开始攻城战了，我得赶紧回去上号啊。畜生，还得是你啊，网瘾少女。老街区派出所，呆小妹和楚生来到这里，魏玲玲并没有真的盗窃，只是盗窃未遂，将手伸到了别人的包包里，也获得了路人的谅解。罗警官和于警官再次看到楚生，表情惊讶。楚生面露苦笑，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罗警官、于警官，一旁的呆小妹诧异道：卧槽，你人脉真广，怎么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你都认识？你以为我想认识吗？罗警官带有歉意道：昨天晚上在车里给你弄疼了，很抱歉。呆小妹，好家伙，原来这就是你结识人脉的办法。人家结交朋友靠人品，靠手里的资源，你是靠着自己那个坚若磐石、百炼成钢的菊花。
呆小妹带着怜悯的表情道。呆小妹道：辛苦你了。你那是什么表情啊喂？楚生憋屈道：不要用怜悯的表情看我。你误会了，当时车里不止我和罗警官，还有于警官。呆小妹默默竖起大拇指。牛逼！楚生，毁灭吧，累了。签完字，把魏玲玲领出来后，魏玲玲美眸布满血丝，满脸委屈。这位是你朋友？魏玲玲带着些许敌意问道。楚生道：她是呆小妹。魏玲玲道：哇，难怪看着这么眼熟，没想到你还认识大网红。楚生道：刚在青阳区派出所给她捞出来，就顺带着一起来了。罗警官眼皮一颤，等等，我没听错吧？刚从青阳区派出所把这位美女捞出来，你们三人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没想到你小子不仅艳福不浅，业务还很熟练啊！专业警局捞人，小伙子，你这路走窄了呀！你这业务真是太可考了。罗警官只知道楚生业务熟练，殊不知他捞人熟练，纯粹是因为被捞多了，哪有什么天才，都是熟能生巧。事情办完，各回个家，各找个妈。楚生打车回学校。至于这两位美女，呵，女人只会耽误我赚钱的速度。楚生的择偶标准很简单：第一，性别女；第二，活着；第三，有钱；第四，非常有钱；第五，如果非常有钱，第一个条件也就不这么重要了。至于年龄，10岁以内都能接受。这个10岁是他孩子比自己大10岁以内都能接受。男人嘛，要的就是胸怀。回到学校，楚生继续直播。毕竟还有一大堆人排队刷礼物。我楚生今天只喝1次、2次、3次茶。我楚生绝对不会通话身边的人。我楚生绝对不可能解锁第4个地图。我楚生因为一点意外去2次派出所很正常。那请问去3次还正常吗？连续打脸 BYD 设计师脸疼吗？茶水评鉴大师，请问老街区派出所的茶水好喝吗？楚生强调道：诽谤、造谣，我警告你们，和我说话时注意点。哥们现在是政府的宣传大使，反扒、反窃、反赌，罪犯克星，和法外狂徒没有一点关系。骗兄弟们可以，别把自己骗进去了。宣传大使，你宣传个鸡毛啊？魔怔了是吧？ BYD 设计师，老子玩了一天斗地主模拟器，没见过大小王。破防值+5，楼上的兄弟照照镜子就能看到大小王了。絮絮抱抱 BYD 畜生，叔叔我已经买了去魔都的票，你小子等着被线下制裁吧。卧槽，豹哥来了！自从豹哥和畜生设计师直播斗地主后，再也没开播过了。豹哥陷入了自闭。絮絮抱抱，好你个畜生，看你叔叔线下斗地主飞废了你。絮絮抱抱，失去的我都会拿回来，这就是我斗地主之神的自信。豹哥，千万不要去找 BYD 设计师啊，会引来不祥。老女人和老师已经这香了。絮絮抱抱 Who I am 絮絮抱抱，什么不祥？你们看我是怎么废了畜生的就行了。第47章，怕兄弟苦，更怕兄弟开路虎。次日一早，许多 BYD 平台玩家刚一打开电脑，便发现盗贼模拟器与斗地主模拟器都需要更新，更新量并不大，都以为只是小版本更新。游戏时却发现游戏内容没有任何变化，直到他们通关失败，或是斗地主连续输牌时，才发现不对劲。盗贼模拟器更新了生命数值，每名玩家每天有10条性命，就以为有10次的容错，10次之后在他通关失败，就只能充钱，再充8万，你会更强。嗨，充钱是不可能的，再次失败就只能看广告复活。观看1次15秒广告能够获得3条命，观看30秒广告能够畅玩1个小时。这个广告自然就是公安厅宣传处拍摄的宣传片。而斗地主模拟器做了同样的更新，输赢除了有积分奖励外，还增加了虚拟金币，金币消耗完也只能通过观看广告。和许多国产游戏相比，不让你充钱已经算是十分良心了。但楚生没想到，一个正向的宣传项目却让观众们再次破防。魔都市郊区别墅内，呆小妹直播，嘴上对楚生的抨击从未停止，但身体却异常诚实。这2天的直播内容，不是斗地主就是偷手机。没错，经过几天的煎熬，呆小妹也熬到了盗贼模拟器的第3关——火车站偷手机。呆小妹兴致冲冲，然后经历了玩盗贼模拟器的3个标准流程：雄心壮志，稍有压力，汗流浃背，开始升温，精神崩溃，胡言乱语，破防。操！什么破游戏？什么丧尽天良的设计师？呆小妹
开始无能狂怒。破防值加1000。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呆小妹破防环节，各单位请注意，非战斗员请撤离。自从玩了畜生设计师游戏，老女人破防频率越来越高了。楚生先生，这破防盛世，如你所愿。呆小妹狂喷道：“一个游戏而已，要不要做的这么真实啊？真正的小偷估计都通关不了。这个楚生绝对是罪犯，重犯，惯犯，我要报警了！啊呀，楚生绝对有案底在身上，警察叔叔快制裁他！”呆小妹喷着，10条命已经用完，自动跳出来广告。广告，我擦，没想到游戏里竟然还有广告。突然想起来，今天游戏更新，估计就是更新了广告机制。也能理解，毕竟开发游戏成本太高，设计师也需要赚钱的。游戏只卖1块钱，还没有充值系统，只是在游戏中加点广告，已经非常良心了。没错，设计师虽然设计的游戏很阴间，但不割韭菜，这点没得说。很好奇，什么样的厂商会找 BYD 设计师宣传？广告中，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年人走在人群之中，光看面相就觉得可疑。果不其然，中年人将手伸入其他人包包中，开始盗窃。呆小妹看着广告，莫名有种代入感，好像自己就是那名鬼鬼祟祟的中年人，真的会谢，有被冒犯到。广告中，就在此时，楚生出现，他穿的衣冠楚楚，人模人样的，伸手抓住中年男人罪恶的双手，阻止了犯罪的发生。随后，镜头拉到，给楚生那张帅气逼人的脸一个特写。楚生慷慨激昂，义正言辞道：“这位大叔，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要为了创建和谐美好社会而努力，绝对不能违法犯罪。偷东西价值在1000元至3000元以上的，构成盗窃罪，会被判刑。犯盗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番专业的讲解后，楚生义正言辞道：“创建和谐社会，坚守法律底线。”广告结束。噗！看着这个尬到脚趾头能抠出3室一厅的宣传片，呆小妹一口老血喷出来。自己刚喷完楚生是罪犯，这里他就化身宣传大使，在那里冠冕堂皇的教育起来。操！还有天理吗？还有法律吗？你一个法外狂徒，喝茶圣子，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坚守法律底线这种话的？呆小妹破防值加2000，怕兄弟吃苦，更怕兄弟开路虎。直播间弹幕更是如此，我接受不了啊！大家都是屌丝，你特喵的怎么成了政府官方的宣传大使了？这特么比杀了我还难受！原来畜生设计师没有说谎，他真的和政府合作了。法外狂徒成为反扒反窃宣传大使，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黑暗的吗？破防值加6，破防值加8，破防值加6。直播间谁有？集体破防。昨天一天喝3次茶，今天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假的，这都是假的，我分不清啊！讲个地狱笑话，畜生设计师是普法宣传大使，扣一佛主和你一起笑。伴随着宣传视频的发酵，破防的玩家越来越多。打开抖音，游戏分区的视频热度排行榜，众人看到了极为讽刺的一幕。热度排名第1的视频，宣传大使楚生寓教于乐，普法宣传，有政府属性加持，平台自然会疯狂给流量。罕见的游戏视频破100万点赞。热度排名第2的视频，一天喝茶3次，法外狂徒楚生稳定发力。许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点进来后，整个人都是懵逼的。这楚生和楚生是同一个人吗？不是，第一个是楚生，第二是畜生。畜生设计师，快把广告机制取消掉，别逼我跪下来给你磕头。现在一死就要看到设计师道貌岸然的样子，这比杀了我还难受。我充钱行了吧？我花钱买命都行，别让我看广告了。高空，飞机，头等舱内，一个30出头，留着平头，还有点猥琐的男人，看着手机，玩着斗地主模拟器，没金币后被迫看广告。广告中，楚生站在赌场内普法宣传，坚决抵制赌博，珍爱生命，食毒9片，远离赌博。男人看着楚生那副衣冠禽兽的模样，紧紧握住手机，咬着牙沉声道：“好你个楚生，玩斗地主用外挂作弊，套弄你叔叔，现在还成了反赌宣传大使，马上到魔都了，看叔叔我废了你。”第48章，热度大涨，安全第一。飞机落地魔都市，豹哥走出机场，身上穿着地摊上10几块一件的包浆 T 恤，浑身透露着峨眉山土猴子的气质，完全不像是坐头等舱的有钱人。在机场内，豹哥看到站牌广告上，楚生脸上带着阳光帅气的笑容，下面写着：
拒绝赌博，从你我做起。豹哥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他现在对楚生的评价只有8个字：衣冠禽兽，道貌岸然。我操死你个大逼嘴啊！楚生表面上是人模狗样的普法宣传大使，背地里却是丧尽天良，连斗地主都要用外挂作弊的法外狂徒。等着吧，线下斗地主让你见识见识斗地主之神的厉害。豹哥憋屈了这么久，今日终于能够报仇了。魔都，你叔叔来了。楚生，洗干净脖子等着吧。魔都大学宿舍内，破防值+5，破防值+9，破防值+6，破防值+3。听着滴滴滴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楚生也是一整个大无语。不是，哥们不就是当个宣传大使吗？你们这就破防了？怎么，是我不配吗？此时已经到了下午，宣传反扒反窃反赌的相关报道也开始发酵。政府宣发，平台本就会给流量，刚好这次还是和楚生合作，楚生自带流量热度，两者融合，热度连续霸榜抖音游戏区榜首，甚至连社会新闻区都榜上有名。楚生点开自己的抖音，除了昨天发布的第1条视频外，还有转发的宣传科拍摄的宣传视频。还不到1天的时间，视频点赞量突破50万，评论数量更是破100万。宣传视频套路非常老，都是一个演员扮演小偷，在犯罪即将得逞时，楚生及时出手制止，随后对着镜头普法宣传。视频将楚生衬托得光鲜亮丽，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这就导致评论区异常热闹。评论区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来爆破楚生的黑粉，还有许多凑热闹的官媒。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难怪楚生如此嚣张，原来上面有保护伞。畜生设计师成正规军了，坏了，我成马匪了。捏嘛，还真让马匪当上县长老爷了。21世纪最离谱的事情，我在听法外狂徒普法。举报，这必须举报一波。刚打了举报电话，是楚生接的。魔都消防，帅气小哥哥，有没有兴趣来体验一下消防员哥哥的一天？魔都监狱，帅气小哥哥，要不要来帮我们拍宣传片？纯欲风哦。魔都刑侦处为宣传处同事点赞。坏了，官媒已经沦陷了。楚厅长，我当警犬的事情拜托了，官媒大大们要擦亮眼睛啊 ！BYD 畜生设计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 BYD 玩斗地主用外挂，给豹哥蛋砸的只剩一下。你说他是反赌宣传大使，畜生设计师的身份，老千之王，江南大盗以及普法宣传大使。碟中谍中谍，听说这位小哥哥是游戏设计师，他设计的游戏好玩吗？好玩，巨特么的好玩，快点给我玩！售价只要1块钱，没有后续充值。游戏题材新奇，玩法多样。身为老玩家，看到你们这样说，我真的是太特么赞同了。群众里面有坏人啊！被楚生坑害的玩家们，在评论区一边网暴楚生，一边宣传游戏。因为只要多一个新玩家，楚生就必然会多一个黑粉，而他们也多一个同志。不管黑红还是什么红，总之你就说红不红吧。这一波热度远超之前任何一次直播，楚生彻底打开了市场，许多不玩游戏的网友也开始尝试他的游戏。至于网暴，只要我道德素质够低，就没人能够网暴我。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短短1天时间，各项数据都在飙升。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292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76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155121。情绪值38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平台总下载量已经接近30万，两款游戏的下载量也都突破15万，情绪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万，而且还在以飞快的速度增加。下一款游戏凶手模拟器需要50万情绪值，还差最后12万。宣传大使这个热度过几天一定会下降，但按部就班下去，最多1个星期就能解锁下一款游戏。虽然1个星期时间还是有点长，但楚生真不希望再出什么意外了。喝茶热度高，但楚生是真的害怕，喝着喝着真把自己给喝进去了。算了，情绪值增长慢点就慢点吧，未来1个星期我就待在学校，打死不出去一步。楚生心里想着，积攒情绪值，解锁更多游戏，赚更多的钱。这虽然很爽，但楚生不想在年底参加文艺汇演的时候和吴某人一起组队排练节目。不仅各项数据飙升，老女人还答应会无条件配合我宣传。呆小妹流量大，自带节目效果，有她的帮助简直是如虎添翼。楚生感觉自己像是动画片中拿着把柄要挟女主的牛头人。
楚生，结老女人，你也不想自己进局子的事情被你的亲戚朋友知道吧？嗨嗨，流量为王，但有时候流量突然来了，也要有能力接住才行。现在这么多人关注到楚生，楚生必须想办法把这群人留住。好，决定了，未来7天就待在寝室里，和老女人直播打游戏，多在网络上活跃一下，尽量把这波热度消化掉。这种办法将流量转化成粉丝的转化率很低，但起码安全啊。另一边，魔都市某高档餐厅，豹哥坐在里面，打开直播，对着摄像头说道：“你叔叔我只玩真实的，今天就给楚生办烂。”第49章，豹哥被骗，深陷赌局。魔都市某高档餐厅内，豹哥穿着10几块钱的地摊 T 恤，脚上是2位数的杂牌休闲鞋。豹哥拿着菜单，这个要1份。哎，大龙虾，这个没见过，给我来1盆。魔都不愧是国际大都市，好东西真的多。服务员忍不住道：“先生，这是波士顿龙虾，不按盆卖。”豹哥不耐烦道：“魔都市虽然好，但规矩真多。”好，就按你们的规矩上吧，多上点，1天没吃饭了都。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一下豹哥，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将菜都端上来。豹哥大快朵颐，直播也在开着。豹哥转行吃播了。豹哥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土豪，又土又豪。游戏界的氪金老母猪，什么缺就是不缺钱，穿着10几块钱的衣服，戴着100多万的表。豹哥啥时候和 BYD 设计师宣战？天天吹牛逼自己是斗地主之神，别线下见面就阳痿。豹哥啃着龙虾道：“等你叔叔先吃饱，一会儿线下我看这 BYD 畜生怎么作弊。”呆小妹进入直播间。呆小妹，豹哥小心楚生，他太邪乎了。豹哥见到呆小妹，笑呵呵道：“呆小妹啊，听说你昨天进局子了，哈哈，感觉怎么样？”呆小妹，别提了，楚生谁接触谁进局子。豹哥一挥手道：“那是不可能的，叔叔我来魔都只办3件事，办烂楚生，还是特娘的办烂楚生。”吃完饭，服务员买单。服务员走过来道：“先生，您一共消费9300。”9300？豹哥诧异道。服务员感觉自己要碰上麻烦了，道：“先生，这龙虾是从国外空运。”豹哥摸着脑袋道：“没想到你们餐厅装修这么豪华，消费还怪低的。”服务员道：“消费低？我听错了吗？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这种评价。”豹哥抬手扫码，露出那价值100万的百达翡丽手表，直接扫了1万过去。我看电视剧里这种高级餐厅都有给小费的习惯，剩下的几百块就当小费，够了吗？不够我再扫点。服务员震惊的合不拢嘴巴，我尼玛，这老调是家里刚拆迁吗？这么豪横？够了，感谢您光顾。直播间内，豹哥1万，很多吗？豹哥小号仓库里吃灰的垃圾装备都不止1万块。服务员的表情比院线电影都精彩。豹哥这么有钱吗？天天一口一个老调的叫着，真以为氪金老母猪的外号是白叫的？这么和你说吧，别人玩游戏放技能是血剑冲击，豹哥放技能是劳斯莱斯冲撞，身上每件装备都耗资1000万打造，1件装备1套房。豹哥带着百达翡丽出门，已经尽可能低调了。豹哥出门在外，财不外露，小心遇人不淑啊。豹哥看着弹幕道：“我可是斗地主之神，哪有这么容易上当？放心，除了楚生，哪来这么多坏人呀？”话音刚落，一位西装得体的男人走过来，笑呵呵道：“这位朋友第一次来魔都吗？”豹哥点点头。那男人自我介绍一番，是一家私人会所的老板，包装的光鲜亮丽，道：“刚才听你说什么斗地主，喜欢打牌吗？要不要来我们会所玩玩？”豹哥正好在找一个能线下打牌的地方，用来约战楚生，但这人也太可疑，会所老板会邀请陌生人吗？豹哥小眼睛一眯，察觉到不对劲。豹哥也不是傻逼，于是：“好呀，我最喜欢打牌了，走。”怕什么？我可是斗地主之神，机智过人的絮絮抱抱啊，谁能骗得了我？先找个地方打2局，练练手，等会再去废了楚生。晚上9点，魔都市灯火通明，一座座高楼霓虹闪烁，璀璨光鲜之下也有看不见的肮脏。魔都市公安厅刑侦科，一位扎着高马尾，身材纤细高挑，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的警花，盯着手机笑得前仰后合。哈哈，这个叫楚生的宣传大使，他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太搞笑了，这届网友真有才。一名面容坚毅、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走进来，瞪了一眼女警花，声音浑厚有力，道：“叮当，别笑了，要准备开始行动了。”叮当闻言，立马从椅子上站起身：“是，雷队。”雷队全名雷锋，刑侦科队长，工作多年的老刑警，也是全国范围内知名的犯罪专家。雷队看着面前的资料，道：“根据线人的可靠消息，天河会所涉嫌大金额赌博、诈骗，证据确凿，并且今天晚上他们还会举办会员活动。今夜必须捣毁窝点，将所有嫌疑人带回。听明白了吗？”叮当等人齐声道：“明白，雷队。”雷队，行动！天河会所内，豹哥坐在牌桌前，抓耳挠腮：“我套死个大逼嘴啊！又输了，这什么手气？真他娘的背啊！再来！”豹哥直播并没有关，直播间内，卧槽，豹哥已经上头了，赌博倾家荡产，害人害己啊！10赌9骗，对方一定是出老千了。虽然豹哥是个臭牌篓子，但也不至于输这么惨吧？呆小妹，豹哥，快停手别玩了！天河会所在魔都圈子内名声很臭。豹哥瞥了一眼直播间弹幕，骂骂咧咧道：“才输几10万而已，钱不重要，我一定要证明自己。”完蛋了，豹哥已经沦陷进去了。报警吧，这群人明显出老千了。天河会所非常狡猾，警察一直想取缔，但抓不到把柄。魔都市郊区别墅，呆小妹看着豹哥越陷越深，心急如焚。她在魔都生活很多年，深知天河会所诈骗手法专业，狡猾无比。不知怎么的，呆小妹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或许他有办法解救豹哥。第50章，我与赌毒不共戴天。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坐在电脑前，开启直播，准备去找老女人一起打游戏。此时，楚生的手机响起了他的专属电话铃。妈妈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爸爸叫楚生。喂，不贷款不办卡不找小姐，请问你还有什么事？楚生，粗师啦！呆小妹慌张道。楚生掏了掏耳朵，道：“刚准备给你打电话，你就给我打过来了。你是我大厂里的金针菇吗？想见你，你就出来。”呆小妹，零，金针菇你妹啊！你才是金针菇，那你找我什么事？楚生问道。呆小妹首先问道：“楚生，你会赌博吗？”楚生立马谨慎了起来：“我告你诽谤啊！我堂堂3好大学生，社会优秀青年，政府官方反赌宣传大使，我与赌毒不共戴天。”呆小妹道：“不是这个事，豹哥陷进赌局了。”呆小妹将事情经过大致讲一遍。楚生听着呆小妹的讲述，又看着直播间里刷屏的弹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这玩意和我有什么关系？楚生发誓，在凶手模拟器游戏解锁之前，打死也不离开宿舍半步。外面的世界太危险，到处都是条子。呆小妹道：“豹哥现在已经被骗很多钱，你想想，要是你去解救了豹哥，报酬肯定少不了你的。”楚生顿时有些不乐意了：“难道在你眼中，我就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豹哥现在输了多少钱了？”呆小妹道：“几10万，马上可能会输更多。”什么？几10万？你确定是几10万龙国币，而不是几10万欢乐豆？呆小妹道：“所以啊，10万火急啊！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楚生道。呆小妹有些困惑道：“我说10万火急，不是。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楚生道：“你会不会赌博？”呆小妹不自信问道：“我可是一代赌圣，叱咤赌场，风云人物。”楚生自信满满道：“可你刚刚还说自己是反赌宣传大，别说了，快发定位，我和豹哥情同手足，绝不能坐视不理。”楚生义正言辞道：“好家伙，川剧变脸 2.0，BYD 畜生设计师，注意你的嘴脸。”楚生，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不是，听到钱眼就已经开了。太行了，太行了！反赌宣传大使要去赌场，卧槽！裁判怎么还他妈下场打人呢 ？BYD 设计师去救人，总感觉是买1送1的节奏。天河会所门口，楚生和呆小妹一起来到这里。虽然是会员制的私人会所，但豹哥打个了招呼，2人就顺利进来了。豹哥现在在会所内，那是相当的有地位。开玩笑，几句话就忽悠过来输几10万的冤大头，这不得当祖宗一样供起来。而且会所工作人员上下打量着楚生和呆小妹，2人看着都不怎么聪明的样子，物以类聚，这2人大概率也是人傻钱多。楚生直播间内，我擦嘞，这里真豪华，这就是上流社会有钱人的游戏厅吗？这会所里还让直播？天河会所非常狡猾，警察来了都空手而归，让你直播怎么了？
楚生进入会所内，这种不安全的地方，加上自己这特殊体质，很容易出问题。但想着自己又不是真来赌钱，只是来捞人，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难不成自己今天刚来，警察就要来围剿这里？哈哈，怎么可能这样巧合？楚生心里想着，和呆小妹一同走进去。说实话，楚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有钱人聚集的地方，装修富丽堂皇，一路上见到的人都是端着酒杯，一副人模狗样，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的项目。人群之中最接地气的还是穿着10几块 T 恤的豹哥，一副大马猴的土样。豹哥骂骂咧咧道：“真他娘的背呀，今天！”呆小妹问道：“豹哥，你输多少钱了？”豹哥挠了挠头道：“不到100个，小钱。上次和楚生玩过牌，手气一直很烂。”楚生眼皮一颤，好家伙，氪金老母猪果然名不虚传，输了大几十万还毫不心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100个球球币呢。豹哥看向楚生，磨了磨牙，愤恨道：“楚生，上次你在电脑上作弊赢了我，看今天线下非办烂你，但你先等着，我先把赢我钱那小子给教训一顿。”说着，豹哥准备再次坐上赌桌。赌博非常容易撬开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什么小赌怡情，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那些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哪个是刚坐上赌桌就押上全部身家的？都是从小到大一点点被蚕食。楚生目光敏锐，观察了周围一圈，道：“豹哥，别玩了，你不可能赢的。”豹哥一听就不乐意了：“怎么？你是瞧不起我斗地主之神吗？刚才我还赢了几把呢。”楚生道：“他们是故意让你赢，这样你才愿意继续玩下去。这群人没有一个不出老千的。”呆小妹一听，感到非常诧异。她知道这种赌场不干净，但看着周围一群10几个赌桌、上百位赌客，全都出千，这也太夸张了吧！楚生解锁了技能赌神，没有任何老千能逃过他的眼睛。楚生道：“任何事情一旦和利益挂钩，人就会不择手段，没人愿意把输赢交给运气。这种赌局拼的不是运气，不是牌技，就是比谁的出千手法更高明。豹哥虽然有钱，但没过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不屑道：“吹什么牛？我看得仔细着呢，没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出老千，是吗？”楚生嘴角微微扬起，非常自然地坐上赌桌，整个的人气质都发生变化，真像是赌场常客、资深赌徒。楚生道：“那不如我来帮你玩2把。”第51章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看到楚生坐上赌桌，豹哥非常大气道：“好，我看着你玩，输了算我的。”豹哥心里还是想和楚生一较高下，自己上去输钱，楚生上去也是输钱，故而可得自己大于等于楚生。豹哥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楚生的牌技比自己好，斗地主模拟器赢了自己，绝对是因为他身为游戏设计师改了代码参数。呆小妹有些慌乱道：“楚生，我叫你来是把豹哥劝走，不是来葫芦娃救爷爷的，你怎么自己还赌上了？”楚生道：“不让豹哥亲眼见识赌场的黑暗，他是不会离开的。”楚生看向荷官，自信微笑道：“发牌吧，美女小姐姐。”直播间内，3好学生、反赌大师、配图，楚生坐在赌桌上，果然是史上最行游戏设计师。我就说他设计的游戏都不是想象，而是记录他原本的生活。这尼玛是什么情节啊？反赌大使赌场捞人，结果亲自上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买1送1，超级加倍。BYD 设计师会打牌吗？他会个屁！之前赢豹哥明显是用了外挂，就算会，也绝对不是这群资深赌徒的对手。这群人可是专业出老千的。赌徒，别拿你的兴趣爱好来挑战我的职业。天河会所外围，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内，刑警队长雷锋道：“联系上天河会所内的线人了吗？”警花叮当道：“已经联系上了。”雷队微微颔首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天河会所的犯罪证据，但捣毁一个天河会所，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天河会所出现，所以捣毁赌场不是关键，关键是抓住这群出老千的人。根据线人情报，今天晚上有个千王，道上人称呼他为低调的帅逼。”听到这个代号，叮当惊讶道：“难道是3年前那个靠涉赌局诈骗上亿，后来跑路国外的通缉犯？”雷队点点头道：“没错，不能打草惊蛇，要等着线人确定帅逼的身份。都打起精神，今天晚上有大鱼要上钩。”天河会所内，楚生坐上赌桌，看向美女荷官道：“美女姐姐，发牌吧。”荷官目光诧异，楚生气质有些老道，但长相稚嫩，目光清澈愚蠢，一看就是大学生。
荷官咯咯笑道：“小弟弟看着挺面生呀，一口一个荷官的，经常玩。性感荷官在线发牌，100万提款，1秒到账。”楚生道：“怎么样？你们的语录我都能背下来。”荷官脸上的微笑瞬间凝固下来。神他妈语录，小网站逛多了吧？这职业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呵，果然就是个人傻钱多的大学生。荷官开始发牌，这种级别的赌场根本没有斗地主，但因为豹哥这个冤大头，赌场特地搞了斗地主专场。牌局上另外2人，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戴着名表，一副企业大老板的装扮，另一个是名媛打扮，看着年纪有50多岁的贵妇。这2人看着光鲜亮丽，但楚生一眼看出2人都是演员，配合出千榨干豹哥。荷官发牌手法专业，纤玉手上戴着白丝手套。第一局，楚生3分叫地主，获胜。第二局，贵妇叫地主，贵妇获胜，但倍数不高。第三局，大老板叫地主，但牌力不够，农民胜利。3局下来，楚生赢了不少。荷官笑眯眯地看向楚生，道：“小弟弟手气不错呀，开局就赢钱。”楚生傻呵呵笑道：“我这人运气一直不错，那祝你好运了。”呆小妹扯着楚生衣袖，低声道：“楚生，见好就收，别玩了。”豹哥撅了撅嘴道：“牌技也没多好嘛，那种傻瓜牌我上我也行。”楚生淡淡笑道：“别急，才刚刚开始。”此时，楚生和牌桌上的另外2人都一个想法，不给鱼儿一点甜头，怎么上钩？第4局，楚生拿起牌的那一刻，豹哥和呆小妹同时瞪大眼睛。卧槽，这特么什么牌？史无前例的大烂牌，最大的就一个单 A， 没有顺子，但是连不起来的散牌，也没有连队，也全都是小队。如此夸张的烂牌，就像是被人提前安排好的一样。第4局，楚生毫不意外的输了。呆小妹开始心慌：“楚生快收手吧，外面全是老千。”豹哥也道：“小老弟，虽然你叔叔不心疼钱，但不要以为自己前几把运气好，就认为自己实力比你叔叔还强。”楚生只是淡淡道：“再来。”直播间内，坏了 ，BYD 设计师也上头了，前几把不还赢钱了吗？只是第4局牌有点差，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吧？是啊，万一下一局牌就好起来了吗？当你有这种想法时，你就已经沦为待宰的羔羊了。10赌9骗 ，BYD 设计师快回去设计游戏，别留在这了。直播间众水友们天天对楚生口诛笔伐，但他们更加痛恨赌博诈骗，也不希望楚生受害。毕竟，楚生要是沦陷进去，以后谁来设计游戏给他们玩？第5局，楚生起牌的那一刻，呆小妹悬起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好险，这副牌不算差，2个炸弹，其中一个还是王炸。豹哥嘟囔道：“我擦嘞，这小子运气还真挺可以的。”而楚生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好似早就知道自己会摸到什么牌。不出意外，楚生高倍数叫地主，获胜，再加2个炸弹，倍数翻番，大赚特赚。这局结束，大老板和贵妇面面相觑，2人都面露困惑不解。不对啊，我们明明出千了，怎么牌没有按照我们想的那样？难道这次失误了？卧槽，设计师牛逼，这一局直接赢妈了。呵呵，这明显是他们设计好的，故意让设计师赢，让他的欲望更大。如果设计师连输几局，可能就不玩了。现在赢才是最糟糕的。尊嘟假嘟，我读书少，你别骗我。看吧，马上设计师就会把裤衩子都输没了。第52章，你出千，我用魔法，这很合理吧？呆小妹劝阻道：“楚生，差不多行了，我们回去吧。你已经帮豹哥赢回来一些了。豹哥，你说是不是？”他现在不担心豹哥了，反而担心楚生沦陷进去。豹哥傲娇道：“哼，这小子只是运气比我好，牌技比起我差远了。”豹哥也不在乎这点小钱，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牌技比楚生好。楚生道：“但我的运气能一直好下去。”继续。呆小妹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喂，这里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吗？楚生，你小子，我是让你来捞人的，你怎么自己跳河里去了？牌局继续。第6局，楚生起牌，又是双炸弹，而且其他牌顺的离谱，高分叫地主，直接打得2家农民春天。贵妇和大老板彻底蒙圈了，不对劲啊，这牌怎么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自己手里起码会有一个炸弹的。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豹哥到现在完全没看出任何出千的痕迹。设计师666啊，又赢了。
设计师转麻，坏了，真给这小子找到赚钱的门路了。哼，看着吧，现在只是给他一点甜头尝一尝，马上会输得很惨。第7局、第8局，一直打到第12局，楚生全叫地主，并且局局有炸弹，局局获胜。呆小妹和豹哥看得目瞪口呆。卧槽，这尼玛是什么逆天运气？赶快吃点好的吧，这辈子运气都用在了今天。等等，这真的是运气吗？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更关键的是，无论楚生摸到多么好的牌，他都总是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好似早就有预料，知道自己会赢，甚至知道自己是什么牌。豹哥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乖乖，这小子不会真在出老千吧？没道理啊，我一双火眼金睛一直盯着，根本看不出端倪。别人是出千，而楚生会特么的魔法，系统提供的技能，你以为呢？小老弟，赌神中的神，你以为只是形容词吗？不，那是名词。别说楚生了，就连大老板和贵妇的出千手法，豹哥都完全看不出来。此时，楚生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10万加，震惊值加2，震惊值加1，震惊值加3，其中有一半是老粉丝。直播间原本的1万多人，在看到楚生在赌场的逆天运气后，奔走相告，所有老粉全部聚集，同时还有几万的新粉，是刷到有关楚生的短视频。我记得我进入的不是反赌宣传大使的直播间吗？没错，自信点，他就是反赌大使。BYD 设计师只有反对别人赌博，自己才能来赌。别人是来赌钱，设计师是来进货的。这哪里是天河会所，这简直就是钞票批发市场。呆小妹，天河会所在魔都名声真的很臭吗？我看着怎么感觉像是慈善机构？天河会所水很深吗？我只知道 BYD 设计师快被钱给淹死了，这几局连续的高倍数，这 BYD 恐怕赢了几百万了吧？这难道是什么新套路赌局？让赌徒先赢个几百万，再亏到倾家荡产？我不信，这一定是赌场套路。BYD 设计师后面一定会输。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赌局继续。第12局、第13局，一直到第20局时，楚生连胜，局局地主，局局炸弹。大老板和贵妇两人亏妈了，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通过出千的方式，自己有4个5，这地主就有4个6，自己搞出4个 A， 地主就有4个2。麻蛋！大老板和贵妇面面相觑，两人江湖外号雌雄双煞，二人配合敛财无数，叱咤赌场多年的风云人物，今天竟然在一个小小的斗地主上遭遇滑铁卢。不是说改革开放了吗？这里特么怎么有个真地主在？贵妇忍不住了，开口道：连续赢了10几把，局局有炸弹，你一定是出老千了。楚生双眸中满是清澈愚蠢。无辜道：你们的场地，你们的牌，你们的荷官，我怎么出老千？贵妇咬牙切齿，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高级赌场中都心知肚明，大家都在出千，比的就是谁的签数更加高明，更加隐蔽。只要没被揭发，那就是没出千。贵妇只能作罢，他看向大老板，二人通过眼神交流，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当年赌场传奇人物低调的帅逼曾经使用过这一招，签数极其复杂，能够克制任何人的签数，但唯一的缺点就是难度太高，一旦用不好就会被人抓住马脚。二人眼神交流信息，贵妇真的要用那一招吗？大老板，一个大学生都对付不了，以后怎么混？贵妇，拼了，一定要捍卫我们雌雄双煞的荣耀。他们笃定，只要用出那一招，必然能够赢过楚生，但就是害怕被人发现。一将功成万骨枯，干他娘的！二人合力破釜沉舟。第21局、第22局、第23局，楚生继续以摧枯拉朽的姿态连胜。噗！贵妇一口老血直接喷出，大老板也捂着心脏，拿出速效救心丸，直接一口闷，主打的一个饱腹感。挂逼，绝对特么的有挂逼！这一桌的赌局，签数的顶级对抗，吸引来大批赌徒围观。大型赌场绝对不允许路人围观，但这里毕竟只是私人会员制的会所，围观可以，但不能影响赌局。要是因为你的影响导致赌客输钱，会所会把你赶出去，赌客也绝对饶不了你。众人都小声的议论，这是谁啊？不知道，看着好年轻，连赢雌雄双煞10几局，恐怖如斯啊！赌场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一直赢，不给别人喘息的机会，迟早要摔跟头。一直出千，一直赢，难免会暴露出千手法。但楚生根本不怕。围观人群中，一个穿着低调的男人对着领口的微型对讲机低声道：“雷队，发现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第53章，你能赢，我去穿黑丝当荷官。”天河会所外，面包车内，雷队双眸金光一闪，沉声道：“发现目标，准备行动。”叮当摩拳擦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他能加入刑警队，自然不是靠着外貌。叮当名校刑侦科毕业，拥有出色的刑侦知识，同时还是全国警校比武女子组冠军，一个武力值、精力值拉满的怪胎。楚生直播间内，我妈问我为什么在看斗地主直播，我说我在看仙术表演。畜生设计师，大家不要赌博。说完，设计师自己坐上了赌桌。我想起之前看的一个段子，道观道长说要相信科学，说完转身飞走。大家不要激动，赌博害人害己，这只是赌场的套路，让设计师先赢钱上头，最后再输。还特么套路呢，设计师都快给赌场掏空了。赌场老板 Y110 吗？我举报有人聚众赌博，快点把我们抓走吧。 BYD 设计师到底有没有出老千？虽然说运气有些牵强，真的出千了吗？没看出来啊。肯定没啊，10几万观众盯着。只能说畜生设计师拿寿命来打牌。玩归玩，闹归闹，咱们还是要现实点，又不是电影，哪来这么离谱的签数？天河会所内，楚生简直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10几局的高倍数连胜，楚生根本没去管到底赢了多少钱，这种赃款他不可能装到口袋里。该赚的钱的绝对不会手软，不该碰的钱再多也不会动心。身为反赌大使，楚生虽然想着是赚热度、赚园子，但这不代表他就没有使命感。赌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不在少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拯救所有人，但见到了自己还有能力，那就不能坐视不理。这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整垮这群出老千的人，再报警叫警察叔叔，这是楚生的想法。另一边，大老板和贵妇已经把裤衩子都输出去了。长这么大，除了以山河4省考生身份参加高考外，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二人继续眼神交流。贵妇咋弄？还继续吗？大老板，继续个屁啊，用出那招都没赢。贵妇，那可是千王之王的千术啊。大老板，虽然我们只是拙劣的模仿，但普通人也不可能破解啊。贵妇，私至千王之王从未真面目示人，你说会不会？大老板瞳孔地震，难道他就是千王之王？赌场传奇人物，低调的帅逼？不玩了，真不玩了。卧槽，遇到祖师爷了，这还玩个屁！两人眼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疯狂移动，像是在打摩斯密码。但就在此时，荷官突然将牌发好，大老板突然一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老板正准备说不玩了，美女荷官笑呵呵道：“这么多人围观，不如再多玩2把。”大老板和贵妇短暂思索，他们不是本地人，本着不惹事的原则，就再玩2把，反正都输这么多了。楚生接牌之后，那平淡的双眸泛起一丝涟漪。烂牌，罕见的是一副烂牌，没有大小王，没有2，最大的只是一张单 A。打牌嘛，牌运时好时坏，这很正常。但楚生之前牌一直这么好，突然一副烂牌，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牌这么烂，畜生设计师的寿命用尽了。看，我说吧，这一切都是赌场的套路。赌场老板，从这一刻起，楚生将一把赢不了，直到倾家荡产。卧槽，人心险恶啊！畜生设计师终究只是大学生，太嫩了，玩不过这群人的。一旁的呆小妹看楚生打牌看得有些上头，看到这副烂牌，暗暗道：真可惜啊，这局输定了。不过不要紧，楚生运气这么好，之前还赢了这么多，输一局无关紧要，下一把一定能赢回来的。呆小妹傻呵呵的笑着，这短短几个小时赢的钱，比自己1年工资都多。乖乖，真赚钱呀！忽然，呆小妹一愣，不对，这是赌博啊！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这是违法犯纪的事情，可不能干。呆小妹后背一阵冷汗，心里不禁后怕，这就是赌博的恐怖吗？自己还没完，只是看竟然都开始上头，难怪这么多人沦陷其中。这玩意绝对不能碰。呆小妹道：楚生，这把打完，绝对不允许再玩了。楚生笑呵呵道：怎么？你感觉我一定会输？呆小妹双手叉腰，气愤道：这不是输赢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再玩了。
豹哥这老调幸灾乐祸起来，在旁边低声道：“小老弟，靠着运气赢了几把，现在傻了眼吧？打牌不是光看运气，还要看牌技。拜你叔叔我为师，我教你。”豹哥只是口嗨，这种烂牌，发哥也难救，谁来谁输？楚生淡淡笑道：“我打牌不看运气，也不看牌技，那看什么？”豹哥道：“看法术。”楚生叫地主，3张底牌，没一张大牌，整副牌还是稀烂，想靠底牌搏一搏，这种牌都敢叫，你也太依赖运气了。豹哥嘲讽道。楚生出牌，5、6、7、8、9、10 JQKA， 一条龙，10连通天长顺。另外2家手里没炸弹都没要。楚生第一手牌打得很凶，但豹哥和呆小妹都看着呢。楚生是硬拆的，打完手里的牌稀碎，要顺子没顺子，要连对没连对，3带1，大牌更是没有。这给一旁豹哥看的急坏了眼，牌烂就乱打，你好歹挣扎一下呀！豹哥恨不得自己上场，道：“你还有个善四，为什么不和顺子一起出？”楚生平静道：“不重要，你这局要是能赢，我以后穿黑丝当荷官，给你发牌。”豹哥嘲讽道。楚生将手里的10张牌合在一起，放在手里搓了搓，然后10张牌直接往桌面上一拍，5、6、7、8、9、10 JQKA， 和刚才一样，10连通天顺。现场所有人瞪大眼睛，看着桌面上的牌，揉了揉眼睛。卧槽，怎么回事？前后出一样的牌。豹哥两眼一黑，还尼玛真是法术！凭空变牌。大老板突然暴怒道：“出老千，你他妈一定出老千了！”第54张，17张牌，17张大王。直播间内，卧槽，我看见了什么 ？BYD 设计师，你他娘的还真会法术啊！你把外挂带到了现实世界。你在游戏里开挂，我会骂一句傻逼；你在现实里开挂，我说哥，给我来一个外挂吧，求求你了。不是哥们，你真会出老千啊！你个游戏设计师会这么多，不要命了？反赌大使，成赌神，这 BYD 设计师果然什么都行。以前以为10赌9骗，现在才发现最大的骗局就是这句话，这特么的是10赌10骗啊！赌神电影情节还真上演了，凭空搓牌。只有我一个人在期待豹哥穿黑丝吗？震惊值加5。震惊值加5，震惊值加7，宿主震惊豹哥，震惊值加9999，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加6666。系统疯狂提示，楚生一波操作直接震惊所有人，因为是现场观看，豹哥更是直接被震惊出近1万的情绪值。豹哥张大嘴巴，瞪大小眼，你他娘的，这能叫出老千？这明明就是法术！不是，大家都打牌，怎么你玩的斗地主和我玩的不一样啊？豹哥现在才知道，网上和楚生玩斗地主模拟器，自己不仅没有吃亏，楚生还被封印了实力。这要是在现实里，老婆都要输没了。豹哥正惊讶着呢，呆小妹还过来补刀：“豹哥，你和楚生的斗地主谁厉害？”豹哥一整个大无语，这有什么可比性吗？我一个练武的和人家修仙的打，如果自己是农民，楚生就是真地主周扒皮；如果自己是地主，那楚生就是红卫兵。呆小妹见豹哥不说话，知道自己问的不对，换了个问题问道：“那楚生在斗地主界算是什么水平？”豹哥道：“在斗地主界什么水平不知道，但在修仙界保底是个金丹。”豹哥当初还天真的以为线下斗地主楚生就没法作弊了，现在才发现小了，格局小了。金丹强者，仙气化牌，恐怖如斯。网上斗地主，楚生也就赢他点欢乐斗；现实斗地主，那可就真要倾家荡产赔老婆了。出老千！大老板将手上牌往桌面上一甩，恼羞成怒道：“你出老千？特么的，这么离谱的牌，你敢说自己没出老千？”楚生淡淡道：“出老千？那你有证据吗？”大老板怒道：“你出了2个一模一样的10连顺，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出连对？明显是你后面偷偷换牌了。”楚生丝毫没有慌张，自己的确出老千了，但只要不被发现，那就是没有。我就喜欢这样出，你管得着吗？说我出老千，你就拿出证据来。大老板咬牙切齿，2个相同的10连顺，这是赤裸裸的羞辱。美女荷官眯起一双美眸，笑道：“小弟弟的牌风真是独特呢。”美女荷官继续说道：“诸位客人，小赌怡情，不要再来最后一把。”贵妇都快哭了，神他妈小赌怡情，自己82年的陈年老裤衩都快输没了。他们赌的确不算很大，但架不住楚生一直赢，而且局局高倍数。这20来局下来，已经输了上千万，2人加在一起近3000万。
既然荷官都说了最后一局，他们毕竟是外地来的，也不好驳赌场的面子。大老板沉声道：“好，最后一局，我一定会抓住你出老千的证据。”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赌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签术争霸，都擦亮眼睛，死死盯着，不落过任何一个细节。从荷官洗牌、三家切牌、荷官发牌、三家拿牌，任何一个动作都被放在显微镜下研究。最后一局，无论输赢，楚生今晚都是赢得盆满钵满，但众人还是不自觉紧张起来，好奇楚生究竟能不能创造连胜神话。直播间所有观众也都跟着紧张起来，尤其是楚生起牌的瞬间，所有人都死死盯着电脑屏幕。卧槽！最后2局果然不一样，竟然和上局一样，烂到家的烂牌。BYD 设计师要输，慌啥？畜生设计师可是反赌宣传大使，等着设计师表演仙术吧。这老千手法我要是能学会，把小区大爷的退休金全给赢回来。楚生看着自己手中的牌，和上局一样是烂牌，没大牌，牌型也不涨，属于是烂到没救的一副臭牌。豹哥在一旁嘲笑道：“哈哈，楚生，你这牌比的人品还烂。”呆小妹小声逼逼道：“豹哥，楚生会变牌的。”豹哥瞬间笑不出来了。楚生将手中的烂牌合在一起，不经意的揉搓2下，然后展开。没变化。豹哥在旁边眨巴着眼睛，压低声音道：“你这牌怎么没有变化？”呆小妹问道：“难道是法术失灵了？”楚生对面，大老板和贵妇用眼神交流。大老板，我有一个通天顺。贵妇，我有4个3。大老板，我也有炸弹，4个7。贵妇，我还有4个8。大老板，我还有王炸。贵妇，卧槽！大老板，卧槽！五虎起飞，2个人架在一起，4个炸弹，其他牌也非常顺。2人一合计，还全牌了。从小3到王，每一张牌2人手里都有，这就意味着楚生一定没炸弹。结，小逼崽子，就让你见识见识雌雄双煞的厉害。大老板，哎，对了，你这把用的什么签术，这么厉害？贵妇，我都放弃挣扎了，没用签术啊，我以为你是出的老千。2人面面相觑，一头雾水。楚生看着手里没有变化的牌，淡淡道：“有高手。”美女荷官忽然看向楚生，眼神意味深长，道：“哦，高手在哪里呢？”楚生忽然站起身，道：“高手当然是我。”说吧。楚生将手里的牌往桌面上一甩。贵妇冷声道：“还没叫地主呢，你出什么牌？”大老板也怒道：“你小子看自己要输，就掀桌子不玩了是吗？”楚生道：“看看我的牌，还有必要叫地主？17张牌，17张大王，第55张，豹哥，你有信心一个打10个吗？”众人都探过脑袋来看，桌面上，楚生甩出17张牌，17张一模一样的红色大王。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脑子一懵。卧槽，小丑俱乐部捅了小丑的老窝了！尼玛，玩个斗地主，你手里17张牌，告诉我17张全是大王，这特么还有天理吗？难怪说这牌还有必要叫地主吗？人家那是地主牌，你这手里的是皇帝牌，地主看了都给磕2个再走。17张大王，你在玩开心消消乐吗？还是在玩贪吃蛇？豹哥看到楚生出牌的那一刻，吓出了表情包，双眸圆瞪，嘴巴张成一个鹅蛋的形状，双腮往里吸，整个一个大马猴的形象。嘶！豹哥倒吸一大口凉气，整个赌场的烟味差点被他一个人净化掉。刚刚手里还是一副烂牌，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17张大王？宿主震惊豹哥，震惊值加6666。知道你出老千，知道你会换牌，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17张大王是哪里来的？大哥，你出老千也真实一点吧，一副牌一共就1张大王，难不成你身上还装了17副牌？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加3333。呆小妹整个人一懵，她是个斗地主小菜鸡，现在已经看不懂局势了。卧槽，这什么高端局？高手之间斗地主都是10几张大王一起出的吗？老铁牛逼666！卧槽，报警了，这必须要报警！17张牌，你能秒我？你要是能把我秒了，我把杯子吃掉！畜生设计师，抱歉，17张牌，17张大王，怎么说？能管住大王的只有王后，这17张大王，王后来了也得被玩死。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这特么是重点吗？这已经不是出老千了，而是赤裸裸的羞辱。反赌大使
在线演绎赌博危害。看了 BYD 设计师直播以后再赌钱，我就是畜生。以前赌钱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心里想着都输了这么多了，下一把怎么可能不赢？17张大王都有可能发生，我一直输下去很稀奇。一切都是套路，设计师直播让我认清楚赌场黑暗，真吉尔恐怖，以后再也不赌钱了。吉尔是谁？ My little brother。 美女荷官看到楚生的牌，美眸中满是震惊，甚至是恐惧。你楚生淡淡笑道，小老妹，你以为那个高手是你吗？面前的雌雄双煞根本不是楚生对手。最后2局，楚生的牌突然变差，有人从中作梗，搅乱了楚生的布局。但道高1尺魔高1丈，你搅局，我开挂，这很合理吧？大老板暴怒而起，妈的，先捉不完了，操！先不动！大老板指着楚生鼻子道，还他妈不是出老千？楚生说出一句极具羞辱的话，说我出老千，得有证据吧？大老板愤怒值加250，大老板气得差一口气直接憋死。贵妇站起身道，你还问我们要证据？他手里拿着王炸，你一个大王不可能有，哪里来的17张大王？话语一落，贵妇表情一惊，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楚生幸灾乐祸地笑道，我们？他拿着王炸，你怎么知道他手里是王炸？难道你们一直私下沟通，相互配合，出千骗钱？你血口喷人！贵妇有些慌乱，你手里17张王，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出老千呢？楚生一脸无辜道，我怎么知道？荷官给我发的牌就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周围人越聚越多，现场越来越混乱。呆小妹有些畏惧道，这群人看着好凶。大老板黑着脸，气得青筋鼓起，别以为我们是外地人就好欺负，信不信让你没办法活着走出赌场？说着，人群中走出来7、8个壮汉，将楚生3人团团围住。呆小妹吓得躲在楚生后面，豹哥吓得躲在呆小妹后面。呆小妹道，楚生，现在怎么办？他们输了钱不让我们走。楚生道，这里是私人会所，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不敢轻易动手，而且直播开着，有证据。楚生知道，以那群坑爹谁有的尿性，肯定在自己出老千直播变牌的时候就已经报警，让警察来抓自己了。真好，真贴心。其他家粉丝，你们这群黑子不许黑我们家哥哥。自己家粉丝，警察叔叔，楚生这 BYD 绝对是罪犯，快去抓他。躲在呆小妹身后的豹哥害怕道，楚生，你确定他们不敢动手？楚生自信道，他们肯定不敢。赌场里谁不出老千？我们只是被怀疑出老千，又不是被怀疑成警察卧底。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嘀咕道，这小子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想起来了，这小子是政府的反赌宣传大使。众人震惊又愤怒，卧槽，我今天也刷到那个视频了，妈的，是谁把这小子放进来的？为什么反赌宣传大使来野赌场？你特么傻呀，他是卧底，是条子的线人，警察线人，卧槽，那我是什么？人群之中一片嘈杂，干死他，妈的，不能让这小子活着出去。宿主震惊豹哥，震惊值加1000，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加1000。二人满脸惊讶地看着楚生，卧槽，你是警察的线人？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楚生无语道。豹哥问道，那他们现在会动手吗？豹哥，你有信心一个打10个吗？楚生反问道。豹哥欲哭无泪，老子现实里又没有增幅加18武器。看着众人气势汹汹，楚生灵机一动，高声喊道，大家听我说，反赌宣传大使只是表象，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赌王。那位大老板冷声道，哼，谁能证明？我能证明。楚生听到陌生人的话，瞬间感动落泪，还是有好人在的呀。转头一看，哎，这美女怎么还穿着制服？制服诱惑，不愧是高端私人会所，有钱人玩的就是花。卧槽，不对，这好像是真条子。第56章，你就是低调的帅逼。天河会所内，在现场变得混乱时，警察线人便与外面的刑警联系，雷队，快点行动！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出千暴露，和现场起了冲突，你们再不来，他可能会跑路。在收到线人的信息后，叮当立马带着人冲入会场。我相信你，叮当道。楚生看着叮当，整个人都是懵逼的，这特么不是制服诱惑，是真警察。谁有报的警？这么快就赶来了？你相信我？楚生下意识回应道。叮当目光如炬，像是盯着自己的猎物般盯着楚生。
我相信你。叮当嘴角微微勾起，已经迫不及待将罪犯绳之以法。因为你就是低调的帅逼。楚生，我知道我很帅，我也知道我很低调，但锦花小姐姐，你这么公然的说出来，人家也是会含羞的。不过，好在警察及时赶到，终于有救了。太感人了，快点把这群罪犯抓走。不过，这个锦花眼神怎么怪怪的，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唉，男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帅逼。听到叮当的话，众人全都面露惊骇，震惊值加3，震惊值加5，震惊值加9。什么？你就是低调的帅逼？低调的帅逼就是你？楚生忍不住吐槽道：“你们这两句话不是一个意思吗？震惊好歹也震惊的有点水平吧？这么公然的水字数，就不怕比我还低调还帅逼的读者爸爸们骂你们吗？”一旁的豹哥眉头紧皱，认真思考道：“相比之下，帅逼不应该是我吗？”呆小妹翻了个白眼，她和豹哥私下关系也很好，吐槽：“帅气逼人4个字，你只占了后面2个字。”大老板恼怒道：“原来你特么就是千王之王，还说自己没出老千。”贵妇恨不得一巴掌甩过去，道：“你还关注这些干什么？有条子，快跑啊，笨蛋！”叮当美眸一凝，道：“想跑，一个也跑不掉。行动！”一声令下，大量刑警队员行动。为了打击犯罪窝点，甚至出动了防暴警察。呆小妹和豹哥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员时，激动的都快落泪。全身漆黑，充满着威严又帅气的作战服，二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违法犯罪、破坏社会秩序，或许只有几个人就能完成，但保护人民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却需要千千万万个奔赴在一线的警察同志。看到警察叔叔们冲进来的那一刻，眼眶还有点湿润。好人或许没有电影中这么聪明，但坏人绝对比电影里还要凶险。所以，那些冲在最前面的警察叔叔才值得尊敬。只有龙国的警察才叫做人民警察。会所内一片混乱，楚生也激动地喊道：“警察叔叔们，冲压制，千万不要让这群罪犯跑了！”刚喊完，忽然有人在后面拍了拍自己。楚生扭头，正是警花叮当。后者笑眯眯地看向楚生，道：“胆子真大呀，这都不跑，低调的帅逼。”楚生一脸懵逼：“我知道我是低调的帅逼，但你没必要一直强调。而且，刷！”叮当忽然一个过肩摔，将楚生摔在地面。楚生，卧槽！妈妈，我飞起来了！扑通，楚生摔在地上。叮当立马扑上去，开始施展巴西柔术，一个十字锁，一双纤细修长又充满爆发力的美腿夹住楚生的脖子，双手将楚生的一只手臂抱在胸前，死死锁住。楚生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上一秒，自己还站得好好的，下一秒，我特么怎么又被十字锁了？震惊值加3，震惊值加6，震惊值加5。锦花姐姐好飒！贴，这近战格斗能力拉满啊 ！BYD 设计师瞬间被 KO， 我就说这 BYD 是罪犯吧，直接被锦花锁死。锦花小姐姐一定不能再放过畜生设计师了。楚生另一只没被锁的手疯狂敲打着地面。卧槽！痛！女侠饶命啊！叮当沉声问道：“承认吧，我们已经掌握确凿证据，你就是低调的帅逼。”楚生疼得龇牙咧嘴，听到叮当的话更加崩溃。你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夸人，想要掌握我是帅逼的证据，简直不要太简单。但你特么能不能不要锁我了？我知道我是帅逼，但你能不能先？叮当一掰，双腿用力一夹，咔！卧槽，断了！我不是帅逼，我再也不说自己帅了。爽，太特么爽了！这锦花小姐姐爱了，终于看到畜生设计师被蹂躏的样子了。卧槽，我刚刚百度了一下低调的帅逼，这玩意还要百度？你们不知道，这是千王之王的代号。噗，真的假的？哈哈，畜生设计师被当成了千王之王。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是绝逼是？要不然他的千数怎么这么离谱？低调的帅逼，这种贱兮兮的名字也只有畜生设计师想得出来。黑暗终于迎来光明，畜生设计师终于要被绳之以法。喜悦值加5，喜悦值加6，喜悦值加9。叮当压在楚生的身上，楚生已经彻底放弃挣扎，被锁的手臂不知道是不是废了，已经彻底麻了，双眸失去了高光，侧着脑袋看着前面掉落在地面正对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手机还在直播，
直播间内弹幕滚动，楚生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喜悦值。楚生第一次听到这种情绪值，虽然情绪值在疯狂增加，但他没有一点喜悦。好，我辛辛苦苦积攒情绪值，给你们解锁这么好玩的游戏，你们不开心？看到我被按在地上蹂躏，一个个都欢呼雀跃起来了是吧？楚生都能想象，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被绳之以法，全网狂欢，情绪值暴涨100万都有可能。岂可休！真心总是被辜负，纯爱战士应声倒地。隐忍，马上解锁凶手模拟器，我一定会好好回馈你们的喜爱。结。第57章，你个大学生会出老千这合理吗？看着楚生和锦花在地上缠绕在一起，豹哥和呆小妹害怕极了。呆小妹道：这是什么情况？豹哥道：我不造呀。呆小妹道：锦花小姐姐追着楚生说什么帅逼，然后就打起来了。豹哥皱着眉头：相比之下，我这种老男人更有韵味，不才应该是帅逼吗？叮当轻松制服楚生。警察线人指着豹哥两人喊道：这两人是帅逼同伙。叮当眼睛一亮，还有同伙？能在赌王身边的肯定也是犯罪分子，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吃瓜突然吃到自己头上，戴小妹已经开始适应。豹哥一瞪眼睛，大惊失色：我套你猴子，我是良民啊！雅灭蝶，震惊值+2，震惊值+6，宿主破防豹哥，破防值+6666。直播间内，喝茶圣子再现神威。果然，任何现实里和畜生设计师沾染上因果的人都会遭遇不祥。以+18武器正道成功的豹大帝，不信天命，不信因果，挑战喝茶圣子失败，被不祥感染，即将被镇压在九幽天牢之中。先有九玄仙女呆小妹沦陷，现在豹大帝有战败，难道无人能敌喝茶圣子了吗？谁说人族无大帝？100万黑粉战喝茶圣子。直播间的水友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爱这里的。这么会编还不写说？我给你点催更，不祥会不会顺着网线传播？絮絮抱抱这老调，警告过他，偏不信邪。等等，豹哥进去了，那我能不能继承他的+18武器？格局小了，嫂子我来了，请问娶嫂子需要注意点什么？嫂子开门，我是我哥。魔都市公安厅，刑警队，姓名絮絮抱抱，不对，是任意抱。年龄36，性别男，职业游戏主播。审讯室内，会所内所有人都被抓了进来，挨个审讯。虽然老千头子赌王之王楚生已经落网，但这些赌徒都不是简单货色，一个也不能放过。游戏内的豹哥叱咤风云，审讯室内的豹哥弱小又无助，像是被驯化后的峨眉山猴子，唯唯诺诺。警察看着豹哥资料道：说说吧，为什么要参与赌博？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审讯室。豹哥，妈妈，我害怕呜呜。由于这一次人数众多，情节不严重的人被关在一起。豹哥一五一十地说出事情经过，他只是被骗进去的，也属于受害者。简单审讯之后，等待安排就行。旁边的呆小妹安慰道：豹哥别担心，这种事情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慢慢熟悉就行了。来喝茶，这刑警队的茶还真不赖，比青阳区派出所的茶好喝。豹哥，谢谢你，安慰侠，但我不想有第二次了。审讯室有限，里面都是要犯。楚生自然占了一间屋子。姓名楚生，24，男，大学生兼游戏设计师。楚生自报家门。这流程楚生比一些新警员都熟悉。坐在他对面的是雷队和叮当。叮当露出挑衅的笑容：哟，门清呀，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被都弄到局子里了。楚生也搞清楚，所谓的低调的帅逼是一个赌徒的代号，好像还是个通缉犯。楚生崩溃道：我解释很多遍了，我很帅也很低调，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叮当道：来这里的人都这么说，我是反赌大使，怎么可能是赌王呢？楚生辩解道。雷队沉声道：知法犯法，好大的胆子。雷队，听我解释啊。叮当冷哼一声道：快点认罪吧，你难道想说自己身为反赌大使，潜入赌场，利用签术打击罪犯，让民众直观感受到赌博的恐怖，拯救朋友，打击罪犯的同时再来一波宣传，这种理由未免也太牵强了吧？楚生脸一黑：特么的，你说的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啊。喂，你把我的计划都说出来了，我再说会显得我很弱智，但小命要紧。哎，你说巧不巧，还真是你说的这样。
愤怒值加7。叮当认为楚生在羞辱自己，双手拍在桌子上，怒道：“那你告诉我，你一个大学生，游戏设计师，会出老千，这合理吗？”楚生眼皮狂颤：“这不合理吗？我一个三好大学生，上能入室盗窃，下能赌博赢钱，好像的确是挺不合理的。哎，对了，直播间的观众，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楚生忽然欲言又止，联想到直播间那群肯爹水友的尿性，证明自己清白，呵呵，污点证人还差不多。自己判5年，他们能让自己判无期；自己判无期，他们能让自己直接被处决。叮当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要狡辩的吗？”忽然，楚生想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有人保我。宣传科王处长，我要见王处长！楚生心里只想大喊一句：“快去请如来佛祖！”雷队眉头一颤，好家伙，没想到掉出来一条大鱼啊！雷队道：“上面还有保护伞，不管你上面有什么人，都保不住你，并且我会将你们连根拔出。”雷队愤怒的同时又有些激动：“二等功啊，二等功，好多个二等功！阿雷，我只是想说，王处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好像又被人误解了。王处长，您自求多福吧。”公安厅宣传处，王处长坐在办公室喝着茶，看着各项数据，笑得合不拢嘴，自言自语道：“宣传力度比预想的还要好，楚生可真是我的福将呀！就给楚生20万，可能有点少了，我还得好好感谢他。”咔，大门被推开，雷队面带冷笑：“老王啊，这次你要栽到我手里吧？”王处长，我都听到了，给楚生钱是吧？好好感谢他是吧？你的福将楚生已经在里面都叫你供出来了。王处长，第58章，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信他是正经大学生？啥玩意？卧槽！楚生在里面将我供出来了。等等，楚生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供我干什么？雷队痛恨组织内的腐败，管你是处长还是厅长，犯法了就得依法办事。雷队道：“王处长，配合我们调查吧。”王处长被气笑了：“可笑，无稽之谈。你有什么权利抓我？”姓名：王守义，年龄45，性别男，职业公务人员，魔都市公安厅宣传处处长。王处长一个华丽的转场进了审讯室。说吧，你和楚生之间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拿钱给楚生？雷队问道。王处长辩解道：“那是政府答应楚生的宣传奖金，我是清白的呀，楚生也是，他是不是清白的我不确定，但我真是清白的呀。”齐厅长，齐厅长能证明我的清白。当初找楚生普法宣传，我和齐厅长商量过，不一会儿，齐厅长匆匆赶来，将一切解释清楚，证明了王处长的清白。齐厅长不禁阵阵后怕，乖乖，这个叫楚生的年轻大学生还挺邪乎的，这几天一直往派出所跑，还把身边的人都带进派出所，连老王都遭殃，甚至还差点牵连到自己身上。以后一定要离楚生远一点。王处长的清白是证明了，现在问题变成怎么证明楚生的清白。雷队和齐厅长两人针对这事商量了好一会儿，最终雷队也愿意相信楚生只是普通大学生，只是会的东西有一点多，但这不代表就能完全洗脱嫌疑。审讯室内，叮当面带羞愧地走进来：“楚生，上面已经对你的情况重新审核，认为你并非千王之王。进入赌场，你的初心是为了普法宣传教育。从网络上的反馈来看，很多人也因为你的直播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但你参与赌博却是事实，所以上面要求你戴罪立功，帮助我们找到谁才是真正的千王之王。你同意吗？”众人都知道，楚生哪怕不是千王之王，签数也不会比那人差。有楚生的帮助，一定能更快从这群罪犯之中锁定千王之王。我当然同意。所谓的戴罪立功，楚生明白，也只是给刑警队一个台阶下。而且，楚生也想要揪出这个赌王。妈的，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档次，敢起这个名字，低调的帅逼，这不是碰瓷我吗？害得我给你背黑锅。那啥，叮当低着头，脸色羞红。对不起。叮当突然鞠躬道歉道：“阿雷。”楚生纳闷道。叮当羞愧道：“因为我的莽撞，把你误认为是罪犯。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帅逼。”楚生，我知道你是在道歉，但我是帅逼这件事是不争的事实。被十字锁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楚生已经快习惯了。而且，
上次在车内，被于警官和罗警官混合双锁，强度比这次还高。没关系，年轻，身体好。楚生接受了叮当的道歉，他本来也就没受什么伤。楚生趁着这个空余时间，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02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96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205121。情绪值48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看到面板上的数据，楚生被吓了一跳。短短1天时间，每一项数据都疯狂飙升，平台下载量突破30万，而斗地主模拟器的下载量竟然反超了盗贼模拟器，率先突破20万大关。情绪值更是暴涨到48万，距离解锁凶手模拟器只剩下最后2万的情绪值。最多明天，楚生就能解锁新游戏凶手模拟器。听名字应该是恐怖血腥类型的游戏。解锁游戏之后，还是和之前一样，先找主播帮忙宣传一波。虽然现在阶段自己的流量已经很大，但自己毕竟是个新人主播，与老牌游戏主播互动更有看点。至于试玩凶手模拟器的人选，楚生也早已经想好。呆小妹吗？女主播玩恐怖游戏被吓哭，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噱头。但楚生有一个更好的人选，某枪战游戏的前职业选手，年轻时人送外号电竞吴彦祖，以 WDNMD 我带你们打为口头禅的游戏主播茄子。虽然茄子玩的枪战游戏和自己的凶手模拟器没什么关系，但楚生知道茄子是一位极其抽象的直播天才。茄子现在发福5大3粗，打游戏脾气暴躁，但胆子非常小，玩起恐怖类型游戏非常有直播效果。一个职业选手，脾气暴躁还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中年人，玩恐怖游戏被吓哭，直播效果不比女主播被吓哭更好。楚生都已经计划好了，情绪值突破50万也是轻轻松松。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先从局子里出去。在叮当的带领下，楚生来到刑侦科，雷队也在这，3人开始商议如何揪出千王之王。雷队道，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就藏在天河会所众人之中。楚生对这些案件卷宗并不了解，这人既然名气这么大，没有照片吗？叮当摇摇头道，这人非常狡猾，别说照片，甚至都无法确定性别。赌博诈骗手法高明，又极其善于隐藏身份，就连许多资深赌徒、赌场老板也都没亲眼见过。楚生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在赌场露面的人是怎么操控赌局的。叮当拿来一些相关卷宗和资料递给楚生，即使楚生不擅长刑侦，但他比在场任何人擅长签术，或许他能够看出端倪。楚生翻看道，毫无疑问，千王之王是天河会所内签术最高明之人。雷队和叮当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楚生身上，楚生立马狡辩道，我除外，我是个正经大学生。叮当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虽然确定楚生不是千王之王，但正经大学生，呵呵，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信他是正经大学生？第59章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哪怕有王处长和齐厅长的证明，雷队和叮当心里都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想法，楚生落网早晚的事，这家伙身上绝对有什么案底。他们看过楚生的资料，你一个985高校的大学生，盗窃手法能把职业盗贼从上到下偷干净，赌博手法能将整个赌场席卷一空，这哪里是什么普法宣传大使，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法外狂徒张三。楚生看着有关千王之王的资料，此人的手法确实和一般赌徒不一样。要说天河会所内有什么高手，那名美女荷官。楚生忽然想起她，这女人的嫌疑非常大。在我连赢20多局之后，她从中作梗，手法要比雌雄双煞厉害。雷队双眸一亮，假扮荷官，间接操控赌局，很有可能。这人的嫌疑非常大，这就去严审这名荷官。雷队亲自去审人。楚生继续翻看卷宗。叮当问道，不是确定嫌疑人了吗？你在看啥呢？楚生皱着眉头，荷官的嫌疑的确很大，但是一个活跃这么多年都没被抓住把柄的人，一定有一个更加隐秘的身份。荷官这个身份足够隐秘，但时间一长还是会露出马脚，除非千王之王有一个更加局外人的身份。赌王是荷官，感觉有些不对劲。楚生道。叮当在一旁说道，有啥不对劲的？你个宣传大使都去赌场，还有什么不可能的？这一句话
点醒了楚生。楚生眼眸一亮，有天河会所的资金流动的账单吗？叮当道，好像有，我找找。当晚，刑侦局灯火通明，直到次日凌晨，所有人员全部审讯完成，楚生等人自然也没了嫌疑。等担保人过来签字，就能出去。豹哥、呆小妹、楚生三花聚顶，都在局子里蹲着，唯一能过来捞人的，也只有楚生的恩师魏玲玲。经过一夜的折腾，豹哥显得苍老许多，面容憔悴，像是得了重感冒病毒，看着楚生的眼神中带着一些畏惧。我套你个猴子，这小子真邪门啊！难道他的喝茶体质真的会传染？豹哥在这里待的浑身不自在，而楚生却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喝着茶，简直比在家里还放松。豹哥，你不是找我切磋牌技吗？出去好，找个棋牌室玩2把。楚生道。豹哥下意识有了生理性的恐惧，连连摇头。我套你个猴子，鬼才和你玩！才因为打牌进来，豹哥现在哪里还敢？尤其还亲眼看到了楚生的法术，以后除了线上斗地主游戏，现实里打死也不打牌了。此时，警察线人录完口供出来，正巧撞到楚生等人。警察线人主动上前道：“嘿嘿，小哥不好意思啊，把你误认为是罪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豹哥顿时来气：“好呀，就是你个老调，害你叔叔蹲大牢。”楚生嘴角微微勾起，道：“王宇，75年生，曾经在赌场当服务员，04年因为聚众赌博被捕，但涉案金额不大，被判2年。服役期间表现积极，有立功表现，减刑1年。出狱后在汽车厂工作，由于独特经历和良好的改造表现，一直给警方充当线人。”警察线人也就是王宇听到这些话，脸色微变，但很快又很好的掩盖住。呵呵，小哥还调查我干嘛？不小心把你认成罪犯，错在我给你道歉。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吗？楚生冷笑道：“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低调的帅逼。”豹哥一愣，这人还没有帅呢。低调的帅逼，你就是那个千王之王？王宇脸上的表情彻底僵硬，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哼，小哥真会开玩笑，我可是警察的线人。”楚生提了提自己的空气眼镜，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当当当当，豹哥看着周围，卧槽，哪里来的 BGM？ 呆小妹指了指自己的手机，调皮笑道：“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死神小学生的 BGM 必须整上。”楚生分析道：“正因为你是线人，你才能光明正大的进入赌场，并且不会被警察怀疑。以线人的身份潜伏在顾客之中，表面上调查线索，实则暗中操控赌局，帮赌场敛财，给一些违法资金洗钱。当一切操作完成后，再联系警察收网，将一些不明真相的赌徒抓进去，自己逍遥法外。在有需要的时候再联系警方，说自己发现一名赌王，重复上面的操作，你又能完成一波洗钱。这就是你叱咤赌场又不被人发现的秘诀。”宿主震惊豹哥，震惊值加666；宿主震惊呆小妹，震惊值加666。一番逻辑缜密、思维又跳跃的分析，二人用出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最高赞美，异口同声道：“卧槽，好他妈牛逼！”线人王宇表情僵硬，眼中难掩恐惧。你有？我有证据吗？楚生知道他要问什么，电视剧里反派都这么演。我没有。楚生非常坦诚道。那你特么逼逼赖赖这么多干什么？豹哥忍不住骂道。听你分析的正上头呢，你突然来句没证据，耍猴呢？就像情到深处，突然发现，卧槽，没有小雨伞。宿主破防豹哥，破防值加300。没证据，你瞎分析啥？豹哥道。他没证据，我们有。走廊的尽头，叮当和雷队等人出现。叮当道：“我们调查了天河会所最近的流水，还有你的海外账户，铁证如山。王宇，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王宇面露狰狞地看向楚生，哼，果然应了那句话，同乡是冤家。兄弟，你到底什么身份？哪条道上的？楚生立马撇清关系，谁他妈和你是同行了？我的身份，985高材生，反赌反扒宣传大使，社会3好青年，还有传递爱与和平，用心创造快乐的游戏设计师。第60章新概念举一反三，千王之王，低调的帅逼王宇，伏法被抓。楚生功不可没。雷队语重心长地说道：“楚生同学，这次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刑警队后续会配合宣传处宣传，这都是你应得的。”楚生乐开了花，
有了刑警队真实案例的宣传，往后自己的游戏会越来越火爆。而且自己的游戏本身就是犯罪题材，和刑警队的契合度非常高。自己下一款游戏《凶手模拟器》，听名字就很行。楚生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干违法犯罪的事情，但自己这喝茶圣体，法力无边，发作起来根本控制不住。提前和刑警队的人搞好关系，肯定有好处。等待魏玲玲来捞人的时间，楚生打开直播。昨天晚上，楚生注意力都在赌局之上，没怎么关注直播间。看着系统数据面板上大涨的数据就知道，昨天一夜，楚生的人气那是相当的火爆。一则名叫“性感反赌大师在线赌博出千”的视频，直接在各大平台图榜，不仅仅是游戏区第一，更是当日总榜前5。作为龙国最大的短视频平台，能进总榜前5，可以说是龙国百姓一天内最关注的几件事之一。大量新老粉丝涌入直播间，尤其是在楚生被警花暴打，直播间弹幕服务器直接被爆掉。今天还是凌晨，楚生刚开播，就有大量激动的彻夜未眠的观众进入直播间，镜头对准楚生，画面中还有豹哥、呆小妹和一身制服的雷队。不用多说，光是看着铜矿任务，众人就知道发生什么。好，这 BYD 还能开直播是吧？卧槽，这次刑警队出动都没能制服设计师，直播赌博这玩意都不被判刑的吗？看畜生设计师这架势，应该又在等人来捞他。楼上的，你这个又字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又双若浊。BYD 设计师人脉到底有多神通广大，这都能被捞出来的？畜生设计师还能直播，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畜生设计师是我今年见过社会最黑暗的一幕。在警察局反复横跳，楚生每次打开直播，看着里面弹幕，都被气得干颤。我警告你们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上造谣也要负法律责任的。警察叔叔可就在我身边。楚生将雷队搬出来，你说对吧，雷队？雷队一本正经道：没错，但前提是真的在造谣。哈哈哈，笑发财了，警察叔叔还是懂畜生设计师的。设计师，你拍拍良心，我们哪句话造谣了？你自己干的那点事，心里没点数吗？楚生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你们这群没良心的！我这几天熬夜通宵设计新游戏，我为了什么？不是为了 BYD 平台的玩家们能玩到好玩的新游戏吗？而你们却这样说我，扎心了老铁。什么？有新游戏？ BYD 设计师别卖关子了，快说新游戏是什么？快说你又设计什么阴间的畜生游戏？这群水友嘴上痛骂楚生，但没有一个不期待新游戏的。设计师的确是个禽兽不如的畜生，游戏也的确是阴间，但好玩也是真的好玩呀。楚生心想，现在还差2万情绪值，就达到50万，解锁新游戏。昨天在局子里待了一夜，白天回去美美睡一觉，差不多明天就能解锁。新游戏同样是犯罪题材，并且融了一些恐怖元素，明天就能上线哦。明天就上线？这么快？说好了明天，可别又跳票了。你要是跳票，你就是个畜生，好吧？你的确是个畜生。楚生心想，这凶手模拟器听着就很行，为了防止出意外，最好先给刑警队打个预防针。楚生对着雷队说道：雷队，我即将发布一款新的犯罪题材游戏。就是吧，这款游戏以凶杀为主题，可能会有一丢丢的血腥。雷队并不了解游戏，但凶手为主题的犯罪影视作品倒是看过挺多。游戏我不了解，但现在国家政策开明，允许犯罪题材的文娱作品制作，只要你的游戏能过审核，手续齐全，就没问题。雷队道：得嘞。楚生高兴道：系统解锁的游戏都在审核范围内，手续齐全，没有一丝问题。不一会儿，魏玲玲顶着黑眼圈匆匆赶来。现在早晨6点，除了苦逼的高中生，大部分人都还在睡觉。但魏玲玲有个非常好的习惯，那便是从不熬夜，因为她只会通宵。叮当上前招待魏玲玲：你好，是楚生同学的老师吗？毕竟情况复杂，楚生终究还是学生，让老师过来捞人，肯定要解释清楚。叮当解释道：昨天由于……魏玲玲却说道：我都懂，这流程我熟悉。叮当一愣，道：你就不好奇楚生为什么进来的吗？魏玲玲深深叹了口气：哎，捞多了，什么原因都有，累了，不想知道。叮当柳眉一颤，想想楚生那奇葩的经历，再看看他老师脸上的惆怅，叮当只能说一句：你辛苦了。刷刷2笔，魏玲玲快速签完担保书，紧接着叮当又递过来一份。
怎么还有？魏玲玲诧异道。呆小妹躲在楚生后面，露出半颗脑袋，不好意思的笑道：“嘿嘿，老师这么快又见面了，还有我。”刷刷，又是2笔，签完。叮当又递过来一份。还有，躲在楚生后面的呆小妹的后面的豹哥露出半颗脑袋，羞涩内敛的笑道：“嘿嘿，你好呀，老妹，还有我。”魏玲玲，啊，老师教你举一反三，没让你在这里举一反三啊？哈，笑发财了，神他妈举一反三！魏老师，你还是太低估你的学生了。畜生设计师凭实力将队友全部拖下水。第61章解锁新游戏，凶手模拟器。呼，魏玲玲一口气签了3份。每天都用电脑办公的魏玲玲，用笔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警察局的担保书上签字捞人。魏玲玲现在只想说，我当初考教师资格证时，书里面也没说老师的义务，还有从局子里捞学生啊。3份，总算是签完了。此时，叮当又递出第4份，这是最后一份。魏玲玲、楚生、呆小妹、豹哥，全员懵逼。呆小妹左看看右看看，就我们仨呀。第4人是谁？我。坐在角落中，一直低着头的中年男子举起手，声音微微颤抖，这是他一生的耻辱。楚生转头一看，我擦，王处长，以前的领导，现在的狱友。王处长，您老人怎么在这里？楚生问道。王处长抬起头，满脸的幽怨，像是在婆家受了气的小媳妇。我怎么在这里？我也想知道，我怎么在这里啊？你也不想想自己都说了什么？震惊值加7，震惊值加9，震惊值加5。卧槽，王处长落马了！畜生设计师的威力也太大了吧，连王处长都中招了。喝茶圣体竟然还能越级挑战。设计师，你别这样，我害怕。又是一笔情绪值进账。得了，本来还以为明天解锁游戏，估计今天晚上情绪值就能达到50万。叮当和众人大概解释一遍，并说道：“我们这有个规矩，凡是进审讯室的人，无论怎么进来的，出去的时候都需要找人签字。这种签字也不是担保书。打个比方吧，你不是业主，进个小区，保安大爷还让你签个字再进去呢。何况这里还是刑警队，王处长也不是这的业主，而且公职人员不能帮忙签字，以防有包庇的嫌疑。所以王处长只能来蹭楚生的。他怎么好意思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让他们来刑警队捞自己？”王处长一脸渴求地看向魏玲玲。魏玲玲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来都来了。”刷刷，签完，走人。出来后，楚生反复和王处长道歉。王处长也不是小心眼的人，他只是有些怨自己，当初找楚生合作时，自己就早该想到这一幕，如今上了这条贼船，也下不来了。王处长拍了拍楚生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楚生同学啊，你一定要做个守法的好公民。楚生，我就设计几个游戏，招谁惹谁了？好，王处长您早点回去休息，我改天再来拜访您。”王处长满脸畏惧的摇头，双手交叉：“达面，你可离我远点吧。楚生，宣传奖金过几天就打到你账户上，你安心做游戏，我还想清清白白的干到退休。一场乌龙，总归结果是好的。豹哥没有陷入赌博之中，罪犯也成功落网，楚生也收获了一大波情绪值，各回个家，各找个妈。”雷队和叮当目送众人离开。雷队看着楚生的眼神耐人寻味，这个楚生不简单呀。叮当也有同感，他不是千王之王，但千术比千王还厉害，他一定有问题。叮当此时莫名有种宿命感，总感觉楚生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危险分子。雷队道：“咱不能冤枉守法公民，但也不能放过罪犯，盯住他。”是，雷队。魏玲玲先回家补觉，楚生和呆小妹去机场送豹哥回家，一夜没睡。楚生让豹哥先在魔都休息1天再走，豹哥打死不同意。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他现在对魔都对楚生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再待1天，豹哥都害怕自己在宾馆睡着又睡到了局子里。不行，以后打死不来魔都，坐飞机航线都要选绕过魔都的。这座城市已经被楚生污染，太危险了。忙完了一切，楚生回到宿舍，呼呼大睡，从早上10点开始睡，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10点。楚生简单洗漱后点了个外卖，特地备注：变态到连变态都觉得变态的变态了。倒不是楚生多喜欢吃辣，他
他只是足够变态，一口饭下去，直接肛门窜火。随后楚生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52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26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预下载量265121，情绪值55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丁，恭喜宿主情绪值达到50万，解锁游戏凶手模拟器，情绪值直接到55万了。楚生诧异道，按照他的估算，今天晚上应该刚好突破50万，怎么还突然增加了这么多？这破天的富贵没有让楚生开心，反而让他担忧起来。楚生连忙打开短视频平台，在自己睡觉期间，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事。点开热度排行，楚生一眼锁定了几条新闻：警方捣毁赌博诈骗窝点，大量涉赌人员被逮捕；B 级通缉犯赌徒王宇被警方逮捕；游戏设计师协助警方破方案，警民合作。楚生点开第3条新闻，刑警队虽然对楚生有所怀疑，但答应的事情还是办到的，说帮忙宣传就帮忙宣传。抛开楚生经常进局子、会赌博、会盗窃的事实不谈，上面领导对楚生还是非常满意的。帮助刑警队抓住千王之王，帮助宣传队宣传，尤其是赌场直播，现场揭秘赌场的黑暗，宣传效果非常好，让许多人认识赌场的可怕。楚生现在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名声大噪。视频内容很简单，讲述大学生楚生利用自己的出签手法和推理，帮助警察锁定罪犯。视频很短，但评论区很长。不是说天道有轮回吗？什么时候轮到畜生设计师啊？同行是冤家啊！这 BYD 设计师不守行规啊，先把同伙皮衣男送进局子，现在又把同行赌徒关进去。这 BYD 设计师不仅送同强进去，甚至连身边人都给送进去了。警察大大，严查畜生设计师啊！楚生看到这些评论，火冒三丈。好好好，都这么对我是吧？让今天晚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新游戏凶手模拟器的威力。第62章 A1 高闪来一个好吗？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啊！楚生看着网上的评论，忍不住感慨道，自己辛辛苦苦积攒情绪值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赚钱吗？靠，还真是为了赚钱。不想赚钱这种话，楚生实在说不出口。能说出这种话的人简直比自己还畜生。但是自己赚钱的同时，不也给你们提供了快乐的游戏吗？你们竟然这样造谣抹黑我！楚生气不过，现在已经晚上10点，本来打算明天再发布新游戏，既然你们这么闲的都在网上疯狂造谣，那我楚某人今天就给你们上强度，直接发布新游戏凶手模拟器。楚生先将游戏上架 Busy World 平台，状态同样改成预售，随后先查看系统面板，果然最让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解锁游戏凶手模拟器，售价1元，下载量0。噗！楚生一口老血喷出来，有毒吧系统？新游戏售价又是1块钱，你快出来给我解释解释。盗贼模拟器和斗地主模拟器售价都是1元，下载量都是20多万。楚生通过这2款游戏已经赚了50万左右，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但楚生扪心自问，这钱虽然是靠着系统，但也都是辛苦钱、血汗钱啊！这都是靠着自己一次次进局子才赚来的，哪天一不小心真进去了，那可就是人财两空。企鹅游戏公司设计一款皮肤，盈利都几千万甚至上亿，自己忙活这么久就赚个辛苦钱，结果新游戏售价还是1块钱。哎，算了，1块钱也是钱啊！楚生上架游戏后，吃了个变态辣的外卖，去厕所体验一把肛门喷火的快感后，开启直播。楚生现在已经成了游戏圈顶流主播，主打的就是一个纯欲风。刚一开播，大量水友涌入直播间，每一次看到 BYD 设计师，总感觉是最后一面见他。太行了呀，设计师，你看看你发布的新游戏，又发布新游戏了，我去瞅瞅。我擦嘞，凶手模拟器，你真行啊，主播！刚从局子里出来，又想回去喝茶了。我看你的菊花是又痒痒了，想回去捡肥皂。楚生看到水友们一进来，就开始胡说八道，必须要想办法制止这歪门邪道的风气。这款犯罪题材游戏带有恐怖元素，并且已经被刑警队的雷队长认可过，好玩合法，放心实用。合法？你这个年纪
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这种话的？刑警雷天，我不是，我没有，你瞎说。卧槽，是真人！刑警雷队都蹲在直播间。雷队，警察大大，你是来调查楚生的犯罪证据吗？刑警雷天，嗨嗨，路过，你们聊你们的。楚生看着弹幕，忍不住吞了口水。好家伙，雷队竟然在直播间！你老人家不打游戏，待在我直播间，不会真的是为了来调查我吧？雷队，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呢？ BYD 设计师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快点开放下载，我们要玩游戏。楚生看着游戏数据，开放预下载，能先付钱但不能下载。此时预下载量已经突破1万。叮，恭喜宿主凶手模拟器下载量突破1万。解锁凶手模拟器社区功能，开启排行榜。和之前2款游戏一样，凶手模拟器之中同样存在段位等级，凶者、凶师、大凶师、凶灵、兄弟。此时排行榜上还空无一人。楚生在直播间解释道，预下载相当于预售，不喜欢还可以退款。今天晚上我会找其他主播演示游戏，如果觉得喜欢再下载也不迟。楚生说归这么说，但真实目的是害怕出事，得先找个冤大头试试水，看看系统提供的这阴间游戏到底适不适合普通玩家。操，就1块钱还退款，瞧不起谁呢？新游戏还1块钱，设计师你到底靠什么赚钱？给设计师刷点礼物支持一下，别破产了。设计师是富二代，不用刷礼物。设计师是富二代，不用刷礼物。+1。楚生气的眉头颤抖。好，富二代是吧？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富二代的恶臭，看着你们被凶手模拟器折磨。楚生点开主播列表，前职业选手茄子正在直播。茄子年轻时帅过吴彦祖，现在人到中年，身体发福，胡子拉碴，每天电竞椅上一躺，点个外卖，开始直播游戏。明明是大主播，身价几百上千万的，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网吧大神。茄子吃完外卖，将垃圾往旁边一丢，直接用旁边的窗帘擦嘴。茄子逆天，他的粉丝更加逆天。直播间弹幕：老公好帅，老公擦嘴的样子好潇洒，好有男人味，老公好屌。名词：茄子直播间充斥着2种人，一种是天天喊她老公，故意恶心她的男粉；另一种是天天喷她游戏菜，故意恶心她的男粉。总之，恶心主播就对了。女粉不存在的。有哪个女粉丝会对着一个30多岁、天天不洗头、不修边幅、顶着啤酒肚、只会打游戏的男人发出痴汉傻笑？茄子道 WDNMD， 你们这群币真的恶心人啊！天天喊老公，我老你某某的公啊！茄子还有特点，一句3个特么的，喊妈量高达 99%， 比纯净水都纯。老公骂我了，我好开心。老公你骂人的样子好有气势哦。老公快继续骂我，不要停。茄子翻了一个白眼，你们真他妈恶心。吃完饭让你们欣赏一下我这牛逼的技术。楚生刚点进直播间，就看到茄子的逆天操作。 A1 高闪来一个好吗？我带你们打，我叼你妈的，闪到我眼睛了，草。第63章，茄子试玩恐怖游戏，为了男人的尊严。直播间内看着茄子脑淤血的操作，水友们疯狂敲击着键盘，没有吝啬自己的弹幕。主播是典型的名气大于实力，你要问主播有啥名气，的确没有，但那也大于实力。老亮光闪烁弓不在亮光闪烁家，偷亮光闪烁，偷亮光闪烁，看亮光闪烁傻逼，还搁着直播呢。圣主突破封印，布莱克警长正在13区组织反击，其他生肖都到了，就差你这头猪了。21世纪最新残忍审讯方法，把犯人绑在椅子上，让他看阿豪直播，但是不给他键盘骂，真无语了。昨天键盘坏了没骂主播，早上被人蒙着眼拐到乐山当了1天大佛，刚被放出来。你喷主播，你可能被禁言7天，但是你不喷主播，跟永久禁言有什么区别？茄子玩游戏暴毙，又看到直播弹幕，直接暴怒开队。老子特么不就是闪到自己了吗？你们在这狗叫什么？看老子起一把大狙，秒了对面。砰！中门对狙，茄子被一枪爆头。主播不是3头6臂，而是1头2臂。刚来，主播你的大狙呢？主播，你为什么不自己玩游戏，一直看着队友玩呀？茄子脸色涨红，破罐子破碎，怒道：我起了，一枪秒，有什么说的？啊！楚生看得捂着肚子笑。茄子的直播效果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简直就是直播圣体。邋遢中年男子，脾气易怒。谁有最喜欢的
就是激怒主播。看着主播无能狂怒的样子，楚生也忍不住加入弹幕大军。楚生，有些弹幕真是目光短浅，看到主播失误就嘲笑。楚生给老女人、大马猴刷了不少礼物，自己也是主播，也收了很多礼物。弹幕都是红色标注的贵宾弹幕。茄子一眼看到楚生弹幕，楚生，那个人送外号纯欲风的畜生游戏设计师。以楚生现在在游戏圈的名气，茄子想没听过都难。听说这小子不是比畜生还畜生，嘴损人贱，3天2头进局子吗？怎么感觉还挺友善的？楚生是整个直播间中唯一一个帮自己说的。茄子一时间感动不已。对啊，是人就都会失误，失误1、2次有什么好嘲笑的？楚生继续发弹幕，茄子看到后，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楚生，有些弹幕真是目光短浅，看到主播失误就嘲笑，等着吧，更好笑的还在后面。噗，不愧是你啊 ，BYD 畜生设计师！卧槽，这畜生设计师来祸害茄子直播间了。茄子快跑，这 BYD 会引来条子。叮，宿主破防主播茄子，破防值加3000。茄子瞬间红温，好你个楚生，果然人如其名，今天我就要杀鸡儆猴，看谁还敢骂我。茄子正准备封禁楚生时，楚生送出1架飞机，楚生送出1架飞机，连送了好几架，这1架飞机礼物可是100块钱呢。楚生阵阵肉疼，但茄子依旧不买账。别以为你送了礼物就能逃过一劫。楚生，茄子，我是友军，别开枪。茄子冷哼道，那你说你来干什么？楚生，我新发布了一款游戏，想要邀请你来试玩。新游戏？茄子没什么兴趣，他只喜欢玩自己的枪战游戏。你设计的游戏我看过，没啥兴趣。楚生，我设计的新游戏杀人模拟器，犯罪题材，有恐怖元素在里面哦。我看了一圈，就感觉你最有男人味，敢玩这款游戏。怎么，你也不敢吗？直播间其他谁有？看到楚生弹幕，立马感觉到了阴谋的气息。茄子别上当，这 BYD 明显在坑你。上一个帮他试玩游戏的大马猴刚从局子里出来。哼，这么幼稚的激将法，谁会上当啊？茄子立马不乐意道，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这人就是出了名的胆子大。区区游戏再恐怖，能恐怖到哪里去？玩就玩，我就担心你这恐怖游戏太无聊，我玩睡着了。茄子的态度极其嚣张。如今这世界上，游戏行业极其 low， 根本没什么像样的恐怖游戏。这些人自然不知道恐怖游戏的威力。不是吧，阿 Sir， 这都能上当？吃了没文化的亏呀！坏了坏了，又有一个主播要被畜生设计师祸害了。再这样下去，整个游戏圈的主播都要进去。楚生，茄子真男人，我这就把游戏内部下载链接发你。凶手模拟器的内存比斗地主模拟器大得多，和盗贼模拟器差不多。茄子支付1元钱，开始下载。大约20分钟后，下载安装完成。茄子满脸不屑地点开游戏，哼哼，我倒要看看这恐怖游戏能有多恐怖。说着，茄子还非常不屑地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游戏加载完成，屏幕一黑，进入游戏。该说不说，这 BYD 设计师更新游戏速度真快，还有点激动啊，这次新游戏到底有多可靠？老公啊，快住手，你距离橘子越来越近了。随着游戏黑屏结束，突然电脑中传来嗡的一声，这给满脸瞧不上的茄子吓了一跳。紧接着传来一阵阵刀子剁肉的声音，黑屏中浮现出凶手模拟器几个大字，砰砰砰，一段沉闷的音效过后，5个大字开始流血，画面看着还有点瘆人。呵呵呵呵，游戏中再次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随后出现几个选项：新游戏、读取存档、设置、退出游戏。茄子此时的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劲，他打死也不愿承认，其实自己胆子特别小，晚上一个人都不敢上厕所，但这么多人看着，为了面子，为了男人的尊严，拼了。呵呵，根本不吓人嘛，这不就是一点血一点音效吗？茄子一咬牙，干了，奥利给！点击新游戏，开干！妖魔鬼怪快离开！第64章，游戏第1关，宾馆杀人。伴随着茄子点击新游戏，凶手模拟器正式开始。这款游戏不同于盗贼模拟器，没有序章。屏幕一黑，上面浮现出第1关的字样，随后字迹缓缓消失，响起一阵诡异的音效。茄子忍不住松开鼠标键盘，擦一擦手掌上的汗。
强装镇定道：“花里胡哨的，快点进游戏，老子要当凶手，要摇人。”随后游戏中响起一道音色清冷阴森的女人声音，声音立体环绕，戴上耳机的话，那声音仿佛是在自己脑海中响起。旁白：杀过人吗？或者你曾经想过杀人吗？你或许会否定，但你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想想那个你内心深处最痛恨的人，恨到哪怕过去几年、10几年，他当初对你做的事都历历在目。你曾在无数次午夜梦回时诅咒他死去。承认吧，你就是一个凶手。旁白结束，这段声音直击灵魂，让人心惊肉跳，头皮发麻。没有任何恐怖的场景，单单是这一段话，恐怖氛围直接拉满。卧槽，这游戏真有点东西，这旁白真急而恐怖。耳机档直接暴毙，第一句就是你杀过人吗？设计师设计游戏越来越放飞自我了。我已经躲在被窝里看直播了，哈哈，看茄子的表情，红茄子变白茄子了。不是吧，一句旁白脸就被吓白了。茄子看着弹幕，为了面子嘴硬道：谁害怕了？不就是杀人吗？老子一把大狙，枪口下无数亡魂。妈的，老子一天不知道杀多少人，你们在这和我狗叫。游戏继续，第一个场景是在宾馆走廊之中，游戏人物是第一人视角，茄子移动鼠标控制人物视角，观察周围环境。幽静昏暗的走廊，清冷的月光洒落，墙壁上的白瓷砖反射着微弱的白光。游戏中没有任何音乐声，周围寂静的不像话，玩家只能听到角色沉重、紧张、局促的呼吸声。将音量开大，仔细辨别，甚至能从中听到心跳声。这里没有用恐怖音效，反而显得更加真实，具有代入感。茄子控制人物往前走了几步，幽寂的走廊中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茄子忍不住缩起脖子。此时游戏旁白声响起，还是那位音色清冷的女人声音：胆小鬼，已经开始害怕了吗？呵呵呵，放轻松，只是杀人而已。402房间内的女人，你无比痛恨她，你的第一个任务，将她杀死。不要害怕，杀人是最简单的事情。随着旁白的结束，游戏角色局促的呼吸得到缓和，游戏界面右上方出现一行字：主线任务，杀死402房间内的女人。茄子此时的表情已经开始有些变形，这种诡异的环境，他只想快点逃离，任务竟然还要求他去杀人。WDNMD， 身上就一把碎骨刀，没捡起装备吗？呜，能不能给老子来个充值入口？老子起把大狙，直接趴在对面大楼上，一枪给这女人崩掉。老公，你害怕了吗？老公不行就算了吧，别嫌丢人，短短的小小的也很可爱啊。茄子看着弹幕的嘲讽，心里憋着一口气。谁说我害怕了？你不怕你怎么不往前走呀？玩枪战的时候喜欢秀自己的蝴蝶刀，喜欢刀人，现在让你刀人，你咋不敢了？茄子嘴硬道：不是吧，不是吧，真的会有人害怕恐怖游戏吗？看我马上给那女人刀了，让你们喜欢狗叫。茄子控制角色在走廊里寻找402房间号，四下寂静无人，时不时传来奇怪的响声，伴随着角色呼吸声，恐怖氛围拉满。402房间门口，茄子站在这，面前出现按 F 互动的选项。砰砰，伴随着敲门声结束，周围重新恢复寂静。茄子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咔！突然，房门被打开，屋内站着一个穿着纯白睡衣、头发散乱的女人，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瘆人。啊！茄子被吓得大声叫出来，瞳孔放大，脸色微微发白。哈哈，本来很吓人，看着老公的表情，瞬间又觉得搞笑。大哥，你是凶手，他是被害人，你叫什么？女人 So， 你叫了，我是不是不该叫了？游戏画面突然变红，上面出现一个时钟倒计时，闹钟倒计时60秒，在倒计时结束前杀死目标，否则任务失败。同一时间，游戏响起了古典秘籍的快节奏 BGM， 恐惧、紧张的情绪充斥茄子全身，茄子全身血液流速加快，立马冲去房间内。或许是太过紧张，茄子竟然爆发了惊人的凶手天赋。在冲去后，以极快的手速操控鼠标键盘，立即将房门关闭，随后将女人拽入自己怀中，单手死死捂住女人嘴巴。女人感受到了恐惧，瞳孔圆瞪，开始挣扎。茄子往前走，用身体将女人顶到床上。目标被控制后，茄子此时太过紧张，慌乱地挥舞手中的碎骨刀。噗呲，
一刀刺入的腹部，鲜血咕噜一声往外涌，浸湿了洁白的床单。女人的表情神态极度真实，恐惧、痛苦、惊慌到已经失去理智，只剩下最后求生的本能。茄子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杀人。一刀刺下去后，人恢复了些理智，随后感到阵阵后怕。然而这一刀下去，女人根本没死，反而挣扎得更凶。迫不得已，茄子又连续捅了好几刀，噗呲噗呲。茄子感觉自己手中握着的并不是鼠标，而是那把不断刺入女人胸膛的刀。最终，女人在血泊之中逐渐没了动静。此时时钟倒计时还有10几秒，现实中的茄子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感到一阵脱力。终于是完成任务了。然而游戏屏幕上却显示任务失败。第65章，让你做恐怖游戏，没让你做的这么真实啊。凶手模拟器的画面在杀人时并非100%复刻，否则那种真实感根本无法过审，但血腥程度一样在国产游戏中首屈一指，刚好卡在能过审的那条线。画面虽然没有100%复原，但杀人时的心态在音效、画面、游戏情节的相辅相成下，复刻程度高达99%。茄子感到一阵虚弱，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一样，恐惧、虚弱、紧张，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卧槽，飙血飙血了！提问：血不是绿色的吗？第一次在游戏里看到红色的血液，光是看代入感就够强了，真不知道玩起来什么感受。凶杀设计的这么细节，设计师是真想进去了啊！这 BYD 设计师杀过人是什么稀奇的事吗？严查，必须严查！雷队，看看茄子吓的，现在要叫茄白了。但茄子不是完成任务了？为什么游戏显示失败？茄子端起水杯，手像是得了老年痴呆，一直在抖。战术喝水，缓解恐惧。怕？根本没在怕的。不怕？你手抖什么？被谁有拆穿？茄子转移话题道：楚生，你给我出来！你看看自己设计的什么游戏，里面有 bug， 我明明完成任务了却显示失败。茄子刚说完，都不用楚生出来解释，游戏自己就解释了原因。那个清冷女声再次响起：杀人的感觉怎么样？害怕？恐惧？还是嘴硬说没有感觉？问问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一丝快感？我之前说过，杀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身为一个合格的凶手，光是会杀人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难的地方在于处理尸体。看看你制作的凶杀现场，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旁白结束，茄子看着自己的凶杀现场，房间内一片凌乱，血液飞溅的到处都是，洁白的床单被褥被血液浸湿，这凶杀现场根本没办法处理。画面一黑，茄子回到走廊，游戏重新开始。此时茄子才从懵逼之中回过神来。我 DNMD 楚生，你他妈设计的什么恶趣味游戏？尼玛的，游戏设计的这么他妈真实，你他妈不会真的是杀人犯吧？含妈量极高，舒服了。斗杀第一喷子，名不虚传。杀人设计的这么细节， BYD 设计师是想吃捞饭了。这游戏真吉尔吓人，我要去看2集花园宝宝，缓解一下。丁，主播破防茄子，破防值加3000。丁，主播吓到茄子，恐惧值加1000，恐惧值加3，恐惧值加4。系统提示音不断在楚生脑海响起，又解锁了一种新的情绪值，恐惧值。看着茄子崩溃的样子，楚生真害怕他放弃了。这游戏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呢。楚生，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游戏这么恐怖，你别玩了吧，我怕你晚上睡觉做噩梦。怕？茄子一歪嘴，谁怕了？我甚至感觉无聊，看老子一条命通关游戏，让你知道特么的自己设计的游戏有多简单多无聊。老公别上头，这小子不是好人啊。名称：茄子，种族：鱼类，特点：极其容易上钩。BYD 设计师明显在钓鱼，老公咱们算了，不丢人。弹幕越是劝，茄子越是容易上头。继续游戏，控制角色。有了第一次杀人的经验，茄子已经很熟练。进入402之后，想到杀完人之后还有处理尸体，茄子观察房间，进屋左边便是浴室。茄子捂住女人的嘴，将其推到浴室之中，这样就能清理血迹。卧槽，老公真是天才！浴室之中用水冲洗血液、指纹，消灭证据。我有点害怕了，没想到茄子还有杀人天赋。浴室中，茄子与女人缠斗，一刀刀砍上去。茄子本以为自己已经杀过一次人，这一次不会有太大感觉，
但恰恰相反，那种紧张、恐惧、慌乱的感觉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因为能看过女人最后的结果，感到更加恐惧。杀完人，时间还剩几秒钟，茄子满身是血，浴室墙壁也溅满血液。第一个任务完成，屏幕中弹出第二个任务。任务2：处理尸体。此时旁白女声响起：鉴于你是第一次杀人，我来教你如何处理尸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记住要快，你的时间有限。闹钟时间20分钟。随后，我玩个游戏，还要学分尸。茄子看着屏幕上的任务提示，他和直播间内的水友们一样懵逼。丁，宿主破防主播茄子，破防值加3000。茄子看着详细的处理尸体教程，大脑凌乱。我在干什么？我这是在玩游戏，但尼玛为什么一个 B 游戏还会教人分尸啊？教的还这么仔细认真。畜生，你他娘的是认真的吗？玩这么大，老子直播间又特么不是派出所，你交代犯罪记录不用在我这交代吧？茄子全身都在抗拒，在恐惧。我就是一个臭打游戏的，你怎么还让我分尸呢？直播间弹幕：畜生，不行就算了吧，不丢人的。直播间观众们一个个都在骂畜生，但没有一个人不想知道游戏进行下去会发生什么。众人都期待着茄子分尸，于是跟风弹幕：不行就算了吧，不丢人。呆小妹，不行就算了吧，不丢人。嘘嘘抱抱，不行就算了吧，不丢人。加1，茄子这人啊，出了名的好钓，只要你愿意激怒他，他必定上头。茄子看着水友们的嘲讽，还有自己认识的主播朋友也来挑衅自己。好好好，分就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呵呵，看我不打你们脸。茄子说完这句话，就想抽自己2巴掌。特么的，嘴硬干什么呀？这可是分尸啊！茄子游戏视角移动，看向浴室内惨死的女人，这也太特么恐怖了。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毛病茄子一辈子都改不掉。没办法，这么多人看着呢，只能老老实实按照任务提示去做。第一步，先脱衣服。这一步很简单，按照游戏给的互动键按就行了。开始处理尸体了。茄子竟然对女尸动手，口味越来越重了呀！刚死没多久，趁热乎的。哼，果然有马赛克，我究竟在期待什么？游戏内，脱完衣服，女尸赤裸，这也并不算是马赛克，只是建模时没有建女性私密部位，就像是商场里的假人模特。第一步完成：1. 脱去自己与死者衣物；2. 按照提示碎尸；3. 将尸块放在女人行李箱之中。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一步，分尸。全直播的水友都瞪大眼睛，激动、害怕，有10分的期待。这个点，直播间70%的水友都躲在被窝，用一只手捂住眼睛，再悄咪咪的留一条缝往里看。这一招，人类似乎天生就会。招式名：只手遮天，一叶障目之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效果：勇气值正100%，恐惧抵抗能力负100%。这样不仅不会害怕，因为只能通过一条缝看，视线、注意力更加集中。游戏内，茄子拿着砍骨刀蹲了下来，看着眼前这个赤裸女尸，茄子心里除了恐惧外，还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这是个死人，还是自己杀的？虽然只是游戏，但感觉也不好受。碎尸极其复杂，好在有游戏提示在。分尸的第一步，先处理头颅。游戏提示中，在女尸脖子处出现虚线，示意玩家从此处砍下去。茄子按照提示操作，咔，一刀下去。古装电影中，一剑取敌人头颅，都是假的，人脖子上都是骨头，非常坚硬，哪怕是碎骨刀，想要砍下来也非常艰难。咔咔咔咔，光是第一步，茄子就用了近2分钟，这还是在游戏里，现实中需要的时间更多，所以现实生活中一定要留够时间处理尸体。最终，茄子终于完成了游戏任务，只剩下光秃秃的脑袋落在地上，瞪大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显得异常恐怖。茄子被盯得心里发毛，想要将脑袋移动个方向，但游戏机制不允许，又或者是在设计时故意而为。丁，宿主吓到茄子，恐惧值加3000。茄子被吓得开始失去表情管理。要不说，茄子为什么是真男人？被吓成这吊样，还能继续玩下去？再来刺激点，恐怕就要大小便失禁了。卧槽槽，这颗脑袋看得我心里发毛。完了，现在满脑子都是那颗头颅了，晚上肯定要做噩梦。
我就知道这 BYD 畜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游戏也太他妈阴间了。售价只要1块，很接地气，但你游戏内容不能直接接地府啊。画面的血腥程度都被处理过，但看着一样瘆人。恐惧值加5，恐惧值加3，恐惧值加7。游戏继续，按照提示，第1步完成，第2步便是4肢。人骨非常坚硬，非常难以破坏，必须以老道的手法从骨缝中下手，割断经脉。但有了游戏提示，会简单很多，按照提示给的位置切下去就行了。游戏中还设置了力度选择，太轻了肯定不行，太重的非常容易卡刀。这款游戏设计的已经将能在游戏内呈现的所有凶杀细节都做到位了。茄子玩着游戏，画面略显血腥，最重要的是心理压力太大，这给茄子玩的仿佛自己鼠标键盘上都是血。估计这场直播结束后，这套外设以后都不敢用了。就在此时，游戏内还突然响了 BGM， 不是那种阴森瘆人的阴间音乐，反而是有些抒情、悲伤、轻缓的节奏。音乐声很小，但四下寂静，听得反而更加清晰。太阴间了吧，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放 BGM 啊？能不能音乐改成好运来？直播间谁有？一个个被吓得脚趾头扣紧。不知为何，听着明明不是阴间的恐怖音乐，反而更加恐惧。而茄子，他的感受和所有人都不一样，除了恐惧外，心里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一块巨石压在胸口，好像浑身有蚂蚁在爬。整个过程，除了血腥、恐惧、恶心外，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打击，一种这辈子都不想体验第2遍的酷刑。茄子看着地上的头颅，突然明白为什么了。第67章，被分尸的尸体还能醒过来。茄子看着地面上那颗头颅，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难受了，因为这个人是他亲手所杀。茄子扪心自问，在杀人的一瞬间，恐惧、慌张、紧张，这些情绪都有，但内心深处的确有那么一丝丝的快感。在强烈的刺激下，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多巴胺、内啡肽也开始分泌。但现在在分尸时，哪怕只是游戏，茄子也感受到深深的自责内疚。看着那张死不瞑目的脸，那可是一条生命啊，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人生就被自己毁灭了。故事背景中说自己无比痛恨这个女人，茄子现实中也有无比痛恨的人，恨到会产生他要是死了该有多好的想法，甚至在某些时候自己都想动手杀了他，但也只是想想。可这个时候，茄子将自己最痛恨的人带入到游戏里女人身上，茄子内心无比的懊恼，自己为什么要因为冲动去做这种事？死这个字经常被挂在嘴边，可真的杀了人后，心里只有无尽的懊恼和悔恨。自己明明有很多奇种方式去报复，可杀人这2个字真的太沉重了。除了个别变态杀人狂，大部分杀人犯都是一时冲动，他们在处理尸体或者逃亡时，心里都会有比茄子更加强烈的想法。茄子也能意识到这点。4肢处理完，茄子忍不住停了一会，揉了揉自己的心口，对着直播镜头和水友讲讲话，转移注意力。特么的，这游戏玩起来巨难受，不单单是恐怖，还会让你因为杀人而不断忏悔。你们自己玩一下就知道了。真的，特么的，我以后再也不杀人了。老公你别这样说，我害怕。好好，那我以后也不杀了。你们都好善良啊，都不杀人，你们真的，我哭死。警察叔叔，好了好了，别感慨了，和我回局子里慢慢说吧。凶手模拟器重头戏就在处理尸体上，这也是让玩家反省、自我救赎的过程。太多人因为冲动后悔一生，这款游戏能让人提前感受到这种后悔。游戏继续，下一步分尸提示更新，4肢切掉后开膛破肚，内脏、脂肪、骨头这些要一一分离，骨头另外处理，内脏、脂肪直接通过马桶冲走。游戏提示简直就像是一本处理尸体的教科书。观众们再次被设计师的专业震惊到，震惊值加6，震惊值加2。太行了太行了，手把手教学。设计师你到底什么来头？以前觉得设计师身上有案底，现在手里恐怕不下7、8条人命了吧。早说了，遇到设计师直接弹夹清空。在处理尸体上，游戏一共给了20分钟时间，茄子中间还休息耽误了几分钟，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1. 脱去自己与死者衣物。2. 按照提示碎尸进行中。3. 将尸块放在女人行李箱之中。
4洗澡并清理浴室，5将尸块运出宾馆。现在才进行第2步。屏幕突然变红，同时开始抖动起来，闹钟晃了晃，音乐也加快节奏，顿时出现一种紧迫感。茄子有些不乐意道：“别催，这种事情第一次做就给20分钟，怎么够？”哼，反正失败了就是从头再来嘛。游戏再真实也只是游戏，失败了又没什么惩罚，最多就是从头来过，又不会被人抓起来。然而，游戏中那个清冷幽寂的女人声音再次响起：“你还有最后10分钟时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尸体处理的话，尸体会醒过来。”茄子，直播间谁有？醒过来！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死人醒过来！你以为在玩游戏呢？卧槽，好像还真在玩游戏。妈的，游戏太真实，带入进去了，还真尼玛是恐怖游戏啊！玩到现在，我裤子都换3条了。你说是什么游戏？老公，待着别动，我想看看他是怎么醒过来的。茄子听到游戏的提示，吓得头皮发麻。尼玛，还能醒过来？不是说这游戏主打的一个真实吗？家人们，谁懂啊？谁家好尸体能被分着突然醒过来啊？看着头颅和4肢都被自己砍下来的尸体，七零八落的，这还能醒过来？卧槽！茄子现在待在浴室中，就像是浸泡在番茄酱中。这要是尸体再突然醒过来啊！茄子自我想象的画面就已经快给自己吓到失禁，瞟了一眼弹幕，骂道：“你们这帮逼，还让我站着不动！特么的，你自己玩游戏的时候站着不动试试！”操！茄子像是被装了马达，加快速度，疯狂分尸，咔咔，碎骨刀一刀砍下去，每砍下去1刀，尸体破碎程度就在增加。茄子一想到已经稀碎的女人重新醒过来，就更害怕了，越害怕越砍，越砍越害怕，形成闭环。茄子几乎快要崩溃。虽然他几分钟前还在悔过，懊恼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他是希望女人活着，但不是特么的，没了4只头颅，又被开肠破肚后醒过来，让你掏心掏肺，敞开胸怀，没让你真掏真敞啊！时间来到最后5分钟，茄子终于完成了分尸，随后找到装尸体的工具。江湖规矩，男人编织袋，女人行李箱。茄子找到的装尸工具正是女人的行李箱，再放了大量血，没了内脏，大部分脂肪，同时还被切割好后，人可以轻松放进行李箱中。看着面前的行李箱，茄子想到里面装了一个女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时间倒计时3分钟，茄子马上打开水龙头，开始清洗地板和血迹，哗洒哗啦啦的喷水，地面上的血液顺着下水道冲走。现实中，茄子抖着腿，无比紧张地盯着倒计时和浴室中的冲洗进度，心率狂飙。快点，快点重新干净啊，不然一会儿那娘们就要醒过来了啊！第68章回头杀茄子尿。茄子坐在电竞椅上，急得双腿一直抖，脚趾头紧紧扣住，2个手掌反复揉搓，伸着脖子，目光死死盯着屏幕。凶手模拟器游戏中，浴室血液一点点被冲洗干净，可时间也快要结束。游戏的角色站在装尸体的行李箱旁边，等着血液冲洗干净，立即拿着行李箱就往外冲。可就在血液即将被冲完时，时间到了。游戏中出现几个大字：时间结束，游戏失败。茄子瞳孔一颤，哎呦卧槽，就差几秒钟，特么的，那女人不会真醒过来吧？茄子移动着鼠标键盘，发现浴室里并没有奇怪的现象发生。此时，清冷女人声音再次出现：怎么样，第一次分尸的感觉如何？虽然失败了，但你应该也认识到了杀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茄子10分有12分的认同，这游戏表面上叫凶手模拟器，核心却是情绪模拟。杀人之后，只有无尽的懊恼和痛苦。茄子移动游戏视角，看了一眼行李箱，自言自语道：奇怪，这女人为什么没醒来？清冷女声再次响起：你问为什么她没醒来？茄子，卧槽，能听到我说话？呵呵，死人怎么可能醒来？那只是为了让你快点分尸，督促你完成任务的谎言。我很擅长说谎。听完，所有观众都感到无比失望，众人都期待着看到茄子被女鬼吓得屁滚尿流，结果只是谎言。茄子暗暗松了口气，嘴上却在逞强道：我 DNM 的，还敢骗老子？这游戏真特么无聊啊！茄子一身轻松，双手离开键盘鼠标，
往椅子上一靠，伸了个懒腰，显得自己很惬意悠闲。哈欠，本来想着有个女鬼出来玩玩，还刺激点，谁知道设计师根本没设计啊！哎，可惜了，害得我白期待一场。没有女鬼，玩得我都困了。茄子满脸得瑟笑容，可爱捏，想打死。操！没有女鬼出现，我感觉自己像是浑身爬满蚂蚁。第一次痛恨为什么 BYD 设计师设计的游戏不够阴间。楚生，为什么不设计女鬼？看着茄子嘚瑟的样子，我好不爽啊！茄子看着弹幕，无能狂怒，笑容愈发放肆。啊，无聊啊，无聊，真特么无聊！不是老子和你们吹，女鬼要是敢出来，我都敢和她亲亲抱抱举高高，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猛男。哎，可惜没有。茄子说着，同时也纳闷道：为什么任务失败了？游戏没有回到重生点。说完，茄子双眸明明已经离开键盘鼠标，游戏人物却自己动了起来，视角随着游戏人物转到身后，突然，一颗披头散发、满是鲜血的头颅贴在游戏屏幕上，那颗死不瞑目的双眸死死盯着茄子，脸上带着狰狞瘆人的笑容。被分解的尸块也从行李箱中跑出来，胡乱组装成身体，扭曲惊悚。游戏突然发出哐的一声，随后响起极其惊悚的配乐。啊！茄子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大叫，嘴巴张的都能看到刚吃下的外卖。扑通一声，整个椅子摔倒在地。卧槽！茄子瘫软在地上，双眸狂颤地盯着屏幕。我操你妈！什么鬼东西？游戏里那只女鬼嘴里不断说道：好痛！你用刀子一点点割开我的身体，好痛，真的好痛啊！游戏画面变成暗红色，剧烈晃动。宿主吓到主播茄子，恐惧值加5000。啊卧槽！我叼你妈的畜生设计师！老子他妈被你吓得屎都夹断了，第一次拉这么完整的一条。畜生，你他妈赔我的一整条屎！我靠，不是说是谎言吗？还真有女鬼啊！大姐我错了，不该希望你醒来的。你能不能快回行李箱里？老公，你快上啊！你不是要亲亲抱抱举高高吗？畜生，你是真畜生啊！回头杀，贴脸杀，你都用上了。恐惧值加11，恐惧值加10，恐惧值加12。系统提示音不断在楚生脑海中响起。这一波回头杀收获了大量的情绪值，楚生还是第一次在观众身上单次获得10以上的情绪值，看来这群人是真被吓惨了。茄子电脑屏幕中，女鬼不断的贴近屏幕，画面呈现非常立体，像是女鬼即将从屏幕里爬出来的。茄子顺着地面爬到电脑桌前，直播镜头中非常滑稽的录到茄子的脑袋探出桌面，伸手去摸鼠标键盘， ESC 键都快被按烂了，游戏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操你妈啊！这游戏怎么退不出来啊？吼！女鬼突然又发出一声嘶吼，整张狰狞的脸彻底贴在屏幕。茄子被吓得一激灵，随后立马察觉到下身不对劲，低头看了看，卧槽，好骚！咔！游戏中女鬼消失，此时屏幕上才出现几个大字：任务失败，游戏重新开始。呼！瘫在地上的茄子长长叹了口气，尼玛的，终于结束了。那尸体醒来后，游戏不仅无法控制，连退出都退不了。茄子没有直接站起身，骂骂咧咧道：他娘的，主播有点事。说着，茄子关闭了摄像头。大约5分钟后，重新打开摄像头，茄子脸色沉重，对楚生的仇恨值已经拉满。老公，你刚才干什么去了？茄子，你之前穿的不是这条裤子吧？我擦，真换裤子去了。哈哈哈，茄子被吓尿了。BYD 设计师，这次算是你头功。一招回马枪，茄子尿裤裆。老公真好，陪我一起被吓尿。茄子就像是拉在裤裆里的屎，说出来可能会被别人嘲笑，但裤裆里的温暖只有自己知道。第69章凶手模拟器第2关，茄子一辈子的梦魇。看到弹幕的嘲讽，茄子梅开二度，再次破防。叮，主播破防茄子，破防值加2000。楚生，卧槽，弹幕破防你，关我什么事？你个大主播，别碰瓷啊！茄子对着屏幕破口大骂：楚生，你就是个某某，我 Triple X 你个 XXXX， 我茄子一定会把你 XXXX。 茄子一段语速极快的 rap， 脏话押韵，喊妈量高达 99%， 持续输出了10几种分钟。直播平台多次提示用语违规，直播间内几万水友
全部看傻了，想了半天骚话，和茄子一比，最后只能默默打出2个字：牛逼！就尼玛离谱，骂了10几分钟没有重复。室友问我这首说唱叫什么名字，畜生设计师祖宗18代都被问候了一遍。就我一个好奇，游戏下一关是什么阴间玩意吗？茄子都被吓成这样了，不可能继续玩了。吓？谁他妈被吓到了？茄子涨红着脸，心理和生理上双重破防。老子刚才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摔疼了才叫的。哼，这游戏哪里恐怖了？特娘的，这椅子质量真不好，太容易坏了。这破游戏，看我分分钟钟通关它。老公你真的，我哭死。这嘴比钛合金还硬，以后茄子死了去火花，全身都烧成灰，就还剩嘴了。我牛子要是有你嘴一半硬，也不至于找不到对象。茄子选择重新开始，那道清冷的女声再次响起。呵呵，我说了，我很擅长撒谎。听到这句话，茄子被气得七窍生烟。你个畜生设计师啊，搞事情是吧？茄子咬牙切齿，别人越是刺激他，越是质疑他，他就越想要证明自己。游戏继续，游戏并没有从走廊进屋杀人开始，而是直接开始分尸。游戏第一关其实非常简单，在第一次进行游戏时，茄子中间和弹幕聊天，耽误了很久时间，最终也就差一点时间完成任务。第二次轻车熟路，茄子很快处理干净尸体，拎着行李箱离开宾馆。第一关轻松通关，茄子感觉终于找回来点面子。哼，不过如此嘛。犯罪题材的恐怖游戏，又不苦难又不恐怖，畜生，你他娘的这种水平，设计什么游戏？早点回家养猪算了。茄子嘲讽道。游戏通关后，出现2个选项，下一关，退出游戏。茄子毫不犹豫点了下一关。下一关来点难度行不行啊？茄子嚣张道。老公冷静啊，这 BYD 设计的游戏都是第一关简单，后面直接地狱难度。第一关教你玩游戏，第2关教你做人。按照畜生设计师的逻辑，会画直线吗？会画波浪线吗？会画圆吗？好了，都会的话，那你可以去画清明上河图了。太真实了，这 BYD 自己是畜生也不把我们当人看。趁着进入下一关的时间，茄子看着弹幕撅了撅嘴，有些不相信道，这 BYD 有这么贱吗？呵，那是之前没人治他，看老子今天给他治老实了，让他自卑到这辈子不敢设计游戏。茄子不相信第2关会有多难，第一关直接尼玛硬核分尸，第2关再难也难不过分尸吧。凶手模拟器第2关开始，茄子不知道的是，这一关将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梦魇。在游戏加载时，茄子又想到一个问题，自己在杀人的时候怎么下得去手？上一关中分尸自己亲手杀死的人，那种负罪感让自己痛苦至极。下一关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杀人然后后悔？不能再杀人了。虽然只是玩游戏，但这款游戏太真实了。凶手模拟器让茄子真正体会到凶手的感觉，杀人只有无尽的后悔、恐惧、懊恼。想到这，茄子都准备退出游戏，不玩了。被谁有嘲笑就被嘲笑吧，他实在不想承担那种罪恶感。就在此时，进入第2关，茄子眼睛一瞪，卧槽，这是怎么回事？刚进游戏，一具女尸躺在自己身边，胸口上插着一把刀。什么情况？我还没动手，直接死了。碰瓷啊，这是。游戏旁白响起，你因为私人纠纷杀死了你的女同事，现在你需要以最快的时间处理尸体。10分钟后，你的其他同事会进入实验室中。游戏早就预判到，玩家在第1关结束后，已经对杀人产生了极大的抗拒，所以第2关之后，被害人都是直接死亡。毕竟杀人很简单，难的是处理尸体。听着旁白，茄子总算松了口气，幸好不用自己动手了。虽然按照游戏背景，这人还是自己杀的，但没有自己真正动手的过程，心里就没什么负罪感。但尼玛10分钟，这也太短了吧！10分钟时间处理尸体，你他妈不如直接让我把尸体吃了。茄子骂骂咧咧道，但还是认真玩游戏。茄子观察周围的环境，这里是一间很大的实验室，桌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装满了各种自己不认识的药剂。尸体和自己都穿着白大褂。茄子分析道，这里应该是化学实验室。10分钟后，其他同事要进来，要快。有了第1次的经验，茄子立马在实验室内寻找分尸工具，转了一圈后，
茄子回到尸体前，一脸懵逼，手里拿着一把不足10厘米的刀。尼玛，这关不会让我拿这把连牛子都砍不断的小刀来分尸吧？茄子疯狂吐槽，10分钟就比自己牛子长一点的小刀，头都割不下来。畜生设计师，你来告诉我10分钟怎么分尸？我给你分了吧。哎，等等！茄子骂着骂着，突然反应过来，这里是化学实验室，难道是让我用特么硫酸？第70章，不是我给你酸死，就是你给我吓死。茄子直播间弹幕：老公，你才发现要用硫酸吗？我都刷半天弹幕了。这里是化学实验室，有硫酸不用，还想着用刀？大人，时代变了，现在处理尸体都有更科学的手段了。没道理啊，第2关怎么会这么简单？这不像是畜生设计师的风格啊。对啊，第1关虽说有系统提示教人分尸，但步骤恐怖血腥，也有点难度，怎么反倒了简单起来了？魔都大学学生宿舍内，楚生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着茄子直播间的弹幕，笑呵呵道：硫酸 ？No oh no， 第2关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楚生虽然还没有获得游戏精通，但也清楚硫酸腐蚀尸体根本不可取。游戏内，茄子反应过来后，忍不住骂道：第1关叫人分尸，第2关用硫酸腐蚀尸体，这 BYD 设计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良民的？哪个特么的大学生会研究怎么处理尸体啊？喂，骂归骂，茄子还是老老实实的寻找硫酸。偌大的实验室，瓶瓶罐罐摆满，各种化学药品、仪器应有尽有。茄子低着头找着硫酸，但可惜，茄子是个典型的文盲。特么的，这游戏是没有汉化吗？怎么瓶子上写的都是英文？找了半天也没看见汉字。操，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老公，化学室化学室，硫酸有自己的化学室，看化学室呀。坏了，忘了老公小学毕业，没学过化学，吃了没文化的亏呀。主播硫酸是 H2SO4， 别说了，主播是丈玉，看不懂的。茄子是个没有太多耐心的人，伴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暴躁起来。算了，反正这些化学药剂都不是什么好玩意，都往尸体上面浇，肯定能把玩意给搞没。茄子随便拿起一瓶药剂。此时，游戏内突然发布任务：20分钟内处理尸体，完成任务。闹钟倒计时19点59分。20分钟？刚才不是说10分钟后？茄子忽然反应过来，对啊，刚才只是游戏背景介绍，现在才是真正的通关任务。10分钟后有其他同事进来，我只需要提前带着尸体躲起来，等人走后继续处理尸体就行了。我真特娘的是个天才，哈哈，难他天，还真是这么个流程。好像是触碰到化学药剂后才会解锁任务，开始倒计时，这样游戏不就更简单了？找到硫酸后还有20分钟时间处理尸体，这未免太容易了吧？设计师难道从良了？游戏内，茄子随手拿的化学药剂，碰巧具有腐蚀性，往尸体脸上一浇，刺了，顿时尸体脸上直冒白烟，一股刺鼻味道蔓延开来。等待白雾散开后，定睛一看，卧槽！茄子被吓一跳，尸体整张脸的肌肤腐烂了80%，血肉和肌肤粘连在一起，眼珠子被腐烂消失，眼眶空空荡荡，看着极其瘆人。尼玛，楚生是尼玛变态吧？设计这么恶心的东西。茄子心里极其膈应，看着手里的药剂道：有用，但没完全有用，强度不太够。与此同时，实验室外响起脚步声，茄子移动鼠标，游戏人物视角移动，看向窗户，屋外人影走动。不好，有人要进来了。游戏提示：1分钟后，实验室员工将进入实验室。友情提示：超时或是被发现，导致游戏失败，尸体将醒过来。什么 ？NMBD 还来？操！狗逼设计师有完没完啊？还给我整这一出！你以为尸体醒来过真的能吓到玩家吗？茄子对着直播镜头破口大骂，声音颤抖不止。这下他是真的慌了，之前还有说有笑，在实验室内闲庭信步，想着反正老子都通关第1关了，第2关随便玩玩就得了。茄子慌慌张张地看着周围，目光锁定在角落里的大储物柜。茄子扛着尸体往储物柜跑，躲进去。几秒后，实验室门被打开，一群员工进来。茄子透过柜子的缝隙看向外面，一群员工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呼，茄子松了口气，
好险，差点被发现，被发现了，这娘们可就要醒过来了。等等，这娘们……茄子忽然意识到，自己现在和尸体紧挨着，亲密无间。他转头看了看，尸体近在咫尺，游戏屏幕中全是那张毁容的狰狞大脸。茄子看了看时间，闹钟倒计时13点22分。大部分人都有幽闭恐惧症，在阴暗、封闭、狭小的环境下，会感到焦躁、恐惧、不安。尤其茄子现在还和一具会醒来的尸体待在一起，茄子紧张到脚趾头抠鞋底，满脑子都是自己待在储物柜里，女尸突然醒来的画面。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第一关女尸恐怖的画面，茄子神经紧绷，紧张的情绪在不断攀升。卧槽，真吉尔刺激！还有什么比和一具随时会醒来的女尸待在储物柜里更加刺激的事情呢？求茄子的心理阴影面积。茄子现在肯定被吓得肛门夹紧，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夹着呢。我激动了，我也激动了，我也激动了。时间1点1点流逝，员工终于离开了实验室，茄子立马带着女尸出来。时间还有最后12分钟，茄子发疯了一般，在实验室内寻找硫酸。他看了一眼放在一边的女尸，今天不是老子给你酸死，就是你给老子吓死。茄子看着弹幕提醒，知道了硫酸化学式。期间他也试了其他看不懂的药剂，基本没啥效果，腐蚀性非常低。最终在倒计时来到2点30分时，茄子终于找到了硫酸，但意外却发生了。游戏提示：实验室员工将在1分钟后进入实验室。第71章，我不玩了，我柜子动了。尼玛的，老子刚拿到硫酸，这帮逼就来了，搞事是吧？茄子现在恨不得一盆硫酸浇过去，给这群人全干死，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全杀。可惜游戏没有这个功能。茄子赶紧跑到女尸边，单手扛着女尸，另一只手拿着硫酸，钻进储物箱中。时间只有最后1-2分钟，自己必须快点把这尸体腐蚀掉。茄子握着鼠标的手都开始抖了起来。储物间内，茄子和毁容女尸四目相对，茄子忍不住咽了口水，一滴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淌，一只手拿着硫酸往尸体上浇灌下去。刺了，硫酸开始腐蚀女尸脸上的肉，像是被扔进了滚烫的油锅中，发出沸腾的声音。茄子瞳孔微微放大，第一次亲眼见到人被硫酸腐蚀后的样子。有效果！茄子激动到颤抖。还有最后1分钟，茄子一咬牙，直接将所有硫酸全部浇上去。刺啦刺啦！女尸头上冒着烟雾，茄子看了看手中的空瓶子，坏了，量好像不太够。伴随着烟雾散去，茄子才发现，不仅仅是量不够，用硫酸处理尸体的思路都是错误的。被硫酸浇的头颅，肉是被腐蚀掉了，却变成形似泡沫的黑色物体，就像是肉被烤焦、碳化，而且硫酸的强度不足以腐蚀掉骨头。女尸脸上，烂肉与焦炭混合在一起，露出半张白骨，狰狞瘆人，扭曲至极。闹钟倒计时0点40分。卧槽，谁说硫酸可以腐蚀掉尸体的？我特么又没杀过人，我怎么知道不行？茄子彻底懵逼了，汗流浃背了吧，老弟？老公别怕，展现你真男人雄风的时刻到了。不怕？这特么谁来不怕啊？茄子看着屏幕的表情，又开始扭曲起来，直接戴上痛苦面具。储物柜外是员工，自己出去被发现，游戏失败。女尸立刻醒来，时间还有不足40秒。茄子盯着女尸，疯狂在想办法，怎么样才能逆天改命？可 CPU 都快干爆了，也想不出来。倒计时最后20秒，茄子越来越紧张，冷汗一阵一阵的往外冒。此刻的他完全冷静不下来，一看到女尸的脸，满脑子都是女尸醒来的样子。茄子瞳孔逐渐缩小。倒计时最后10秒，茄子心脏快要跳到嗓子眼，大脑都快冒烟。最后5秒，茄子神经紧绷到了极点，进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呼吸变得无比急促。倒计时最后3秒，直播间几万观众也跟着紧张起来。想到3秒后女尸醒来的画面，他们也开始害怕，一个个用手掌捂住自己的眼睛，下意识地远离屏幕。啊！茄子忽然一声大叫，用他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按出了 Alt 加 F4 退出游戏。你他妈吼什么啊？老子心脏病都快被你吓出来了！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怎么退游戏了草？茄子满脸汗水，神情惊恐慌乱，身体颤抖，转头看了看自己家的柜子，
仿佛自己游戏里进入的储物柜就是自己家衣柜，女士就藏在那里面。我操你妈！我柜子动了，我不玩了。茄子无比认真且恐惧地说道。叮，宿主吓到茄子，恐惧值加9999。此刻，茄子重重地喘着气，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家柜子，害怕到全身缩紧。哎呦卧槽，吓死了我！茄子这是承认自己害怕了。卧槽，这游戏这妖牛逼吗？能让钛合金嘴松口？哈哈哈，牛逼！柜子动了，这个借口好。茄子捂着心口看着弹幕道：我刚刚真听到声音了，柜子动了。骗鬼呢，承认自己害怕就这么难吗？这誓言也太毒了吧。承认吧，你就是害怕女鬼。老公，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柜子是不会乱动的。打开柜子，说不定里面有女鬼哦，小心吓尿哦。茄子站起身道：特么的，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刚才柜子真动了。操，开就开，你们以为我真害怕女鬼啊？茄子走到衣柜前，伸手准备将面前的衣柜打开，刚伸到一半，茄子又突然停住，一瞬间想起了自己玩游戏的场景，自己躲在实验室的储物柜中，旁边就是毁容的女尸，越想越害怕。茄子仿佛都能预见到自己打开衣柜，一只女鬼从柜子里面钻出来的画面。叮，宿主吓到主播茄子，恐惧值加666。叮，宿主吓到主播茄子，恐惧值加1888。短短几秒钟，楚生脑海中又响起数次系统提示，茄子自我脑补自己吓到自己好几次。老公，开柜子啊，小心老王在里面。阴书附体，妖魔鬼怪快离开，安全屋可容纳100人，目前1%。全直播间的观众都紧张到了极点，茄子手心出汗，心脏狂跳，恐惧到了极点，僵持了20-30秒后，我叼你妈的，我不玩了。茄子突然呜咽起来，哭唧唧的走到摄像头面前。楚生，你特么等着呜呜呜！屏幕一黑，下播，直播间全体石化，这个那个很难评，正刺激呢，你特么不玩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茄子被吓哭啊！世界10大未解之谜，茄子的柜子到底为什么动？茄子下播之后，点开了马卡巴卡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万万没想到，自己邀请茄子玩游戏，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收尾。本以为茄子最多被吓到，没想到竟然直接被吓哭。看来茄子粗犷的外表下，还有着一颗柔弱的内心，但收获还是非常丰厚的。楚生看着自己的数据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59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30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69121，凶手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情绪值603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楚生突然发现系统面板出现一处变化，自己刚获得系统时只能看到1情绪值、10万情绪值、50万情绪解锁的游戏，情绪值达到60万后，系统100万情绪值解锁的游戏公开，情绪值奖励1情绪值盗贼模拟器，10万情绪值斗地主模拟器，50万情绪值凶手模拟器，100万情绪值罪恶之城。第72章遭遇滑铁卢，游戏热度惨淡。楚生看着自己的系统面板，一场直播演示，情绪值直接暴涨到60万。不过想想也正常，市面上几乎没有恐怖游戏，杀手模拟器并不是纯粹的恐怖游戏，但对现在的游戏市场和玩家也是降维打击，恐惧值哐哐涨。尤其是茄子那一句柜子动了，恐惧值直接加9999。上次收获这么多情绪值，还是在豹哥身上收获的震惊值。系统面板中最让楚生的留意的，还是100万情绪值解锁的游戏《罪恶之城》。和之前的模拟器游戏不同，难道是大型游戏？楚生心里十分好奇。解锁游戏的情绪值需求，从10万到50万，再到现在的100万。虽然情绪值需求越来越多，但楚生的人气也越来越高，所以综合来看，从50万到100万情绪难度并不大。游戏还没正式上线，情绪值就已经60万了，这到100万不是轻轻松松吗？楚生下了直播，将凶手模拟器正式上线，所有玩家都能下载，然后美滋滋的躺在床上睡觉。明天一早，游戏必然爆火，到时候再收割一大波情绪值。
睡觉睡觉，狗命要紧。年轻养生，老了能在朋友的坟头蹦迪，就好比某个从不熬夜只通宵的朋友。老街区某小区公寓内，魏玲玲看着电脑中的下载进度，摩拳擦掌，双眼放光。新游戏，新游戏，嘿嘿。魏玲玲满脸的痴女笑容，帅哥不会让她动心，但游戏可以。有些美女可能三观跟着五官走，魏玲玲是全身上下的所有都跟着游戏走。魏玲玲激动的面色绯红，像是个痴女变态。嘿嘿，楚生终于出新游戏了，就让为师来帮你试玩一下。咚！魏玲玲收到一条信息，是来自同事兼闺蜜的杨老师。杨大美女，玲玲早点睡，你明天还有课。魏玲玲忽然想起，明天还有自己班的专业课，自己已经旷课近1个月了，再旷课，院长非弄死自己。魏玲玲玩着手指，看着游戏已经下载完毕，正在安装。又看看时间，23点30分，还不到12点。我看了茄子直播，玩一关就睡觉。茄子通关第1关，也就半个多小时。自己身为游戏天才，12点前结束战斗，不过分吧？次日，黎明将所有的高脚杯都斟满了酒，洒落人间。阳光透过玻璃，照进阴暗的出租屋。出租屋内，魏玲玲坐在电脑椅上，身体僵硬，表情呆滞。一夜通宵，她没有丝毫困意，有的只是无尽的崩溃。魏玲玲嘴角微微抽搐，嘴唇颤抖。耻辱，一辈子的耻辱。面前的电脑屏幕中，游戏还在运行，角色站在宾馆走廊中。没错，一夜过去，魏玲玲还没有通关凶手模拟器的第1关。并不是第1关有多难，凶手模拟器的第1关难度适合普通玩家，更不是魏玲玲笨，高智商高学历，说是天才网瘾少女丝毫不过分。也不是魏玲玲害怕分尸，因为她根本没有到分尸那一步，她连被害人都没杀掉。魏玲玲双手抱头，仰天长啸。不，想当年，老娘一把大刀单人杀穿3个公会，一个人屠杀几百位玩家，但现在却遭遇人生滑铁卢。第1关中，杀死402房间的女人难度并不大，但杀人时游戏 NPC 反应过于真实，更关键是这家伙长得太像自己过世3舅了。魏玲玲一晚上都在做心理建设。畜生啊！魏玲玲双眸布满血丝，自己自诩天才游戏少女，却卡在自己学生设计的游戏第1关，这种事情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魏玲玲可是要成为兄弟的女人，可恶的畜生！专业课怎么学的？这什么破建模，绝对不能在第1关卡住。哎，对啊，建模。魏玲玲脑海中忽然有个邪恶的想法。呵呵呵，畜生，既然你不仁，就休要怪为师不义了。魔都大学学生宿舍。哈！楚生在床上伸了个懒腰，起床，又是美好的一天呢。楚生洗漱，和往常一样，听着系统的播报，源源不断的情绪值收入囊中。又是游戏爆火的一天。楚生洗漱完毕，坐在电脑前，看着自己的系统面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69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40163。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95121。凶手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4162。情绪值614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看着惨淡的数据，楚生再也笑不出来了。我游戏被条子封了吗？一晚上就2万多的下载量，情绪值就增加了1万多，甚至新游戏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还不如老游戏斗地主模拟器一夜下载量增加的多。下载量惨淡，情绪值增加的更少。夜晚这个时间段，正常人都在睡觉，但游戏玩家群体却很活跃，一晚上就加这么点，一天的情绪值也很难增加到2万。按照这个速度，自己猴年马月才能攒够100万情绪，解锁罪恶之城。而且昨天一夜下载量2万，这个数据还非常虚，预下载阶段就有1万多。很多人都是冲着楚生的名气和直播的热度下载的，情绪值增加1万多，还是算上另外2款游戏，算下来，昨天一夜凶手模拟器提供的情绪值只有几千。这自然不是因为游戏不够恐怖不够阴间，只能是因为玩家都没怎么玩。
楚生点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后台留言。楚生发布游戏，第一次遇到滑铁卢，必须要调查清楚原因。第73章，网瘾少女竟然来上课了。看着系统面板上昨夜惨淡的数据，楚生并没有感到挫败感，反而急切地寻找原因。身为游戏设计师，必须和游戏玩家同频，了解玩家的需求和喜好，遇到问题及时调整，而不是大骂读者，是大骂玩家傻逼、有眼无珠。任何东西都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被喜欢那是自己的荣幸，而差评也更能反映自己的问题。抖音平台上，游戏区中，自己新游戏发布，自然是有热度的。游戏热度排行第4的视频 ，BYD 平台新游发布，畜生设计师再次突破自己的阴间底线。看到这个标题，楚生眉头一颤。什么叫突破阴间底线？视频内容就是有关凶手模拟器的剪辑。点开评论区，不出所料，毫无营养的脏话，翻了10几页都是不重样的骂着楚生。随后，楚生又点开了游戏热度排行第2的视频，茄子直播被吓尿，凶手模拟器阴间至极。视频内容就是茄子的直播高能剪辑，视频剪辑质量非常高，配乐卡点，翻转高能，发布几个小时，10几万的点赞，评论区也都是各种玩梗评论。楚生还是没找到游戏不火的根源问题。至于热度排名第1的视频吗？游戏区热度排名第1的视频，茄子玩凶手模拟器直播被吓哭。不过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是，自己好像真的摆脱了喝茶的命运。虽然才短短1天，但楚生感觉格外的好。今天风平浪静，自己逍遥法外，是遵纪守法，和橘子、条子不再有半点关系。楚生摇摇头，之前进局子都是意外，当务之急还是找出游戏的问题出在哪。终于，楚生在豆沙平台的主播社区留言中找到了问题的根源。BYD 设计师，我给你妈一刀！大晚上发布恐怖游戏，你怎么不在清明节的时候贴春联啊？让你设计阴间游戏，没让你设计的这么真实啊喂 ！NPC 反应太真实了吧，这根本没法玩呀！看着402女人苦苦哀求的样子，我真下不去手。楚生看到这些留言，恍然大悟，究其原因，竟然是被杀的 NPC 反应太过真实。凶手模拟器第1关，杀人之后的分尸是一个忏悔过程，往后的关卡都不用杀人，但许多玩家都被卡了第1关。楚生不知道的是，他的老师魏玲玲同样如此。402女人被杀后的应激反应、情绪变化、声音等等，都无比贴合实际。昨日茄子能顺利通关，完全是因为这么多观众看着，他不想丢脸，硬着头皮上。玩家都被卡在第1关，自然不会提供太多情绪值。不是所有人在游戏上都有魏玲玲这么强的好胜心，大部分玩家第1关玩不过去，自然就弃游。找到问题根源，楚生开始思考解决办法。既然第1关存在问题，就必须要去修改。楚生想要直接取消杀人的过程，这就必须解锁游戏修改权限。游戏下载量在达到1万、3万、5万、10万这4个节点时，都有可能随机解锁能力。现在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是2万多，虽然游戏并没有火，下载量增加的缓慢，但预计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下载量能缓慢累积到3万，到时候便能随机解锁一种能力，可能是游戏的修改权限，也有可能是游戏精通。楚生心里已经有计划了，如果解锁的能力是权限修改，那就直接修改游戏内容，这样游戏就能再次火起来。如果3万下载量解锁的是游戏精通，那自己就直播演示，自己亲自直播演示游戏，必然会有一波热度。这种热度不会持久，但有句话说得好，歪门邪道走不远，但是走得快。下载量到3万，自己直播再搞一波热度，这样下载量能在最短时间达到5万，这样自己就能解锁一个能力。1万、3万、5万、10万，并不是4个阶段都会解锁能力。如果下载量到5万时，还没解锁游戏修改权限，楚生只能慢慢等，等游戏下载量龟速爬到10万再说，这自然是最坏的结果。这样100万情绪值解锁的游戏罪恶之城，就只能无限期往后推迟。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办法，就是楚生去超市买个黑丝套在头上去抢银行。楚生坚信，这样游戏的热度必然会大爆炸，直接登上抖音总榜第1都有可能，就是代价有那么一丢丢的大。要以身入狱，楚生还是想以正常办法来解决热度问题。
自己只想设计游戏、直播游戏，不想再表演直播被抓的戏码。下午，楚生待在宿舍，不断刷新系统面板。凶手模拟器售价1元，下载量29951，焦急的等待，下载量即将突破3万。妈妈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爸爸叫楚生。楚生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喂，不办卡不贷款不找小妹，你还有什么事吗？楚生，你在哪？电话那头是楚生的同学。宿舍呀，咋了？老师点名了，你快来，不来要被杀头的。同学慌慌张张道。楚生不以为意，这几个授课老师的习性，他都已经摸清楚，哪来这么严重？哦，对了，这节谁的课？导员魏姐的课。楚生吓得立马坐直身体。卧槽！他倒不是害怕，而是震惊。尼玛，魏玲玲竟然来上课了！我也很震惊，魏姐旷了快1个月的课，今天突然来上课了。速来！魏姐的状态很不对劲，估计是被人抢 boss 了，来上课拿我们泄愤。楚生立马翻身，朝着教室冲过去。我的乖乖，魏玲玲竟然准时来学校上课，这种事比楚生去自首还要炸裂。不对劲，10分有120分的不对劲。魏玲玲准时上课，是遇到什么事情想不开了吗？第74章，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没了赚的不是更多了。魔都大学游戏设计专业课上，魏玲玲站在讲台上，面带笑容，富有激情和活力地讲解着 PPT。 在虚拟展厅之中，注重人机交互。游戏设计专业包含范围很广，有代码编程、内容设计、建模美术、市场运营等等。在发展方向的选择要根据。魏玲玲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台下的学生目瞪口呆，听不懂，根本听不懂。所谓教科书，就是一句人话改成一整页正常人听不懂的废话。但台下的学生没有丝毫困意，全都处在震惊之中。楚生看的嘴角微微抽搐，魏玲玲表现得太像一个正常老师了，这点极其的不正常。魏玲玲今天怎么了？楚生嘀咕道。我不造呀，好多天没看到魏姐了，我听女生那边八卦说，是不是魏姐被骗感情，精神失常了？楚生旁边的同学低声道。骗感情？他？楚生无法想象，骗他的装备都比骗他感情来的伤害大。有道理。同学道。砰！魏玲玲突然拍了一下课桌，慷慨激昂道，同学们，身为游戏设计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众人一脸懵逼，魏姐这到底是咋了？魏玲玲道，楚生，你起来说说。楚生突然被 Q 到。我？楚生想了想道，身为游戏设计师必须要了解玩家需求，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逻辑能力。不，魏玲玲一口否决，身为设计师最重要的是良心，千万不能像某些禽兽设计师一样，必须要有良心。楚生满头黑线。老师，你直接点我名吧。魏玲玲气愤道，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要是没了。楚生忽然思路被打开，良心要是没了，那不是赚得更多？噗！哈哈，楚哥还得是你啊，有道理，以后这句话就是我的人生格言了。众人因为楚生的话捧腹大笑。魏玲玲破防值+5。魏玲玲面露杀人寒光。好，良心没了赚得更多是吧？正巧此时下课时间，魏玲玲道，张三、李四、王二麻，你们3个来我办公室一下。3人一愣，心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被魏玲玲喊到，就像是被死神点名一样。张三道，坏了，阎王点卯点到我了。李四将手机交给室友，以泪洗面。好兄弟，如果我回不来了，把我的手机格式化，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3人像是交代后事盘，随后跟着魏玲玲进入办公室。楚生目送3位壮士远离，楚生看得一头雾水。今天魏玲玲从头到尾表现的都很不对劲，以前迟到早退比学生都严重，后来发现老师也能旷课，更加放飞自我。今天下课了，竟然还主动加班，叫学生去办公室，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叮，凶手模拟器下载量达到3万，宿主解锁能力完美凶杀。一瞬间，大量杀人技巧，处理尸体的方法，比如切割、焚烧、化学腐蚀、土埋、沉海等等，还有许多杀人后布置现场、摆脱罪名的方法。大量的知识涌入楚生大脑中，在消化这些知识后，楚生忍不住感慨一句：牛逼！各种杀人手段和方法远比电视剧里丰富得多。如果楚生现在想要杀一个人，只要给他时间准备，他就能实现完美犯罪，让所有人都抓不到自己。当然，我楚生
3好学生，守法公民，宣传大使，罪犯克星，怎么可能会去犯法？运气稍微差了一点。3万下载量解锁的不是游戏修改权限，而是游戏精通。不过楚生的运气还没差到极点，最差的情况是3万下载量什么都解锁，运气只能说中规中矩。既然解锁的能力是游戏精通，楚生就按照原定计划来，回到宿舍开启直播，演示游戏的正确玩法，来给游戏引流。早日到5万下载量，解锁游戏修改权限是要紧事。另一边，魔都大学老师办公室内，张三、李四、王二麻3人站着。魏玲玲道：“你们3人是全班建模水平最好的，我布置的作业，你们听清楚了吗？”3人面面相觑，神情古怪。魏玲玲继续说道：“游戏模型中，人物建模最困难，对细节的要求十分苛刻，表情、神态、动作都是难点。这次作业是对你们的一个考验，顺利完成，期末考试加5分。听懂了吗？”李四最先开口：“魏姐，道理我都懂，但是……”李四看向桌面上的照片，为什么建模的对象是楚生啊？嘘！魏玲玲做了个虚静的手势，有些做贼心虚。小声点，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李四担忧道：“魏姐，这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呀？”魏玲玲道：“期末给你们加20分，被问了。”李四道：“可楚哥平日里非常关照我们。楚生复读多年，年龄比同学们大不少，平日里其他人都喊他楚哥。两世为人，再加上年龄大，长得帅，楚生在班里人缘非常好，加30分。”魏玲玲果断道。李四道：“楚哥平时还给我们。”魏玲玲只能拿出杀手锏：“行了，你们期末考试专业课算你们直接过，不用考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魏姐。”张三、李四、王二麻3人齐声道：“对不起了，楚哥。要怪，只能怪魏姐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你们3个人一起设计，今晚12点之前我要成品。大学生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得多，要的还少，何况这还是3个牲口一起工作。”3位大学生离开办公室内，魏玲玲发出邪恶的笑声：“结。”她看着 BYD 平台游戏社区，楚生，良心没了，赚得更多是吧？你无心，那便不要怪为师无益了。第75章10秒杀1人，你还说自己不是法外狂徒？BYD 平台游戏社区开放创意攻防。魏玲玲看着凶手模拟器的创意攻防，双眸放光。所谓的创意攻防，便是玩家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在不更改游戏核心内容的情况下，对游戏的模型、语言等进行修改。魏玲玲昨夜被凶手模拟器折磨得痛不欲生，导致今天上课时看到楚生那张脸，就有一种想要冲上前给他刀了的冲动。既然自己对402女人下不去刀子，那就直接将模型改成楚生。看着那张帅气逼人的脸，自己还下不去手。呵呵，魏玲玲想到今天晚上自己就能在游戏里手刃楚生，不由得兴奋起来。结，道高1尺，魔高1丈。这款游戏热度平平无奇，那就让为师来助你一臂之力吧。杨老师刚下课回到办公室，就听到魏玲玲奸诈邪恶的笑声。玲玲，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杨老师走近问道。魏玲玲兴冲冲地和杨老师介绍起凶手模拟器这款游戏。杨老师看着魏玲玲操控演示，柳眉微颤道：“杀人，这游戏也太血腥了。等等，这款游戏也是你们班楚生设计出来的？”魏玲玲咬牙切齿道：“就是他。”杨老师面露惊讶，没想到楚生看着温文尔雅的，竟然设计出如此血腥恐怖的游戏。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楚生其实是个心理变态？这么血腥恐怖，你怎么玩得下去的？杨老师问道。魏玲玲小手一摊，直接开摆：“玩不下去啊。”随之又兴冲冲地讲起自己的计划：“但我让人去建模，把受害人改成楚生的样子。结，到时候我亲手给楚生大卸8块。”魏玲玲越说越激动，笑得像是变态杀人狂。到时候我先把楚生逼入浴室，然后用刀子划破他的喉咙，让他发不出声音，但又不会立刻死亡，然后沿着手臂肌肉的纹路割开，将他4肢经脉挑断，最后再开肠破肚，清理内脏，尸首分离，4肢断开，毁尸灭迹。有时候一个人和魏玲玲待在一起，真的很像报警。玲玲，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呀？这不太好吧？杨老师嘴角抽搐，回头看了看办公室门，他现在很想逃离这里。魏玲玲撅了撅嘴道：“哼，谁让他设计这么阴间的游戏？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杨老师，你说楚生是变态，那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刚才在说什么？他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楚生能设计出这么阴间的游戏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呸呸呸，是有什么样老师就有什么样学生。杨老师，你晚上要不要来欣赏分尸楚生？杨老师疯狂摇头，全身上下都在抗拒。以前全学校最让老师和领导安心的游戏设计专业，怎么最近画风突然变啊？在喝茶的路上越走越远。我晚上要早点睡觉，你也早点睡，别总是熬夜。熬夜？我作息怎么可能这么健康？魏玲玲道。杨老师，此时楚生已经回宿舍开启直播，虽然凶手模拟器没火，但楚生的人气不减。刚一开播，就有1-2万观众涌进来，而且观看人数还在快速增加。BYD 设计师拿你狗命来！2天了，老子给家里锁全撬开了，还是没撬开你那逼游戏里面的锁。老子攒了50万金币，去高级场2把输完了。畜生设计师，你赔我金币！大学城区派出所陈队，楚生啊，好久没见到你了，什么时候有空来喝喝茶？青阳区派出所李队，我们所里来了新茶，味道不错，来喝茶呀，楚生老弟。絮絮抱抱，我套你个猴子，打个斗地主，里面全是车友车行分行，这 BID 什么时候封一下？弹幕纷纷刷屏，里面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看到叔叔们热情邀请自己去喝茶，楚生满脸黑线。你们这些公职人员怎么也开始玩梗了？看来最近直播没少看呀。嗨嗨，楚生开口道，我看网上许多玩家抱怨凶手模拟器的难度过大，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游戏的正确玩法。我擦，法外狂徒要演示直播杀人了。行啊，太行了。雷队，叔叔准备出警。凶手模拟器又名楚生回忆录。楚生看到直播间人数已经来到5万人，人来的差不多了。开始游戏，第一关非常简单，茄子之前也直播演示过如何通关，这里我就不过多讲解。快速通关，我们从第2关化学实验室毁尸灭迹开始。楚生说着，进入凶手模拟器第1关游戏。宾馆走廊上，楚生快速找到402房间，敲门，402女人开门，楚生立马冲进去，顺手关闭房门，另一只手直接将女人推入浴室之中。女人摔倒在地，满脸惊恐地看向楚生，正准备大声尖叫时，噗呲，楚生一刀精准地刺入女人喉咙，一刀封喉，鲜血飞溅，震惊值加3，震惊值加4，震惊值加1。我操，我知道第1关难度不高，但你这也太流畅了吧！10秒不到就进入第2阶段分尸，10秒杀1人，你他妈还说自己不是法外狂徒？10秒钟，我裤子都还没脱完，女人就杀完了。我玩游戏时看到那个女人的真实反应，根本下不去刀。设计师给出了解决方案，只要你心够狠，女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然后观众们还是震惊太早了，楚生后面的操作更加离谱。楚生都没有将插入喉咙的刀拔出来，而是旋转一圈，直接将整颗头颅割下来。随后游戏才出现尸首分离的提示，女尸的脖子上出现一条虚线，示意玩家从这里砍下去，但此时女尸的头颅已经被砍掉。随后游戏反应了一会儿，提示分割4肢，刚提示出现，楚生便已经将4肢切割完成，进入下一步。就尼玛离谱，你搁着杀猪呢？他甚至不用提示都能完成分尸，游戏提示都跟不上畜生设计师分尸的速度。设计师，你再这样我真报警了。 BYD 设计师，你信不信这场直播结束你必进去喝茶？第76章生活小常识之如何抛尸。魔都市公安厅，刑侦科，叮当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上，一双修长的美腿搭在桌面，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叮当瞪大一双美眸，手里捧着手机。刑警队闲的时候非常闲，但忙的时候24小时连轴转。叮当在看楚生的直播，自从上次天河会所事件后，楚生已经成为刑侦科重点关注对象，看楚生直播也算是工作内容之一。楚生正在直播演示凶手模拟器，叮当看那凶悍的杀人手法和庖丁解牛般的分尸技巧，看的是目瞪口呆。乖乖，这比我卖猪肉的二舅老爷手法都好。行啊，看你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正经大学生。天河会所事件结束后，刑警队受到表扬，这2天挺清闲的，闲着也是闲着，抓个楚生回来玩玩，是回来审审。楚生现在在刑侦科众人眼中就像是一个盲盒，只要你愿意去审，总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从盲盒之中抽中 SSR 奖励2等功。叮当神经大条，突然站起身，出发，目标逮捕楚生。楚生，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警察。咔，办公室门突然打开，雷队走进来道：楚生的视线放一放，他跑不了。接到报警，阳光沙滩俱乐部出现一具尸体，疑似谋杀。这起案件已经移交我们刑侦科处理，立即出警。办公室内的刑警们当即起身，表情严肃道：收到。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以超越游戏提示的速度将尸体分解完成，并将现场清理干净，用行李箱将尸体残骸拖运走，扔到宾馆附近的垃圾桶。楚生表情云淡风轻，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面对镜头讲解道：在现实生活中，凶杀的每一步都需要谨慎，杀人、处理尸体、清理现场、抛尸，每一步都可能留下线索和证据，都有可能成为自己被逮捕的关键。游戏的第一关虽然这些过程都有，但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尸体。至于抛尸，由于不是第一关重点，所以就非常随意。楚生语重心长地提醒道：所以各位，现实生活中抛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不然前面的努力都可能功亏一篑。就尼玛离谱，他好像真的在试图教诲我。BYD， 你快住口啊！你和我讲这些干什么？我可是守法公民，听不来这些东西。这么专业，真不怕警察叔叔查你案底吗？细说怎么抛尸，我还真有点好奇了。楚生看着弹幕，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你们真的想听吗？抛尸一定要将各个部位分开抛，这样就算部分尸骸被发现，警察立案调查，但无法凑齐全部尸体，他们也办法进行下一步的侦查。内脏、脂肪等搅碎了直接冲下水道，骨头最好沉海，如果没有海的话，带回家自己留着珍藏也是不错的选择。警察叔叔，这里有变态。谢谢你好心人，但我真没那种癖好。我现在怀疑这 BYD 设计师柜子里装的全是骨头，那肉呢？也冲下水道吗？楚生看着弹幕，总归还是有正经观众在听自己讲解。肉千万不能冲到下水道中。之前有同乡，不是，之前新闻上有杀人犯把尸体扔到下水道，还是被警察发现。不要感觉扔到下水道就万事大吉了。抛尸关键在于混淆、伪装，不会让人注意到。为什么脂肪、搅碎的内脏可以冲下水道？因为下水道中同样有很多油脂，俗称地沟油，混合在一起，不会被发现。抛肉块也是同理。楚生露出一抹比变态还变态的笑容。你们想想，现实生活中那些地方有很多生肉，还不会被人注意到，这些生肉最终还会被路人消化处理掉。震惊值加6，震惊值加3，恐惧值加5，破防值加4。楚生又收获一大波情绪值。卧槽！菜市场肉铺，尼玛，别说了，我正在吃饭，看着刚从菜市场买来的肉，越看越恶心。尼玛，细思极恐啊！将尸体身上切割下来的肉混到菜市场肉铺里面。雷队，快把 BYD 设计师关起来吧，他在外面我没安全感啊。之前还只是偷东西、赌钱，现在怎么一下上升到抛尸了？不是哥们，你这上强度上的也太高了吧？楚生呵呵笑道。题外话，一点生活小常识教给你们。好了，让我们来进行下一关吧。神你妈的生活小常识，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好像不一样。谢谢你，这种常识我一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不是生活常识，这是杀人常识啊！马上就要开始第二关了，昨天我就被卡在这里。第二关的考验只有一个，化学分尸。我脑海里只能想到硫酸。我文科生，这不是欺负人吗？理科生表示这题超纲了。游戏进入第二关，以往楚生和其他主播连麦或者直播被抓时，直播间观看人数能突破10万，但此时直播间人数只有3万左右，和楚生刚开播10几分钟的5、6万人相比，还少了很多。因为喜欢玩凶手模拟器的人很少，许多人看楚生开播就点进来看，发现在演示凶手模拟器，不感兴趣，退出了直播间，并且人数还在减少。留下来的大部分也对这款游戏不太感兴趣，只是想看这 BYD 到底什么时候被抓。看着直播间热度不断降低，楚生依旧坚持直播，不然的话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上升更慢。楚生不知道的是，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他的恩师魏玲玲的一番操作能让游戏直接成为爆款。第77章，经常杀人分尸的观众都知道，
阳光沙滩俱乐部是魔都市一家高档俱乐部。所谓沙滩，也不是真的在海边。魔都市没有海，只有一条江，依江而建的人造沙滩，日光浴、冲浪、游泳都可以。但此刻，阳光沙滩俱乐部被警察查封，一具尸体躺沙滩上，周围被围上了警戒线。雷队站在警戒线外观察着尸体。叮当小跑过来道：“雷队，资料调过来了。死者姓名张楚天，男，27岁，阳光沙滩俱乐部会员。今天早上8点，管理员发现尸体并报警。死者穿着潜水专用的防寒服，身上、脖子上缠绕着的塑料长管。”雷队问道：“早上8点发现的尸体，那为什么现在移交到刑警队？案发后的24小时是破案的黄金时间。根据以往的数据经验，过了这个点，案件侦破难度大大增加。”负责和现场人员对接的叮当道：“报警后，附近警员查看现场，只以为是潜水意外死亡。”叮当指着尸体脖子上缠绕的长管道：“尸体脖子上缠绕的是氧气瓶的吸氧管，脖子上有勒痕，所以当时警员认为死者在潜水时发生意外，被缠绕致死，后来又被海浪冲到了海滩上。随后，叮当道，但后来法医鉴定发现死者肺部积水并不多，并非溺水而亡。”雷队皱起眉头道：“如果真是潜水时被氧气管缠绕，无论是被缠绕致死还是溺水，肺部都会大量积水，这样就能排除是意外，而是他杀。死者被害应该在昨天夜里。”叮当道：“今天是工作日，俱乐部顾客很少，再加上案发时间在早晨，俱乐部内只有几名员工和老板，地点缩小，凶手人群缩小，一些因素都对刑侦极其有利。但真当展开调查时，却发现难度出乎意料。俱乐部内的监控年久失修，早就损坏，再加上是在海边，被害者身上穿着潜水服，也完全没有指纹可以提取。更关键的是，刑侦队完全无法模拟出凶手是如何遇害的。沙滩周围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孤零零的尸体躺在这里。如果不是肺部积水很少，直接就被判是意外死亡了。案件的侦破刚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无奈之下，雷队等人只好从几位嫌疑人入手调查，可一番调查后，还是一无所获。雷队眉头紧锁，几人都没有直接的不在场证明。就好比问你凶手死亡时间段，你都在干什么，你就说自己在拉屎、玩手机，啥也不知道，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你是罪犯，警察也就只能作罢。往往越是精心编造的谎言，越是漏洞百出，几名员工和老板都有嫌疑。叮当也眉头紧锁，根据他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和几年工作经验，道：如果能模拟出凶手是如何杀人的，凶手的不在场说辞就不攻自破。雷队沉哼一声，点了点头。但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无从下手，完全搞不清楚凶手究竟是如何杀人，甚至连第一案发现场都存在怀疑。这里是沙滩，但凶手却没留下脚印，尸体真的像是被海水冲上来的。刑侦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他们是猫，凶手是老鼠，站在猫的视角去看凶杀，会遗漏掉许多信息线索。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只同样精明的老鼠。另一边，魔都大学学生寝室内，楚生继续直播演示游戏，来到了凶手模拟器的第2关。昨天茄子就被卡在这一关，还直播被吓哭。凶手模拟器为数不多的玩家也基本都被卡在这一关。第1关难度非常低，而第2关才是真正的开始。进入游戏后，楚生没有急着立马开始操作，而是讲解起来。毕竟游戏机制是在玩家开始触碰化学药品后，游戏才算真正的开始。开始20分钟倒计时，这一关很多人都想到用化学药剂来分解尸体，思路是正确的。许多人脑子里瞬间浮现的就是硫酸，但硫酸的强度远远不够。硫酸具有强大的氧化性和脱水性，能将物质中的氧元素和氢元素按照1:2的比例分离出来。但用硫酸处理尸体后，尸体就像是被烧过的木炭。昨天茄子直播你们也看过，见样子专业，有种上化学课的感觉，头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王水，用王水，这玩意强度绝对够。楚生看着弹幕道：所谓王水就是浓盐酸和浓硝酸按照3:1的比例混合，能够溶解黄金，强度是够。但是王水中的硝酸会让蛋白质固化，不但不会让尸体快速融化，还会减慢融化速度。卧槽，你还真他妈干过啊！
我就随口说说王水，咱是守法公民，也没干过啊。你个正经大学生，没事还研究王水干什么？设计师，你别这么认真，我是真害怕了。楚生在实验室内走了2圈，仔细观察这些实验药剂和工具，道：分解尸体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不要想着有什么东西能够一劳永逸。楚生在实验内走着，忽然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楚生拿起一大瓶苯甲酸。此时，游戏正式开始，倒计时19点59分。随后，楚生又快速找到浓硝酸、稀硫酸、高氯酸，将4种酸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用化学仪器加热。加热完毕。既然是游戏，实验室中自然有足够装下尸体的容器。楚生将尸体放在容器中，将配置的药剂倒入其中。楚生讲解道：经常杀人分尸的观众都知道，尸体最难处理的就是 DNA 和蛋白质，如果不将这2样东西处理干净，就一定会留下犯罪证据。神特吗？经常杀人分尸的观众都知道。BYD，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别造谣啊，我不经常杀人分尸的。第78章，你个游戏设计师调制出了化尸水。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操控着游戏角色，将几种酸倒在一起，调配好，对着直播镜头一本正经地讲解道：甲苯酸、浓硝酸、稀硫酸、高氯酸，将这4种酸混合在一起，并加热到80度，形成一种全新酸的混合液。我将其称之为生命之水。楚生讲解着，将生命之水浇在尸体之上。无论是任何酸，溶解尸体时都会产生异味，这是强酸强行破坏蛋白质中的二硫键后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同时将人体内的软组织破坏，产生焦糊味。楚生将实验室内的通风系统打开，伴随着生命之水倒在身体上，刺了，像是一碟精心调配好的蘸料被浇上滚烫的热油，尸体表面产生大量乳黄色的泡沫，肌肤在触碰到酸的瞬间开始融化，紧接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溃烂。楚生看着溃烂消失的尸体，嘴角微微上扬，震惊值加8，震惊值加6，恐惧值加5。直播间的观众全都大为震惊。卧槽，尸体真的开始融化了！别说是化学了，你说这是仙术，我都相信。我就在网吧包了2天夜，外面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好恶心，妈的，这比用刀子分解尸体都恶心。我靠，这 BYD 设计师竟然还在笑。BYD， 你笑什么呀？你别笑了，我害怕呀。这已经不是恐怖游戏这么简单了，简直是在挑战我的心理极限。这 BYD 还沉浸在融化尸体之中了。不是，你这么快说自己是游戏设计师，不是杀人犯啊，我真害怕了。游戏内，不一会儿，整具尸体就被腐蚀消化殆尽，只剩下一具赤裸裸的白骨躺在容器中。容器底部有大量污秽的悬浊液。楚生道：这里便是氨基酸碱基混合悬浊液，酸将尸体的 DNA 和蛋白质全部分解，哪怕后续被警察发现端倪并调查，但 DNA 和蛋白质都被分解了，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哦对了，楚生突然想起来什么，融化尸体后形成的氨基酸碱基混合悬浊液可以当化肥，浇在花草树木上，嘎嘎有养分。他真的，我哭死！谢谢你教我制作简易化肥的办法。花，你他妈不要过来啊！不要把这玩意浇在我身上，老娘不干净了。BYD 竟然在这个时候还在养分，你真的太有爱心了！史上最有爱心、最爱护植物的主播，兄弟们点点举报。楚生言归正传道：法医电视剧中有句话叫让死人开口说话，法医可以从死者身上调查出大量线索，最终锁定真凶。哼哼，楚生不屑地冷笑2声，让死者开口，既然还能开口，那就是死得不够彻底。我让你死得彻彻底底，看你还怎么开口。这就是生命之水的魅力。恐惧值加6，恐惧值加7。好好，这么完事吧。喂，警察叔叔，这里有杀人犯。哥们以为一盆硫酸浇上去就完事了，没想到你来真的啊。我知道这款是犯罪题材游戏，我也知道游戏任务是分尸，但是妈的，哥们，你真会啊。我们只是有网友，希望你有点边界感，不要再和我说怎么分尸的了。妈的，我朋友和我说这个直播间有女人没穿衣服，让我来看。楼上的你就说穿没穿吧。是没穿，但没人和我说这个直播间在特么表演怎么分尸啊操！全平台最露骨的直播间。是啊，都特么成白骨了，能不露骨吗？神特么的生命之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化尸水？楚生收起脸上的笑容，看着弹幕道：化尸水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体成分早已经失传，没人知道如何调配。但如果古籍上记载为真，那就不得不感慨老祖宗的智慧了。尸体最难分解的就是骨骼、牙齿、头发、指甲等等，其中具有大量的胶原纤维和磷酸钙，化尸水却能完美处理尸体，这就应该与古代4大发明并列。楚生不知道传说中的化尸水如何调配，但想着应该和自己配置的成分差不多。卧槽，你他妈身为一个游戏设计师，复刻出来化尸水，我他妈接受不了。主播，你干游戏设计师真是屈才了，怎么可能复刻化尸水？它只融化了肉，还有骨头呢。对啊，主播自己都说骨头是最难融化的，他调配的东西根本不是传说中的化尸水。此时，游戏忽然提示，1分钟后，实验室员工将进入实验室。楚生不慌不忙地关闭通风系统，将悬浊液冲洗掉，再将容器放好，抱着一具白骨躲进储物柜中，轻松躲避游戏内的 NPC。大概1分钟后， NPC 们离开实验室。此时时间闹钟倒计时14点59分，才刚过去5分钟。楚生看了一眼弹幕，古代的化尸水虽然不知道如何配比的，但也没说化尸水只是一种化学药剂，可能是好几种混合药剂组合在一起才叫化尸水。紧接着，楚生放弃之前的玻璃容器，拿出另一个小一点的塑料箱，箱子很小，非常勉强的将骨头塞进去。难道要用塑料箱来溶解骨头？不是吧，这种塑料箱不结实，酸液倒进去，箱子不是直接就化掉吗？楚生看着弹幕，拿起一瓶化学药剂道：之前调配出来的化学药剂能否破坏蛋白质和 DNA， 但却无法腐蚀掉胶原纤维和磷酸钙。处理骨头需要用到这个氢氟酸。氢氟酸严格来算是弱酸，但却非常容易腐蚀骨骼和肌肉，并且经常用化学药品处理尸体的人都知道，氢氟酸能够用来腐蚀玻璃，但却无法腐蚀低密度的聚乙烯，也就是塑料箱。第79章，你都教人分尸，还担心误人子弟？魔都市阳光沙滩俱乐部，面对这起悬案，刑警队的人一筹莫展。雷队眉头紧皱，完全没有任何思路，搞不清楚凶手究竟是如何杀人。沙滩边没有凶器，没有脚印痕迹，也没有目击证人，有的只是一具穿着潜水服的尸体，脖子上缠绕着氧气管。说是被人勒死，还是说成意外缠绕上去，都说得通。叮当此时走过来，递过去一份报告，道：雷队，尸体送到法医那边，最新的结果出来了。雷队接过报告，叮当道：法医认为，虽然死者肺部积水较少，但这不是否定他不是被淹死的直接证据。他们认为死者潜水被氧气管缠绕上，导致溺水，脖子上有氧气管或是溺水时间较短，所以肺部积水较少，但也足以致人死亡。法医和其他部门的人态度都非常明确，认为这就是一起意外死亡，证有不证无的逻辑，无法证明是凶杀，那就是意外。雷队锁紧眉头，这起案件要么是一起密谋已久的谋杀，要么可能真的只是意外溺水死亡。叮当，你怎么看？叮当思忖片刻道：上面的人明确发话，24小时内还是没有进展，就以意外结案。按照现在情况来看，说是意外也完全讲得通，有人死亡，不管是意外还是他杀，公安系统必须给社会一个交代。总之要有一个结果，如果有凶手的线索，那一定会追查到底，但也不能一大群人天天围着一起意外事件在那里调查，否则也是浪费资源，还有这么多起案件等着处理呢。或许叮当也拿不准是意外还是他杀，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视角。另外一种视角？雷队好奇道。叮当道：上次破获天河会所赌博诈骗，大部分功劳都在楚生身上，他是一位签术高明的赌徒，所以更加了解千王之王的阴谋。猫鼠游戏，如果有另一只老鼠的帮助，猫抓捕的过程会变得更简单。他一个大学生还了解凶杀？雷队脱口出道。雷队忽然想到，这名大学生可不是普通大学生，而是老千手法比千王之王还强的人。好吧，楚生虽然与众不同，但这涉及凶杀，工作这么多年的老刑警们都束手无策，他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雷队还是认为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寄托在楚生身上不太靠谱。叮当拿出手机，点开楚生直播间，这家伙设计了一款新游戏，凶手模拟器，或许他真的很了解凶杀。楚生直播间内，听着楚生的分析，所有观众听得头皮发麻，仿佛已经感受到各种溶解尸体的酸
倒在自己身体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线下和畜生设计师接触的人都要进局子，不是惩罚，而是为了保护他们。BYD， 先说好，我只是黑粉，草泥马也只是口头禅，我没真干，你不许拿我做实验来分解。忽然想起之前的 J8 老哥还去线下堵 BYD 设计师，还好 J8 老哥被抓住，不然现在被焦化失水的可能就是他。还我 J8， 呜呜，感谢警察叔叔，以后我再也不敢去线下找畜生设计师了。游戏中伴随着楚生将氢氟酸倒在骨头上，坚硬的骨骼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溶解，短短几分钟时间，骨头被彻底融化。闹钟倒计时10点21分，完成任务。下一关，退出游戏。伴随着骨头的溶解，尸体被彻底处理干净。楚生也完成任务，通关第2关。卧槽，10分钟不到，处理干净尸体。这中间还有躲避工作人员的时间，讲解的时间。法外狂徒牛逼！好，我知道你只玩真实的，但也没让你玩的这么真实啊。第1关10秒杀人，5分钟分尸。第2关10分钟上一节化学课，复刻化尸水。坏了，真让这小子复刻成功了。不是，你个游戏设计师，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为什么还会制作化尸水啊？建议批量生产，纳入医保。震惊值加8，震惊值加9。楚生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看着通关的游戏，眉头却皱了起来。楚生无比认真地说道：虽然游戏通关了，虽然我是游戏的设计师，但诸位今天喜欢我设计的游戏，我必须要对大家负责。我不能直播误导大家，不然会酿成大祸。我擦，设计师又是玩哪出？这 BYD 良心发现了，误导我们啥了？楚生认真道：现实生活中，氢氟酸的确能腐蚀骨头，但速度绝对不会这么快。毕竟氢氟酸属于弱酸，彻底腐蚀成年男性骨骼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这件事我必须要声明一下，不能误人子弟。就这？不是，你为什么要一本正经的和我解释这种东西啊？喂！楚生看着弹幕道：我这不是害怕。直播间的兄弟们盲目模仿，以为几分钟就能完事，没留够时间，导致尸体没腐化完吗？你说的有道理，但我建议你不要再说了，太感人。这 BYD 竟然还担心自己的分尸技巧误人子弟。你都叫人分尸，还担心误人子弟？你特么的先搞清楚，谁会去真的和你学啊？喂，我们是正经人，别把我们和你混为一谈。快开始下一关！突然好奇起来，下一关会是什么阴间玩意？此时直播间人数不足1万，这对楚生来说已经是凉了，但留下来的观众又都无比热情。原本想演示到第2关就结束，但楚生想着闲着也没事，蚊子再小也是肉，自己多直播一会儿，热度多少会高一点。好吧，让我们进入凶手模拟器的第3关。点击下一关，画面一黑，随后浮现出白色字样：第3关海滩杀人案件，第80章谋杀。你小子来真的呀！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趁着直播的间隙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73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44161，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99131，凶手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36162，情绪值629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完美凶杀。自己直播热度不如之前，直播间观众流失很快，但直播演示依旧是有所收获。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凶手模拟器下载量增加几千，情绪值也增加1万多。虽然距离100万情绪值还遥遥无期，但现在获得的情绪值都是小打小闹。只要自己解锁了凶手模拟器的修改权限，将第1关内容修改，许多玩家不是接受不了分尸的血腥，相反还会觉得刺激。只是第1关杀人时，被害人反应过于真实，让他们内心无法接受。只要将第1关设置成直接进入分尸阶段，开局402女人自动死亡，就能完美解决问题。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快点提升下载量。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2天，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就能达到5万。楚生现在就担心，万一下载量达到5万，还是没有解锁修改权限，那自己就能认命，到时候再去找其他主播连麦，玩这款游戏也不会有太大热度，因为观众对这款游戏的兴趣已经不大，很难刺激下载量的增加。那时候楚生就只能将这款游戏放养，
让它的下载量自然缓慢增长到10万，届时再修改游戏。趁着大众对这款游戏还抱有好奇心和新鲜感，必须趁热打铁。说严重点，自己这场直播演示的直播效果，将直接决定凶手模拟器的生死。毕竟自己无法决定5万下载量时是否解锁修改权限，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还有机会时，尽可能让游戏热度高一点，这样哪怕需要10万下载量才能解锁，也不至于等太久。凶手模拟器，第一关宾馆杀人案，第二关实验室杀人案，第三关海滩杀人案。楚生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继续直播。进入游戏，第三关旁白响起，这里是沙滩俱乐部，你因为某些原因杀死了顾客，没人看到你杀了人，现在你需要在半个小时内布置现场，洗脱杀人罪名。游戏画面加载完成，周围是沙滩俱乐部的室内，一具尸体躺在地板上，周围没有一滴血液。观众们看到全新关卡，全都激动起来。新的关卡又是处理尸体，沉海，必须沉海。没错，只要把尸体丢到海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万事大吉。我建议把尸体切成块，然后再丢入海中。楚生直播看多了，观众的画风也越来越行了。楚生看着弹幕，摇了摇头，道：不，你们想的太简单了。杀人之后，想要摆脱罪名有2种办法。第一种，让警察压根找不到尸体，连立案都立不了，只能判定为人口失踪。第一关和第二关分解尸体，死无对证，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一关核心不在这里。楚生叹了口气，道：你们这个样子非常容易被抓，让我非常担心啊。你叹气个什么劲啊？谁和你一样真去杀人啊？你是怎么有脸来担心我们的？比起我们，肯定是你先进去。有个写犯罪题材小说的 BYD 作者还担心读者进局子，结果自己先进去了。畜生设计师，别卖关子，快说为什么不能沉海？楚生解释道：你们把沉海想得太过简单，按照你们的思路，沿海城市的海早就被尸体填满了，难道不知道有个职业叫捞尸人吗？这一关分尸沉海都没用，死者生前最后来的地方是这个俱乐部，这点警察一定能查到，随后必然会打捞尸体，尸体一找到，彻底玩完。而且沙滩俱乐部都是浅水区，尸体有很大概率被海水冲上岸。想想电视剧里黑社会杀人沉海都是坐在船上，身体绑上水泥沉海。震惊值加2，震惊值加3，震惊值加6。观众听着楚生的分析，心里只有一种感觉：卧槽，还真有道理啊！他们把犯罪想得太简单，同时也太低估警察叔叔的实力。真要是沉海这么简单，把人约到海边，一刀捅死，推到海里，这样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吗？打灭！楚生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第三关就要用到逃脱法律制裁的第2种办法，伪造现场，洗脱嫌疑，也就是谋杀。卧槽，这把高端局！谋杀？你来真的啊？畜生设计师，除了生孩子，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楼上的，他只是个游戏设计师，谁规定男设计师就不能生孩子的？这设计师也太阴间了，直接搞谋杀。这只是游戏，即使很真实，但和现实世界谋杀也有天壤之别。谋杀这么复杂的事情，怎么可能被制作成游戏？ BYD 设计师，信不信你第3关直播完，直接被警察叔叔带走？直播间观众分为2派，有一派坚定不移地认为，这 BYD 就是罪犯，这游戏就是他的回忆录。另一派认为，谋杀游戏和现实生活中谋杀天壤之别，楚生不可能设计得很真实。都这么久了，对 BYD 设计师还没点信任吗？还不相信这 BYD 就是罪犯？谋杀离普通人太远，谁也不知道他设计的到底真不真实啊！都说了是回忆录，还能不真实？第81章谋杀游戏，明明是设计师的回忆录。直播间内谁有争论激烈，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楚生设计的游戏完全是凭空捏造，毕竟谁也不知道真正谋杀是什么样，他随便瞎设计，别人也看不出来。而另外一部分水友则是楚生的死忠粉，非常坚定地认为他就是杀人犯，这 BYD 就该拉去枪毙。看着水友们争论，楚生眼中只有一条弹幕： BYD 设计师，信不信你第3关直播完，直接被警察叔叔带走？看了一眼 ID 游戏天才美少女，楚生当即忍无可忍。房管呢？把这个叫游戏天才美少女的水友踢出直播间。我看到你好几次弹幕了，你个黑粉头子，在这里造谣生事。我楚生，正经大学生，守法公民，对茶叶过敏，
怎么可能被请去喝茶？你特么哪来的房管？醒醒吧！点名表扬。好久没看到畜生设计师喝茶了，这 BYD 不会真洗白了吧？洗不白，根本洗不白。警察叔叔一定在整大活，不是，是制定行动方案。楚生不搭理这群谁有的口嗨，带走喝茶，还活在旧时代呢。哥们现在已经摆脱了喝茶命运，还是演示游戏要紧。楚生摩拳擦掌，现在谁友们情绪高涨，自己必须要整个活，震惊所有人，收获情绪值的同时，还能刺激游戏的下载量。楚生脑海中装着大量凶杀犯罪的知识，已经迫不及待了。整个大活，震惊全场，热搜第一，人生巅峰。正当楚生准备开始游戏，用自己犯罪技巧通关游戏时，妈妈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爸爸叫楚生。楚生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喂，不嫖不赌不找小姐，免费的当我没说，你还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愣了一秒，现代大学生都这样接电话吗？随后电话那头传来叮当的声音，楚生10万火急，警车已经到你们学校门口了。楚生瞳孔一缩，立马站起身，四处张望。哎，我手机呢？哦，我手机在我手里拿着。叮当道，你要干什么？楚生有些气急败坏道，妈的，条子都来了，我不跑路等死吗？卧槽，你就是条子！卧槽，条子真来了！你特么不仅是游戏设计师，还是个召唤师，会召唤条子。游戏天才美少女，我说什么来着？都用不着这局游戏结束。原本我是相信科学的，直到我看到畜生设计师的直播，震惊值加6，震惊值加7，全直播震惊不断。叮当忍不住道，你又不是犯罪，跑什么呀？楚生忽然一愣，对啊，我特么的是文明大学生，守法公民，看到条子我跑什么啊？嗨嗨，不好意思，真情流露，不对，是性情了。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叮当道，有个案件需要你帮忙，疑似谋杀。楚生听到谋杀2个字，心里咯噔一下，自己正好在讲解谋杀，不是我干的。楚生脱口而出。叮当道，知道不是你，算了，你先来看看吧。叮当想了想，话不能说太满，万一呢？我一个游戏设计师，不懂这些，去了也帮不上忙。楚生推脱道，妈的，橘子是一个充满因果的地方，自己可不想去沾染上。直播间彻底沸腾起来，警花，别和这 BYD 废话了，直接清空弹夹吧。畜生设计师之前那副嘴脸呢？10秒杀人，10分钟分尸，专业讲解陈尸，现在说自己不懂凶杀。警花提到的谋杀，不会就是 BYD 畜生设计师干的吧？卧槽，警花自信点，不是疑似谋杀，就是 BYD 设计师干的。魔都大学办公室内，魏玲玲看着直播，突然害怕了起来。卧槽，楚生又被条子盯上了。虽然自己一直在直播间口嗨，用小号在直播间造谣带节奏，但还是编辑了一条弹幕，游戏天才美少女，别造谣，网络造谣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唉，魏玲玲叹了口气，毕竟是自己的学生，还要相信楚生的，他只是会的有一点多。魏玲玲还是相信楚生是守法公民的。楚生，为师相信你。刚说完，叮当在电话那头道，案件还没侦破，具体细节不好透露，我只和你说几个关键词：尸体没有外伤，沙滩，疑似谋杀，还需要我多说吗？楚生瞳孔一缩，看看自己的游戏界面，卧槽，不会这妖巧吧？这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你看看 BYD 设计师游戏界面就知道为什么熟悉了。卧槽，这不就是游戏第3关吗？ BYD 还说这款游戏不是你的回忆录，震惊值加9，震惊值加9，震惊值加9。楚生整个人石化。喂，楚生，你在听吗？楚生立马道，别动现场，我特喵的现在就来。能不来吗？再不去，自己就真成背锅侠了。哪个天杀的杀人犯？你在哪里杀人不好，偏偏要在沙滩？你什么时候杀人不好，偏偏要在我发布新游戏的时候？楚生心里还想骂一句，系统，你玩我呀？这解锁的什么游戏？马上我就要真进去了。那些说游戏不够真实的人呢？出来挨打！条子，不是，警察叔叔官方认证。对不起，是我刚才说话大声了。我说我只玩真实的，但没让你 BYD 设计这么真实啊。这 BYD 设计师要去干嘛？去自首啊？还能干什么？传下去，畜生设计师要被枪毙了。游戏天才美少女魏玲玲坐在椅子上，大脑凌乱。楚生，为师是想相信你的，嘴上这么说，
身体还是非常诚实的打开浏览器，搜索杀人自首，能减刑吗？第82章，真有化尸水，我一口闷掉。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整个人都处于凌乱之中。自己2天没去喝茶，怎么突然给自己来个大的？喝茶圣体，难不成还会蓄力？太久没有局子里的茶水滋养，喝茶圣体会反噬自己，难不成以后自己每天都去喝点茶来缓解一下？楚生欲哭无泪，自己要整大活，要热度，没想到活这么大啊！这热度，自己宁愿不要。别人都是泼天的富贵降临头上，自己是一杯上好的茶水，直接浇在自己头顶。游戏演示到此结束，主播有点小事需要处理，下次见。楚生光速下播，直播间屏幕一黑，咋回事？刚来就下播？别问，问就是畜生设计师去自首了。普天同庆，喝茶圣子依旧稳定发力。刚才那个警花说什么沙滩尸体的，难不成真有凶杀案？卧槽，我就住在魔都，今天路过一个沙滩俱乐部，还被警察封锁，听说里面死人了，难道就是这个？我也听说沙滩俱乐部里面发现尸体，估计今天晚上魔都本地新闻平台就能看到。奇了怪了，这 BYD 设计师什么时候去动的手？比起这些 BYD 设计师，你倒是先把化尸水的配方交出来啊喂！尼玛，卡关卡在第2关了。BYD 设计师只说材料，没说比例 WDNMD， 坏了 ，BYD 设计师这次去恐怕要被直接枪毙，化尸水要再次失传了。我男朋友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我回头问问他，他应该知道。魔都大学校门口，一辆警车停靠在此，刑侦科专门派来接楚生的。一群初入校门的魔都大学学生看着警车，有些畏惧又有些好奇，窃窃私语：学校门口怎么有警车？学校门口经常停豪车，警车倒是很少见。听说学校有偷女生内衣的变态，不会是来抓变态的吧？楚生飞速冲到学校门口，在一大群人的注视下冲上警车。卧槽，我没看错吧？有个学生自己上警车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在钓鱼执法都这样钓的吗？太卷了吧！现在学生的出行工具从自行车、滑板、摩托车、豪车已经卷到了警车。拍照拍照！阳光沙滩俱乐部上头给的24小时期限已经过去12小时，案件依旧毫无进展，并不是说24小时内破案，而是说24小时内给案件一个定性，到底是谋杀还是意外，总得给个交代。此时已到夜晚，沙滩边空气潮湿寒冷，警用探照灯已经立起，许多警员在沙滩上忙碌着，照样分析、拍照，从蛛丝马迹中找寻线索。雷队看着忙碌的同事，也理解了上头的命令，确实要快点给案件定性。还有这么多案件需要处理，如果将精力全部耗在一起意外上，是资源的浪费，也是对纳税公民的不负责。叮当道，已经联系楚生了，马上就到。他连化尸水都调制出来，说不定真有办法。雷队还没说话，一旁的老法医开口道：叮当，他只是一个游戏设计师，游戏和现实还有很大差别的。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医，化尸水听都没听过。老法医也和叮当、雷队看了楚生的直播，看第1关宾馆杀人时，的确给老法医震惊到了，差点都准备报警。忽然想起自己身边都是警察，他注意到雷队在看楚生分尸时，不自觉摸了摸腰间的配枪。虽然游戏分尸和现实分尸区别很大，不可能有现成这么好的条件，对利器、道具、心态都是巨大的考验，但楚生分尸的手法却是非常正确，哪怕自己干了这么多年法医都挑不出毛病。但看到第2关时，老法医有些失望。化尸水这种只会出现在小说中的东西太魔幻了，自己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确定以及肯定这玩意绝对不存在。老法医忽然想明白，毕竟只是游戏，娱乐性质的东西，真不真实不重要，重要是好玩。老法医想着，楚生估计只是看了几集刑侦电视剧，就开始设计游戏。真实的谋杀可比电视剧里演的复杂的多。可楚生上次还帮助我们破获天河会所的赌博诈骗案。叮当坚持道，或许不单单只是游戏上擅长这些东西，现实里也擅长。老法医笑呵呵地说道，叮当，谋杀的复杂程度可不是游戏能模拟出来的。你也干了有2年刑警了，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大学生身上，太儿戏了。化尸水，呵呵，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医，还从来没见过呢。叮当嘟囔着嘴，小声逼逼道：要是真有呢？老法医哈哈笑道：哈，要是真有，老头子我直接一口闷了。雷队听闻，
心里一颤。老谢，谨言慎行啊！姓谢的老法医摆了摆手，不以为意道：你说的那个楚生，估计也是满罐子不摇，半罐子晃荡。现代的年轻人啊，都不懂沉淀，学了点皮毛就拿出去炫耀。雷队啊，雷队！现场突然传来一道杀猪般的嚎叫，众人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个帅气逼人的年轻人跑过来。人来了之后，二话不说抱着雷队大腿。雷队啊，雷队，你一定要相信我，人真不是我杀的。此人正是楚生。在收到叮当电话后，火速赶往案发现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雷队腿上抹。老法医见到楚生，第一反应就是卧槽，真帅，都快赶上年轻时候的我了。随后便开始打量起来，这人就是叮当说的那个调配出盗版画尸水的年轻人。他本以为楚生会是一个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之人，怎么一来就抱着雷队说人不是自己杀的？即使他是法医，此时也还不了解楚生的毒性，心里只想：你不是被叫来帮忙的吗？人当然不是你杀的，你搁着眼哪出呢？雷队一脸嫌弃地看着楚生道：我当然知道人不是你，算了，你还是掀起来和我看看现场再说吧。这就是一个老刑警的敏锐，话不能说太满，万一呢？第83章法外狂徒，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感觉作呕。魔都市阳光沙滩俱乐部，楚生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雷队啊，我们之间的信任呢？这人是不是我杀的？你还能不信？雷队如果知道楚生的心里话，只想说：老弟，别怪老哥不相信你，你也不看看自己干的那些事。在雷队的带领下，楚生进入警戒线内，尸体已经被移走，尸体位置画上白线。雷队道：今天早晨发现的尸体，预估作案时间是昨天夜里。也不能这样说，现在还无法断定是不是谋杀。楚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观察现场非常仔细。抛尸沙滩，楚生摸着自己下巴，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抛尸地点，周围全是脚印和自己的混淆在一起，还能将尸体身上的指纹痕迹冲刷干净。妙呀，这凶手是个人才。好奇一起跟过来的老法医听得一脸懵逼，分析的好像还有点道理，但你到底是哪一伙的呀？喂！楚生感受到雷队不善的目光，心里微微一紧，立马开口道：有这脑子却用在歪门邪道上，必须枪毙。叮当手里拿着平板道：你错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脚印，你看这些照片。楚生接过平板，上面是第一波赶到现场的警员拍的照片，记录的非常详细。死者躺在沙滩边，周围没有任何脚印，就一个人尸体孤零零躺在那里。叮当道：俱乐部营业时间很早，但上午一般没人，死者是里面唯一一名顾客，海水也没有涨潮，如果真有脚印不会消失，所以大家才认为可能只是死者潜水发生意外。楚生翻看着照片，其中有一张便是死者穿着潜水服，脖子上缠绕着氧气管。楚生双眸一凝，立马断定道：不是意外就是谋杀。雷队双眸微微一颤，但凡了解楚生，都知道这家伙虽然阴间，但不会无的放矢。为什么？雷队问道。楚生指着照片分析道：死者穿的这种是潜水专用的防寒服，抵御海底寒冷，保暖性极强，这也就意味着非常紧身。衣服想要保暖，密封性必须得好，但缠绕在脖子上的氧气管却有一节是在衣服里面，哪怕是潜水时被触手怪八爪鱼给缠绕住，触手都伸不进去，更何况是氧气管。叮当仔细观察，果真如同楚生所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楚生道：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我能想到一种情况，先把人用氧气管勒死，然后再给他穿上防寒服。雷队、叮当、老法医全都用震惊的眼光看着他，这样还真行得通，而且有这个证据，虽然无法100%证明就是谋杀，但这是疑点，是疑点就必须得查，上面也不会继续施加压力，不冤枉任何一位公民，也绝对不放过任何一名罪犯。叮当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听到这句话，楚生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涌而过。我特喵的难道说我发布的游戏凶手模拟器第3关海滩杀人案中，杀完人后伪造现场洗脱罪名，用的就是这一招吗？那和直接承认老子是杀人犯来枪毙我吧，这有什么区别？故意的，这 BYD 系统绝对是故意的。楚生在心里狠狠地骂。不过好在凶手模拟器并没有火起来，玩家并不多，而且第2关化学腐蚀难度极高，
就算自己直播演示了，但没有公开化尸水的具体比例，不可能有玩家通关第2关，那就不会有玩家玩到第3关沙滩杀人案的内容。到时候，就算这起案件在新闻上报道，被大众看到，但没人知道自己设计的第3关内容是什么，也就不会生出事端。不然网上这群巴不得楚生被枪毙的稿子，肯定又要开始造谣带节奏。楚生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这就是因祸得福，世事无常啊。之前自己求爷爷告奶奶的希望游戏快点火起来，现在还要庆幸游戏没火。没火就没火，晚点解锁罪恶之城就晚点解锁吧，赚钱啥时候都能赚，小命只有一条啊。楚生的主旨安全第一。面对叮当的问题，楚生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大学生清澈愚蠢之谋，效果威胁性降低 100%， 信任度增加 100%。 叮当看到那双清澈中透着无辜，无辜中带着天真，天真中又透着愚蠢的眼神，顿时往后一仰，表情嫌弃。参考地铁、老人、手机。叮当心里只感觉，你能把职业盗贼偷个精光，能让千王之王叔的倾家荡产，还能调配出化尸水，好意思露出这种眼神？法外狂徒，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感到作呕。我能说书上看的吗？楚生天真无邪地说道。雷队摆了摆手道，先别管这些了，叮当，你把这个线索发给上面，让他们取消24小时的限制。好。叮当道。雷队看向楚生道，这只是疑点，但无法完全证明就是谋杀，还有其他疑点吗？楚生立马就说道，我需要亲眼看到尸体，尸体在哪？楚生根本不用思考，这个流程他可太熟悉了，和游戏里一模一样，自己只需要再确认一遍。雷队有些犹豫，按照规矩，他不是警察、法医，也不是受害人家属，不能直接接触尸体。试想一下，万一凶手也去观看尸体，将证据抹除怎么办？但这起案件没了楚生，好像还真解决不了。反思斟酌，权衡利弊后，雷队道，老谢，咱们带他去看尸体。老法医道，这不合规矩啊。雷队道，特殊时期特殊处理，我后面会和上面报告的。小李，你过来全程录像。雷队叫来一人，全程跟着录像，保存证据。停尸房，在雷队、老法医和警员小李的监督下，楚生见到死者的遗体。楚生上下观察，第一句便道，尸体需要解剖。第84章，玩电子游戏当赛博医生。停尸房内，听到楚生的话，老法医立马开口道，解剖？为什么？一旁的雷队害怕楚生乱来，开口道，已经断定死者是窒息而死，无论是氧气管缠绕还是肺部积水，都会导致窒息。老法医有些不乐意道，小伙子，虽然家属同意解剖尸体，但不是所有凶杀案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必须要解剖尸体，本着对死者的尊重，能不解剖就不解剖。楚生那句话好像显得法医很不专业，这让老法医很不开心。我是法医，你是法医啊，说解剖就解剖，你以为解剖尸体和屠宰场杀猪一样简单吗？虽然没解剖，但我们也确定了尸体肺部有积水。楚生摇摇头道，不，还是需要解剖。你们确定了肺部有积水，那么你们能确定肺部的积水就一定是海水吗？什么？雷队和老法医如遭雷击，就连跟在一旁帮忙拍摄的小李，手中的摄像机镜头都忍不住一颤，画面颤抖。是啊，用现代仪器检测出来，尸体肺部有水，但又有谁能证明那水就一定是海水呢？雷队双眸不断颤抖，震惊道，你的意思是？楚生打了一个响指道，没错，如果我是杀人犯，我就先把被害人用氧气管勒死，杀完人后再想办法给死者灌水，伪装成溺水而亡，随后再给其穿上潜水服，脖子上缠绕上氧气管，转移尸体。楚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凶杀过程，无他，为熟耳。因为凶手模拟器第3关，他就是这样伪造现场，洗脱罪名的。有道理啊。老法医听着分析，满脸惊骇地看着楚生，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思路竟然如此清晰，这个思路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主要是在楚生到来之前，他们都无法确定到底是意外还是谋杀，所以当发现尸体扔在沙滩边，并检测到肺部有积水，自然就会想到死者溺水而亡，肺部是海水。雷队神情古怪地看向楚生，不自觉地摸了摸腰间配枪。楚生发觉不对劲，立马强调道，我是说假如
假如我是凶手，哪有凶手杀完人还会回到现场？雷队一脸认真地说道。根据犯罪心理学，凶手在杀完人后都有返回凶杀现场的习惯。楚生顿时紧张起来，说话打颤。那凶手也不可能和一群警察叔叔待在一起分析案件，哪有这种变态？难道我很像变态吗？雷队忽然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人家楚生好心好意来帮忙，自己言语之间还总是怀疑他，连忙打个哈哈道：哈哈，没，你当然不是变，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尸体吧。雷队继续道：如果想要确定肺部积水是不是海水，一定要解剖吗？不能直接通过按压急救的方式吗？楚生转身看着尸体，掰开尸体嘴巴，用手电往里照了照，随后又按压了一下尸体的腹部，道：不行，必须解剖。尸体不同于活人。楚生指着尸体的喉咙道：尸体喉咙有异物堵塞，肺部呛水，气管也一定被堵住。你们再看看尸体的腹部，已经开始隆起。尸体存放超过12小时，没有特殊手法处理的话，尸体体内会产生湿气，内部压强非常大，按压的后果就是嘣。干崩鸡吃过没？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摇了摇头，就是用爆米花机去崩洗好的鸡。嘣的一声，听得响，鸡肉飞满天。雷队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看着腹部鼓起的尸体，下意识往后退了退。这玩意被楚生说的，哪里还是尸体，简直就是人体 C4。雷队嘴角微微抽搐，他转头看向老法医，老法医心里也是惊骇无比，没点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还真不知道这些。这个楚生难道也经常和尸体打交道？等等，他不是大学生吗？难不成是学医的？游戏设计师不应该是学计算机的吗？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玩电子游戏当赛博医生？老法医平复内心的惊骇道：楚生说的没错，需要解剖的尸体且存放时间过长，需要先用特殊药剂浸泡。这起案件都准备断定为意外，所以尸体没有被浸泡。雷队道：那从现在开始准备需要多久？只能明天早上再解剖了。老法医道：不行。楚生立马否决，拖到明天早上，尸体内部腐化出现湿水，而且这次情况特殊，尸体浸泡后，肺部中的积水和湿水浸泡化学药剂混合，取出来后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海水。当然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楚生没说出来，今天晚上不结案，明天自己特喵的还得来一趟。这种充满因果的地方，还是能少来就少来。那怎么办？雷队问道。楚生道：现在解剖。老法医顿时急眼了，现在解剖？尸体内部产生湿气，现在解剖很容易破坏尸体，万一哪个地方因为压强过大，尸体毁坏了，那可就真是死无对证了。这对解剖的手法要求非常高，甚至还需要运气。你一个大学生，有没有点常识？楚生现在只想说一句，你这能叫常识？谁家正经大学生会知道这些东西？不过此时的楚生确实清楚这些常识，正常停尸房自然是不允许解剖尸体的，而这里说是停尸房，但却属于刑侦科法医的管辖，存放案件受害人尸体，解剖工具齐全。但工具齐全，老法医也不想去赌，万一失败，那可就是重大工作失误。而且老法医也清楚，这种事谁来，十有八九都是失败。楚生认真道：给我工具，我来。第85章，楚生啊，你有没有考虑过自首？听到楚生的话，全场懵逼。雷队，老法医，小李。老法医道：你动手。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小朋友，这可和你玩的游戏不同。雷队脸色瞬间认真起来，沉声道：楚生，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承担的后果？你并非警务人员，带你来这里也是为了破案而去破例。专业法医解剖，如果发生意外损坏尸体，会被定性成工作失误，而你如果解剖成功，协助破案，这是大功一件。但如果失败，你将面对法律追责，涉嫌毁坏尸体罪，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雷队表情非常严肃，是他将楚生带到这里的，如果毁坏尸体，他也有连带责任。但雷队根本不担心这点，他担心万一楚生真是3好大学生，因为这件事毁了前途，这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怎么说也是985高材生。在雷队说话时，楚生已经戴好手套，道：意思就是解剖成功，大功一件；解剖失败，牢底坐穿。雷队放心，我有分寸。雷队欲言又止，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他只能选择相信楚生。但你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
真会解剖吗？虽然这个人是楚生，会点什么都不奇怪，但你已经会偷窃、出签、破案，再擅长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就不礼貌了。楚生拿起解剖工具准备动手，老法医拉住楚生的手臂，道：楚生，你想清楚了吗？玩游戏就玩游戏，不要带入到现实里。楚生道：原理都是一样，放心，我手贼稳。看着楚生自信的眼神，老法医不自信了。你以前有过解剖的经验？楚生双手背后，45度角仰望天花板，摆出一副高人姿态。呵呵，你可能不知道，我曾经用残忍的手法割破喉咙，杀死一条生命，将其放在沸水之中蹂躏尸体，随后用专业人士都看不懂的手法进行分尸，无比精准的将心肝脾肺肝分离。雷队听得嘴角开始抽搐。好家伙，现在开始交代犯罪过程了。楚生忽然叹了口气，可是后来躯体被我二舅老爷放进了爆米花机里。雷队忽然一愣，爆米花机？现在的凶手都这么变态的吗？是呀，他说给我做个干崩鸡，崩的空气中满是鸡的味道，愣是找不到鸡肉在哪。雷队，你个某某的，说了半天你搁着杀鸡呢，原来干崩鸡是这么来的，你还会 call back。 老法医听得血压飙升，我问你有没有解剖经验，你和我说杀鸡，你故意戏弄我们呢？哎，楚生呢？卧槽！老法医直接爆粗口，一个没留意，楚生已经开始解剖，刀子已经刺入右胸下4寸位置。众人两眼一黑，你小子行动力这么强。录像记录的小李往前走2步，镜头死死对准楚生，这要是解剖出现失误，自己手里拿着的就不是摄像机，妥妥的犯罪证据。老法医心脏砰砰直跳，快步走上前道：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解剖好了。楚生擦了擦手，不以为然道：啊，这有什么难的？只是解剖肺部，又不是分尸，检测一下水里的成分，就能断定到底是不是谋杀。看着楚生平静的模样，众人倒吸一口凉气。雷队紧张的快步走上前，术业有专攻，他不太懂解剖，但看着老法医的神情，这小子好像还真成功了。老法医盯着解剖伤口，上下观察。卧槽，这精准的定位！卧槽，这丝滑的刀口！卧槽，这距离的把控，没有一丝多余的刀口，精准避开危险位置，这简直就是艺术！老法医激动地握住楚生的手。楚生不解道：解剖有什么失误吗？老法医连连摇头：没有，完美，这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你是怎么做到的？楚生道：就拿刀割下去，然后就结束了。老法医激动道：天才，这难道就是天赋吗？你能麻烦你再演示一遍吗？尸体，你个老登，玩我呢？楚生脱下手套道：想学吗？我教你啊，下次有尸体需要解剖再联系我，这次就算了，破案要紧。老法医叫来自己的助手，取走尸体肺部的积水去检测化验。雷队瞪大眼睛道：楚生的解剖手法真有这么厉害吗？老法医的评价只有2个字：圣手。放在古代那都是悬壶济世的神医，但雷队怎么也想不通楚生是怎么会解剖的。老法医看楚生正在洗手，提醒道：楚生，尸体解剖后还需要缝合。楚生一脸懵逼的转过头：啊，缝合？谁割开的口子谁缝合？无论是医生还是法医都有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毕竟自己割开的口子自己最熟悉。你能帮我缝吗？楚生尴尬道。虽然只是举手之劳，老法医还是问道：为什么？楚生非常诚实道：因为我不会。噗！老法医一口老血喷出来。你不会？你都能进行如此精妙的解剖，你说自己不会最简单的缝合，你在逗我吧？楚生理直气壮道：正常人本来就不会缝合好吧？老法医顿时无语，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你哪里看起来像正常人了？楚生小声逼逼道：再者说了，那个凶手分尸后还会尸体缝起来的，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我都只分尸不缝合的。雷队，好家伙，还真是术业有专攻。老法也崩溃了，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不是圣手，这是凶手。楚生注意到雷队的表情，立马开口道：游戏，我说的是在游戏里。雷队走到楚生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楚生啊，你有没有考虑过自首？第86章，楚生办案让你胆颤。离开了停尸房，
众人回到阳光沙滩俱乐部，现在基本能确定是谋杀了，只需要等待最后的证据检测结果。一众警员忙碌起来，更加仔细地搜查现场，找到凶手留下的证据。楚生坐在沙滩椅上，手里捧着一杯茶，吸溜吸溜哈。不得不说，刑侦队的茶就是好喝一点。叮当看着忙里偷闲的楚生，双手叉着腰，在凶杀现场晒月光浴喝茶，和真正的度假相比，就差一条花裤衩。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但怎么说，楚生也只是编外人员过来帮忙的，自然不能像对其他警员一样要求。叮当道：楚生已经非常晚了，等鉴定结果再调查案件分析，可能要忙到明天早上，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楚生一听，连连摇头，先回去休息，这不是意味着明天自己还得来？这凶杀现场，他是一步也不敢离开，不然放着他们自己在这分析到底谁是凶手，保不齐第二天早上就来给自己逮捕了。楚生道：没关系，很快就能破案的。很快？叮当诧异道：楚生眼神飘忽不定，扯了个理由道：这里这么多专业刑警，肯定分分钟破案呀。他难道说现场情况和自己设计的游戏一模一样？很快，楚生能瞬间说出凶手的作案手法，因为他就是这个干的。楚生现在万幸凶手模拟器没有火起来，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面板，游戏下载量还是非常低迷。虽然因为自己直播被警察叫走，热度又涨了一点，但总体上和前两款游戏没法比，还好没火起来。只要玩家们不知道第三关的内容，卡在第一关和第二关，就不会有人怀疑到自己头上。叮当觉得楚生太过乐观，他有必要将实际情况和楚生说明。楚生，真实的谋杀比你设计的游戏复杂得多，哪怕有你帮助，确定了不是意外，想要锁定真凶也需要很长时间，短则3-5天，长则长的话可能就要沦为悬案了，根本不存在小说电影中当场破案的情况。此时雷队和老法医走过来，雷队有些激动道：楚生，鉴定结果出来了，真的和你猜想的一样，尸体肺部积水经过检测并非海水，而是普通饮用水，是凶手杀完人后再将水灌入尸体肺部，伪造出肺部积水，溺水缺氧而亡。听到这个消息，楚生只是点点头，一切都在预料之内。叮当显得非常激动道：太棒了，确定是凶杀，这样就能全力调查，上头也不会继续施压。雷队眉头忽然一皱道：但情况不容乐观，在检测的这段时间，其他警员同志同样在调查审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我们根本摸不清楚凶手的作案手法，甚至连第一案发现场都无法确定。楚生此时忽然站了起来：雷队，帮忙破案有什么奖励吗？雷队一懵，这是啥意思？难道是刚才楚生帮忙解剖，现在要奖励？不过这都是应该的。雷队道：帮你宣传新游戏。楚生一听，这是奖励吗？宣传那玩意简直是要害死我。楚生连连摇头道：谢谢雷队好意，宣传还是算了，还有其他的吗？官方部门帮忙宣传游戏，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案件侦破后，必然要接受记者采访、官媒报道，只需要在接受采访时顺道提一嘴楚生的功劳和他的职业就行。雷队想了想道：还可以帮你申请奖金，5000到3万不等。这次涉及凶杀案，奖金不会低的。听到钱，楚生立马就来劲了。好嘞，雷队，你们可以提前下班了。推断出凶手的作案过程，你们能锁定嫌疑人吗？雷队立马道：当然可以，几名嫌疑人都被审讯调查过，只要知道凶手的犯罪手法，立马就能锁定谁是凶手。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凶手的作案手法？众人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楚生，这家伙除了去一趟停尸房，其他时间不都在喝茶吗？喝茶还能破案？楚生手指指着一个方向道：第一案发现场就在沙滩俱乐部顾客更衣室。看着楚生信誓旦旦的样子，众人看向顾客更衣室。雷队道：喂，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那里距离尸体被发现的位置还100多米远。跟我来。楚生道：阳光沙滩俱乐部顾客更衣室内。雷队看了看周围，在楚生来之前，他们自然检查过这里，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楚生道：尸体是早上8点左右被发现并报警，而俱乐部7点才开始营业，被害人也不可能刚到7点就来到俱乐部。一旁的叮当道：根据俱乐部的登记表，死者是在7点30到俱乐部登记。楚生道：也就是说，凶手从杀人到伪造现场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杀人时所留下的痕迹还来不及处理。楚生走到柜子前面的板凳上，开始模拟犯罪经过。首先，被害人在换衣服时被凶手拿氧气管勒死，然后凶手给其肺部灌水吗？穿上潜水服，最后再将尸体移动到沙滩上。OK， 过程便是如此简单。听着楚生的分析，的确有这种可能，但叮当道：“这只是你的猜想吧？”雷队也跟着说道：“推理中有太多逻辑漏洞，凶手只有半个小时杀人，灌水已经用掉不少时间了。防寒服非常紧身，穿上非常费劲，更别说给一个死人穿上了。楚生还需要大量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推理，但楚生最不缺的就是证据，他只需要回忆自己作案，不是自己玩游戏的过程。楚生办案让你胆颤，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第87章，我不抛尸，证件人会抛尸吗？沙滩俱乐部顾客更衣室内，楚生道：“穿防寒服非常简单，只要在脚上套上塑料袋，减少摩擦力，就能轻松给死人套上。”叮当按照楚生的方法找来塑料袋，自己亲自尝试，果然，脚部减少摩擦力后，潜水服非常容易套上。凶手就是用这种方法给死者穿上防寒服。至于他用的塑料袋，楚生看了一眼垃圾桶，垃圾桶是空的，上面连垃圾袋都没套上。时间太短，凶手没时间处理这些东西，大概率被凶手丢到垃圾桶，随后连着垃圾袋一起丢了。俱乐部大垃圾桶一定没被清理，从里面翻找就能找到带有死者脚纹的塑料袋。雷队听到分析，大受震撼，这的确是个可行的思路。叮当，立马带人翻找大垃圾桶。是。楚生嘿嘿笑道：“雷队证据够不够？不够我再给你加点。”雷队脸一黑，这句话怎么听着像是被抓捕的犯人被自己审讯，主动承认犯罪过程。证据不够，你还能加的。雷队看了看窗外沙滩，道：“你前面的推理有些道理，但是凶手不可能将尸体移动到沙滩上，还不留下脚印。沙滩俱乐部很大，沙滩上脚印也很多，但唯独尸体附近没有任何脚印。发现尸体后，第一想法便是尸体是从海水中冲上来的。”楚生道：“的确，凶手带着尸体，这么大的体重必然留下很深的脚印，但这一点经常抛尸的人一定知道该怎么做。”雷队和老法医听得一猛，二人面面相觑。老法医：“你经常抛尸吗？”雷队：“我不抛尸，正经人会抛尸吗？”老法医：“抛尸的那还叫正经人？那特喵的是罪犯。”楚生指着更衣室角落里的纸板，想要不留脚印只需要用到它，将纸板首尾相连，制作成履带模样。凶手背着尸体在履带里面，这样就能在沙滩上行走不留痕迹。雷队脑袋嗡的一声，恍然大悟：是呀，人在沙滩留下脚印，并不是因为人有多重，而是人只有双脚与沙滩接触，压力大导致沙滩凹陷留下脚印，但只要下面垫上东西，增大接触面积，便不会留下脚印。纸板首尾相连，制作成履带，还能方便在沙滩移动，这样凶手就能在半个小时内完成杀人抛尸。这种手法谈不上多么精妙，但普通人绝对发现不出来。雷队连忙走到角落处，观察纸板，果然发现纸板分析处有沙粒。雷队瞳孔微微一缩，道：“没错了，早晨海边潮湿，沙子湿润，凶手在运送尸体过程中沾上了沙子，现在干了脱落。确定了，这一定就是杀人方法。”雷队满脸惊骇，这么多人调查了这么久，竟然都没发现作案工具就在自己眼前，他们甚至连第一凶杀现场都确定不了。雷队震惊地看向楚生，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楚生提了提脸上不存在的空气眼镜，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仿佛福尔摩斯上身。真相往往就藏在细微处。楚生无比自恋地说道：“虽然我是有点机智聪明，帅气理智，聪慧过人在身上，但只要仔细一点，人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可是你从来都没进来过更衣室。”雷队一句话瞬间让楚生石化：“你特喵的都没来过，怎么仔细观察的？来，今天这件事要是解释不清，你小子别想走了。”老法医忽然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楚生抵达现场时，第一句话就是大喊：“人不是自己杀的。”那你这不是贼喊捉贼，掩耳盗铃之词，地无银300两吗？卧槽，凶手竟在我身边！此时叮当激动地跑进来：“雷队，大垃圾桶里果然找到了凶手的作案工具——塑料袋。”雷队道：“立刻进行指纹对比。楚生，麻烦你要多留一会儿了。听说你喜欢喝茶，放心，我们刑侦队茶水管够。”楚生：“达咩？
老街区某小区内，昏暗的卧室，电脑屏幕的光亮照在魏玲玲俏丽的脸上，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只是那笑容显得极其阴险。魏玲玲看着电脑屏幕上学生张三李四王二麻发来的小组作业，楚生建模。楚生的游戏模型栩栩如生，身形、比例、表情神态全都无比真实。魏玲玲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结，楚生同学，既然你无情，就别怪老师无意了。设计的游戏第一关就如此阴间。魏玲玲将模型导入游戏，进入游戏，开始第一关。任务目标：杀死402房间的女人。全游戏中只有第一关有杀人任务，其他关卡 NPC 都是直接死亡，进入处理尸体环节。之前玩第一关时，魏玲玲都过不了心里这关，玩着浑身难受，内心极其不适，看着 NPC 苦苦哀求的样子，一刀之后受伤没死，流血不止的可怜模样，实在是不想继续玩下去。但现在魏玲玲双眸仿佛绽放着红光，手里拿着碎骨刀，激动得恨不得在游戏内的宾馆走廊上奔跑，轻车熟路地来到402房间门口，敲门。房门打开，一个和楚生一模一样的人站在房间内。看到楚生那张脸，魏玲玲就想起课堂上楚生那句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要是没了，那赚的不是更多了吗？脑海中还浮现出楚生设计这么阴间的游戏折磨玩家，自己躲在阴暗的角落中露出变态笑容的脑补画面。顿时魏玲玲双眸中满是杀气，手起刀落，膝内刷刷刷。这一次没有任何的于心不忍，看着楚生求饶的样子，魏玲玲又补上几刀，随后开始分尸环节。小楚生白又白，割完静脉割动脉，刷刷刷。看着被害人是楚生，魏玲玲心里完全没有任何隔阂，很快便通关了第一关。第一关结束，魏玲玲果断选择了重新开始。结，一遍不过瘾，再来一遍。第88章，见楚生必备道具碎骨刀。凌晨5点，老街区某小区内，魏玲玲坐在电脑前，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电脑屏幕散发的红光照在俏脸上，显得嫣红阴森。嘿嘿，结，嘻。魏玲玲嘴里不断发出奇怪的笑声，完全沉浸在游戏中无法自拔。以前都是通宵砍传奇，现在在通宵杀人，从抗拒到接受，再到现在彻底变成了凶手模拟器的形状。直到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专注。000，魏玲玲此时才恍然，看了看时间，已经凌晨5点了。时间过得这么快。魏玲玲顶着重重的黑眼圈，双眸中布满血丝，玩游戏玩的完全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大脑晕晕乎乎的，有些恍然，心脏又跳得非常快，整个人处在一种疲惫至极又极度亢奋的状态。看着屏幕发呆了2-3秒才回过神来，看着游戏画面，游戏角色站在阴暗的宾馆走廊上，背景音乐也是阴间至极。卧槽，这逼游戏玩了一夜，我怎么还在第一关？魏玲玲这才反应过来，她都不知道重新开始了多少局，一款游戏就在第一关来来回回玩了一整夜。这一夜，楚生不知道被他砍死了多少次。现在打开402房间的门，里面长着楚生样貌的 NPC 出现后，魏玲玲眼中看到的都不是游戏模型，而是人体构造，上下倒下，从左到右。这一夜用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和角度来分尸楚生，而且不只是建模更改。身为游戏天才、高学历技术宅女，魏玲玲还通过 AR 合成了楚生的声音。游戏里 NPC 说话求饶、惨叫都是楚生的声音。魏玲玲伸了个懒腰，露出傲人的身材，平时只穿着卫衣和休闲服装，宽松的衣服下面其实还藏着大杀气。身材什么的，魏玲玲才不在乎，但天赋异禀，怎么吃都不胖。她只想安安心心当一个只会打游戏的躺平肥宅，哈爽。此时魏玲玲才慢悠悠地接起电话，莫西，电话那头立马传来了楚生悲催的声音。玲玲，尊敬的老师，我是楚生。魏玲玲玩游戏上头，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就是拿刀，不安分的小手在凌乱的电脑桌面上摸到的只剩小半瓶的屌丝饮料和各种膨化食品。啥事啊？魏玲玲遏制住杀心，心里却有种不祥的预感。楚生道：姥，舅舅。啥？又进去了？魏玲玲一个机灵，清醒几分。这才几天啊，你又被哪个派出所抓了？
不是派出所，刑侦科。魏玲玲，好，你小子竟给我整大活，现在档次高了，小打小闹的派出所都瞧不上了，喝茶都去高端场所，刑侦科呵，你小子真是拿小刀割我的屁股，给我开了眼啊！为师顶多就是旷课，你3天2头往派出所跑，这次是啥事啊？楚生支支吾吾道：哈，没啥事，就是被误认为是谋杀犯了。魏玲玲瞳孔一缩，这叫没啥事？为师我也只是敢在游戏里砍人，你小子还真去砍人了，要不然你怎么是凶手模拟器的设计师呢？这钱活该你赚，老师你不能不救我啊，这个点没睡觉的也只有你了。魏玲玲深深地叹了口气，唉，给我个定位，等一下我去厨房拿碎骨刀。楚生，不是，是拿车钥匙。老师你买车了？哼，开玩笑，全款提的新车，你老师我这点实力还没有。5分钟后，困得睁不开眼的魏玲玲站在自己新买的电动车前，整个人宛如行尸走肉，这钥匙怎么插不进去？低头一看，手里拿着碎骨刀往钥匙孔里捅。电动车我真的会卸，好吗？脑子里一直想着见楚生，情不自禁的就拿起了碎骨刀。这游戏后劲太大了。刑侦科，楚生可怜兮兮的缩在角落，手里捧着一杯茶，吸溜吸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叮当看得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上前安慰道：楚生对不起哈，别难过了，凶手已经确定是俱乐部的老板。楚生傲娇的撇过头，不听，王八念经。叮当道：雷队说了，你破案有功，他尽全力帮你申请奖金。楚生转过来一点，问道：有多少？叮当道：10来万吧。真的？楚生还以为只有3、5万块钱。协助破案也要看贡献有多大，如果只是帮忙解剖尸体，找到罪证，也就这个钱。政府奖金嘛，一般都不会很高，但楚生完全凭一己之力破案，雷队帮他多争取点，就当是补偿。钱虽然没少挣，但楚生更加坚定，以后一定要避开这群条子，一旦接触，自己就要沾染因果，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搞不好下次自己就真进去了。等了许久，魏玲玲才姗姗来迟，熟练的签字捞人。楚生坐上魏玲玲的小电驴后座。玲玲，这就是你的新车？魏玲玲骄傲道。叫老师，别看这2个轮子，速度贼拉快，还是敞篷的，贼拉风。老师给你标一个。楚生忽然注意到魏玲玲罕见的背着个包。老师，你包里是啥？呵，没啥。魏玲玲难道说自己包里装着碎骨刀吗？玩游戏玩的。见楚生不带碎骨刀，浑身不带劲，就和没穿衣服一样。楚生刨根问底道：你这包里装的啥？还硬硬的，硌得慌。等了几秒钟没回应。老师，玲玲，死宅女，卧槽，睡着了。老师，你特喵的骑着车还能睡着？下车，我要下车呀。魏玲玲迷迷糊糊道：加速？你要加速？瞧不起为师的2轮超跑吗？嗡。第89章，游戏行业掉下一枚钢镚，都得姓鹅。一路惊魂。最后，好在楚生有惊无险的回到学校。此时天已蒙蒙亮，出生的东西飞雾飒敝，四目消愁，告别了魏玲玲。楚生回到宿舍，又熬到早晨才睡觉。不过睡觉前，楚生还是看一眼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380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64161。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319131。凶手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40162。情绪值650045。情绪值增长速度缓慢。前2款游戏盗贼模拟器和斗地主模拟器下载量都进入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而凶手模拟器依旧没火，下载量持续低迷。算了，没火挺好的，这款游戏茶味太足，要是火了，自己非进入不可。楚生看完系统面板，安心睡觉。2个小时后，楚生还在呼呼大睡。魔都另一边，这里屹立着一座座高楼大厦，其中一座便是号称世界上最赚钱的游戏公司鹅厂。鹅厂最早靠着扣扣业务起家，有了大量的用户群体后，通过游戏变现，用抄袭、收购等各种手段垄断游戏业务。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割韭菜体系，赚得盆满钵满。当然，鹅厂在网上负面新闻不断，但这都阻挡不了他们吸金。
所有游戏厂商都被鹅厂打压得抬不起头，游戏都被垄断了，玩家声讨有什么用？不玩？行呀，那就玩连连看去吧。说我的游戏氪金就是抢钱，我也没说不是啊，我就是抢了，你能怎么办？面对鹅厂，玩家纯粹是弱势群体，你不玩，有的是人玩。集体弃游，那你们玩什么，我就收购什么。对面玩家的抵抗，鹅厂有的是阴险的办法应对，久而久之，玩家就放弃抵抗，鹅厂敛财也愈发放肆，整个游戏圈非常病态。此时，鹅厂游戏部门一群高层坐在一起开会，鹅厂游戏业务总老板聪扣币站在台上，后面放着 PPT 内容有关游戏圈兴起之秀 Busy World 平台。聪扣币道，这个新平台只有3款游戏，但已经抢走我们很多玩家。有一位叫马上课的高层道，3款游戏定价都是1块钱，这种套路见得多了，低价吸引玩家，玩家群体多了后再涨价收割。平台的老板就一个大学生，不就是想赚钱吗？随便给他开个点钱，收购就完事了。聪扣币嘴角微微上扬，他也是一样的想法。呵呵，没错，给他点钱收购，如果不识抬举，就不要怪我们鹅厂打压了。这种套路，他们已经用了很多遍。请客，斩首，收下当狗。聪扣币道，这件事谁去办？马上课主动请缨道，楚生设计的前2款游戏爆火，第3款游戏却没火起来，这对一个年轻人设计师打击一定非常大。游戏开发成本如此之大，不是他一个学生负担得起的，他现在也一定很慌。我去和他交涉。聪扣币道，好。总之一句话，游戏行业掉下一枚钢镚，他都得姓鹅。中午，老街区小区内，000，趴在电脑桌上睡着的魏玲玲突然惊醒过来，俏脸上全是键盘印，吸溜一口口水，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音乐学院杨老师的声音。杨老师咆哮道，玲玲，你又不来上课，你们院长都找上我了，说你在旷课，要对你处分。魏玲玲迷迷糊糊道，我昨天不是才去上过课吗？杨老师崩溃道，宝啊，你是辅导员还是其他专业的代课老师？你也不看看你一天多少课，你这半个月就来上1节课，也能叫上课了？下午你还有课，别再旷了。杨老师反复叮嘱道。魏玲玲大脑还处在开启状态，听着电话里的念经。魏玲玲看着屏幕，忽然惊醒道，曹高。杨老师道，现在知道糟糕还不算晚，你还有救。魏玲玲道，昨天那个 mod 我忘了上传到社区，赶紧上传。魏玲玲本着大爱无疆的精神，让其他玩家也感受一下首任畜生设计师的快感。杨老师，算了，我收回那句话，你没救了。放心，很快到学校，我有车，开车贼稳。魏玲玲道，毕竟他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来供给自己躺平摆烂打游戏的人生。下午，魔都大学学生宿舍，楚生一觉睡醒，已经是下午。至于上课，狗都不去，正经大学生谁去上课啊？楚生醒来第一件事，刷牙洗漱，顺便看了看系统面板，情绪值稳步提升，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还是低的让人安心。随后，楚生坐在电脑前开始思考，现在情绪值才60几万，距离100万解锁罪恶之城遥遥无期，按照这个节奏，估计得半个月才能解锁下一款游戏。楚生悠悠叹了口气，既来之则安之，半个月就半个月吧，起码对现在的他来说，不进局子就是胜利。鹅厂的邮件，楚生忽然在无数私信谩骂自己的邮件中看到了鹅厂的邮件，点进去后，卧槽，竟然是鹅厂的邀约面谈，果然还是被这群恶霸给盯上了吗？楚生前世，鹅厂也是游戏圈巨头，但前世的游戏圈也算是百花齐放，这个世界，鹅厂纯纯的恶霸。黑心工厂，换皮游戏，氪金道具层出不穷。楚生这一世也活了20多年，身为资深游戏玩家，对鹅厂万分抵触，反正早晚会被找上门的。你是恶霸，我是法外狂徒，不怕夫啊！楚生快速收拾好，出门参加鸿门宴。校门口等公交车时，魏玲玲骑着小电驴，背着包，一个漂移来到楚生面前。楚生同学去哪？我带你啊。第90章，什么核查圣体？我老马不信这个邪。魔都大学门口，魏玲玲一个托马斯180度旋转漂移，车子稳稳刹在楚生面前。楚生同学去哪？我带你啊。楚生难得在这个点看到魏玲玲在学校，而且他留意到
魏玲玲身上还背着昨天的包，里面鼓鼓囊囊的。楚生道：“玲玲，你怎么在这？这个点你不是有课吗？”魏玲玲撅了撅嘴，道：“说的好像这个点你没课似的。大家同为旷课中人，谁也别说谁了。”楚生道：“还旷课，就不怕院长处分你？”魏玲玲笑眯眯道：“那你还旷课，就不怕我处分你？”畜生！有没有一种可能，老师上课教学生，学生上课和老师学习？如果老师和学生一起旷课，那就相当于都没旷课。魏玲玲竖起大拇指道：“天才，出院！”楚生上车，说吧，去哪个派出所？魏玲玲拍了拍自己的车后座。楚生脸一黑：“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难道我不去派出所就不能出门了？”魏玲玲认真思考了一下：“可你每次出门最终的归宿都是派出所呀。”造谣，上次就……楚生刚想举例反驳，但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举不出例子。楚生愣住，表情尴尬至极。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自从自己获得这坑爹的系统，觉醒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技能，比如喝茶圣体、条子召唤术、100%进橘子等等。每次出门后，不管什么事，最后一定是从派出所回学校。嗨，这次绝对不会进橘子。哥们，出门办正事。我收到鹅厂面谈邀约。鹅厂可是龙国最大的游戏公司，乃至全世界范围，鹅厂的体量都是最大的。对于他们游戏设计专业而言，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厂。每一名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都以进入鹅厂工作为目标，高薪又体面。而楚生才大一就能与鹅厂面谈，这不仅对学生，对老师也是一种荣誉。但魏玲玲一听鹅厂二字，柳眉就皱了起来。那狗屁黑心工厂，你难道要被招安？以魏玲玲的资历，鹅厂都抢着要，但他打死也不想与那群家伙同流合污。招安？楚生呵呵笑着反问道：“皇帝逐渐示威，群雄割据，虎视眈眈，你手握100万雄兵，镇守边疆，皇帝颁布圣旨，让你回来护驾，你会怎么办？”听到这个问题，魏玲玲一下子带入进去，不自觉道：“朕不知道这群贱民到底在争什么。”哈哈，没错，鹅厂想要招安我，就怕他们没这个魄力。楚生手握系统，何止雄兵100万，他鹅厂也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约谈的位置在哪？魏玲玲问道。楚生道：“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周老师带你一起斗恶霸。楚生坐上魏玲玲后座。魏玲玲激动地喊道：“出征！鹅厂！”魔都市公安厅，刑侦科，雷队和叮当昨夜通宵办案，今天休息一天，二人都不在。但刑侦科工作人员同样十分忙碌。案件分析室内，现场情况如何？老田已经抵达现场，与民警同志交接工作。从现场情况和被害人社会关系分析，这起案件极有可能是买凶杀人。听到买凶杀人4个字，众人脸色一下子沉重起来。这群职业凶手一个个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案件发生在青阳区，凶手带着尸体不可能跑这么快，立刻调摄像头，所有交通工具加大检查力度。要是让凶手逃出去，可就不好办了。这群职业凶手手法专业，要是给他们时间，他们能近乎完美的处理尸体并且逃走。是青阳区某小区内，叮当从床上醒来。昨天送走楚生后，刑警们还要善后，一直忙到早上8、9点。叮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在青阳区租的房子，一觉睡醒已经下午4点多，肚子咕噜噜叫个不停，饿了，出门觅食去。叮当所在小区不远处，好时光咖啡馆。鹅厂高管马上课坐在咖啡馆内，点了一杯上班族必备的冰美式，翻看着手机信息，神情显得有些烦躁，道：“面对鹅厂的邀约面谈还能迟到，现代的大学生时间观念都这么差吗？”哼，毕竟就是个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你一个学生，怎么和我们这群在社会摸爬滚打这些年的人相比？收购 Busy World， 马上课势在必得。此时马上课手机响起，是自己老板聪扣必打来。喂，马上课，总部已经敲定 Busy World 收购资金最高500万，你按照这个价去谈。Busy World 虽然是个只有3款游戏的新平台，但按照发展潜力，远远不止这个价。一款游戏1块钱，楚生都赚了几十万，而且这还是不足半个月。收购价500万，打发要饭的呢。然而接到这个艰巨任务的马上课笑呵呵道：“聪总，500万太多了。”对方就是一个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随便一点恐吓加威逼就吓得腿软。别说500万，连50万都不需要。
聪扣必道：“不要太大意，对方不是一般的大学生。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他的新闻。”马上客道：“我看到过，网上不都传他是什么喝茶圣子吗？不过就是一个大学生赚了点钱就飘了，为了些法进了几次局子。然后楚生就顺便利用这个，故意打造人设，制造噱头，宣传游戏。什么喝茶圣体，哪来这么玄乎？我就不信邪。”老板聪扣币也觉得这些事都是以讹传讹，宣传营销管用的手段罢了。那你自己注意点吧。说完挂断电话，坐在咖啡馆的马上客喝了杯面前的冰美式，品尝着舌尖的苦味，道：“喝茶？呵呵，我老马还真想尝一尝是什么滋味。”第91章，你个鹅厂，怎么好意思说别人抄袭？魔都市青阳区人潮汹涌的街道上，一个头戴鸭舌帽、身材消瘦的男子，神情自若地走在人群之中，手里拉着行李箱，看着和普通群众没任何区别。但鸭舌帽之下，是一双冰冷阴深的双眸，带着淡淡杀气。他转头看了看旁边的公交站台，一辆将要驶出青阳区的公交车停靠在路边，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上去搜查，与警察擦肩而过。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没有丝毫慌张，反倒嘴角微微勾起，低声自言自语道：“加大警力，搜查交通工具。”呵，傻子才会想着这个时候坐交通工具逃出青阳区。一群臭条子想抓我，早着呢。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魏玲玲一个漂移侧方位停车，稳稳刹住。老师这技术咋样？魏玲玲骄傲道。她也是在买了小电驴后才发现，自己在开车这方面竟然有得天独厚的天赋。后座的楚生脸色苍白，瞳孔惊惧不定，张着嘴巴，仿佛灵魂从嘴里飞出去。快，是真的快！这娘们除了停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刹车的。但10公里的路程，活活绕路绕了2个小时，对着导航都能走错。楚生缓过神来，无奈道：“以你的绕路能力，你有当出租车司机的天赋。”师徒二人进入咖啡馆，马上客虽然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很好的隐藏情绪，进入交涉谈判的状态。楚生同学你好，鄙人马上客，鹅厂游戏业务市场部门的副经理。马上客着重强调同学2字，自己是大厂高管，你一个学生，社会身份高下立判。楚生平静道：“楚生 ，BG World 平台老板兼游戏设计师。”马上客转头看向魏玲玲，这位女士是？魏玲玲自我介绍道：“魏玲玲，楚生的辅导员。”老师。马上客嘴角微微上扬，眼眸深处带着一丝不屑以及傲慢自信。在他看来，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能力的都去大厂捞钱，只有那些资历不够的人才会去学校当老师。同时，马上客忍不住在内心冷笑，果然还只是学生，出来谈事情还带着老师。不过有老师在，收购的事情只会更加顺利。毕竟在这群资历能力都不足的老师看来，自己学生和鹅厂合作也是给他们脸上贴金。这女老师肯定巴不得促成双方合作，天时地利人和全都站在自己这边。马上客客套道：“楚生同学也算是年轻有为，年纪轻轻就能独立经营平台设计游戏。但是马上客准备先打压楚生，年轻游戏设计师有自己的平台，还收到鹅厂邀约。现在的楚生肯定非常膨胀，他要先否定楚生的成就，降低贬低的一文不值，然后再说鹅厂为了鼓励年轻设计师愿意花钱收购，这是最为常见的谈判套路。”谁知马上客还没说完，楚生便打断道：“但是的话就别说了，我非常有自知之明，大一学生，独立设计游戏，运营平台，火爆全网，人还风趣幽默，成熟稳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先打一棒再给一颗糖的套路对我没用，直接说你们愿意出多少钱吧。”马上客嘴角微微抽搐，这楚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现在学生都这么没礼貌吗？马上客强行露出笑容道：“我们的确 BG World 平台感兴趣，虽然你们平台小众，没有专业团队运营，也没有直接说多少钱。”楚生不耐烦道。马上客忍不了了，直接摊牌道：“30万，收购你的平台和3款游戏，并且给你发放鹅厂游戏设计师 offer， 直接进入鹅厂工作。”你才大一，这一份 offer 是多少游戏设计专业学生梦寐以求的东西？楚生一脸嫌弃：“30万，你打发要饭的呢？这么谈就没意思了。”马上客脸一黑，他预料到楚生对这个不满意，但没想到这么直接，敢开这个价格，马上客自然有应对的办法。楚生同学，
我问你，这3款游戏真的是你的原创吗？听到这个问题，魏玲玲诧异看向楚生，质疑游戏原创性。可市面上的确没有和楚生同类型的游戏。楚生没有说话，马尚克言语变锐利，道：我们鹅厂在1年前就开始研发犯罪题材游戏，游戏版号早就申请通过，并且发放内部号进行测试，但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因素，一直没有公测上市，也没宣传。马尚克双手合十，直勾勾盯着楚生，道：我直接说吧，楚生同学，你设计的3款游戏有涉嫌抄袭，如果我们起诉，你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还将面临巨额罚款。魏玲玲双瞳微微一颤。鹅厂号称南山必胜客，拥有最强法务部的游戏公司，如果他们起诉楚生，楚生必败无疑。这该怎么办？魏玲玲满脸担忧地看向楚生，楚生却淡淡道：哦，态度极其敷衍。马尚克加重语气，带着威胁的口吻道：楚生同学，难道我说的还不清楚吗？如果我们起诉，你将一无所有，失去你的游戏，你的平台，你赚的钱，还将面临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务。楚生戏谑道：那你去告呗，有钱不赚是傻蛋。呵，抄袭？你一个鹅厂怎么好意思说别人抄袭的？再者说，楚生游戏都是系统解锁，绝不可能存在抄袭。鹅厂一个流水线生产游戏换皮敛财的公司，怎么可能愿意花大价钱去研发一款不一定能赚钱的游戏？楚生还以为对方要使出什么绝招，原来只是这种哄小孩的骗术。马尚克一愣，这楚生不是个学生吗？怎么头这么铁，这么难骗？你难道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楚生不屑道：你说你们早就研发好了，那你上线公测啊？借用某手机老板雷布斯对友商说的一句话，你说自己研发了新款手机，那你拿货来卖啊？没货，你吹什么牛逼呢？第92章，一口价100万，魔都市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楚生与鹅厂的面谈进入白热化阶段。楚生的一句你有游戏，那你上线啊，直接让马尚克语塞。有游戏？要是有，特喵的能不上线？有钱不赚是傻蛋啊，这特喵的关键不是没有吗？但这种牢骚话马尚克也只能在心里说说。这个因为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一些因素，你还是个学生，这里牵扯太多，说了你也不会懂。魏玲玲再单纯也看出来了，这家伙就是在故意吓唬楚生，用3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小声逼逼道：能有什么市场因素？我看就是太监逛青楼，虚张声势。马尚克瞪了一眼魏玲玲，但并没有反驳，因为他现在还真像魏玲玲说的那样，争执下去尴尬的只有自己，心里骂骂咧咧道：头发长见识短的女老师，你一个资历不行只能去当老师的货色，哪来胆子指点我们鹅厂的？马尚克战术喝水，社会老油条便是如此，脸皮比城墙都厚，常人被拆穿这种幼稚把戏，早就恨不得把脸埋到地下。马尚克笑呵呵道：楚生同学，你看这样如何？一口价100万只收购你的平台，3款游戏的所有权还归你，并且给你提供鹅厂高薪设计师的 offer， 怎么样？那3款游戏售价都只有1块，后续涨价还是推出氪金道具，都会受到玩家强烈抵制。就好比肥宅快乐水，如果一开始只卖1块钱，突然一天涨到3块，依旧是物美价廉，但销量绝对会暴跌。所以这3款游戏对鹅厂的价值不大，他们实际上看中的是楚生平台。 BZ World 平台已经与犯罪题材游戏绑定在一起，鹅厂稍加运营就能垄断犯罪题材游戏的市场。楚生却哪壶不开提哪壶，问道：咋了？不起诉我了？嗨嗨，马尚克面露尴尬道：这个鹅厂身为游戏大厂，自然不会去打压新平台和楚生同学这样优秀的新人设计师，虽然涉嫌抄袭，但新人嘛，还是要以鼓励为主。我们鹅厂也是为了游戏行业着想。如此不要脸的说辞，马尚克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完，也是一种能力。楚生同学考虑的怎么样？100万，的确能让视财如命的楚生馋得流口水。楚生承认自己就是个俗人，只爱钱。至于什么设计好玩的游戏，发展游戏行业，让玩家快乐什么的，都是附加价值。真正驱使楚生积攒情绪值、解锁游戏的原动力，就一个字：钱。但爱钱，不代表目光短浅。与其拿下100万，被鹅厂手下当狗，自己手握系统，独立发展，打造游戏帝国，这价值远远超过眼前的蝇头小利。哪怕再爱钱，这点账楚生还是会算的。呵呵，马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平日里，面对政府给出的几万块奖金，都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楚生，此刻面对100万，没有任何心动。我接受你们的面谈邀约，不代表我就愿意被你们收购，而是早晚会有接触，让你们早点知道我的态度。我楚生，就算饿死，死外面也绝对不会接受你们鹅厂的收购。话虽这么说，要是鹅厂突然拿个10几亿砸在楚生脸上，楚生还是会同意的。毕竟自己这行业属于高危行业，搞不好哪天真进去了，拿着10几亿，一辈子荣华富贵不香吗？当然，鹅厂也绝对不会拿这么多钱。听到楚生的话，魏玲玲双眸一亮，想起当年自己读研时拒绝鹅厂3番5次的邀请，也说过类似的话。我魏玲玲就算一辈子冲不起648，干死在游戏前，也绝对不进黑心工厂。马上客会心一笑，呵呵，果然是个没挨过社会毒打，不知道钱的重要性，一腔热血做游戏的愣头青。针对这种人，他自然有应对办法。马上客道：楚生同学，你还没意识到自己平台问题的严重性吗？前2款游戏火了，但第3款游戏热度平平，这不代表你不会做游戏，只能说你不会运营。游戏的运营和设计一样重要。前2款游戏爆火，给了你信心，但第3款游戏的失败，还没让你意识到吗？你能力根本不够，前面火都只是运气。马上客摆出一位长辈的姿态，语重心长地说道：你想要游戏行业蓬勃发展，不为了赚钱，只想用心创造快乐，看到玩家喜悦的表情就会满足。我理解你，因为我们鹅厂和你一样。楚生此时只想说，你理解错了，我只爱钱，拒绝只是单纯因为你们给的不够。马上客充满激情道：我们鹅厂手握大量资源，与我们合作，将你的游戏推向海外全世界，让国外玩家也玩到龙国的游戏，而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殿堂级游戏设计师。楚生的情绪丝毫没被调动起来，画饼谁不会？游戏到你们手里，还不得被改得面目全非？马上客道：你设计的游戏很棒，但你忍心让明珠蒙尘吗？加入鹅厂，强强联手。马上客见楚生还是不为所动，目光看向魏玲玲：你小子竟然油盐不进，那就从女老师下手。马上客道：魏老师，到时候整个魔都大学都会以楚生为荣，而你则是亲手培养出殿堂级游戏设计师的老师。马上客说着，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楚生带自己老师来参加面谈，反倒是助他一臂之力。就好比或许有奇葩学生拒绝高校录取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么没有一个老师或是家长会愿意看着学生放弃大好前程。说白了，大部分老师家长会感觉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把希望都寄托在学生孩子身上，学生的优秀就是老师的优秀，以为你好的名义来绑架，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着想。马上客在内心奸笑：来吧，我的僚机。魏老师，你也不想自己的学生进不了大厂吧？哈，我才不想让楚生去你们那个狗屁黑心工厂。第93章，有其师必有其徒，凶手模拟器爆火。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哈，我才不想让楚生去你们那个狗屁黑心工厂。噗！马上客一口咖啡从嘴里喷出，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话，满脸诧异的看向魏玲玲：什么？你说什么？你让自己的学生拒绝鹅厂的邀请？你这种人怎么配当老师的？马上客非常失态的对着魏玲玲大吼。别说楚生拒绝100万的收购，哪怕他拒绝500万的收购，马上客也不会很惊讶，毕竟学生年轻嘛，愣头青干出什么事都正常。但你堂堂大学老师，怎么还认不清楚现实？你一个小作坊怎么和我们大厂斗？被收购就是最好的归途。魏玲玲虽然当老师摆烂，甚至有些不负责，但被别人质疑时还是非常生气，柳眉微皱道：以对学生的名义强迫他们，就是对学生好了。来到自己的专业领域，魏玲玲和平日里傻乎乎的样子判若两人。学生会因为不谙世事做出错误的选择，但真正的教师是教会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看清楚利弊后，再将选择的权利还给他们。魏玲玲忽然想到对象是楚生，又补了一句：前提在不违法犯罪、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还有些感动的楚生听到这句话瞬间脸黑，合着我在你眼里还真就是个法外狂徒的形象呗。马上客仿佛感受到权威受到挑战，道：那你考虑过学生的前途吗？他一个大学生懂什么？10年、5年后就会后悔。你身为老师，就是要帮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就是去你们牛马公司里当牛马吗？魏玲玲反问道。马上客气的嘴角抽搐。牛马公司？我们鹅厂可是世界最赚钱的游戏公司，加入我们就有光明的未来。你竟然说是牛马公司？魏玲玲嘴角微微上扬。这可是你自己往我的专业领域里钻的。呵呵，别说楚生的光明未来了，你们鹅厂真的有光明未来吗？马上客不屑的冷哼一声。至于我们鹅厂未来，你一个臭教书的也配？一个连鹅厂门框都摸不到的二流货色罢了。魏老师，真实的游戏行业可不像书本上这么简单，你怕不是在学校教书教傻了？魏玲玲和侃传奇时满嘴卧槽完全不同，逻辑清晰，分析透彻，冷静道：鹅厂业务很广，但主要营收还是通过游戏，不花钱开发设计，一味的抄袭盗版，钻法律漏洞。你们疯狂敛财的时代要过去了，国外游戏行业已经出现大量优秀作品，而你们靠着龙国政策，让国外正版游戏无法流入国内市场。但龙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游戏玩家，国外游戏厂商为了龙国市场，制作游戏标准已经以龙国审核标准看齐。近些年来，龙国政策已经放宽松。听着魏玲玲的分析，马上客表情逐渐变得呆滞。这女老师看着人畜无害，但看问题却如此精准。魏玲玲沉声道：国内游戏行业即将受到大批国外游戏的冲击，而你们肆无忌惮，不顾玩家感受敛财的日子也要结束。当然，鹅厂家大业大，还能去发展其他行业。但如果你们还想通过游戏赚钱，就该好好想想怎么创新设计，而不是一味的打压同行。马上客嘴巴微微张大，难以置信地看着魏玲玲，一个进不了大厂，只能去当老师的人，怎么可能看到这一步？魏玲玲说的正是他们鹅厂的痛点，但想要创新，何其艰难！大量的研发资金可能打水漂不说，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你一个大厂都进不去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震惊之下，马上客说出了真心话。魏玲玲一撩秀发：啊，都说了，谁要去那黑心工厂？鹅厂的邀约我都当垃圾邮件清理掉了。什么？马上客无比震惊道：楚生这种拒绝大厂的奇葩，遇到一个已经够难了，这师徒二人竟然都是一个德行。果然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不对，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震惊的何止是马上客，楚生也瞪大眼睛盯着魏玲玲。乖，怪不得你当辅导员，天天旷课还没被开除，原来你是真会啊。楚生道：马先生，看来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玲，我老师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BG World 平台我自己会运营。马上客不甘心道：自己运营？你会运营吗？第3款游戏凶手模拟器没火起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后面不管设计多少款游戏都是一样的结果。马上客以为这些话能打击到楚生，谁知楚生一脸无所的表情。哦，楚生心里只想，幸好没火，不然玩家玩到第3关海滩杀人案，自己可就解释不清了。天色渐暗，都准备走了。魏玲玲听到这句话瞬间来劲，笑呵呵道：谁说楚生第3款游戏一定不火的？世事无常。马上客冷笑道：哼，那就让他亲眼看看他那款游戏惨淡的数据。他立马掏出手机，打开浏览器，在上面找 Busy World 官网，官网里能看到游戏下载量。他想要当面羞辱楚生。楚生一脸无所谓道：没火就没火呗。楚生就是觉得天快黑了，不知为何街道上的条子增多，这让他非常没安全感，想着快点回学校，真害怕魏玲玲一语成谶，自己每次出门最后的归途都是派出所。魏玲玲暗暗窃喜，心想道：放心吧，有为师的帮助，你的游戏必火。出门时凶手模拟器的下载量好像是3万多，有了新 mod 后，以玩家们对楚生的仇恨，下载量估计都突破5万了。什么？马上客忽然震惊，大声道。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数据。10万下载量，这怎么可能？第94章，假的，这数据一定是你买的水军。魔都市刑侦科一起买凶杀人案引起上头重视，从量刑上来说，谋杀要比买凶杀人判得更重，但买凶杀人真正让人重视的其实是凶手。这群职业凶手手上都有几条人命，抓到一个严格审讯，说不定能侦破数起悬案，甚至有些凶手还是通缉多年的重度通缉犯。哪怕主心骨雷队不在，众人依旧在忙碌不停，争分夺秒地调查案件。老张，有线索了！忽然一名坐在电脑前的刑警激动道：快看这张照片！
歹徒非常狡猾，巧妙地避开所有监控，但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辆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画面中，一位头戴棒球帽、身穿棒球服的男子低着头，手里拎着行李箱，神色匆忙。虽然低着头，但行车记录仪还是拍摄下了他的容貌。坐在电脑前的刑警道：“根据信息库容貌对比，已经确定凶手身份。”电脑中出现2张照片，一张是行车记录仪拍摄，另外一张则是证件照。2张照片上的人极度相似。王林，男，37岁 ，A 级通缉犯。之前其他城市有几起买凶杀人案都与他有关。被喊作老张的刑警眯起眼睛，目光盯着王林手中的行李箱，道：“那里面难道装的是被害人的尸体？这家伙是个老手，离开案发现场后一定乔装打扮，更换服饰。”另一名刑警调来其他案件资料，分析道：“携带行李箱，他现在一定还没离开青阳区。加大封锁力度，增派警员。竟然还是一个 A 级通缉犯，一定能让他跑了。上次的千王之王，赌博诈骗，洗钱金额数亿，也才是 B 级通缉犯。而这个凶手王林则是 A 级通缉犯，其凶险程度可见一斑。”另一边，魔都市青阳区，一个头戴黑色鸭舌帽、身穿皮衣的男子，手里拎着行李箱，隐藏在人群之中前行。为了躲避监控，他转入一个无人小巷之中，顺着小巷一直往前走，来到一处僻静之地。此人正是 A 级通缉犯王林。他观察周围的环境，在魔都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这里街道上罕见的人烟稀少，因为周围环境安静，很适合交谈办公。街道两边都是一些高档的咖啡馆。王林一眼锁定一家咖啡馆，好时光咖啡馆。这家店他已经提前踩点，弄坏了监控。王林耐心观察周围的环境，很快便锁定了目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呵呵，一群蠢货条子，还想抓我？”他看了看自己手上拎着的行李箱，里面装着的的确是被害人尸体。处理尸体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谋杀的事实，但条子只要稍加调查，就知道这次凶杀的买凶杀人。哼，这颗烟雾弹就送给你们吧。在正常人看来，既然杀人的事情已经败露，还带着尸体离开，简直是作茧自缚。带个尸体怎么逃？但王林身为职业凶手，通缉多年还没被抓，思路自然和常人不同。他朝着好时光咖啡馆门口的停车位走去。好时光咖啡馆内，马尚克捧着手机，瞪大眼睛，反复刷新了几次页面，以为是数据加载错误。10万，这怎么可能啊？听到10万这个数字，魏玲玲也被吓了一跳。好家伙，自己只是上传了个楚生的 mod， 没想到下载量一下突破10万，预料到会火，但没想到这么火。魏玲玲暗暗感慨，自己还是低估了玩家们对楚生的仇恨。楚生的死忠粉们一听到凶手模拟器可以爆砍楚生，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下载量疯狂提升。短短几个小时时间，下载量从3万干到了10万加，这个速度远超前2款游戏的巅峰期。什么？你说啥？10万？听到这个消息，楚生比马尚克还要激动。马尚克深深看了一眼楚生，又看了看似笑非笑的魏玲玲。马尚克懂了，本以为自己摆了一场鸿门宴，谁知道自己才是入宴的那个人。楚生一定用了某种运营手段，他知道游戏一定会火，所以才敢来参加面谈邀约。难道自己之前嘲讽他第3款游戏火不起来？楚生一点都不生气，这一切都是阴谋。马尚克瞬间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嘲讽楚生就算了，还要当面把数据展示出来，结果是打了自己脸。马尚克咬牙切齿，可恶的楚生，心机竟然这么深。马尚克恼羞成怒道：“楚生同学，你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有意思吗？这样？”楚生一步上前抓住马尚克的衣领，马尚克顿时还有点害怕。你要干什么？楚生激动，甚至有些恐惧，道：“10万？假的！快告诉我这都是假的！不可能，这币游戏怎么可能突然火了？”马尚克，卧槽，什么情况？自己游戏火了还不开心？气成这样？不是哥们，你这么生气，搞得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生气了。难道这就是现代版的范进中举？疯了！马尚克指着手机屏幕道：“你自己看。”楚生看到上面的数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刷新好几次。这动作，这神态和马尚克如出一辙。不，假的，这一定是你买的水军！楚生气愤地对着马尚克道。马尚克此时无比懵逼，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买水军？大哥，我们是竞争对手啊！我要买水军，也是给你买黑粉，怎么可能帮你刷数据？楚生不敢相信这数据，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平台 Busy World 下载量40.03462，解锁游戏盗贼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26.4161，斗地主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31.9131，凶手模拟器，定价1元，下载量10.06162，情绪值80.09085，解锁能力神级盗窃，赌神，完美凶杀。第95章，坏了，我成 NPC 了。看到数据面板后，楚生双眸狂颤不止。好家伙，不仅凶手模拟器下载量暴涨到10万，情绪值还暴涨到了80万。下载量可以买水军造假，但情绪值造不了假呀。凶手模拟器真的火了。确定自己游戏真的火了后，楚生瞬间两眼一黑，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双眸无神，像是失去梦想的咸鱼。完了，彻底完了。魏玲玲还想去邀功，道：楚生别高兴得太早，后面还有更高兴的。你想想，这才几个小时，下载量就突破10万，明天不得火爆龙国呀！听到这句话，楚生脆弱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噗，爆火龙国，这特么比杀了我还难受啊！想让他火的时候，数据惨淡；不想让他火的时候，这下载量像是打了鸡血。魏玲玲眉飞色舞道：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游戏爆火？他心想，一会儿楚生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一定会对自己感激涕零。而楚生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在审讯室里，雷队对自己进行盘问，自我安慰道：没事没事，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再说刑警队的茶也挺好喝的。呵呵呵，操！看着楚生的状态不对劲，魏玲玲道：乐极生悲。一旁的马上客道：看样子他好像真的很难过。楚生双眸中突然燃烧着火焰。对，你说的没错，我一定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搞鬼，非扒了他皮不可。魏玲玲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心里突然开始慌了起来。这个，楚生，我觉得反正已经火起来了，就别管这些，咱们先回学校。不，楚生直接掏出手机，打开直播。果然，现在热度爆炸，刚一开播就有5、6万人涌入直播间，人数还在疯涨。哈哈哈，爽啊！太他妈的爽了！凶手模拟器是我玩过最爽的游戏，太他妈解气了！畜生设计师，你终于会设计游戏了。1个小时时间，我来回刷了3遍第一关。现在分尸畜生设计师比我杀鸡都熟练，我把畜生设计师分解成了17块。呵呵，小垃圾，我把畜生设计师分解成26块，集齐20块英雄碎片，合成畜生设计师，然后再杀一次。楚生看着屏幕上疯狂滚动的弹幕，分尸我。第一关不是分尸402房间的女 NPC 吗？直播间中有谁有发表情包？游戏第一关的截图，402房间门打开，一个和楚生长得一样的游戏 NPC 站在屋内，旁边配字：开门接客了念。看到这张表情包，楚生顿时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特喵的把第一关游戏 NPC 模型改成了自己。坏了，我成 NPC 了。楚生打开系统的提示音：喜悦值加7，兴奋值加9，兴奋值加9，喜悦值加9。系统提示音不断的响起，而且全都是正向的情绪。楚生还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正向情绪值。好，一个个砍我砍的这么开心是吧？我一定要知道是哪个缺德家伙干的。魏玲玲此时已经汗流浃背，神色紧张。楚生，这个吧，其实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楚生目光锁定魏玲玲，道：你知道是谁干的？魏玲玲立马坚定道：不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使真该死。本来都打算摊牌了，看到楚生气呼呼的样子，魏玲玲立马改口，不敢承认，心里一直默念：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我不是干的。只要自己给自己洗脑，那这件事就不是我干的。楚生道：没错，我一定要揪出来。直播间内 BYD 设计师竟然又和美女老师待在一起，旁边这位大叔是谁？这大叔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卧槽，旁边是另一个 BYD 玩意，是谁啊？网上有他的资料，他是鹅厂游戏市场部门的副经理，黑心奸商马上克，比畜生设计师还畜生。游戏首充从6块提升到648，就是这 BYD 想出来的。鹅厂高管，畜生设计师怎么和他在一起？用屁股想也知道，一定是鹅厂想要收购。畜生设计师不会被招安了吧？
我宁愿被畜生设计师折磨，也不想去玩鹅厂恶心人的氪金游戏。这群水友，骂畜生是真骂，但畜生设计的游戏，他们也是真爱玩。鹅厂和畜生，两者都是游戏发行方，但畜生更加亲民、接地气，人是贱了点，但起码还是站在玩家阵营。而鹅厂就是彻彻底底恶霸，在鹅厂和畜生之间投票，直播间的水友绝对站在畜生这一方。但游戏行业水太深，玩家能决定的太少。鹅厂怕是不知道喝茶圣子的威力，竟然敢线下接触。喝茶圣子快发威，把这奸商送到局子里去。圣子以身入局，一命换一命。畜生设计师，只要你和这奸商自爆，一起进局子，你就能洗白。畜生已经没心思看直播间了，马上课被气得鼻子都歪了。这畜生运气怎么这么好？无缘无故的，游戏又爆火了。三人不欢而散，离开好时光咖啡馆。马上课掏出自己的车钥匙，准备启动自己的奥迪。魏玲玲也掏出自己的车钥匙，准备启动自己的雅迪。此时，楚生突然发现不对劲，立马拉住马上课的手臂，道：“等一下。”马上课不乐意道：“楚生同学，还有什么事？”楚生观察马上课的车门，目光锁定在钥匙孔上，钥匙孔旁边的黑漆被蹭掉一点。楚生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马上课注意到，骂骂咧咧道：“谁他妈还把我车给刮了？服务员！我要调监控！”监控早就被人为破坏，叫来服务员也没用。楚生目光一凝，道：“环形的刮痕，这不是故意剐蹭，是有人中途开了你的车门。”第96章开锁，为什么要用钥匙？魔都市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咖啡馆前面空地有免费停车位。楚生看着马上课车门钥匙孔的位置，周围有一圈轻微的刮痕，我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形。楚生察觉到不对劲，立马道：“你的车中途被人开了门。”楚生手里拿着手机，直播间并没有关闭。水友们看着这么久楚生直播，已经习惯了这畜生设计师的尿性。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总感觉又有大事要发生了。来了，喝茶圣子要开始发力了。不是，开锁归开锁，车门也能被打开的吗？马上课也和直播间水友一样的想法，一把扯开楚生的拉扯，现在还对楚生戏弄自己的事耿耿于怀，道：“怎么可能？钥匙一直在我手里，车门怎么可能被打开？”楚生道：“谁说没有钥匙就一定开不了锁？”马上课不屑道：“你当拍电影啊？车锁想开就开，我这可是最新款豪车的智能锁，你以为和你开玩笑呢？”楚生蹲下身子，仔细观察钥匙孔旁边的刮痕，道：“如果我没有猜错，有人用了电子开锁器，就是一个圆形装置，能吸附在钥匙孔上，里面有编程好的代码，专门用来开车门锁。而这一圈刮痕就是开锁器所留下的。这种专业的东西市面上可没得卖。”马上课听着楚生有理有据的分析，还有专业名词，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念叨道：“哪有这么多匪徒？你一个大学生还懂这些东西？开什么玩笑？”马上课嘴硬，但心已经开始慌了。自己面谈时，车不会真被人撬开了吧？马上课回想着，自己车里好像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楚生从兜里拿出一根铁丝，道：“开锁为什么需要钥匙呢？”楚生现场演示。马上课正纳闷着呢，看到楚生手里的铁丝，立马笑出了声：“你难道要拿这玩意开锁？你怕不是在逗我吧？游戏玩多了都分不清现实和游戏了。之前楚生说的什么电子开锁器，听着还挺唬人的，但你拿根铁丝就想开锁？豪车是门锁，能和那种市面上几块钱的垃圾锁一样？你真以为我花几百万买豪车是白花的？”只见楚生将铁丝插入钥匙孔，小手一抖，咔，车门开了。震惊值加9。马上课一瞪眼，嘴巴张成 O 型，瞳孔狂颤不止。卧槽，还真能打开，我这几百万白花了。马上课声音颤抖道：“你不是说要什么电子开锁器才能打开吗？”啊，一般人的确需要那玩意才行。楚生道：“那你怎么拿着根铁丝就把我车撬开了？”马上课震惊道：“楚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般人需要电子开锁器，他楚生是一般人吗？别人开锁靠技术，楚生开锁靠魔术，有系统的加持，什么锁在自己面前都是小手一抖的事。我一个游戏设计师会得多一点，也很合理吧？合理吗？这根本不合理。”满是槽点，马上课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吐槽。现在当游戏设计师都这么卷了吗？还要会开锁？难道这就是楚生设计出爆款游戏的关键？下次鹅厂面试题中，
要加2道开锁的题目。直播间内，哈哈 ，BYD 设计师除了设计游戏不会，什么都会。车门就是畜生设计师开的，破案下班。楼上的兄弟，你忘了弹夹清空？难道又遇到小偷开车门偷东西了？这点小事，最多就去派出所喝茶，没意思。相信圣子大人的威力。喝茶圣子给这 BYD 奸商上点强度。车门打开后，马上客连忙进去检查，看看被偷了什么东西。然而车内什么东西都没少。奇了怪了，谁没事开我车门干啥？马上客有些纳闷，你开车门就开车门，还不偷东西？瞧不起我马某人呢？一旁的魏玲玲忽然想到一个笑话，穷的，小偷进你家偷东西，逛了一圈给你留200块钱。马上客白了一眼，道：我穷，瞧不起谁呢？楚生嗅了嗅鼻子，面色忽然变得凝重，可能那人还真给留东西了。楚生说着，目光看向后备箱。什么？马上客也跟着有些紧张起来，打开后备箱。楚生道。看着楚生这么专业，马上客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着照做。打开后备箱后，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随后便看到后备箱中的行李箱。马上客皱着眉头，这行李箱不是我的呀。魏玲玲嗅了嗅鼻子，道：淡淡的香气，这味道还挺好闻的。楚生眉头越皱越紧，紧紧盯着行李箱，道：这是薄荷和香草籽混合加工的香味。马上客道：我车里没喷香水啊。这种混合香料持续时间久，清淡又具有很好的除臭掩盖的能力，但很贵，对人体皮肤也有伤害，所以没有量产传播开，普通人根本不会用这种香料。楚生非常专业地分析着。那这里为什么有？魏玲玲问道。楚生道：这种香料最大的作用就是掩盖尸体的臭味，只有最专业的凶手才会用。什么？马上客手一颤，再看看后备箱的行李箱，顿时感觉毛骨悚然。马上客紧张道：开玩笑吧，你个大学生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只有最专业的凶手才会用。那你知道这些，你是什么？马上客想起自己在网上看的新闻，心脏砰砰跳了起来。这楚生不会真有案底在身上吧？难道真和网上传闻那般，他是法外狂徒？不可能。马上客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就是个学生，才上大一，怎么可能这么玄乎？你说行李箱里是尸体？开什么玩笑，我看又是你恶作剧，想要故意捉弄我。第97章魔都死神，走到哪死到哪。青阳区，感觉大的要来了。魔都死神，畜生设计师走到哪里死到哪里。行李箱里不会真装的尸体吧？难道这奸商还杀人运尸？他那傻样，杀只鸡都费劲，还杀人？你们在想什么？尸体？他说的可是尸体啊，怎么可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出现了？对啊，不会真有人会感觉行李箱里是尸体吧？感觉这可能是畜生设计师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故意坑奸商的。面对马上客的质疑，楚生没有说话，他已经80%确定行李箱里装的东西了，只是在想，为什么要给他放在马上客车里？又是什么时候放进来的？车子熄火后，行车记录仪还会记录录制10分钟影像，但马上客提前很久到咖啡馆，这段影像没什么作用。楚生转头看了看周围，目光看向咖啡馆内，玻璃墙壁。对啊，自己的座位背对着墙壁，当时自己打开了直播，正对着这辆车，如果行李箱放进来没多久，就能录下来。楚生立马翻开直播录像，魏玲玲瞧见马上客质疑楚生，撅撅嘴道：你打开看看呗，箱子又没上锁。马上客见楚生不说话，低头玩手机，嘴角微微上扬，哼，肯定是把戏被我拆穿，不敢说话了。尸体？怎么可能？刚才还真被楚生给唬住了。仔细一想，哪来这么多凶杀？哪来这么多尸体？就算有，怎么可能又被自己给碰上？马上客将行李箱拉过来，还挺沉。哼，什么喝茶圣子？一打开，马上客扑通一声坐在地上，瞳孔骤缩。喝茶圣子果然名不虚传。魏玲玲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娇小的女人，满身是血的躺在行李箱里，身体异常的白，已经没了任何气息。显然，这是一具尸体。魏玲玲被吓得俏脸惨白，瞳孔颤抖不止。真的是尸体，有完美凶杀技能。楚生看到尸体没有任何恐惧，甚至还有点亲切，瞟了一眼，淡淡道：震惊值加6，震惊值加8，震惊值加9。卧槽，真的是尸体！说不可能是尸体的人呢，站出来挨打！
此子难道真是喝茶圣体？剧本，这一定是剧本，我接受不了啊！尸体都在这摆着呢，还剧本？看样子这尸体和奸商也没关系，这里怎么会有尸体的？魔都死神，喝茶圣体果然名不虚传，就差一个条子召唤术了。楚生翻看直播录像，忽然注意到一名可疑男子在车边站了很久，果然被录下来了。在录像中，男子将行李箱放入后备箱后，朝着车头方向离开。楚生顺着车头看去，不行，只有一个方向，根本不知道凶手往哪跑了。马上克颤颤巍巍地站起身，走上前又看了一眼，确定以及肯定是尸体后，声音颤抖道：“和我没关系，我不知道。楚生，是不是和你有关？你从头到尾都很清楚这一切。”马上克开始泼脏水。魏玲玲俏脸惨白道：“楚生，我们快点报警吧！凶杀，尸体，这些距离普通人都很遥远，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第一想法当然是报警。”楚生道。魏玲玲连忙报警。楚生走上前，仔细观察尸体。马上克问道：“你看什么？”楚生道：“我看看能不能从这里面找到什么线索。”马上克气骂道：“你个游戏设计师，真当自己是神探了？别瞎捣乱了！满身糊的都是血，能看出什么线索？”楚生看着尸体，嘴里念叨着：“死者女，致命伤是刀伤，在喉咙处，刀口较为平整，位置恰到好处，一刀毙命。”马上克道：“废话，都砍喉咙了，能不一刀毙命吗？”楚生道：“不，电视剧中的一剑封喉，实际上非常考验刀口位置，位置偏移，人不会立刻死，还会反抗。”马上克看着楚生认真的表情，卧槽，他还真懂这些，这难道也是成为游戏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这合理吗？楚生道：“从手法上看，凶手是专业的，买凶杀人。但如果是专业凶手，行李箱脱尸，自己怎么跑路？为什么带着尸体离开案发现场，又要将尸体放在别人车后备箱呢？”楚生忽然想到，喝咖啡时注意到街道上的条子变多，立马想通怎么回事。我知道了，凶手杀完人，故意用行李箱拖走，甚至是故意给警察留下破绽。但其实这尸体只是烟雾弹，警察封锁道路，他将尸体随便找个地方放着，只要短时间不被人发现，他就有充足时间脱身。带着行李箱非常显眼，警察反而会盯着这条线索，利用这个烟雾弹来转移警察注意力。马上克听着楚生的分析，露出比看到尸体时更加震惊的眼神，忽然有些心虚道：“楚生，这人该不会就是你杀的吧？”“靠，我正经大学生！”楚生骂道。马上克吼道：“你正经大学生？谁家正经大学生看一眼尸体就知道凶手是怎么杀人的？简直离谱！离谱吗？还有更离谱的事情。”楚生道。魏玲玲此时报完警，大致说了情况后道：“楚生，警察说马上赶到，我们现在怎么办？”警察赶到就来不及了，我们追凶。楚生道。魏玲玲，我就报个警，怎么你们就发展到追凶阶段了？马上克，我特么也震惊，他现在终于知道楚生说的更离谱的事情是什么了。这家伙不仅一眼看出了凶手的杀人手法，还知道凶手的位置。有这种能力的人，不是神探就是法外狂徒。马上克忽然想起网络上的传言，号称21世纪10大灵异事件之一喝茶圣子，所有与喝茶圣子接触过的人都将感染不祥，禁橘子喝茶。这个传言难道是真的？老板，准备好来捞我。第98章，停车呀，我要下车。青阳区好时光咖啡馆附近，叮当出门觅食，走在路上低头玩着手机，看着工作群的内容，嘀咕道：买凶杀人，竟然还是 A 级通缉犯，这大案怎么一起有一起的？一个楚生还没抓到破绽，又有 A 级通缉犯现身。叮当抬起头叹了口气，龙国通缉令最高是 S 级，目前还未被抓获的 S 级通缉犯共有10名，也称之为龙国10大通缉犯。但这些 S 级通缉犯犯罪记录久远，要么被黑吃黑干掉，要么逃到国外，还有一些早已经洗白上岸，根本追查不到线索。刑警目前最高也只能接触到 A 级，所以这次确定刑警队确定凶犯是 A 级通缉犯后，动用大批警力封锁青阳区。叮当抬起头嘀咕道，也不知道楚生到底是 A 级还是 S 级。忽然叮当目光一颤，楚生他怎么在这里？好巧不巧，
叮当一抬头，看到楚生和他老师，还有一位不认识的中年大叔，站在车后备箱，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个啥。楚生这边，楚生将魏玲玲的电瓶车推过来，魏玲玲眨巴着大眼睛，追凶？你认真的？楚生道，凶手8分钟前将尸体放在这里，等警察赶到，凶手早就跑了。快！真以为楚生嘴中社会3好青年只是说着玩玩的吗？害怕喝茶，平时对这种事避之不及，但碰上了就不会袖手旁观。借用某穿着红色紧身衣的变态说过的一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楚生不说有多高的道德标准，要肩负多大的责任，但起码袖手旁观做不到。魏玲玲吞了口口水，接受了要去追凶的事实后，反而兴奋起来，美眸泛着金光。魏玲玲一跨步坐在电动车上，对着楚生一甩头道：楚生同学，上车。楚生单手扶住座椅，潇洒的跨腿坐上车，扶住魏玲玲小蛮腰，对着马上客一甩头道：马上客，上车。魏玲玲的电动车属于大型号，挤一挤完全能坐3个人。马上客单手扶住座椅，潇洒的跨腿坐上车，动作和楚生如出一辙。出发！魏玲玲油门一拧，嗖的一声冲了出去。不远处的叮当柳眉紧皱，楚生他们3人干什么去了？后备箱都没来得及关，超载了你们。叮当小跑过去，看到后备箱里半遮半掩的行李箱，打开一看，卧槽，尸体还和被害人长得一模一样。不对，这特喵的就是被害人。叮当美眸金光一闪，死死锁定楚生。 A 级通缉犯，不是行走的2等功，以为骑个电瓶车就能逃得了吗？叮当顿时认真起来。全国警校比武女子组冠军，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女子组亚军，武力值拉满，纤细的小腿鼓起，块头不大，但却非常紧实且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嗖的一声，叮当也窜了出去。2等功别跑！同时，叮当用手机联系刑警队，卫星锁定我的位置。我发现了 A 级通缉犯楚生，超载且超速的小电驴上。哎，等等，我特么为什么要上车啊？马上客突然反应过来，卧槽，为什么我要上车啊？刚才那个情形，自己不上车好像不合群。他已经被尸体震惊懵掉了。楚生让他上车，不自觉地坐上车。这件事和我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叫我上车？马上客对着楚生咆哮道：尸体在你车里发现，你说和你没关系。楚生道：马上客道，又不是我干的，等警察来一定会还我清白。楚生不怀疑这点。魏玲玲直接油门拉满，在他眼里，遇到障碍物只有转弯和撞死，没有减速这个选项。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冲冲冲！啊，快停车，快停车！第一次坐魏玲玲车的马上客疯狂呐喊：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啊！楚生一本正经道：不，你不能下车。为什么？追凶非常危险，我们需要一个冤大头，不是，是一个可靠的队友。楚生一不小心把真心话说出来了。马上客被吓得汗流浃背。那我特喵的更要下车啊！下车？呵，马上客还是不太了解魏玲玲这个人。这个世界有一种鸟，从出生就在天空翱翔，他们这一辈只有一次落地，那便是死亡之时。而魏玲玲的车就好比这种鸟，只有一种时候会刹车，那便是抵达目的地。马上客见大喊大叫没用，他也没胆子跳车。今天是他过最刺激最离谱的一天，面谈没谈过一个大一学生，被一个同乡老师羞辱，最后又特喵在车里发现尸体，现在竟然还要去追凶。卧槽，和特么做梦一样，那可是凶恶的歹徒呀！马上客安慰自己，放心放心，一定遇不到歹徒的。楚生怎么可能知道歹徒的位置？魏玲玲看到前面岔路，道：楚生，往哪走？左拐，直接进巷子里。楚生道。魏玲玲转弯不减速，能不能转过去全看命大不大。一个直角弯道漂移，车身倾斜，马上客被吓得冷汗直流。再斜一点，感觉自己脸都快贴到地面了。这也能转过来？牛顿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这师徒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比一个邪乎？我不玩了，我要下车。此时楚生直播间观看人数疯狂飙升，人数迅速突破10万加，并且还在提升。这一次楚生直播间的热度可能直接打破历史记录，震惊值+8，震惊值+6，震惊值+3。观众们看着楚生直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绪值，再加上凶手模拟器提供的情绪值，楚生的情绪值疯涨，
直播追凶，这直播间玩得越来越野了。怎么感觉畜生设计师追凶，只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楼上的，自信点把感觉去掉。学废了，学废了！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最好的方式，就是抓住真正的杀人犯。第99章，让你去收购，你给我去追凶。鹅厂，老板，快看这个数据！一名员工匆匆忙忙跑来，找到老板聪扣币。怎么了？聪扣币道。员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凶手模拟器突然爆火全网，下载量增长速度比 Busy World 平台前2款游戏还要快。什么？聪扣币惊讶道。确定信息后，聪扣币眉头微皱，这下收购的事就有些麻烦了。原本以为楚生第3款游戏数据惨淡，这必然会打击到楚生的信心，他们以此为由能非常简单的将其收购。谁知第3款游戏也火了，还是一名年轻游戏设计师，必然自信心爆棚。聪扣币道，难怪马上客去面谈这么久也没回消息，看来是收购的事情遇到点困难。此时有其他高管开始说风凉话。马经理对于市场风向判断精准，但谈判能力就不怎么行。公司给了500万预算，连个大学生都解决不了。老板，这件事我来办吧，一定拿下楚生的平台。老板还是交给我吧，我一定以最低价收购对方。众人纷纷开始揽活，这简直是白送业绩功劳啊！自己去和楚生谈判，失败了也不丢人，反正马上课也没成功，大家都没成功，也就不是自己能力问题。但要是成功了，那可就是大功一件。聪扣币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马上课就算没成功，好歹也和自己汇报一下吧。我来打电话确认一遍。此时另一边，超载又超速的小电驴驰骋在青阳区的巷子里，马上课死死抱住楚生的腰，害怕自己被甩出去，心里想着一会儿他们找不到罪犯就会停下来。罪犯都非常狡猾，他一个游戏设计师还是学生，怎么可能判断罪犯的位置？直播间内BYD 设计师能找到罪犯的位置吗？吹什么牛逼呢？他又不是雷达，还能定位不成？看一眼尸体，能推测出凶手行凶手段，还在我的理解范围。要是还能找到凶手，那特喵的就是仙术了。喝茶圣子会点仙术，很离谱吗？直播间内议论纷纷。魏玲玲虽然很激动，但也忍不住问道：楚生，你真能确定凶手位置吗？楚生冷静分析道：凶手是专业的，越是专业的人越好预判。就好比青铜打王者，青铜我都没走位，你预判尼玛呢？但王者对上王者就不一样了。楚生道：凶手故意暴露信息给警察，我们在咖啡馆时，街道上的巡逻警察变多，他们都在找凶手，但他们都被行李箱中的尸体转移了注意力。凶手不敢乘坐交通工具，在丢出烟雾弹后，一定会躲避监控，从小路离开青阳区。再结合直播录像中凶手离开的方向，他能走的路并不多，但也仅限于现在。时间一久，凶手逃远了，我也没办法定位。楚生分析的越是专业，马上课越是害怕。卧槽，不是哥们，你真分析出来啊？靠，你玩真的呀？马上课大骂道，还以为只是小孩过家家，一时兴起去追罪犯，谁知道你竟然和我玩真的。不玩了不玩了，这下真玩不下去了。楚生，我错了，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来骚扰你了，我要下车。我不想喝茶呀。马上课哭丧着道，这下他是真害怕了。1秒鉴定死者被害方式，还能1秒锁定凶手位置，你小子到底手上有多少条人命才能这么专业？卧槽，还真是仙术啊！喝茶圣子果然可考，听得我头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也可能是瘤子，我越来越相信凶手模拟器不是虚构，全是畜生设计师的真实经历。此时马上课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打不过就充钱，再充5万你会更强。伴随着魔性洗脑的歌曲，马上课手臂颤抖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响起了老板聪扣币的声音。聪扣币有些生气道：马上课怎么回事？半天没个消息，收购的事情怎么样了？啊，老板啊，救命救命啊！马上课哭丧道：救命！你到底在干什么？聪扣币道：我在追凶。马上课非常心虚道：追凶？聪扣币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个追凶是自己以为的那种追凶吗？难道是遇到小偷或者是抢劫的了？普通人认为会遇到的匪徒，最多也就不过如此了。聪扣币骂道：让你去谈收购，你去追凶，猫捉耗子多管闲事。马上课欲哭无泪，老板我也不想啊，尸体是在我车里发现的。聪扣币骂道：在你车里发现，你就要去追吗？哎，等等，你说什么？
尸体！聪寇碧扯着嗓子吼道。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魔幻，马上课自己都不相信，车里竟然有尸体。是的。聪寇碧直接破防。马上课，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让你去谈判，你给我整出个尸体出来，什么情况？楚生呢？提到楚生，马上课更是崩溃。他在我前面，就是他带着我去追凶的，他好像真的能破案。噗！聪寇碧差点一口老血直接喷出来。让你去收购楚生，结果你被楚生带去抓凶手，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马上课哭道。呜，老板，我好害怕，我现在该怎么办？聪寇碧，你害怕？难道我就不害怕了？就算尸体和马上课没关系，这家伙大概率也要进局子了。等等，进局子？聪寇碧突然反应过来，难道喝茶圣子真的存在？聪寇碧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马上课和楚生接触已经感染不详，那自己和马上课打电话，离楚生还这么近，自己会不会受影响？马上课道：呜，老板，你一定要来捞我啊！嘟嘟嘟，老板，你别挂电话呀！鹅厂，聪寇碧挂断电话，汗流浃背。只要我挂电话够快，不祥就追不上我。第100章，以凡人之躯比肩法外狂徒。鹅厂会议室内，寂静无声。聪寇碧和马上课通话时开的免提，众人都听到了对话内容。沉默片刻，不知为何，众人感受到一股悲壮的气息。楚生像是邪恶的反派，而马上课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用身体去堵住敌人的枪口。聪寇碧双眸微闭，又缓缓睁开，喉咙颤抖，悲痛欲绝道：老马，可能回不来了。下一个谁上？众高管心中五味杂陈，仿佛马上课这个名字已经被钉上了鹅厂的烈士碑上。走好，老马！鹅厂的勇士以凡人之躯比肩法外狂徒，用身体挡住了喝茶不祥的蔓延。但聪寇碧问下一个谁上时，众人都缩了缩脖子，无人吱声。开什么玩笑？敬佩老马归敬佩老马，但对方可是喝茶圣子，有马上课的前车之鉴，谁吃饱撑的去和他线下接触，就去谈个收购。就在车里发现尸体，要是多接触几次，那就不是发现车里出现尸体了，可能就是自己躺在行李箱中。什么别墅大平层的，行李箱才是最终的归宿。满堂高层静坐儿女态。聪寇碧气愤不已，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作坊生产的游戏，我们鹅厂会拿他们没办法。此时有高管提议道：老板，楚生的确有点邪门在身上，我怕收购入鹅厂会招来一些脏东西，他都害怕楚生入职鹅厂第一天整个公司被查封。聪寇碧一想，还真有点道理，不怕1万就怕万一，鹅厂家大业大的，不能被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你有什么办法？聪寇碧问道。鹅厂惯用的3招：请客、斩首、收下当狗。既然收下当狗不成，那就直接斩首。那位高管道：收购不成，那就直接打压，让楚生无法立足，打压到他的平台倒闭。Busy World 平台一倒，我们直接将他的犯罪游戏抄过来，这样我们一样是一家独大。聪寇碧点点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好，艾克金，这件事就交给你办。艾克金挺起胸膛，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会让马上课同志白白牺牲。马上课真的不考虑来捞一下我吗？捞还能救？鹅厂那边谋划阴谋诡计，楚生这边争分夺秒惊险刺激。小电驴穿梭在小道之中，在穿过一个巷口之时，楚生瞳孔一颤，目光锁定在巷口之中的一道身影，和直播录像吻合，凶手就是他。小电驴从巷口擦肩而过，楚生低声道：玲玲停车。魏玲玲将电动车停靠一边，3人下车。魏玲玲小声道：咋了？楚生做了个虚静的手势，悄悄探头看了看，指了指前面的巷子，道：凶手就在里面。躲在楚生身后的魏玲玲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躲在魏玲玲身后的马上课紧张到后背出汗，还能咋办？都找到凶手了，抓他啊！楚生白了一眼，凶手有同伙，3个人，那可是歹徒啊，歹徒哎，你能干得过？马上课下意识以为楚生很能打，就和小说中战神兵王一样，然而事实却是，楚生是条细狗，歪门邪道会得多，正面战斗力占5渣，但抗十字锁的能力十分优秀，要是哪天解锁了兵王模拟器，说不定还真能成为都市战神。马上课缩了缩脖子，现实世界又不能氪金，他哪里敢直面歹徒？楚生开口道：
追凶只是防止凶手逃跑，我们确定了凶手位置，等警察来就行了。楚生只是擅长凶杀技巧，但赤手空拳搏斗他还真没信心。楚生是不会袖手旁观，但也不至于傻到直接去和歹徒搏斗。楚生压低声音道：大家都小声一点，千万不要被凶手发现。卧槽，还真让他找到凶手了。这个直播间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之前直播抓小偷，直播反赌，现在直接直播追凶。兄弟，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好紧张，好刺激。虽然只是在看直播，但我已经紧张到不敢大声说话了。嘘，畜生，别跑！叮当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对着躲在拐角的楚生三人大声喊道。三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卧槽，暴露了！楚生一瞪眼，卧槽，这娘们怎么在这？难不成他是一路追过来的？要知道，魏玲玲的电动车速度贼拉快，他们一路追了6-7公里。这女人什么体能？原始人大猩猩吗？叮当所站着的位置，正好是凶手所在的巷子口。这一嗓子，直接惊吓到凶手。A 级通缉犯王林一转身，看到叮当，顿时警惕起来。叮当也转头和王林四目相对。这人是谁？路人吗？叮当目光如炬，美眸微微眯起来。这人看着有点熟悉。叮当突然想起在工作群中看到的照片，心里一惊。A 级通缉犯王林，这家伙是楚生的同伙。叮当美眸中瞬间流露出一股杀气。王林十分敏锐，瞳孔一缩，不对，不是路人，这女人是个条子，这是来自职业凶手的直觉。快跑！王林转身就跑。叮当体力惊人，身体犹如脱弓利箭，想跑，叮当速度飞快，一个飞踢直接将王林踹倒在地。还没等上前制服，阴暗角落中又走出来2人，这2人都是王林的同伙，同一时间扑向叮当。叮当目光警觉，往后一侧躲开攻击。一名身材魁梧的同伙反应过来，一拳挥向叮当。叮当伸手捏住对方小臂，一个简单的卸力化解攻势，右腿跨步向前，一个肘击顶住对方腹部，3下5除2将3人撂倒在地。楚生3人看得目瞪口呆，你不仅会十字锁，你还会铁山靠？楚生，卧槽！魏玲玲，卧槽！马上克，卧槽！奈何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这锦花战斗力拉满啊！锦花的属性点没点智慧，全加在战斗力上了。怕就怕歹徒有凶器。